宋离，今日轮到你洗衣服了，莫要多懒，快去！宋离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，艰难起身，在刘妈妈的死亡凝视下，匆匆向外走去。这时，一个瘦小的身影挡在了他前面。刘妈妈，宋离风寒正严重，我去帮他洗。刘妈妈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只要有人洗便可，她不在乎谁洗。待刘妈妈走后，宋离满脸感动的看着眼前的女孩，谢谢你，招娣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招娣笑起来，眼睛弯弯，十分和善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咱俩还分你我吗？如果我有困难，你也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宋离使劲点点头，当然。招娣笑着没有说话，把他扶上床后，抱起一大篓脏衣服出门了。待四周安静下来，宋离睁开眼睛，一切如书中的剧情一样。果然，他穿书了，穿到一本名叫《王妃妖娆》腹黑王爷绝宠的早古言情小说。招娣就是书中的穿越大女主，一路从弃婴扶摇直上，最终成为大齐皇后。而她则是招娣升级路上的第一块垫脚石。书中，招娣被一个神秘人选中，让他帮他做事，并告诉他一个秘密：宋离是宋将军流落在外的女儿，她身上有一个一眼看上去就很假的玉坠，那就是她丢失前佩戴的信物。神秘人本想直接嘎了宋离，把玉坠拿来给招娣，但女主的人设是单纯善良，她不忍宋离因她而死，于是向神秘人保证自己能兵不血刃拿到玉坠，并取得宋家的信任。神秘人也不想打草惊蛇，便同意了。于是招娣便算准了日子，在宋家来人的前一天，往宋离的饭菜里下了点东西。当晚宋离就发起了高烧，招娣一边用温水帮他擦身，一边顺走了他的玉坠。次日，与书中宋离同名同姓的他就穿了过来。他们所在的地方叫慈善堂，专门收养被丢弃的孩子，但这只是明面上的招牌，暗地里慈善堂的人把漂亮的童男童女调教好后卖给达官贵人，把长得不好的送去做苦力。他们这一个小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大通铺，一个铺上睡10个人，有4个大的每日早早起床学习技能，只在晚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回来睡觉。其他几个小的看到他们绸缎的衣服和漂亮的头花，总是羡慕不已，盼着长大了能有姐姐们一样的待遇。殊不知长大就是他们羊入虎口的日子。宋离自然不会甘心留在这里，而且原文中等宋家人把招娣接走后，神秘人会一把大火烧了这里，原主和慈善堂所有人都在这场大火中丧生。他虽然会点拳脚，但在这个可以修炼内功的世界，没有任何信心能逃出神秘人的围杀。要想保住小命，还是得待在宋将军身边。不管怎样，他都要为自己拼搏一把，拼成了就是富二代，继续躺平啃老；拼不成，最多一条小命，他也认了。书中说，招娣衣服洗到半篓的时候，远远看见了宋家人骑着马匹走来。宋离掐着时间，差不多已经洗了半篓了。他起身找了根木棍，走出屋子。刚出了门口，恰好看见一队人马从夕阳中走来，每个人身上都镀着金边，仿佛降服人间是武神。宋离马上拄好木棍，一步三喘地向着招娣走去。要知道，招娣之所以被神秘人选中，就是因为她与宋夫人有7分相像，再加上招娣刻意营造的悲苦氛围，一个瘦弱单薄的女孩孤独地在河边洗着一大篓衣服，那个1篓大的甚至能把她装下。初春的河水冰凉刺骨，她的2只小手冻得红肿一片。试想一下，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心里什么滋味？不亚于龙王回家看到女儿住狗窝吧。书中原话是，女主抬头的一瞬间，宋将军仿佛被利剑穿透胸膛，疼得他喘不上气。而这次是他和招娣2个人一起洗衣服，招娣长得像宋夫人没错，但原文中也说了，宋离长得像宋将军啊。不知他的一个抬头能给宋将军带来怎样的视觉冲击。宋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养病。眼下忽然多出一双手来，招娣抬头一看，便看见了宋离烧得发红的小脸，他心底不禁咯噔一下，原本平稳的节奏瞬间被打乱，心里隐隐不安起来。招娣，这春寒料峭的时节，想到你一个人帮我洗衣服，我如何还能躺得住？看你的小手冻得通红，你回去歇着吧，剩下的我自己来。不行，你发着烧，你回去，这次我洗，下次你帮我洗。我已经好多了，总不能再把你冻病。招娣，你回去吧。招娣刚想说什么，忽然听见对面有人大喊一声，前面可是慈善堂。宋离已经抬起了头，并且拄着木棍站了起来。寒风中，他额前的刘海随风飘荡，但遮掩不住他不屈的目光，仿若打不死就跪不下。前面正是慈善堂。他淡淡回答，语气之中竟然隐约有种大佬气质。宋离深知自己与招娣相比不适合走温情路线，如宋将军一般坚毅不屈才是他的 style。 马背上的宋延年眸光骤然深邃，仿若被铁锤击中，一个不稳差点从马上摔下。旁边的宋海兰也不禁眯起眼睛，像，真的太像了。看着眼前的女孩，竟然有种浓浓的爹味。真是，爹，你看他。宋延年抬手制止他继续说下去。爹看见了。
宋延年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宋离身上，一丝一毫也不舍得离开。你是慈善堂的孩子？他隔岸问道。宋离点点头，并不作声。疏离又高冷的气质让一队人马俱是心头激荡。梁副将捏着衣角，双眼通红。将军，不用找了，这双眼睛末将绝不会看错。他说罢便要踏河而过，却在这时听到一串婉转动听的声音：请问几位贵人来此何干？可是有事要找慈善堂的管事。小女子愿为传达。众人的目光不禁从宋离移到招娣身上。第二章，该喝药了。此时招娣也站了起来，夕阳的余晖在她微笑的侧脸上勾勒出一道金边，她双眼弯成月牙形，笑得恬淡美好，仿若坠落人间的仙子一般。众人瞬间有种从大漠孤烟直穿越到了采菊东篱下的错觉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们竟然从这个女孩的身上看到了夫人的影子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越看越像夫人。宋海兰睁大了眼睛，宋延年也不禁蹙眉深思。一时间场面安静的诡异，只能听到河水静静流淌的声音。良久，宋海兰率先打破平静：爹，难道是我日思夜想，走火入魔了？我怎么看着谁都像妹妹？梁副将眼珠一转，低声问道：宋将军，咱就说有没有可能这两个都是你的种？宋延年瞪了他一眼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先去旁边的驿站认亲的事情明天再说。是。一行人打马离开。招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他们还没回他的话就走了。宋离却心满意足，毕竟他们的第一眼都给了他，这落到招娣身上的第二眼就不会那么惊艳了，可以理解。嘻嘻，今天的目的也算达到了。要知道，原文中梁副将直接趟过河把招娣接走了，今天梁副将谁也没接，但态度明显趋向于他，只是突然露脸的招娣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两人低头洗着衣服，谁也没跟谁说话。宋离偷偷看向招娣，发现他脸上是不自然的红晕，眼中满是不甘与羞恼。在发现宋离偷看他以后，招娣猛地向他看来。为什么出来？你为什么要出来？你出来干什么？他厉声发出灵魂三连问。宋离眨眨眼睛，似乎不明白他为何这么愤怒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只要我还有一丝力气，就不能留下你独自受苦。招娣注视着他单纯的双眼，又看看自己已经洗了半篓的衣服，满腔愤怒无处发泄，一把摔下衣服，嘟囔着离去了。早不来晚不来。宋离头脑昏沉，浑身阵阵发冷，心情却十分美妙。正确的人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，而错误的人总是在正确的时间离开。就比如此刻，远处宋海兰越走越慢，已经远远坠在了队伍后面。宋离低下头，一点一点认真地搓着衣服，鼻涕流了一长串也不理会，直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他旁边。宋离抬起头来看向他，鼻子下挂着两串晶莹的鼻涕，双手红肿微微颤抖，唯有眼神依旧坚毅。宋海兰再次被震撼住。你！他从袖中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就要帮他擦鼻涕。宋离侧头避开，用手把鼻涕擤到河里，然后用冰凉的河水洗了一把鼻子。待收拾妥当后，才冷清问道：公子有何贵干？宋海兰看着他通红的脸蛋和鼻尖，心中莫名刺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宋离挑眉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宋海兰赶紧解释，我不会伤害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。宋离没有理会他，自顾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回背篓，然后小小的身子弯腰背起背篓，在宋海兰恳切的目光下佝偻着身子离开了。宋海兰看着他单薄瘦弱的背影，比背篓高不了多少，心头梗塞难以喘息。他立刻跟在他后面，单手提起背篓。小妹妹，哥哥真不是坏人，哥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这包松子糖先给你吃，哥哥明天再来看你。宋离一直不搭理他，他也不恼，带走到离门口10米远的地方，他不由分说的把一包松子糖塞入宋离的怀中。宋离刚想拒绝，忽然屋门被打开，招娣挽着一个大姐姐的手走了出来。敢问这位公子，可是小妹冒犯了你？大姐姐头上簪了粉白的花，柔柔问道。宋离回想了一下，这位大姐姐名叫洛玉，是管事的妈妈给她起的花名。她今年刚年满14岁，长得有几分姿色，马上就要被卖出去了，听说买家是个老员外。洛玉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她并不在意被卖，对她来说这是一条通往荣华富贵的道路，但她似乎对买家不甚满意，最近一直在唉声叹气。她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宋海兰反倒不好离开了。并无，她拱手答道，只是觉得与这位小妹妹投缘，便与她闲聊几句。洛玉嫣然一笑，嘴角弧度拿捏得刚刚好，那便好。天色已晚，我便接小妹回家了。宋海兰点头，招娣也趁此机会微笑着与她道别，依然是那双与母亲极为相似的眼睛，弯成一道月牙形。宋海兰的内心却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，这种拿尺子量出来的笑让她觉得索然无味，只有那个背着大背篓的小小身影时刻牵动着她的心。她一直盯着那个背影，
期待他回头与他道别，也想再看一眼他倔强的脸庞。但直到屋门吱呀一声关上，宋离都没有回头。宋海兰失魂落魄站在门外，朦胧中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小样，看我不把你迷死！”可能是门内哪位姑娘吧，他没有在意，转身往回走去。脑海中全是宋离坚毅的目光和那两串倔强的小鼻涕，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，把另外2张本就不甚清晰的假笑挤出脑外，直到满满登登占据他的脑海。明天就能见面了，他告诉自己。此时屋内，洛玉骤然甩开宋离的手，冷笑道：“这是被贵人瞧上了，就不愿意和我们搭话了。”宋离内心嗤笑一声，他又不是老鸨，现在他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，难道还指望他穿线搭桥？真是可笑！姐姐可别开我玩笑，他哪里是贵人，我又哪里被他瞧上？他只是来问我招娣的名字，还央求我把这包松子糖烧给招娣呢。宋离揶揄地看着招娣，打开松子糖抓了一小把才递给他：“我不管，我帮你带回来的，我要多吃几颗。”招娣原本阴沉的脸上骤然绽开了花一般的笑容：“就你没个正形，风寒了还不好好躺着，就叫我操心。”宋离赶忙求饶：“好招娣，好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那麻烦姐姐帮我把衣服晾上，我这就去炕上躺着。”招娣笑容微微僵硬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开心的模样：“快去躺着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”宋离嘴里含着松子糖，舒舒服服地躺在烧热的炕头上。这里常有人来捐款，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，棉被都够厚实，木柴都是他们自己捡自己劈的，一到晚上炕就烧得暖烘烘的，他也不用遭罪。但在这种地方，松子糖是罕见的好东西，小姐妹们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围着招娣要吃松子糖。招娣笑着给大家分糖吃，却被洛玉一把抢走。招娣也不敢吱声，乖乖拿着衣服去院子里晾。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洛玉心情不好，小姐妹们大气不敢喘。慈善堂一向教育孩子攀高枝，孩子们明里暗里都是竞争，哪有什么姐妹情深。另外，原文中提过，这个房间里有几个面相忠厚的孩子已经被神秘人收买，一旦宋家人问起他们玉坠的事情，他们会一口咬定玉坠是招娣的。宋离目光扫过所有女孩的脸，确实有几个长相憨厚的女孩，但就算知道了是谁也没用，他又没钱收买回来，所以他根本没法自证，只能采取迂回战术，避免与招娣对峙。脑中过了几个临场应对方案，脑袋昏昏沉沉的，一会就睡着了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睡得正沉时，他被人摇醒。睁眼一看，天色还是乌黑一片，耳边却响起招娣轻柔的声音：“宋离，该喝药了。”第3章，给我喝药。此时宋离口干舌燥，还真想喝点什么润润喉，但女主给的东西他是万万不敢喝的。原文中写道，女主害怕神秘人对宋离动手，为了他好，便又给他下了2次药。宋家人来慈善堂的时候，宋离浑身通红，差点没烧死过去，叫都叫不醒，别说下炕了去见人了。所以在女主的安排下，宋离从始至终都没见过宋家人一面，宋家人也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。他哼唧2声，闭上眼继续睡，任凭招娣怎么摇他，就是不醒。招娣摸了摸他的脑门，还是很烫，大概是烧傻了。料想一个8岁的孩子也不会跟他耍花招，又怕弄出大动静吵醒大家，便暂时放弃了给宋离灌药的念头。宋离头晕脑胀，闭上眼睛没一会便再次睡了过去。直到第2天清晨，屋内蒙蒙亮时，刘妈妈忽然推门闯了进来，外面的冷风猛地灌进室内，女孩们全都被冻醒，一个个迅速穿好衣服从床上爬下来。今日有贵客，你们全都跟我去见客，快去拾掇干净。刘妈妈就是养猪专业户，而他们全是栏里的猪仔，没人敢不听她的，全都乖乖照做。招娣心下一喜，知道宋家人来了，梳洗得很带劲，但看了眼旁边睡眼惺忪的宋离，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。他快速洗漱完毕，又稍微把药热了一下。宋离，昨晚就让你喝药，你睡得跟死猪一样，现在醒了，快点把药喝了吧。宋离正在梳头发，原主年纪小，没人叫他干净，头发都打结了。他一边通着头发，一边龇牙咧嘴道：“招娣，我感觉精神好多了，不用喝药了。”招娣把碗拿到宋离面前，幽怨地看着他：“我熬了一晚上。”宋离看着黑乎乎的药汁，心中发怵：什么风寒要熬一晚上？确定是治病的药？招娣，我风寒从来不用吃药，7天之内必能痊愈。不过既然你都给我熬好了，我肯定会全喝光的。眼见招娣脸上有了笑容，他又继续说道：“但是我昨晚没吃饭，现在胃里空空很难受，等我吃点东西再喝药。”招娣垂眸思索片刻，说道：“为了不让客人久等，刘妈妈一定不会让我们吃早饭。我藏了半块馒头，现在就拿给你吃。”好。宋离没有拒绝，他现在真的很饿，饿得胃疼。招娣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块压成饼的馒头。宋离，真的要吃吗？眼看饼子已经递到了嘴边，宋离一咬牙，小口吃了一口。还好女主是爱干净的，
没有头油味。他捧着饼子小口吃了起来。招娣看得心急，忍不住提醒他：“宋离，倒是快点吃呀！”宋离拍拍胸口，昨天下午开始就没喝水，干吃馒头噎得慌。招娣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快速去厨房给他讨了一碗热水。宋离虚溜虚溜喝着热水，吃着饼子，感觉好了不少。眼看大姐姐们都收拾妥当了，他也同步吃完了饼子。好了，姑娘们一个个精神着点，排好队，随我去前面会客。刘妈妈主要卖的就是大姑娘，所以以大姑娘的进度为主。招娣正端着药碗时刻准备着，闻此焦急不已。快，宋离，一口灌下。宋离正要接过碗，却被后面挤上来的小姐妹推到了前面，几人自动排好了队形。招娣想要跟上去继续喂，却见刘妈妈摇晃着一根竹竿，冷眼看着她，她不敢再造次，只能乖乖把碗放下，跟在队伍后面。这个屋子有前后2个门口，前面通到前院，后门打开正对着小河，方便他们洗衣砍柴。现在他们被刘妈妈带着走出前门，经过2座房子就能到前院厅堂。眼见喂药无望，招娣心慌意乱，就好像冥冥之中宋离注定会与家人团聚，他这个外人就算计划的再好也没法插进去一样。这个时候他忽然就后悔了，后悔没让那个神秘人直接把宋离嘎了。他为什么那么善良？为什么要救宋离一命？招娣咬住下唇，这是一个失误，也是一个教训，无论今天是否能顺利通关，他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然而经过第1所房子的时候，他忽然闻到一股药香，是那个神秘人的气味。他心底生出一股希望，四下张望后，终于从房顶上看见了神秘人。他穿着一身灰色劲装，戴着灰色的头巾，脸上蒙着灰布，整个人与灰色的瓦片融为一体。招娣眯起眼睛，冲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。神秘人自然也注意到了宋离还在队伍里，明显是招娣没有搞定。他眼神冰冷地看了招娣一眼，招娣缩了缩脖子，低头快步向前走去。神秘人也没有再跟他计较，手腕一转，一颗小石子便向宋离头顶抛去。他不准备现在杀宋离，太过惹眼，但可以把他打晕，让他不要坏事。他自信转身，心中倒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这是他的习惯。3、2、1后听见倒地声，是他独有的乐趣。然而这次3、2、1数完后，却没听到任何声音。神秘人转过头来，见宋离正在蛇行走位。神秘人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怎么会有这么骚的操作？招娣还算机灵，小跑着上前扶住宋离，小声问道：“怎么走路歪歪扭扭的？我来扶着你。”说完，还借着整理鬓角的姿势给神秘人又递了个手势。宋离似无所觉，软软靠在他的肩膀：“招娣，我头晕，给我喝药。”招娣恨不得2巴掌抽死他，端着碗伺候你喝你不喝，现在想喝，晚了，去找孟婆要汤喝去吧。神秘人见招娣扶好了，便又跳上第2所房子，找准位置。一块小石子在他掌下飞速旋转，径直向着宋离的脑袋飞去。神秘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，这次他要亲眼看见宋离倒地。然而就在石子即将射中之时，宋离一个腿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好在招娣被他带的也跟着蹲了下去，石子从2人头上飞过，谁也没砸中。招娣，我浑身没劲，我走不动了。宋离扶着招娣的胳膊，浑身一层冷汗。麻蛋，这么惊险刺激吗？要不是他也注意到了神秘人的存在，现在肯定脑瓜开瓢了。招娣却注视着弹射在墙壁上的石子，眼睛都红了。明明是个脆皮，怎么这么难杀？接连失手2次，神秘人恼羞成怒，准备认真起来，给宋离最后一击。却在这时，前厅的门被打开，宋海兰走了出来。神秘人赶紧藏好自己。宋海兰虽然年纪轻轻，但功夫不浅，他只能暂时隐退。招娣也第一时间察觉到了那股药香消失，心中生出一股无力的宿命感。他自以为聪明绝顶，却逃不过上天的安排。难道有些东西注定不属于他吗？但很快他就平复了情绪，眼神重新变得坚定。神秘人说他与宋夫人7成像，再加上他拥有现代人的学识，知书达理，文静贤淑，虽出身贫贱，却气质不俗，怎么看都不像无名之辈吧。而宋离头发像鸡窝，身上脏兮兮，打眼一看就像乞丐，拿什么跟他比？第4章，我爹有2把刷子。招娣重拾了自信，冲宋海兰微微一笑。宋海兰礼貌性的点了点头，但他的余光却一直留意着半死不活却眼神坚毅的宋离。刘妈妈当然注意到了招娣与宋海兰之间的小动作，看着出落得越发端庄秀美的招娣，她心中有了盘算。待姑娘们全部进了前厅，座上已经坐满了贵人，除了宋延年、宋海兰、梁副将，今日又多了一个与宋海兰差不多大的青年，还有一位笑容慈祥、眼神却很精明的妇人。宋离猜测年轻人大概是宋海兰的表哥，也是宋家的养子宋海明。而妇人原文中这个节点并没有出现，
他现在无法确定他的身份，或许是他的出现让宋家父子迷惑，特地叫来的帮手。刘妈妈热情地与他们打过招呼后，便开始依次介绍了每位姑娘的名字、性情以及特长。座上的人气度不凡，尤其是宋海兰和宋海明长得英武俊美，姑娘们看了无不脸红心跳，暗自畅想能被他们买走也不错。等走到招娣的时候，刘妈妈把她单独拎了出来。这丫头名叫招娣，刚出生就被父母扔到了河边，有一家生不出孩子的把她抱了回去，给她起名招娣。还别说，这丫头命里带福，不出2年，她的养母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后来他们村闹饥荒，没办法，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。招娣是个可怜的孩子，2次被家人抛弃，但她心性不错，来了以后也没闹腾。弟弟妹妹有困难，她也尽量帮助，做事勤快，聪明好学。远了不说，就说旁边这丫头生病，都是她在熬药照顾。果然，卖货得找专业人士讲解性能。经过刘妈妈目光毒辣的瞄准定位，精准投放后，众人一下子就对招娣生出了爱怜之心，恨不得现在就将她接回家中享福。尤其是在座唯一的妇人，眼角已经有了诗意，连连夸赞招娣是好孩子。就连一直认为招娣是假笑的宋海兰也生出了些许惭愧之情。她的命那么苦，但她还是一直笑面这个世界，这叫乐观。宋延年倒是没有太明显的情绪，半眯着眼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梁副将则是慢慢捋起了胡须。遥想当年，夫人生产时旁边确实有条小河，他还让手下帮忙提水来着。招娣落落大方与众人见礼，唇角带着恬淡的笑，仿若宠辱不惊，心里却忍不住窃喜。不枉他帮着老婆子干了许多活，还知道帮他说好话。今日有刘婆子这份话，他定能完胜宋离。下一个就轮到了宋离。刘妈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丫头最近风寒，多亏了招娣照顾，现在能下炕了。宋延年等人支起耳朵听，却见刘妈妈迈着碎步往前一扭，已经开始讲解下一位了。这丫头叫喜儿，看长相就喜庆。招娣抿住嘴角，心里差点要笑喷了。她和宋离站在一块，明眼人都知道谁是山鸡，谁是凤凰。等等，宋海兰站起身来，她等了半天，就是为了等这一段。刘妈妈却不讲了，她压下心底的暴躁，耐着性子说道：“前面那位姑娘为何不介绍一下？”刘妈妈看着宋离的鸡窝头，干笑一声：“是奴家错了，奴家这就讲与公子听。大户人家讲究，做事情不得有一点敷衍，她理解。这孩子叫宋离，从小被一个老叫花子养大，后来老叫花子自知寿数将近，就把他送来了这里。您别看他脏兮兮的，待人还算机灵，砍柴、打水、洗衣样样在行，放在家里当个粗使丫鬟绝对使得。”宋海兰已经捏紧了拳头，他刚才就想揪住这老婆子的衣领问问，明知宋离风寒，为何还让他去冰冷的河水里洗衣服？为何别的孩子当千金小姐养，宋离却当丫鬟养？好了，不用说了。宋海兰大喝一声，吓得刘妈妈一个机灵。她从衣袖中拿出一张纸来，上面拓印了一个形状，乍一看像一朵花，但仔细一看是个抽象的宋字。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孩子身上有这种玉坠，是谁？站出来！宋海兰视线扫过所有女孩，但眼中的期待却全放在了宋离一人身上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很遗憾，宋离没有站出来，也没有其他女孩站出来。宋离侧眼去看招娣，招娣低着头，一副乖巧的样子，看来并不打算拿出玉坠。也对，正主在这儿呢，她怎么敢？作为女主，智商她还是有的，谁都拿不出来，那他们就都在同一起跑线上。而她的样貌却直接能加80分。宋海兰以为他们害怕，语气又放轻柔了些：“这是我宋家的信物，谁手里有这个玉坠，谁就是我宋海兰的亲妹妹。”听到这话，大家一阵艳羡，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。但原主把这东西宝贝的紧，平时都拴在腰上，从不让人看见，所以这群孩子并不知道他有这个。或许有那么1、2个眼尖瞧见过，但诸如落玉此流的，嫉妒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帮他吆喝？如果真有人为他吆喝，那神秘人收买的几个姑娘立刻就会帮招娣吆喝。宋离握紧了拳头，不动声色留意着招娣的动作。与其他人不同，招娣双眼含泪，目光依次从宋家人脸上划过，最后痴痴地望着宋延年，双唇蠕动，欲言又止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那位座上的妇人一直在留意着他，见他如此表情，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一步步朝他走去。招娣要开始表演了。宋离精神一振，当即就要装晕。只要我一晕倒，宋家必会请大夫来给我看病，大夫一给我看病，就会发现我中毒的事情，房间了还有1碗毒药，再结合刘妈妈也说了，这2天一直都是招娣在照顾我，宋家不会还发现不了招娣给我下毒吧？打定主意，宋离一头栽在了地上。刘妈吓了一跳，又害怕贵人以为他虐待孩子，赶紧招来2个大姑娘，把他背回去安置好。这孩子病了就好好在床上躺着，非要跟过来做什么？宋家人对视一眼，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不可思议。他们竟然都听到了这个小丫头的心声。武功到他们这个阶层，是不是富裕一听便知，
刚才那声音就如神话中的传音入耳，绝不是傅宇能做到的。宋延年、宋海兰、宋海明都能听到，其他人没有任何异常。难道是只有姓宋的才能听到？反应2秒后，宋延年站了出来。且慢，我懂一点医术，让我来给他看看吧。宋离仔细回想书中的剧情，我爹还懂医术，大概是一项隐藏技能吧。我爹真厉害。宋延年手指微微颤抖，被叫爹了，这真的是我女儿吗？他手指搭在宋离脉上，装模作样的听了一会。咦，这小丫头竟是中毒了！哇，我爹有2把刷子，一下子就诊出来了。宋延年轻咳一声，老梁，你去他的卧房查一下中毒源头，免得其他姑娘也跟着中毒。爹爹威武，跟我想一块去了。宋延年老脸微红，把宋离从地上抱起来。梁副将虽然很奇怪宋延年什么时候背着他学了医术，但在外人面前，宋延年说什么他听什么，这是他们这么多年的默契。是，梁副将应声出了门。第5章10年老中医。招娣肉眼可见的慌了，毒药都是神秘人给的，还信誓旦旦告诉他中毒症状跟风寒一样，就算10年老中医都看不出端倪。结果宋延年2秒钟就识破了，什么狗屁毒药，糊弄洋鬼子呢！招娣嘴都快气歪了，幸好他走之前留了个心眼，故意打翻了药碗，不然真查出点什么，他也不用活了。就算宋延年不杀他神秘人，也会直接嘎了他。招娣努力稳住心神，宋离晕了，正是他拿出信物的最好时机。他的表演才刚刚开始，他不会输。宋离被宋延年放到窗边的小榻上，招娣眼珠一转，也满脸焦急上前查看。都怪我没照顾好宋离，求您帮帮他，我照着以前一位郎中留下的风寒方子挖的药材，也不知道对不对症。好家伙，贾千金这话里全是艺术啊！一来稳住自己善良人设，二来把责任推卸给郎中，他自己辛苦挖药照顾小伙伴，全是功劳。舔个脸好意思说，那要是你挖的吗？明明是神秘人给你的，你什么时候挖过药？昨晚就拿着药碗要给我灌药，一直灌到今天早上，这家伙给我灌的，就差没扒开我嘴，直接往里倒了，跟黑白无常索命似的。要不是我装傻充愣，硬是没喝，老爹老哥们，你们今天就见不到我了。宋延年神色凝重起来。神秘人，看来有人在他们来之前就设计好了这一出戏，就等着把一个假货塞到他们家。要是真让他成了，这个眼线的分量可不轻啊！更要命的是，他们的亲闺女肯定是要被灭口了。内心一阵后怕，还好宋离机灵，笑他。宋延年帮宋离掖好被角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都是小事。招娣双眼崇敬地看着他，多谢大人。宋延年也微笑向他点点头，然后对刘妈妈吩咐道：其他人先带回去，招娣和宋离留在这里。刘妈妈立刻照做，带着一众姑娘鱼贯而出。如此偌大个前厅，就只剩宋家人看着招娣一人表演，5双眼睛如探照灯般聚在他的身上，让他压力倍增。好孩子，不要怕，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吧。妇人轻轻拉过他的手，让他坐在自己旁边。在妇人温声细语的安抚下，招娣慢慢进入状态。他小心翼翼将脖颈处的红绳拽出来，然后众人便看到了挂在红绳上的玉坠。宋延年只看了一眼，就肯定这是他当年雕刻的那个玉坠。放心，保真。把我要晕了从我腰上扒下来的，能不真吗？哟，还换了条红绳，怪好看的。宋家人目光迅速移到红绳上，果然颜色很新，一看就不是常年佩戴的红绳。孩子，你真的是，哎呦我的老天爷，真让我们找到了！呜呜，妇人激动的一把抱住招娣大哭起来。第一眼看你就像玉瑶，可算没让我美梦成空，今日新事已了，就算死我也能闭上眼了。招娣也簌簌落下眼泪，脆弱的模样让人看着心疼。我从小就把它带在身上，一刻也不敢拿下来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和家人团聚，日子就算再艰难，我也始终坚信你们会来找我。今天真让我等着了，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说完，两人又是紧紧抱在一起，哭得不能自已。真是笑死了，还始终坚信那块破石头雕的坠子，2文钱都没人买，还坚信什么？什么样的家庭会给你戴上这个坠子，并把你扔掉？只要看见它，你就会忍不住想，我是不值钱的女孩，所以我的父母要把我扔掉，给我戴上这块破石头，是他们仅存的愧疚。你根本不敢指望父母来寻你，更不敢去找他们，因为你怕就算找到了，他们也不会认你。这是宋离的看法，更是原主内心所想。宋海兰和宋延年已是双目通红。石头是宋海兰捡的，坠子是宋延年雕的。在宋离丢失的无数个夜晚，他们也曾想过，他看到亲人给他留下这样一个廉价的假玉坠子会怎么想？他是否会认为他们根本不爱他？他们有玉器无数，却只给了宋离一块不起眼的石头。如果当初给他一块最好的玉坠，捡到他的人就算是为了拿他讨赏，或者偷了他的玉坠去当铺换钱，他们或许早就顺藤摸瓜找到妹妹了。每每想到此，两人都会坐立难安，
悔不当初。但也幸好是这样廉价的一个破坠子，哪怕再贵重一点，我或许都被人谋财害命了。这世上的事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其实这块石头真挺漂亮的，是罕见的粉色，很适合女孩，雕工也很细腻，还是能看出隐藏的爱意。这也是这么多年都没把它丢弃，还一直绑在腰间的原因吧。说不期待，其实还是期待的。宋海兰还是没忍住，背过身去抹了眼泪。这么多年的心结，在妹妹的几句话中化解了。宋海明搂着她的肩膀，用力在她背上捶了几下。宋延年双手紧紧握住放在膝头，一个驰骋沙场的将军，此刻眼中已然含着热泪。招娣本来还觉得奇怪，怎么认清现场就一个不知名的老婆子跟她抱头痛哭，其他人都是冷血吗？都不过来看一眼。结果悄咪咪抬眼一看，三个大老爷们都是眼眶通红，强忍着情绪呢。如果没有旁人，恐怕早就嚎啕大哭了吧。看来宋家人都相信了他的话，也都认同了他的身份，真是顺利的让人不敢置信呢。他得意地伏在妇人肩头，哭得更起劲了。宋离这个憨批终究是输了，许久，哭得都有点尴尬了。梁副将大步迈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布包。将军，这里有一个打碎的药碗，我闻着里面的药味有点不对，便给收集起来了，回去让老庄看看。宋延年点点头。招娣心下一沉，古人又没有精密仪器，药渣也都扔河里了，难道他们还能查出什么？不过就算查出来也没关系，他都说了是照着郎中的药方自己挖的药，药方开错了也有可能吧，挖错药也有可能吧，但他的心是好的呀。他抬起头来，面带惊喜，太好了，宋离有救了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如何称呼大家。说到这里，他害羞地低下头，双眼看着自己的脚尖。第6章，哥哥像个傻憨憨。看大家激动的样子，是都承认招娣的身份了吧？只能等药验出来以后，爹爹发现端倪了，只希望到时候别被贾千金哄得找不到北。虽然与家人相认晚一点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将计就计认下贾千金，然后套出他背后之人，不然按原定的剧情，大家都是要死的。我明天被火烧死，娘3个月后大出血而死，哥哥1年后私通前朝余孽被判车裂之刑，姐姐被迫进宫伺候老皇帝，最终一尸2命。表哥行刺5皇子被乱刀砍成肉块，比猪肉摊的肉还整齐。最后只剩爹孤家寡人一个，造反被抓后在菜市口砍了3刀才把脑袋砍下来。原文说爹骨头硬，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。我们宋家真惨，明明只想当个公务员，却全都被逼上梁山，落得个灭门的结局。不过有我在，一切都会改变的。队友如果全都像爹爹这么给力的话，会更加事半功倍。宋家人集体陷入静止状态，实在是宋离的心声太过骇人，而且也没想到他能预知未来。如果真的如宋离所说，他们将来都会因为贾千金这个内奸而死相凄惨，那将计就计，反将敌人一军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但宋海兰却不愿意，最好的不一定是最正确的。他的亲妹妹近在眼前，他凭什么去认一个心怀叵测的假货？不觉得恶心吗？无论什么阴谋诡计，宋家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，不需要去牺牲一个宋家的女儿。爹，我们可以。宋延年抬手打断宋海兰。知子莫如父，他很清楚宋海兰的性格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会说什么。但他选择听宋离的，送上门的眼线为什么不收？朝中之人可能都忘了他当年在西戎皇宫安营扎寨的风姿，既然有人打着灭宋氏满门的心思，那也别怪他心狠手辣。宋延年压住激动的宋海兰，转头对招娣温声说：“我是你爹。”爹！招娣瞬间失了眼眶，他一头扎进宋延年怀中：“爹，我终于有爹了。”女主在现代也是个孤儿，这确实是她第一次叫人叫爹。她也曾想过与宋家人站在同一阵营，但没办法，那人给的太多了，不要还会死。女主只能半推半就，先踩着宋家上位，再为宋家报仇。宋海兰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她以为他是谁？她的一条烂命如何与宋家满门相比？想为宋家报仇，她就该自杀。这样的小人不配当她的妹妹。宋海明看她气鼓鼓的样子，怕她误事，赶紧按住她，向招娣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你的表哥，是你3舅老爷家的2舅家的遗孤，自从父亲死后，我就被姨父收养，以后你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。”他长着一双桃花眼，笑起来有种不羁的风流，惹得招娣脸颊染上一层红晕。表哥，他屈膝一礼，柔声喊了一句。宋海明立刻绽放出一个更大的笑容，让招娣差点看呆了。宋家男人真好看呀！宋将军虽老，却身材壮硕，气场强大，独有一股傲逆万物的狼王气质。而宋海兰和宋海明看起来都很奶，但身体里散发出一股天生的野性，俩人都能成为他的小狼狗。被这3个男人包围，让他腿都有点软了。我是你大姨母，是你娘的亲姐姐。妇人拍着招娣的手：“你跟你娘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我要是早见到你，早就把你认出来了。”原来是大姨妈，以后可得小心这个女人。宋家人立刻竖起耳朵听。
这个女人是个大圣母，该怜悯不该怜悯的她都怜悯，竟然还敢窝藏罪臣之子。府里的管事也是杀人犯，不仅害了自己全家，还连累了宋府。再过几个月大姨父就要入京了，到时候留意着点吧。咦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就差哥哥了，快点呀，别露馅了。我这哥哥看起来像个傻憨憨。宋海兰，招娣，我是你的哥哥。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语气太干吧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你受苦了，以后有什么事都跟哥哥说。招娣早就注意到了宋海兰，还纳闷他的表情怎么这么别扭，原来是心疼他吃了苦。哥哥，招娣也扑到宋海兰怀中，哥哥让宋离转交给我的松子糖我收到了，很甜，很好吃，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宋海兰浑身恶寒，像被毒蛇缠住，额上的青筋都绷起来了，斜眼瞄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宋离，心中气闷，明知他是他的哥哥，还不搭理他，还把他送的东西转送给别人。宋离盖着被都能感受到一股凉飕飕的气息，哥哥别怪我，一包松子糖能让他放松警惕，我的小命就能安稳一时。瞬时，宋海兰一颗心变得柔软，只要对妹妹有帮助，一包松子糖算什么？把他的私库全部挥霍掉都可以。他强忍了3秒钟，然后快速把招娣推开。你喜欢吃松子糖，我这就去给你买。招娣满眼欣喜，这个便宜哥哥真是太宠了，而且长得还帅，抱起来感觉好舒服呀。哥哥不要去，刚与你们团聚，内心的甜蜜要比松子糖甜出100倍1000倍，我现在只想多看你们2眼。哇，好会说话呀，正常人谁能扛得住呀？宋家3个男人不置可否，确实会说话。如果不是有宋离的心声提示，他们真的会以为招娣太过单纯美好，积极乐观。大姨母再次擦掉眼角的泪水，好孩子，咱们快回家，今晚要做一大桌子菜，好好庆祝一番。回去以后，我要先给你娘去信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，也告诉她她的女儿长得跟她有多像。宋延年点点头，他也是要单独写一封信的，告诉媳妇女儿跟她有多像。正想着，就见宋海兰一个错步上前，把宋离抱了起来。宋延年暗自懊恼，让这臭小子抢先一步，他还没抱够呢。大姨母怜悯地看了宋离一眼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不行就带到我家做个丫鬟吧。不行，宋海兰把宋离护在身前，我瞅这丫头顺眼，要做也是做我的丫鬟。真不愧是我亲哥，咱俩还是有眼缘的。先给哥哥当丫鬟也不错，哥哥待人真诚，不会亏待我。要是神秘人再敢暗杀我，我就躲在哥哥背后。宋海兰勾起唇角，脸颊微红。哥哥的肩膀够厚实，尽管躲。这一次，他一定保护好妹妹。宋延年心里直拍大腿，那小子能顶什么用？闺女只有放在自己身边才安全啊。而此时，招娣看着宋海兰护犊子的样子，双手已在袖中紧紧握住。怎么哪里都有宋离？宋海兰都找到他这个妹妹了，还跟宋离瞎搅和什么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宋离跟去宋家。宋离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，让他日夜难安。哥哥，不可！宋离与这里的姐妹感情深厚，且天性放荡不羁，爱自由。哥哥这样把她抱走了，宋离醒了定会伤心的。第7章，智障！你才放荡，你们全家都放荡。哥哥，表哥，你们可一定要坚挺住啊！今晚不走，我就要被活活烧死了。从此以后，江湖再无我宋离。宋海兰心下一紧，抱住宋离的手更用力了几分。切，能当小爷的丫鬟是福气，谁会不愿意？等他醒了，要是他说不愿意，小爷立刻把他送回来，绝不勉强。他一脸傲娇说道。招娣正要再辩解，宋海明却又站了出来。表妹，表弟其实是担心你初到宋家不熟悉，有宋离陪在你身边，你也能自在些。他就是这么别扭，心里为你着想，但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宋海兰内心疯狂摇头，并没有。招娣也是疯狂紫薇摇头，不可以，我怎么可以自私的为了我自己而断送宋离的自由？我回到我自己家是千金大小姐，有家人照顾我，有丫鬟伺候我，但宋离去了就是奴婢，不仅没人照顾，还要伺候别人，这对他何其不公！哥哥，求你了，把他放下吧。宋海明呵呵一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表妹，瞧你说的，好像宋家是什么龙潭虎穴一般，宋离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自然会拿宋离当成半个小姐看待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吗？难道你会让他受委屈吗？招娣张了张嘴，竟无言以对。宋海兰更加直接，你要是真不放心，那就让爹认宋离做义女吧，我看爹也挺喜欢她的。宋延年哈哈笑了2声，可一下子找回2个女儿，是我宋家的福气，不敢劳烦爹爹。招娣连忙摆手。宋延年同意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，那种无力的宿命感又来了，只有把宋离干掉才能消除。但他刚与宋家人相认，不能反抗的太过激烈，只得换上一副柔顺的笑容。哥哥和表哥如此为周全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宋离便放到我那里当个丫鬟吧，他身体不好，我也可以随时照料。好好好，
又要给我关钥匙吗？我真谢谢你。哥哥们，绝对不能同意，再下药就不是这么温和了，无小命休矣。这还算温和吗？宋海兰感受着妹妹高热的体温，也不知她是烧了多久，当下只有一个想法，快点给妹妹解毒。好了，此事回去再议，先把她治好，总不能让主子一直伺候丫鬟。说得对，咱们先家去，其他事慢慢商议。大姨母拉着招娣的手上了马车，一共来了2辆马车，大姨妈1辆，丫鬟1辆。招娣坚持让宋离与她同乘1辆，宋海兰硬是没同意，直接把宋离塞到丫鬟的马车里。下人就是下人，怎可跟主子共乘1辆马车？虽然有暴露的风险，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。现在宋离身上的毒没解，要是招娣再搞点小手段，恐怕等回到家宋离就凉了。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饶是这样，宋海兰也不放心，一路上都紧贴着马车，如果宋离有一点响动，他便会立刻听到。好在一路无事，一行人顺利回到谢府。大姨妈姓杨，名玉华，她的夫君是青州首富谢勉。宋海兰首先把宋离安排妥当，找来老庄给他看病，又派了4个侍卫严格把守，除了宋家3人，谁也不许进。等他回去，晚宴才正式开始。席间觥筹交错，好不热闹。在座的每个人都送了招娣一份见面礼。宋延年送的是玉佩，宋海明送的是一幅字画，杨玉华送了一套头面，谢勉送了5匹名贵的布料和1匣子珍珠，就连他们的一双儿女也送了新奇的玩意。轮到宋海兰，她小心翼翼从怀中拿出一袋松子糖，满眼真诚道：“妹妹，以后你所有的甜蜜我全包了。”招娣感动不已，当即打开纸袋吃了一颗，很甜，谢谢哥哥。实则内心无语至极。我客气一下，你还送上瘾了？值1两银子吗？好意思拿出手，果真是直男。宋家都是什么直男，净送些没用的东西。看看谢家人，送礼真是送到心坎上。几杯酒下肚，宋延年借口如厕去看了宋离，见儿子安排的还算可以，便又加了4个安慰。老庄也已经给宋离看过了，正好向他汇报，如果不是遇到我，这病还真治不了，因为一般大夫根本看不出他是中毒，只当他是风寒发热。事实上，他是中了南蛮的一种稀有毒药，名叫红缨，用红腹蝎子磨粉制成，中毒者连烧7天，就算不死也得烧成傻子。我去 NMD， 也就是说，我今晚不被火烧死过2天，也得变成智障。我太难了，幸好老爹救我，有爹真好。宋延年不禁又帮他拢了拢被子。幸好老夫去过南蛮，也有备用的解毒丹，已经给他服下1颗，今晚睡一觉，明早便无碍了。老庄威武啊！可惜原著中老庄只是一个工具人，招娣喜欢中医，老庄就尽心尽力教导，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他，这也成了招娣以后宫斗的资本。宋延年眼中闪过一光，宋离的用词有些奇怪，但意思他能理解的，以后他会勒令老庄与招娣接触，也保证不给招娣学医的机会。老庄是退休的军医，在南北边境都待过，资历颇深，他说无碍，宋延年自然放心。回到饭桌，杨玉华正在问招娣的过往经历，招娣早就打好了副稿，就等别人来问呢。被王家夫妻捡回王家村后，记忆里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特别是生了弟弟以后，每天从鸡鸣时分干到月上梢头。但我还是挺喜欢王家村的，因为那里山上住了一个非常好的老爷爷，他教我读书写字，让我头脑清明，教我谋生本领，让我笑面人生。他都想好了，现在打好提前粮，以后他拿出什么发明，做出什么惊艳的诗，他们也不会惊掉下巴。如果他们要找那个老头，也随他们去，因为王家村的山上确实住了一个老头，不过现在已经死了。宋家3人都不傻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矫揉造作的演技。宋海明懒得听他胡扯，直接尿遁去看宋离。宋海明回来后，宋海兰又尿遁，招娣一整个无语住了。貌似只有杨玉华在认真听他讲，但问题是他以后又不跟杨玉华过日子呀。他在讲这么煽情的事情，喂，他们这样真的礼貌吗？前列腺不好是病，得治呀。第8章洗脚毕。终于等到晚宴结束，招娣被安排在一处精美的阁楼，她轻轻抚摸着华美柔顺的锦缎，又把珠钗戴在头上，对着铜镜细细欣赏，不觉心神荡漾。她是穿越女，又生得如此美貌，必定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她的存在意义重大。她也不想取代宋离，但她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她秉承的是天道。3更时分，宋延年合衣躺在床上，梁副将忽然来报：将军，果然如你所料，慈善堂半夜着起火来，有人泼了桐油，火势浩大，不一会就全烧没了。好在我们去的及时，孩子们都救出来了，12个男孩，20个女孩，只有4人受了点皮肉伤。我已经让人带他们去朔阳了，男的参军，女的那鞋底。宋延年可问过他们的意愿？梁副将当然问过，我说既然你们无处可去，不如报效国家，他们谁都没反对，都同意了。宋延年罢了，
看见放火的人了吗？没看见，用的是一支火箭引燃。我们追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没了。宋延年点头，这2天多多留意四周，保护好宋离的安全。梁副将眼珠转动，思索着宋延年话里的意思。将军，您的意思是宋离才是？宋延年没法明说，知道我也是猜测。宋离中毒太过蹊跷，2个孩子都是好孩子，我们不能错怪任何一个，所以咱们私下里秘密调查。这倒是。梁副将深以为然，这2个孩子，一个善良，一个坚韧，要是都是你的就好了。将军你再想想，会不会少算了一个？去。宋延年赶紧挥手让他退下。连续休养3天，宋离终于把身体养好了。期间招娣多次要见宋离，都被宋海兰哄走了。他又是中毒又是风寒，可别把病气过给你。妹妹，你以后要适应主子的身份，下人病了有大夫，哪需要你放下身段亲自去照顾。走，哥哥带你去买糖吃。招娣1天3袋糖，他还要装作很爱吃的样子。早晚他要得糖尿病。终于等到宋离病好了，招娣拿着2袋桂花糖去看他。这样的糖他还有10几袋。宋离，你终于好了，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。宋离哪敢吃他给的东西，把糖放到枕边。招娣，你真好，不仅把我带出慈善堂，还给我治病，就像你当初说的那样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你是真的做到了，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招娣脸色僵硬，随后又满脸无奈。宋离，其实我内心很矛盾，又想把你带走，又想让你自由。现在我正式问你一遍，你愿意去宋家做丫鬟吗？宋离正要回答，他却抬手制止。你先考虑1天，不急着回我，遵从你内心的想法。他轻轻抱住宋离，似有无限不舍，只能在他耳边小声叮咛，但要记住一点，如果你去了宋家，你的性命就交给了宋家，再不是你自己能做主的了。宋家要你死你就得死，宋家让你嫁人你就得嫁人。当然，宋家也不会那么不近人情，正常情况下，你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，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洗脚婢。宋离大惊，什么？宋家让我做洗脚婢？还是你想让我当洗脚婢？我1天不死你就1天不舒服是吗？这就是书中善良单纯、乐观向上的女主，我真是醉了。嘘！招娣狠狠在宋离腰上掐了一把，你小声点，外面4个侍卫守门呢。宋离捂住嘴巴，怯怯地说，我可不想当洗脚婢，我会砍柴，会打架，会烧火，我会的可多了。你去跟你爹说一声，给咱们通融一下呗。大概是那句你爹取悦了招娣，他没有再吓唬宋离，腰杆挺直，再加上新换的水月锦衣裙，倒有了几分大小姐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好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吧，靠人靠天不如靠己，我能罩你几时，我自己都说不准。明天就要回京了，临行之前给我答复。招娣走后，宋离双手拄着下巴静静思考，忽听吱呀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就见宋海兰推门走了进来。这几天宋家3个男人来得很勤，他怀疑是他的经验亮相起了作用，虽然招娣拿出了信物，但宋家人还是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宋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宋家救命之恩在前，他也慢慢收敛了锋芒，在宋家人面前换成了邻家小妹妹的姿态。宋海兰竖着眉头，刚才招娣说的话，他趴在房顶上一字不漏全听见了。这个冒牌货真是嚣张，竟然敢背着他们跟他的亲妹妹说这样的话。看着宋离弱小孤独无助的样子，他真的心疼极了，但偏偏他还不能明说。他们3个已经商量好了，不能让宋离知道他们能听到他心声。人活在世上百般约束，唯有所思所想能天马行空，自在随心。如果宋离知道他的心声能被人听见，他以后受了委屈，有了杂念，那是连想都不能想了。宋海兰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灌下，然后斟酌着开口，慈善堂已经被烧毁了，你也无处可去，不如跟我们回宋家。宋离苦着一张脸，可我不想卖身给宋家，更不想跪着给人洗脚。宋海兰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把招娣大卸八块的冲动。你是招娣的好友，我们怎么会这么折辱你？你把宋家想得太不堪了。对不起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我的意思是我没有一技之长，去宋家不知道能干什么。如果去了宋家，招娣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我当洗脚婢的，但留下来神秘人会直接嘎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唉，人生艰难呀。宋海兰忍不住握住他的手，明明只有8岁，手心却一层老茧，手背也满是粗糙的倒刺。正好我也想找你说这件事，我看你甚合眼缘，不如你当我的贴身丫鬟。宋离眼前一亮，可以吗？但我什么都不会，甚至不知道贴身丫鬟要干什么。宋海兰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不需要你干什么，就是平时跟在我后面，我写字的时候陪我一起写，我练武的时候陪我一起练，吃饭陪我一起吃，也就这么多吧。你睡觉的时候不用陪你睡吧？我的天啊，我怎么觉得我哥哥看上我了？我们是亲兄妹啊，而且我才8岁耶。嗨嗨，哥。宋海兰赶紧打断他不着边际的想法，等你学得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回招娣身边了，我知道你喜欢跟他在一起。
一听到招娣俩字，宋离马上清醒过来，现在成为宋海兰的贴身丫鬟是最好的选择，既能保住小命，又能随时给招娣上眼药。好，宋大哥，不，宋大少爷，我同意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贴身小丫鬟。宋海兰呼出一口气，总算搞定了。不过这小丫头思想龌龊，必须要好好修理一顿。宋海明虽然是养子，但他才是大少爷，我排行老二，叫我二少爷便好。以后人前叫少爷，人后叫大哥，我是真心拿你当妹妹看待，就如招娣一般，不要多想。月银10两，表现好了还另有赏赐，不需要你卖身，不需要你服侍洗脚，也不需要你跪着伺候。还有什么要求，可以现在提。宋离摇摇头，足矣。何止足矣，简直也太好了吧！以前看电视剧丫鬟的月银才几百钱而已，哥哥一下子就给我10两，还不需要卖身契。看来我们是有一点点兄妹缘分的。哥哥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保你平安度过1年后的死劫。第9章狱卒。宋海兰见他10两银子都像发财一样，心中酸涩不已。他的亲妹妹一品大将军的女儿，身无分文，面黄肌瘦，孤苦无依。走，我带你去置办2身衣服，省得给我丢人。对来。宋离狗腿的跟在后面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正好碰见管家带着几个管事去对账。宋离放慢了脚步，仔细观察这些管事的面相。书中说有个姓文的管事是杀人犯，他背靠谢家这棵大树，奸杀了10几个女子，把他们分尸后投喂了鱼池里的鱼。被查出来后，姓文的为了保命，诬告说是谢冕指使他这样做的，还说谢冕并不是自己想用，而是给身份更尊贵的人物色的。含糊其辞间就把宋年年牵扯了进来，因为姓文的是杨玉华招来的管事，而杨玉华又是杨玉瑶的亲姐姐，那杨玉瑶的夫君宋年年变成了首要怀疑对象。这件事不仅让谢家家破人亡，还使得宋年年在民间威信大减，被迫交出了兵权。宋海兰神色凝重，一字不漏记下此事，虽然着急，但还是陪宋离逛了小半天街，带他去吃了当地最有名的菜色。回到谢府已是下午，他把宋离送回他的房间后，立刻就去跟宋年年说了这件事。当天晚上，青州城便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谢家汇丰楼的管事文昌贵奸污女子，被谢家当场抓获。后经过严刑逼供，文昌贵又交代了10几宗案子。官兵将他家的鱼池引渠放水后，竟在池底发现了厚厚一层白骨。来观看的人有几个当场跪在了地上，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的闺女，又害怕是自己的闺女。宋海兰看着现场哭天抢地的场面，内心百感交集。这个世道，女孩如琉璃易碎，她是幸运的，至少他们把妹妹完好无损找回来了。搜查期间，又在文家搜出3箱黄金。谢冕和杨玉华这才知道文昌贵一直在吃里扒外吸他们的血。这下谢家也成了受害者，青州城的百姓也没有再把怨气往谢家身上撒。谢冕也是8面玲珑的人物，当即宣布这些银钱全部用于补偿受害者家属。至此再无人对谢家不满。这件事情发生的仓促，宋离并不知道，只是吃晚饭的时候发现杨玉华眼睛红肿，好像哭过了，而谢冕神色冷淡，也没有像往日那样与他夫妻恩爱。宋离没有多想，只当是夫妻俩吵架了。眼睛一闭一睁，又过了1天，宋家人已经开始收拾行囊，足足8辆马车从谢府门口依次排开，大多是谢家这几天为招娣添置的东西。宋离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，找到了正要上车的招娣，兴奋地说：“招娣，我不用当洗脚婢了，大少爷让我当他的贴身丫鬟。”招娣嘴角的笑容僵住，他还以为宋离被他吓住了，不会再来了，没想到宋海兰铁了心要带他走，真是膈应死了。宋离，签了卖身契便一辈子都是贱籍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莫要为了攀高枝行差踏错，在大户人家当丫鬟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？趁着还没走，你慎重考虑。他趴在宋离耳边低声说道。宋离内心翻了个白眼，面上却笑嘻嘻：“大少爷根本不需要我签卖身契啊，我还是自由身。”怎会？招娣惊讶地捂住嘴巴，大户人家的下人都是要签卖身契的，否则用着怎么放心？宋离还是一副单纯的样子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不用我签呀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？难道你必须要丫鬟签卖身契吗？宋家人就在旁边，招娣自然不会自毁人设。当然不是，我哪舍得你签卖身契，我只是听说大户人家的仆人都是签卖身契的，所以我才劝你好好考虑啊。他亲热地揉了揉招娣的脑袋，以后我们又能一直在一起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招娣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虽然他们说话时故意压低了声音，但习武之人耳目聪明，宋家人依旧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，也见证了这场塑料姐妹情。都说3个女人一台戏，这2个女孩唱的也挺起劲，关键她们还都只是8岁的孩子，也不知道深宫里那一群老女人得打成什么样。宋海兰迅速把宋离安排进一辆单独的马车，根本不给招娣反对的机会，一行人便正式启程了。
行至中午，队伍停在一处开阔的河边，众人开始休整做饭。宋离主动要去捡木柴，宋海兰二话不说也跟着去。招娣已经麻了。刚开始面对宋海兰，他还总想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提出反对的声音，或是做出更好的安排。可宋海兰根本不鸟他。随着宋海兰一次次下他脸面后，他也不敢再自讨没趣了。但他也没多想，这是男权的时代，男人不可能听从女人安排，更何况他表面年龄只有8岁，宋海兰都14岁上过战场了，怎么可能听他的？他能一天3包糖买给他吃，就已经说明他心里有他这个妹妹了。他不会介意他的大男子主义。招娣扫视一圈，见宋海明正拎着木桶要去提水，他心神一动，立刻跟在后面。表哥，我来帮你。宋海明不像宋海兰，他一身白衣飘飘欲仙，端视公子如玉，脾气也温和，对他说话从来都是温声细语，生怕吓到他似的。关键是他是表哥，古代表兄妹是可以通婚的。表妹，快回去吧，河边水花溅射，我怕湿了你的鞋袜。只是听他清泉般的声音，招娣就已经微醺了。表哥都不怕，我也不怕，大不了让表哥背我回来，嘻嘻。他语气娇憨俏皮，宋海明却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总觉得是一个成熟的灵魂在学小孩子撒娇，有种非常强烈的违和感。如果没听过宋离的心声，他或许不会这样认为，但连续听了这么多天后，他仿佛透过招娣的表皮看到了一个虚伪贪婪的中年大妈。他扯了扯嘴角，强迫自己笑得好看一点。好。招娣一下子就开心了，扑到他身边，挽住他的胳膊。宋海明浑身僵硬，正想不动声色抽出手臂，这时熟悉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。完了完了，我想起这部分情节了。招娣见表哥画画喜欢画孩子的小脚丫，便看穿他有恋足癖。他每天特意把脚丫子涂厚厚一层香粉，就是为了找机会让表哥闻他的玉足，然后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，就是今天。招娣假装崴了脚脖子，表哥帮他查看，不可避免脱鞋脱袜，总之此处省略1000个尴尬的字眼。表哥看过闻过摸过招娣香喷喷的玉足后，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，从此以后成了招娣的头号大舔狗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，我必须要救表哥。第10章，用心良苦。宋海明四肢僵硬，只觉浑身像爬满了跳蚤一样难受。他是喜欢脚丫没错，但他只喜欢小孩肉乎乎的脚丫啊。招娣什么毛病？竟然有这么龌龊的想法。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抖动的嘴唇能看出来骂得很脏。二少爷，我们也去那边捡柴吧。宋离有点着急，就要跟在俩人后面。宋海兰却饶有兴味，将他拉住。外人都道宋家老大公子如玉，谁能想到他私底下喜欢脚丫子，还总是欲盖弥彰说自己只喜欢孩童脚丫，虚伪。招娣别的不行，看人倒是挺准。宋海明有福了，一会就能看美人玉足了，不知道得激动成什么样呢。这种事他们还是别掺和的好，万一搅和黄了，宋海明跟他急怎么办？不掺和是他的底线，但瓜还得吃。我看那边就有干木头，咱们先去那边捡点。宋离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离宋海明不远，就同意了。两人一边收集干木头，一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往宋海明和招娣的方向看。只见宋海明踩着一块大石头打了一桶水，上岸的时候招娣非要帮忙一起拎，宋海明及时避开了，但招娣脚下一个不稳，崴了脚，整个人往宋海明身上扑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宋海明也被水桶带得失了重心，身子一歪，整个人向后仰到，顺着铺满石块的岸堤咕噜咕噜滚了下去，一直滚到河里才停下。湿了白衣，乱了头发，好不狼狈。宋海兰看得两眼冒光。招娣跪坐在地上，双眼紧盯着躺尸的宋海明，还不死心。他捂着脚腕，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，娇滴滴的声音引来了2个侍卫，两人冲上来就把宋海明背走了。招娣，难道他捂着脚腕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宋离，跟剧情不一样啊！表哥一个习武之人，竟然脚软掉进了河里。啧，原剧情可是表哥单手拎水桶，单手抱招娣，毫不费力的原地转了2圈才停下，然后两人气息紊乱，眼神拉丝，深深凝望彼此。被侍卫背着从旁边经过的宋海明紧闭双眼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他才不会那样。宋海兰摸着不存在的胡子，老神在在地点了点头，如此才是他的本性。等宋海明走远，俩人互相躲避着对方的眼神，又同时默契地把木柴背起往回走去。招娣，是他叫的太小声了吗？宋海兰怎么当哥哥的？妹妹摔倒都不扶一下。宋离也是，还说是最好的朋友，结果就这么把他抛下了，亏他还收留了他，真是白眼狼。不行，他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个便宜哥哥的心彻底笼络住，以后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，让他站着不敢坐着。别人穿越都是遇到宠妹狂魔，还是至少4个，他倒好，就一个还成天跟他对着干，真是奇葩。
不过这些天神秘人都没有联系他，他没有可用之人，等碰到合适的时机再说吧。招娣打算好后，便自己站了起来，本就是做做样子，他可不会蠢到真扭伤自己。而另一边，宋离和宋海兰正一起生火。宋离琢磨着，现在正是给招娣上眼药的时机，得让哥哥们明白，以后不能带他玩，他就是个麻烦精。今天磕了，明天摔了的，还干不干正事了？最无语的是，过几个月招娣还要女扮男装，偷偷跟老庄上战场救死扶伤呢，结果人没救成，反倒被西戎掳走。表哥带着1000精锐冒死相救，折了半数壮士才找到招娣，而他倒好，正跟西戎王子卿卿我我，走时那叫一个难分难舍。还大言不惭，他与西戎王子什么都没发生，只是英雄向西。我真是吐了，他算哪门子英雄？那死了的500勇士该怎么称呼？既然是娇滴滴人设，就好好待在家里学女婿，去战场刷什么存在感？刀不落在自己身上，永远不知道疼。踩着500勇士的性命跟西戎王子谈情说爱，真是浪漫死了。旁边，宋延年、宋海兰，还有在马车里更衣的宋海明，全都难以置信地竖起了耳朵。他们不敢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招娣竟然会闯下如此大祸，而他们还放任将士的性命不顾去营救这个自私的女子。但如果他们真的把招娣当亲女儿、亲妹妹，或许真的有可能会去营救她，因为他们亏欠了她8年，让她受了8年的苦，不可能再放任她被敌军凌辱。宋延年当即冒出一身冷汗，看来他回去以后要在军中立一条新规矩了。宋海明也是控制不住的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只恨不能立刻场景重现，谁敢去救招娣，他定要给那人一剑。正想着，就听宋离小心翼翼试探着说：“招娣越来越像千金大小姐了，我都快忘了她以前是什么样子了。”宋海兰耳朵一动，听见后面走来一脚深一脚浅的声音，他嘲讽的撇撇嘴角：“招娣骨子里流着我宋家的血，本来就是千金大小姐，我早就告诉过她很多次，让她习惯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再跟下人抢活干，她就是闲不住。这次让她长个教训，以后她就不会瞎忙活了。”二公子英明。宋离马屁拍得很溜，他才不管宋海兰什么目的，只要不带招娣玩就行。装瘸的招娣，哥哥为了他改掉干活的毛病，也是用心良苦。算了，这次就不怪他了。但是他不听话的毛病还是要改一改的。他瘸着腿，可怜兮兮的走到宋海兰身边：“哥哥，我听见你刚才说的话了。以前养成了闲不住的毛病，我自己也很懊恼。但是你总得给我改的时间吧？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还不行吗？”宋海兰懒得跟他叽歪，正想叫老庄过来给他看看，但想到他会赖上老庄，又觉得不妥。而招娣见他迟迟不说话，就以为他还没消气，眼泪一下子浮上了眼眶：“哥哥，我的脚好疼，呜呜，你还不理我？老庄，快去给招娣看看。”宋延年却在这时发了话，他本来想彻底阻隔老庄与招娣见面，但就在刚才，他改主意了。他要让招娣眼睁睁看着所有的机缘从他面前溜走，如过眼云烟，他永远也只能看得见摸不着。如他这般自私自大的心性，定会生不如死。他看过很多人自命不凡，为名为利不择手段，却总是棋差一招，最后那些人面目越发狰狞，思维越发疯癫，彼时他们再无成功的可能。老庄听命走到招娣面前，招娣心底松了口气，刚才宋海兰一直不回应他，太尴尬了。幸好爹爹爱他，不忍他伤心难过。得罪了，二小姐。老庄脱下招娣的鞋袜，帮他看了脚腕，脚腕没有大碍，活动活动便好了。倒是这香粉最好不要铺在脚底，出汗以后合成泥粘在脚底和脚趾缝，容易的脚气。第11章，他要为后，最怕空气忽然安静。满朝文武为何挤眉弄眼，沉默不言？招爱卿，意下如何？无。招娣捂脸跑开了。宋海兰捏着一根木头，使劲翻腾柴火，强忍着没笑出声。侍卫们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太好了，二小姐腿不瘸了。很快大锅饭便好了。每个人都吃得呼哧呼哧，除了招娣，他把自己关在马车里，说什么也不出来。他简直恨透了老庄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他的底，还有没有把他当成主子看待？要是宋离知道他是这个想法，一定会觉得他疯了。老庄可是宋延年三顾茅庐请来的，你算他哪门子主子？招娣一个人躲在马车，耳朵却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平日都是宋海明安慰他，但今天宋海明迟迟没有出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摔坏了脑子。但只要不死，不就应该先来安慰他吗？宋海明此刻也相当郁闷，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当作是宋家的长子，长子该有的担当，他从来都是尽心尽力。宋海兰不喜招娣，便可以不理睬他，随意驳斥他，甩他脸子，但他不行，长子的担当让他耐着性子从中调解，填补那些容易产生漏洞的缝隙。世界破破烂烂，他每日缝缝补补，可现在他忽然就累了。太美也是一种罪过，如果他长相潦草，招娣一定不会对他产生龌龊的想法，
而他就一个劲往他身上贴，到时候看谁膈应谁。嘻嘻嘻，宋海明仰面躺在马车上意淫了一会，心情也好了不少。小五，去给二小姐递个话，就说我落水染了风寒，等病好了再去看她。纵使要摆烂，宋海明也提前做好了交接。招娣收到消息后，十分难过的让小五回话，请告诉表哥，让他不要管我，一定按时喝药，尽快养好身体。诺。小五走了，招娣放下车帘，水雾朦胧的眼睛一秒阴沉下来。没用的男人，还能被一桶水带沟里，成天腰上挂把破剑，原来是装逼，床上必定也是个软蛋，长得再好有什么用？废物，不值得他费心思，不如多跟哥哥和爹爹走动。但是哥哥只想让他当个安静的淑女，爹爹无事从不露面，他该好好谋划如何与他们更亲近些。就这样相安无事过了5天，招娣为了迎合宋海兰，每日被丫鬟伺候着，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，能不走动就不走动。一开始他还十分享受，内心松了一口气，终于不用装了。可没过几天，他就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。每次休息，宋海兰、宋海明都和宋离抽空游山玩水，3人上山打猎，下水摸鱼，每日欢声笑语，好不快活。而他却被小姐的身份束缚在一个角落里，规规矩矩坐着。他脑中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都是错的。宋海兰和宋海明应该一左一右站在他两边，像2只忠诚的猎犬一样守护着他。可现在宋离在中间，宋海兰和宋海明一左一右坐在他旁边，3人并肩吃着烤鱼，脸上的笑容从没断过。他忽然就心慌的一批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他捧起饭碗就要插到他们中间，哥哥，给我让个位置。宋海兰笑容消失在嘴角，招娣，容嬷嬷教你规矩的，你是宋家的嫡女，怎能学男人粗鲁的坐在地上？可是哥哥，宋离都可以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，我一个人太孤单了。嘤嘤，说着2滴晶莹的泪珠从他脸颊滑落，小嘴扁着，模样委屈极了。唉，宋海兰拧起眉头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再过2天就能到达京城，你被找到的消息想必也已经在京城传开了，难道你就要以这副面貌在京中亮相？招娣很不服气，他毕竟是看过电视的人，就算照葫芦画瓢也能学得有模有样。哥哥是觉得我举止粗鄙吗？容嬷嬷教的礼仪我早就学会了。宋海兰面色沉沉，容嬷嬷。一个眼神精明的老妇走上前来，宋二公子，招娣的规矩学得怎样？你实话实说。容嬷嬷是宋海兰在倾城特意请的宫里退下来的老嬷嬷，据说伺候过太后，自是不惧怕宋家，恕老奴直言，还差得远呢。招娣如遭重击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。嬷嬷，您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您教的动作我都照做了。宋离也是纳闷，原著中可没提宋家给招娣请教养嬷嬷一事，大概是他改变了剧情，引发了蝴蝶效应吧。容嬷嬷皮笑肉不笑，只是照做你就对自己满意了？那祭祖的礼仪你再照做一遍，这世上或许就有人能过目不忘吧。老奴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招娣情绪激动，心里的不满脱口而出，祭祖要花上1整天的时间，其中规矩杂乱繁多，我如何能做一遍就记得？容嬷嬷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冲宋海兰微微点头，便离开了。宋海兰也没再说话，眯着眼睛看着他。招娣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说过都学会了，心下更加慌乱起来。哥哥，我只是太想和你们一起玩了，看着宋离每天跟你们有说有笑，我时常想起以前的时光。那时我虽然不是宋家的小姐，却也无忧无虑，可现在宋离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我却如笼中之鸟。眼见他又要哭啼，宋海兰赶紧打住，预谋其位必承其重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招娣，你是读过书的，你的身份也注定是千金小姐，怎么能和宋离比？真要比起来，将来你嫁的是王公贵族，甚至进宫为妃也使得，而宋离最多只能嫁100户，你告诉我如何相比？招娣眼泪卡在眼眶，她才不要为妃，她要为后，她是穿越者，必定会成为这个世界地位最崇高的女人。哥哥说的对，吃得苦上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既然要当皇后，这些规矩是必须要学的，现在提前学就当补课了，她一点都不吃亏。哥哥，我明白了。他收起了眼泪，态度变得恭敬起来。但是我自己学很无聊，就让宋离陪我一起学吧。宋海兰想都不想，马上就拒绝，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事，不要跟我提条件。若是不想学，那我便安排容嬷嬷回家，以后等你回京，若是遭人嘲笑，也莫要怨恨哥哥和父亲。招娣恨得牙痒痒，宋海兰为什么这么讨厌，这么点小事都不答应他？他又泪眼朦胧地看向宋离，期待他主动留下来陪他。但宋离一直在跟烤鱼较劲，完全不跟他对视。招娣彻底没招了，乖乖跟着容嬷嬷去学规矩。但学习态度一改从前，变得认真勤奋起来。宋离忍不住啧啧2声：“哥哥这大饼画得好！”招娣跟打了鸡血一样：“会画你就多画点。”
招娣可是预定了皇后的位置呢。第12章，蝇营狗苟。宋海兰嗤笑一声，为后，他配吗？宋海明还处在疲劳期，看见招娣就心累，此刻正庆幸招娣没用那种可怜兮兮的眼神看他，要不他还得打起精神上分。他还不知道，他已被招娣化为没用的男人。特别是刚才宋海兰面色威严地训斥他，说话办事说一不二，大有宋年年的风姿，而宋海明在旁边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养子就是养子，空有大公子的名头，没得一点实权，内心对宋海明更敌意。同时，宋离脑中忽然出现一个系统对话框，灵宠系统上线，当前气运值 5%， 可温养一只低级灵宠。A. 苍蝇 B. 土狗，请选择您的灵宠。宋离内心的惊讶无法言语，穿来这么多天，他以为就这样了，没想到还能给他金手指。他看着面前的蝇营狗苟，琢磨了片刻，发现神识移动到苍蝇上后，又出现了一个属性界面：攻击力 0.5， 生命值 0.7， 忠诚度50，智商50，技能无限繁殖，寿命周期只有7天，每次繁衍100只，团灭后无法繁衍。宋离眼珠一转，团灭是不可能团灭的，繁衍一大批放在招娣身边给他解闷也挺好。但苍蝇的繁殖能力太强了，又不可控，万一最后整个宋府都是苍蝇怎么办？再点开土狗，攻击力10，生命值1000，忠诚度无上限，智商250，技能狗叫。宋离揉揉眉心，最终还是选了土狗。看攻击力就知道这是一只摆烂狗，还只会狗叫，但它忠心呀。苍蝇有臭味就舔，万一为了2坨便便抛弃它怎么办？再万一他们舔完便便再回来找他，不行不行！宋离疯狂摇头，土狗最好，他爱土狗。傍晚，他们在一处山坳休整。宋离借口小姐自己去树林转了一圈，回来时手上便多了一只黄毛黑嘴的小土狗，大约3个月大，身形紧凑，四肢结实，毛发蓬松而金黄，看起来还怪招人稀罕的。宋海明看见后眼前一亮，上前摸了摸小狗的肉垫，从哪儿捡到的？我也去捡一只。汪！恐怕没了，我已经找过了，只有这一只，要不大少爷您再去看看。宋离笑着给他指了个方向。宋海明立刻让手下再去找找。宋海兰也很喜欢小狗，还从宋离手中接过掂了掂，不错，胖嘟嘟的挺结实，是条好狗，以前在军中也养了一条。说到这里，他眼神暗淡下来。宋海明拍拍他的肩膀，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宋离眨眨眼，书中没有提到任何与狗有关的剧情，但看宋海兰这么伤心，大概是他养的那只狗为了救人死了吧，以最惨烈的方式死在了宋海兰的回忆里，成了他难以忘怀的白月光。二少爷，咱们收养这只小狗好吗？这只可是灵兽，当个替身不委屈宋海兰。宋海兰唇角勾起一丝笑意，好。宋离一桩心事落下，没想到正好勾起他的旧情，打了很多副稿都没用上。咱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？宋海明逗弄着小狗，给他喂了一小块牛肉干。宋离想了一下，看他通体金黄，不如叫阿黄吧。宋海兰和宋海明同时一怔，好，好名字。汪！两人异狗异口同声说道。宋离了然，以前他们养的那条狗肯定也叫阿黄，这替身绝了。旁边的侍卫都渐渐围了上来，就连老庄都过来摸了摸。只有招娣高傲地站在一边，对着山峦吟起诗句，笼帐引子气，金光和分晕，不如叫金晕。阿黄，啧，给你吃骨头。阿黄兄一个。汪！阿黄，你回来了。汪汪！大家围成一团，你一嘴我一嘴，根本没听见招娣说什么。招娣独自站了一会，见真没人接话，恨恨地走开了。宋离，又是宋离，早晚有一天让他消失。吃过饭后，宋离也没让阿黄闲着，先给他发布了第一个任务，跟着老庄学中医，也不浪费他250的智商。阿黄很听话，颠颠跟在老庄后面跑，老庄挖药草，他一看就会，紧跟着挖了一株同样的药材叼给老庄。哎呦，握了个乖乖！老庄喜得眉不见眼，赏了他一颗糖丸。阿黄尝到甜头，干得更起劲了。老庄眼神不好，他狗眼睁亮，不一会就挖了一小堆，而且年份都不低。老庄直呼捡到宝了，到哪儿都带着阿黄。宋离乐见其成，他以前测过智商97，很多是有心无力，阿黄能帮他分担真是太好了。次日，他们到了梁城，距离京城还有1天的路程。中午行至驿站，宋延年把众人招到院子里集合。梁副将，我拟了一条新规，女子擅入军营者斩立决。明日回军营后，你让军师家到军规上，并公布下去，让所有人知晓。哪个女人找死敢把自己往狼窝里送？梁副将虽然不解，但依旧领命。招娣却莫名其妙慌乱起来，
明明军营的事与他无关，但他就是感觉有什么机缘被切断了似的，心底忽然就空了一块。这种感觉很玄妙，稍纵即逝，令他心疼又无可奈何。海明、海兰，你们后日即刻回军营，操练不可代谢。是，父亲。招娣，务必要熟练祭祖仪式，等你学会了，魏父再为你召集全族开祠堂，改姓名。招娣眼前一亮，这个消息正合他心意。他早就烦透了招娣这个名字，还想着宋年年怎么不给他改名字，原来是大户人家讲究，改个名字还得开祠堂。到时候他一定要把名字改成宋楚然，这是他高中同学的名字，这个女孩非常漂亮，运气也好，用她的名字不会错的。谢谢爹。他语气兴奋，如沐地看向宋年年。一旦在宗族面前认下他这个女儿，并把她的名字填到族谱上，那她的身份就彻底稳妥了。宋延年点点头。宋离说的对，招娣喜欢吃饼，就多给她画几个。交代完毕，驿站的厨房正在做饭，宋家三兄妹便相约去后山谷寺游。招娣却拉着宋延年过来给他撑腰，让三人必须带上他。三人没办法，只能带着他一起。招娣心情舒畅不少，把手伸到宋离面前，你扶我登山。宋海兰一把扯过宋离，不如找个轿子抬着你。招娣瞬间脸色煞白，宋海兰的眼神太过犀利，仿佛能看穿她的层层伪装。宋海明对了一下宋海兰的胳膊，你什么态度？表妹连着学了好几天规矩，难道还不能放松一下？再说表妹想到宋离当下人都会心疼的哭出来，难道她自己会使唤宋离？两人只是闹着玩罢了。招娣扯扯嘴角，尬笑一声，表哥懂我，大哥懂我。不过大哥最近好奇怪，都不舔招娣了。招娣也好奇怪，不黏着大哥了。这俩人到底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大哥在招娣面前比兰花指了吗？宋海明心里默默做好笔记，并背着宋离悄悄试了一下。果然招娣看到他优雅的兰花指后，眼神难掩嫌恶之色。宋海明狠狠出了一口恶气，心中畅快至极，一路上不停地对着招娣比兰花指，还学着女孩的样子用手帕一点点擦汗，生怕把粉擦掉一样。招娣彻底无语了，自己之前竟然去攻略一个二姨子，简直奇耻大辱。他懒得再去看宋海明，故意拉着宋离落后几步，冲他挤眉弄眼。宋离，我可是帮你试过了，哥哥是真的很喜欢你呢，说不准你以后就变成我的小嫂嫂了。第13章，家人们谁懂？贴身丫鬟在古代那就是通房的意思。宋海兰对宋离的偏爱又从不掩饰，招娣看得明明白白，光是拉手他就看过好几回了。他俩并不知道他们是亲兄妹，却这样亲密，俩人的心思都不那么纯良吧？如果两人生了情愫，再做点出格的事情，那以后宋家就算发现宋离是亲生的，但为了家族的颜面，他们也不会再认宋离了。到时宋离就彻底成了一枚弃子，他的结果只有两个：一，宋家掩盖真相，让宋离成为宋海兰的妾室，囚禁在一方小院，至死不得露面；二，把宋离远远送走，让他们此生不复相见。不管怎么，他真千金的位置都不可动摇了，而宋离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。宋离看着他虚伪的嘴脸，简直要恶心坏了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他，这心思也忒歹毒了。好好，既然你那么喜欢骨科，我可以帮你安排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，难道我就不知道你是谁吗？你哥哥进京赶考，一路走一路白嫖，本来1分钱没带，到京城后还付予50两银子，这娴熟的技术，想必你一定会满意吧？宋海兰和宋海明耳朵翘得老高，生怕漏听一个字，但宋离却卡住了。俩人急得抓耳挠腮。招娣还有父母吗？他哥哥到底是谁？怎么个白嫖法？细说啊。正在两人不上不下之时，宋离开口了。对了，招娣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我以前有个坠子，粉色的那个，那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唯一信物，可我发烧的时候忽然就不见了，你看见没？招娣恨不得立刻捂住宋离的嘴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平时乱七八糟的。他慌乱看向前方，见宋海兰和宋海明都没反应，这才稍稍放心。接下来也不敢再说一些离谱的话了，就怕宋离比他更离谱。不过他也并不恼，他的目的是在宋离心底埋下一颗种子，只要他和宋海兰一直这么亲密，这颗种子迟早会生根发芽，破土长大。没有人想当一辈子的下人，是个人都有往上爬的本能，而宋海兰就是宋离唯一能阶级晋升的倚仗。他已经等不及要看这一对亲兄妹相亲相爱的画面了。宋离表示，相亲相爱一家人没毛病啊，想看天天让你看。后山不高，不多会儿4人便登顶了。破旧的寺庙呈现在他们面前，门框都被蚂蚁啃食的断裂了，2扇门歪歪扭扭挂在上面，中间结满了蛛网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咱们走吧。宋海兰没了兴致，连门口都不愿意迈进去。招娣却率先走了进去。我看见里面有一尊观音佛像，栩栩如生，像是前朝的工艺。
我要进去看看。三人对视一眼，放慢脚步跟在他后面。佛堂里果然躺着一尊观音卧像，姿态慵懒，神态闲适，色彩明艳，属上上佳品。但因为朝代的更迭，这里荒废了，佛门都残破不堪，没了昔日的光彩。石鼓谁人捐佛像？领头何处觅仙翁？招娣对着佛像一拜后，悠悠吟出此诗句：好诗，表妹好才情。宋海明立刻扶掌往他身边贴了贴。招娣不动声色往旁边挪了挪，不想跟他发生任何肢体接触。但宋海明好像看不明白，他退几步，他便靠近几步。招娣简直要醉了，暗自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吟诗装逼，惹来这等骚货，同时也焦急不已。他都已经拖延时间了，神秘人怎么还不动手？就在昨夜，他回到马车上时，闻到了熟悉的药香，并从被褥下找到了一张纸条。神秘人显然在偷偷观察他，并知道他现在的处境。他要求他把宋海兰引到这所寺庙，他帮他嘎了他。没了宋海兰，以后他在宋家就会畅通许多。他回信同意了，但心里另有打算。没想到今天果真停在了这所驿站，宋海兰还主动提出要来这座寺庙，他简直要笑出声了。为了跟着一起来，还特意去求了宋年年。也幸好他跟来了，否则宋海兰连门都不可能进。他不知道神秘人什么时候动手，只能尽力拖延。表哥才是人中龙凤，不如表哥也来赋诗一首。还有哥哥和宋离，咱们畅所欲言。宋海明虽然风度翩翩，白衣胜雪，但骨子里是实打实的武将，字画尚可，诗词并不在行。宋离看出他的为难，主动站到前面。我想到一句。招娣扑哧一声，又赶紧用帕子掩住嘴。快说出来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宋离假装没听出他的嘲讽，双手背后抑扬顿挫念道：僧门一蛛网，大佛尘土2、3两，四人闲来此处逛，无路误入佛堂。咯咯咯咯，招娣如下蛋的母鸡，几乎要笑抽了。字数都不一样，还叫诗？照葫芦画瓢都不会，这脑子也就当个丫鬟了。宋离内心翻了个白眼，笑毛线，起码我是自己做的诗，你成天抄别人的，还超出优越感了。跟你亲哥一样，作弊考上秀才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等我找个机会把唐诗300首写下来交给哥哥，让他看看你抄功如何了得。宋海兰当然为亲妹妹举大旗，而且他发自内心觉得妹妹做的诗很优秀。宋离的诗朴实无华，朗朗上口，深得我心。回去后你再给我写一遍，我定要裱起来挂在书房。招娣的笑声戛然而止。好好好，你就继续睁着眼睛说瞎话，等你俩洞房花烛夜，我一定送上一份厚礼。宋离随口胡诌的东西哪敢让宋海兰挂到书房，万一被他的好兄弟看见，他还要不要面子了？正想说什么，忽然旁边一尊天王像的眼珠子掉在了地上，正巧落到宋海兰脚边。宋海兰一脚将其踢开，并没有理会。不过这事总是不吉利，宋海明便说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这回招娣没有阻拦，慢慢跟在后面，因为他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药香。说来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味道只有他能闻到，在慈善堂的时候他就问过其他孩子，他们都是闻不到的。走到门口，宋海兰忽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当即抽出剑向侧后方一劈，瞬间剑尖发出一阵嗡鸣，一条黝黑的长蛇从地上弹射起来，正好被他劈成2半。哼，小小长虫也敢行刺于我，行了，别耍帅了，前面还有。宋离冲他大喊。宋海兰赶紧回头，正好与一条蝮蛇对上眼。啊！招娣吓得尖叫，跳到宋海兰身上，紧紧将她圈住。宋海兰急忙甩开他，但也因此耽误了砍蛇的最佳时机，被蝮蛇一口咬中了大腿。哥哥！招娣眼泪瞬间流了出来，两手慌乱地扒他的裤子。都怪我不好，哥哥别怕，我帮你吸出毒液。第14章，这个老六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宋海明悄悄把宋离带离是非之地。我们2个不适合出现在这里，蛇太多。宋离，大少爷，咱们还是过去看看吧。要不你去帮2少爷吸一下。招娣一个女孩，让她吸不太合适吧？宋海明不以为然，他们是亲兄妹，妹妹就哥哥以身吸毒，感天动地，怎么不合适？宋海兰一直号称武功比他强，怎么连只蛇都搞不定？他可没忘记当初宋海兰是怎么袖手旁观吃大瓜的。老天有眼，终于轮到他了。哈哈，宋离一看他两眼冒光的架势，就知道他吃瓜上头了，还非得拉着他一起吃瓜，不觉真的吃起瓜来。剧情好像乱套了呀，害得我都没准备。这段明明是哥哥出征前去护国4上香的剧情啊！招娣为去军营做部署，先卖哥哥一个人情。神秘人要杀哥哥，招娣便顺水推舟，等哥哥受伤后再舍身相救，不顾女子的节操和名声，为哥哥吸毒。从此以后，哥哥变成了招娣的忠犬，对招娣言听计从，甚至在军营发现招娣女扮男装后，也帮他掩护。
怎么提早发生了呢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招娣愿意吸就吸，对哥哥没什么坏处，省得他们去吸了，位置怪尴尬的。宋海兰没想到他也上了招娣的套，看着自己受伤的位置，大腿根的地方，让招娣吸？开玩笑呢！他一边用内力控制住毒液的扩散，一边一记手刀将招娣敲晕。半截的蛇还在招娣身边扭动着往他衣袖里钻，宋海兰也没理会，他的人情可不是那么好赚的。眼见不远处又来了一窝蛇，他连忙把招娣往宋海明身上一丢，自己跑下山去。谁都别想看热闹，都给我忙起来！这些蛇是冲着他来的，他一走，蛇窸窸窣窣的声音也渐渐消失。宋海明与宋离对视一眼，忽而笑了起来，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一句：“宋离，你刚才做的事不错，回头也给我写一份。”宋离呵呵两声，再说吧，但心里明白宋海明这是隐晦的感谢他呢，可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。大少爷，你看招娣胳膊上挂着什么？宋海明低头一看，一条半截的蛇正死死咬住招娣的小臂，他掰开蛇头，把蛇甩进草丛，场面一时安静下来。直到2分钟后，招娣脸色开始发青。宋海明轻咳一声：“宋离，你们是最好的姐妹，你帮她吸一下不过分吧？”宋离，大少爷，你一路都在给招娣抛媚眼，肯定是因为眼睛疼，放心，我懂。他转过身去捂住眼睛：“大少爷，开始吧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”宋海明，果然是他宋家的种，十分不情愿，但宋家长兄的责任重重压在他的头上，让他不得不做。呸呸！2分钟后，宋海明长出一口气，暗叹自己命苦。这个招娣真是香粉不花钱，可劲儿抹，那胳膊上涂了厚厚一层，跟刮腻子似的。头几口吸的全是粉，后面才吸到毒。吸完以后，嘴唇漂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中毒了呢。宋海明再次感到心累，双眼无神背着招娣与宋离一同下山。驿站里进进出出，十分热闹。宋离逮住一个士兵问道：“二少爷怎么样了？”士兵语气欢快：“阿黄给二少爷找了解毒草，吃上就好了。老庄让我们多去挖一些呢，这个草非常稀有，一般买不到。”宋离点点头：“真好，阿黄立功了。可不是吗？阿黄看见人流鼻涕就会找风寒药，看见人拉稀就会找拉肚子的药，都快赶上老庄了。”宋离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：“此狗恐怖如斯，谁家的？行了行了，都知道是你宋离的狗。”士兵着急挖药，简单唠了2句便走了。宋海明把昏迷的招娣丢到马车上，他已经把大部分毒都吸出去了，还剩一点，缓上7天就能好，没必要再浪费解毒草。宋离则是先找到阿黄，抱着一顿亲：“你这只小狗怎么这么可爱呢？”汪！阿黄能听懂人话，听到别人夸他就疯狂摇尾巴，因为是我的小狗呀。汪汪！小狗要有小狗的理想和抱负，好好跟着老庄学中医，成为历史上第一只会中医的狗狗。到时候我就给你打造一块金狗牌，上面刻上天下第一狗，挂在你的脖子上，好不好？汪汪汪！阿黄兴奋地在地上转了几圈，狗声充满动力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狗子大饼吃多了撑得慌，半夜动不动就狗叫2声，吵得大家都没睡好，尤其是招娣，脸色难看得很。终于次日中午，他们看见了恢宏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。宋家的人已经在城门口守着了，看见宋延年回来，立刻就回去禀告。招娣因为有余毒未清，脸色还有点绿，但难掩他此刻激动的心情。只要杨玉瑶看他一眼，就会认定她是他的女儿。孩子长得像娘，一定是娘亲生的，但长得像爹，就说不准是哪个女人生的了。相比之下，宋离更像宋延年在外面的私生子。如果找到机会，他再美言2句，看宋离还如何在宋府待得下去。这几天他真是受够了，成天被拘着学规矩，倒是宋离跟宋家上下打成一片，连他的狗都比他这个二小姐受欢迎。宋家3个大老粗根本不知道温柔为何物，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一个拿着父亲的架子对他爱搭不理，一个占着兄长的优势对他成天训斥，还有一个尤王一点眼力见没有，成天黏着他，烦都烦死了。既然杨玉瑶是杨玉华的亲妹妹，那一定会像杨玉华一样将她宠到骨子里。他也终于能享受到宋家嫡女的待遇了，日后行事也能方便很多。马车晃晃悠悠停在宋府门口，二小姐到了。丫鬟撩开车帘，扶她下马车。她迫不及待向外看去，就见一个通身华贵的美妇人激动地抱住了宋离。招娣 ，WTF！ 我的女儿，我的乖乖，娘日盼夜盼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杨玉瑶哭得肝肠寸断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。招娣，这个老六，他什么时候下马车的？明明他的马车在自己后面啊！还有旁边那一大群人都傻愣着干什么？都没长嘴是吗？解释一下会死呀！招娣简直要气晕了。宋离被杨玉瑶紧紧抱着，几乎都要喘不过气来了。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，
他勾唇一笑，娘亲的第一眼当然也是我的，我就是既要又要，怎么了？招娣你来打我呀？天呐，娘亲的怀抱这么温暖，这么舒服吗？柔软中带着淡淡的馨香，剧烈的心跳传达着浓浓的爱意，感觉就像喝了葡萄酒一样，大脑晕晕乎乎的。哎，无父无母的招娣真可怜，永远感受不到这种温暖。杨玉瑶脸颊微红，没错，是亲生的。第15章，我才是你的女儿。这小心思说不是他的种他都不信，而且夫君说了，宋离的心声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听到，如果宋离不是亲生的，他怎么可能听得到？两人抱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杨玉瑶拿出一个翡翠镯子戴到宋离手上，招娣终于破防了。娘亲，呜呜！杨玉瑶听到声音，一抬头就看见前面有个小女孩正泪流满面地看着她。这个女孩与她颇为相像，让她一眼就认出了，这就是夫君和姐姐信中所说的女孩。你是？杨玉瑶似乎很迷惑的样子，看看宋离，又看看招娣。招娣慢慢走到杨玉瑶面前，一双泪眼深深凝望着她。娘亲，我才是你的女儿呀！宋延年这时才轻咳一声，站出来解释：夫人，她确实是我们的女儿，刚才那个是海兰捡来的丫鬟，你报错人了。杨玉瑶愣了一下，随后一个箭步上前凝住宋延年的耳朵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就站在那里看我笑话是吗？哎呦哎呦，夫人息怒，我这不是看你哭得伤心不忍打扰吗？反正抱着谁哭都是哭，哭过就好了，何必在意这些细节？说什么混话！我抱错闺女了，这叫细节？我看你就是欠揍！夫妻俩从大门口打到后院，招娣只能怯怯看着。刚来到宋家，没得到一个拥抱，没听到一句安慰的话，总是让他心中不踏实。杨玉瑶在他心目中的滤镜也碎了满地，真的好荒唐！问都不问就抱着别的女孩哭，发现真相后不应该及时补救，好好抱抱她，然后道个歉吗？他倒好，追着宋年年打，把他晾在一边了。大户人家的规矩呢？他可是连着学了半个月的规矩呢，就让他看这个。这一瞬间，他对自己的付出产生了怀疑。陌生的宋府，宋家夫妻已经跑得没了影。宋海兰跟宋离一前一后走在前面，宋海明在跟管家交代事情。她是宋府新找回的嫡女，本该千娇万宠，此刻却形单影只。慌，除了慌还是慌。他不禁跑到宋海明身边，拽住他的衣袖。这个他本来很讨厌的男人，此刻却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宋海明看着他渲然欲泣的样子，哪里还有不明白的？他用兰花指捏了帕子，帮他擦干眼泪。怎么了？咱们招娣怎么激动的哭了？招娣，无语死了！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激动了？不会说话就别说。好像一脚踩空般，招娣的一颗心又沉了下去。果然还是不该对这个二姨子抱有希望，但他实在不想一个人，这样显得他人缘很不好似的，下人们也会看人下菜碟，以后他就算占着宋家嫡女的身份，也会举步维艰。他忍下心中的烦躁，顺势而下。是呀，表哥，娘亲跟我长得很像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心中仿佛被填满一般，非常幸福。他只在说明他心地善良，心胸开阔，最重要的是他长得像娘。旁边管家却微微挑眉，表哥，他怎敢如此称呼大少爷？这不是明摆着拿大少爷当外人吗？就连二少爷新收的丫鬟都知道怎么叫人，二小姐却不会。他刚想出言提醒，宋海明抬手制止了他。表妹，你别看母亲先跑了，其实她是给你准备礼物去了。刚才她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给了宋离，到你这儿就没有了，母亲怎肯空手见你？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跟海兰的性子有点像，很多事情不说，其实心里是想着你的。管家听到他喊招娣表妹，这回算是明白了，看来大少爷也没有拿这个女孩当亲妹妹，再结合老爷和二少爷的态度，这其中必定不可言说的缘由，他就不要多管闲事了。他悄悄退下，只留招娣站在那里欲言又止。他很想说，把给宋离的镯子要回来就好了，那么麻烦干什么？那个镯子碧绿透亮，清脆欲滴，一看就是千金难买的上上佳品，难道就真给宋离那个贱婢了？而且礼物嘛，什么时候给不行？以后宋家所有的东西还不是任他挑选？现在整这些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？真是无语。古人就是这样古板又不知所谓。母亲有心了，他柔柔敷衍一句。宋海明轻笑一声，没再继续这个话题，一路上给他介绍各个院落的归属。那是父亲的书房，那是我的院子，后面是海兰的院子。两人边走边说，走了1刻钟才到后院的暖阁。招娣不禁感叹，宋家真大。暖阁是杨玉瑶日常接待女客的地方，地下引了温泉水，里面四季如春，四周摆满了奇花异草。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，能看到这些娇艳的花，实属难得。这富贵人家真是骄奢淫欲。招娣不禁想着，沿着花径往里走，就看见了一个待客的厅堂，
桌上已经摆满了各色美食，很多竟然是他这个现代人都没见过的。招娣，快来！杨玉瑶向他招手，他赶紧快步走过去。娘亲，眼泪已经浮上眼眶，欲坠不坠，我见犹怜。杨玉瑶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，此时也终于能把他抱在怀里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都是娘没保护好你，害你吃了那么多苦。招娣终于从他嘴里听到一句贴心话，一直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下。娘亲又不是故意把我丢掉的，一切都是命数罢了。能再次回到娘亲和爹爹身边，这说明我的命还是好的。招娣无怨了。杨玉瑶拉着招娣坐下，把一个首饰盒交给她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这些都是娘平时看着好看，给你攒下的。招娣脸色好看了很多，果然如宋海明说的那样，杨玉瑶是去给她准备礼物去了。谢谢娘亲。两人又手拉着手说了许多梯级的话，宋家3个男人也陆续换好衣服过来了。宋离跟在宋海兰后面服侍他，看得招娣暗爽不已。就算是真千金又怎样，还不是要伺候他。等宋延年动筷后，招娣左看右看，小心问道：怎么不见姐姐？来的路上，宋海明已经给他介绍过了宋家的成员组合，他上头还有一个姐姐，名叫宋奕欢，今年13岁。对此招娣并不介意，听说这个姐姐已经有了未婚夫，明年便要出嫁了，也碍不着他。杨玉瑶拍拍他的手，军营出了一些事，他去处理了，今晚回来早的话，或许能来得及见你。军营？招娣惊讶万分，语调都有些尖细了。军营、军权、皇权，一瞬间嘛，他脑中不可控制的想了很多，心跳都快了几拍。你姐姐跟你不一样，你看你温柔如水，娇憨可爱，善解人意，真是娘心目中的乖女儿。你姐姐她成日舞刀弄枪，没个正形。杨玉瑶嫌弃的摆摆手，也幸好出生时就定了娃娃亲，否则这辈子别想嫁出去喽。招娣刚要说想跟姐姐学舞，被杨玉瑶的话堵了回去。今日就算了，以后慢慢谋划吧。妹妹不输男儿，他们想娶也得有那个胆子。宋海兰不似杨玉瑶，说这话时语气满是自豪。招娣已经白眼都懒得翻了。宋海兰明明喜欢姿态豪迈的女子，却严格要求她做一个淑女，真是醉了。说起姐姐，有些可惜，明明巾帼不让须眉，最后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姐姐没能驰骋沙场，也没能嫁给姐夫，而是进宫为妃，生产时一尸两命，香消玉殒。第16章啃老。宋家全员。房顶上的宋奕欢差点震碎身下的瓦片，这个老邓竟然敢让她为妃，说白了就是个妾，就不怕他断了他的命根吗？杨玉瑶紧紧捏住筷子，手指都在细微的颤抖。后宫女人生子10个有10个难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是要把她的花儿嫁到后宫处刑啊！谁让他的女儿受罪，他定要在对方女儿身上10倍找回。宋延年饮下杯中酒，欺我女儿，灭他全族。宋海明压下怒火，感动他妹妹，别说刺杀5皇子，就是刺杀皇帝又如何？宋海兰拧眉思索，真有前朝余孽吗？在哪？几人席间异常安静，就怕漏听宋离哪句心声。招娣也明显感受到气氛凝固，心中惴惴不安。怎么回事？他没说错话吧？本想使唤一下宋离出气，忽然就不敢了。杨玉瑶看起来倒是很心疼他，一个劲的让丫鬟给他夹菜，这让他心安很多。一顿饭下来吃得很撑，杨玉瑶亲自把他送到依兰阁，又拉着他说了许多话，直到他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，才让他休息。招娣这豪门闺女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她的脸都笑僵了，眼睛也哭肿了，但一直惦记着那一匣子宝贝，还没立刻去睡。兴冲冲地打开匣子，就见里面放着一些木头玩具，几个布偶，一套泥塑。这么大个箱子，哪怕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同样是姐妹，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倒是体现你的母爱了。那我都8岁了，谁还玩这破玩意？糟糕的家伙！招娣气哄哄地撩上盖子，倒头就睡了。而另一边，杨玉瑶回去后发现宋离正等在她院门口。夫人，这个还给您。宋离双手捧着那只碧绿的翡翠镯子，举到杨玉瑶面前。虽然很想收娘亲给的礼物，但为了在娘亲心目中留个好印象，还是还回去吧。杨玉瑶忍不住笑出声，上前揉了揉她的脑袋。你这个小丫头倒是实诚，不过我送出去的东西从不收回，你就拿着吧，就当是我哭湿你衣服的补偿。哇，娘亲好漂亮好温柔啊，还很大方呢。是好事也是坏事，不知道得被招娣骗去多少财产。原著中杨玉瑶可是留下遗嘱，把她的全部嫁妆都留给招娣呢。哎，我尽量快一点吧。谢谢夫人，那奴婢就收下了。杨玉瑶忍住没笑出声，同时心中庆幸不已。幸好上天派女儿来提醒他们，她才能做足准备，把破烂收拾出来塞给那个假千金。好了，你赶了一天的路，也累了，回去早点休息，
缺什么少什么，就跟海兰说，他要是不上心，你就来找我。宋离十分感动，虽然没有相认，但娘亲对他真的很温柔。他的房间已经看过了，紧贴着宋海兰的卧房，宽敞明亮，阳光充足，还有独立卫浴，床上铺的蚕丝被褥，衣柜放着当季的衣服，桌上胭脂水粉，珠玉首饰应有尽有，大户人家的小姐也不过如此吧。谢谢夫人。他语气真诚。按照这里的规矩，他应该磕一个，但杨玉瑶拉住了他的胳膊，说什么也不让他磕，他也就作罢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不禁想起袁世杰。他家4个孩子，除了他，还有试管生的3胞胎弟弟。他的父母早在初中就为他的人生做好了规划，高中辍学打工，帮他们养3个弟弟。当他离开家去电子厂的那天，他的父母报名了梦想之家房屋改造节目，把家里的2层小楼改成了6室2卫，父母和3个弟弟占4个卧室，剩下2间是弟弟们的学习室和游戏室。设计师甚至不知道这家还有个女儿。他周末回家2天，第1天晚上睡在客厅沙发，但弟弟起夜看见他吓了一跳，父母便不让他睡客厅了，第2天晚上让他睡在主卧的飘窗上。靠窗太凉，他被冻得感冒了，父母怕他请假扣工资，给他吃了双倍的感冒药，开车把他送到电子厂。他回到电子厂第一件事就是举报工厂雇佣童工，电子厂立刻把他开除了。父母向电子厂讨要他1个星期的工资，工厂经理让保安把他们打了出去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干不得一点活，到哪儿干活哪儿就被查。父母看他心烦，不得不送他回高中，他也很争气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。但这时父母又让他辍学去打工，他据理力争，给他们洗脑大学生工资高，他大学4年也花不了多少钱，这个投资是划算的。父母动心了，同意他上大学，但学费生活费申请助学贷款，到时候自己还。宋离也同意了。虽然父母试管3胞胎弟弟花了30万，为3胞胎弟弟装修梦想之家花了40万，还预留出他们未来10几年的教育基金100多万，却舍不得给他几百块的生活费。但他一点都不怨恨，真的不怨恨。4年后，他大学毕业，散打也练到了8级，孙子兵法背熟，体重吃到了120斤，但一点都不显胖，因为浑身都是腱子肉。他回到家中，把弟弟们的书房和游戏房全拆了，中间开了一道门，变成带独立卫浴的卧室，用助学贷款剩下的钱精装修了一下，然后开始了他的啃老时光。打工，这辈子不可能打工。在家里有人做饭，有人交水电费，甚至有人为他还贷款，他为什么要打工？在家孝敬父母不好吗？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宋海兰的天然居。宋海兰还没睡，等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宋海兰屋里的灯才熄灭。穿到这个世界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原剧情中，宋家人为了贾千金付出一切，母亲付出全部嫁妆，父亲为他铺路，大哥为他杀爱眼的人，二哥宠他无下限，姐姐带他进宫选秀。他们是真的爱那个丢失的孩子，就算是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也依旧对他很好。这让他麻木的心慢慢松动，生出了一只爱的幼芽。一夜好眠。次日一大早，宋海兰早早起床练功，他的小厮小白在旁边备了汗巾和茶水。宋离起得晚了一点，来到演武场后，赶紧去跟宋海兰一起操练。小白伸手拦住他，上下打量他一番：“你进去干什么？我知道二少爷宠你，但你自己心里得有点数，什么事该干，什么事不该干，不要恃宠而骄。”宋离诚恳地说：“是二少爷让我陪练的。”噗！小白笑出声来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”宋离二话不说，上前一个错步将他别倒，压在他耳边重复了一遍：“是二少爷让我陪练的，小可爱，懂？”哟嘿，你别以为你是女的，我就不敢打你。小白满脸涨红，将他推开。在宋家强者为尊，连个厨娘都能单挑2个壮汉，他就算把宋离打了二少爷，也不会怪罪他，要怪就怪宋离技不如啊！刚站起来的小白再次被掀翻在地上，干瘦的宋离就像一只小兽一般，凶狠又敏锐。小白眨眨眼，退到一边：“您请，我刚才拦着你是怕你被二少爷误伤，你愿意进就进吧。”宋离大摇大摆走了进去。宋海兰显然是看见了刚才的对决，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。宋离，咱俩练练。宋离来了精神。原著中宋海兰的人设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小将军，能跟他对练，他会学到很多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对着宋海兰就是一记黑虎掏肾。宋海兰侧身避开，单手成刀朝他的肩膀劈下。宋离后翻一圈，脚尖踢向宋海兰的人中，也就是人中间的部位。宋海兰空中一字马避开，落地时腿扫宋离的下盘。两人有来有回，打得十分激烈。但宋离知道宋海兰在让着他，他打得相当松弛，连汗都没出。终于在宋离从袖中扬出一把沙子后，黔驴技穷的他被宋海兰扣住肩膀。但宋海兰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吃了一嘴土。啪啪啪，门外掌声响起，宋延年、宋海明走了进来，招娣和一个陌生的女子紧跟在后面。
那女子明艳张扬，双眼透着冷冽的野心。宋离脑中立刻就想到了她的身份，这就是我的姐姐吧？果然名不虚传，女子当如此。姐姐，你放心追梦，妹妹为你保驾护航。宋一欢不羁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，到时候咱俩一起包养10个8个面首，岂不快活？得，绝对是亲妹妹。宋一欢大步上前，在她肩膀上拍了拍，小老妹，功夫不错，以后跟姐混，姐姐罩着你。宋海兰赶紧打住，小小年纪就想着养面首，荒唐。宋离是我的丫鬟，你来晚了。宋一欢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刚想说点什么，这时招娣站了出来。宋离，你可藏得真深呀！作为你最好的朋友，竟然不知道你会功夫。虽然他已经尽量只用调侃的语气了，但还是掩盖不住浓浓的酸味。天知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宋离身上时，他是什么心情？宋离为什么不能替他考虑考虑？这个风头非出不可吗？第17章，一结金兰。招娣眼珠转了转，忽然捂住嘴，惊慌道：“宋离，你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吧？”宋海兰手指捏得嘎巴响。宋海明垂眸思索，盘算着找个机会把招娣这个凡人精带走，好让一家人能顺顺当当说几句话。招娣将他们的神色看在眼里，心中窃喜，看来大家都发现问题了呢。宋离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？还真猪八戒爬墙头，倒打一耙。招娣，慈善堂不让打架呀，打架会被赶出去的，你忘了吗？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会打架了，当乞丐的时候就学会了。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半块窝头能打成什么样？要是不会打架，我早饿死了。宋离眨着眼睛，十分无辜的样子。宋一欢眼中闪过疼惜，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以后跟着姐姐天天吃香喝辣。宋海兰迅速把他挤到一边，跟着你一起养面首吗？有你什么事？我养不起吗？宋延年，哎，羡慕他们小辈，他一把年纪做那些动作会被人嗤笑吧。招娣没想到脏水没泼成，反而间接帮宋离卖惨成功，真是要呕死他了。他稳住笑容，恍然道：哦，怪不得招数这么的。他没说出来，但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想说什么。脏，下三滥，不入流。宋离笑笑没说话，他越是这样，其他人越是心疼。这是在阎王爷眼皮子底下学会的招式啊！好好的姑娘，谁去学？宋海兰心头酸涩，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说，但碍于招娣在场，又不知如何说出口。宋一欢却已抢先一步，亲热地揽着宋离的肩膀：妹妹莫要泄气，虽然你的这些招式不正派，但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正人君子最后全当柴火烧，只有不择手段的人才能活到最后。你的招式我很看好。说完，他从肩膀的皮革下取出2枚幽蓝的飞镖，一看就是淬了毒的。你看，我也随身带着暗器，以备不时之需呢。宋离咧嘴笑了。宋一欢作为宋府嫡长女，在不知道她是妹妹的情况下，竟然自揭老底来安慰她，真是个温柔的姐姐啊。她也从袖中拿出1包石灰粉，大小姐，我可没妄自菲薄，这些都是我保命的东西，无论何时我都只会感谢他们。宋一欢赞赏地点点头，把飞镖连同皮质的护肩一同绑到她身上，护肩有暗层，正好能卡住飞镖，根本不用担心飞镖遗失或刺伤自己。大小姐，宋离睁大眼睛，没想到宋一欢竟是要送给他。咱们情投意合，这个送给你了。宋离脸颊微红，也把石灰粉送给了宋一欢。啊，收到姐姐的礼物了，好开心！这礼物简直送到我心坎里了。姐姐也好温柔，就是我现在太穷了，等我发了月钱，再给姐姐做几件趁手的武器。宋一欢听着宋离迷妹的声音，一瞬间有了倾家荡产的念头。宋海兰也眼前一亮，立刻将护腕卸下，绑在宋离手上，并教他如何发射里面的暗器。虽然大了点，但也能用，回头可以给他打造一对小巧的。宋海明拔下自己头上的白玉簪，戴在宋离头上，里面有机关，回去自己钻研吧。他系了发带，头发不至于散开，但宋离还是将自己的木簪回赠给他。宋海明当即簪在了头上，心里莫名开心，就连应对招娣的疲劳都一扫而空。宋海兰，怎么就他没有回礼？妹妹没注意到他两手空空吗？宋离心中正美滋滋，看来哥哥姐姐们对我的印象都很好，竟然都送了我礼物，想来以后与他们相认，他们也不会难以接受吧。宋延年站在一边，看得眼睛都直了。他瞅瞅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暗器腰带，要是解下来会被当作变态吧？到底该不该解？可是好想要宋离的回礼，为什么出门不多带几件暗器防身？宋延年那叫一个毁啊！比宋延年更懊恼的是招娣，恨得牙龈都快咬碎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宋离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所有人的疼惜？那他这个嫡女算什么？难道这些防身的暗器不应该都套在他身上来保证他的安全吗？他们把女儿找回来，不是应该加倍爱护吗？现在
把他晾在一边，关心一个外人算怎么回事。正想着，却见宋奕欢转身面向宋年年：“父亲，我与宋离一见如故，想与他结拜为姐妹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，还请父亲帮我们做个见证。世家子弟想要与人一结金兰，是必须要经过家人同意的。”宋奕欢此举不仅是在请宋延年见证，还是征得他的同意。宋延年捋着胡须，似乎有点为难。招娣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，别答应他，别答应他，别答应他！为什么他都已经是宋家二小姐了，宋奕欢却不看他一眼，偏偏跟宋离搅在一起？一家子就这么臭味相投吗？场面一时安静下来，室内真落可闻。父亲！宋海兰忽然打破平静，惊得招娣一个机灵。宋离的狗曾救我一命，我也想跟宋离结拜为义兄妹。招娣，你去死吧！狗救了你，你 TM 跟狗结拜去啊？表妹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昨晚没睡好吗？宋海明凑到他旁边，表妹不如回去休息一下。心寒，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，除了这个继子，竟然没人关心他。表哥，我无事。他柔柔一笑，势必要把这荒诞的剧情看完。宋延年神色凝重地思索了3分钟，这3分钟犹如把招娣架在火上烤一般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喜欢宋离，那为父便成全你们。等回头挑个日子，你们3个一起结拜。如惊雷劈下，招娣脑中一阵轰鸣，指甲几乎抠破手心。冥冥之中，他感觉某些东西离他越来越远了。丁，气运值达到 10%， 可温养一只低级灵宠，并奖励一本技能之书。A. 苍蝇 B. 黄蜂 C. 蝴蝶，请选择您的灵宠。除了上次剩的苍蝇，又多了一个招蜂引蝶组合。宋离没有立刻选择，而是分析起气运值增长的原因。以前那 5% 的气运值应该能归功于宋延年、宋海明、宋海兰、老庄、梁副将5人，那现在这忽然多出的 5%， 应该是因为宋奕欢和杨玉瑶的吧？这么说，女人比男人值钱太多了，以后得多攻略女人。点开黄蜂，攻击力80，生命值5，忠诚度70，智商70，技能一屁股扎死你。每只蜜蜂蛰人时释放2单位的毒素，当单体累计毒素达到100单位时，有致命风险。蛰人后的蜜蜂会立即死亡，也就是说50只蜜蜂有可能蛰死1个人，是一个变态的杀气。再点开蝴蝶，攻击力 0.1， 生命值10，忠诚度80，智商50，技能梦中的新娘，只要蝴蝶在你身边飞舞，你的魅力值就能瞬间飙升至 100%。 第18章，你爹以前是土匪。黄蜂对他的吸引力很强，但他现在与宋家兄妹一起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而且他正想发愤图强提高自己，如果有了黄蜂，他会忍不住想要啃蜂。倒是招娣成天恶心他，又缺男人缺得紧，他作为最好的姐妹，怎能不为他谋划？黄蜂可以下次再选，宋离这次选择了蝴蝶，然后便是技能之书，并没有任何选项，而是直接给了他一本中医药大全。他试了一下，不能用在自己身上，便按到了阿黄身上。再点开阿黄的属性卡看，技能里除了狗叫，还多了一项中医。逆天，他真有一只中医狗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老庄的院子里，老庄正在给一个士兵看腿伤。你这筋骨损伤严重，再不好好休养，这条腿恐怕是要废了。士兵垂头叹气，一家老小要养。老庄无奈摇摇头，算了，我先给你开个药方。等他药方开完，药童正要去抓药，却发现桌子上已经完完整整地摆放着药方上写的药材，而阿黄正趴在旁边咧着大嘴笑。师傅，师傅，您快来看呀！宋奕欢一路搂着宋离回到暖阁。天热之前，他们都会在这里用餐。宋离本想站在宋海兰后面，但宋奕欢硬是拉他坐在他旁边。坐下坐下，爹都同意咱们的事了。除了招娣，所有人都在使劲劝他坐下。他也不想气招娣，但是宋家人盛情难却，他真的没办法。招娣脸色铁青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坐着，宋离站着，是他仅有的乐趣，如今也被剥夺了。幸福的时光竟是如此短暂，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。饭后，宋延年交代了一番，便领着宋家3兄妹和宋离一起出门了。招娣眼见宋离也要跟着去军营，嫉妒的眼睛都要绿了。哥哥，宋离去军营恐怕不合适吧？他与我从小一起长大，说实话，也就是哥哥让着他，换了别人，他只有挨打的份。哥哥您就放过他吧，让他在家陪着我和母亲不好吗？宋海兰眉头一挑，刚要说什么，宋离拦住了他。二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二少爷，我是自愿的，而且二少爷带我去军营都是为了你啊。招娣心头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。为我？你看我像傻子吗？二少爷想让我学会武功以后再回到你身边保护你，
二少爷心中惦记着你呢，只是他不善表达而已。宋离眼神清澈，语气极其真诚。而且我也不觉得苦，想到以后能保护二小姐，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招娣，这真的是这样吗？宋海兰 ，you， 虽然但是，还是配合一下妹妹吧。哼，他高傲的撇过头去，带着点洗刷冤屈后的委屈。眼见宋海兰生气了，招娣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可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而且宋离说话的语气怎么有种绿茶小白花的味道呢？他俩私下见面，宋离都直呼他招娣，如今当着宋家人的面却知道规矩了。招娣，你兄长自有安排，且让他去吧。哎，娘亲跟你说件事。招娣顾不上多想，就被杨玉瑶拉走了。他回头张望，见那五人的步伐出奇的一致，就连甩手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这画面几乎要划伤他的眼睛。来，娘问你，你爹和你的两个哥哥跟你说过咱们宋家的发家史吗？没。招娣摇头，同时注意力也被拉回。难道宋家还有什么心秘？你爹原来是土匪。一句话把招娣炸懵了，怪不得宋家人的素质都这么拉胯，原来是土匪。宋离一天土匪也没当过，也没让土匪抚养过，却处处抢他的风头，这不就是血脉里的土匪基因吗？后来你爹率兄弟们加入了起义军，成了开国功臣，从此西北军便一直被咱们宋家掌控。彼时你爹四处征战，皇帝也只是一个首领，对他多有仰仗，便让花儿与三皇子定了娃娃亲，约定花儿及笄后成亲，也就是明年，说不得过几年后。杨玉瑶哼笑一声，算了，这些且不谈。招娣却眼睛一亮，杨玉瑶的意思是三皇子能登基，宋义欢能成皇后吗？皇后？他心跳快了2拍。海明、海兰和花儿都是行军途中生下来的，性格果敢彪悍，只有你是战事结束后出生的，娘希望你知书达理，安静贤淑，懂吗？招娣并非愚蠢，乍一思索便明白了杨玉瑶深层的意思。哥哥姐姐们生逢战乱，为了自保，难免要舞刀弄枪，而女儿生在大齐安年，若还像姐姐一样张扬肆意，那位怕是要怀疑咱们的家教就是如此，土匪就是土匪，本性难移。杨玉瑶不住的点头，我儿冰雪聪明，同时心底也一阵后怕，如果不是宋离回来了，如果不是他们能听到宋离的心声，恐怕他会喜欢这个假女儿吧。杨玉瑶收敛心神，其实还有一事，下月月初皇子公主们招伴读，娘想让你去。招娣张大了嘴巴，离下个月也只有5天而已，就在半个月前她还是一个孤儿，而5天后她就要跟皇子公主们一个学堂上课了，还能接触到三皇子。娘亲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招娣心脏砰砰直跳，激动到语无伦次。她不怕吃苦，只怕没门路。杨玉瑶将她搂在怀中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嘴角勾起嘲讽的笑。你是我宋家的女儿，且你父亲说你才思敏捷，自然是可以的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便带我女儿去受罪吧。这一刻，招娣忘了宋家其他人对宋离的偏爱，忘了自己的不甘和委屈，终于放下心来。宋家让她做淑女，是真心为她好，他们早就为她铺好了路。好在今天全讲清楚了，她再也不用嫉妒宋离了，只需要等一个时机，把宋离带进宫去。一个小丫鬟得罪了哪位皇子，被处死很正常吧。杨玉瑶还想拉招娣多说一会话，招娣却拒绝了，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疯狂补习各种规矩。容嬷嬷差点以为她鬼上身，得知她要进宫当伴读后，眼珠转了转，便耐心教了起来。晚上宋离等人回来后，招娣还在练习规矩。杨玉瑶无奈摇头，招娣刚才差人来说要在自己的小院用餐，咱们吃吧，不用等她了。宋海明配合问道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哪里会出事，不过是要给公主当伴读了，正刻苦练规矩呢。杨玉瑶解释道。众人自觉安静下来，竖起耳朵等待某个声音。宋离正低头喝汤，这个鸭血汤真好喝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一个字鲜。众人，土匪性子急呀，姐妹。不过给公主当伴读，咦，宋家根本没想给招娣报名啊，不是应该选完伴读后招娣闹着也想去，爹爹没办法，动用了关系，让她成了七公主伴读吗？哦不对，这个时候招娣已经不叫招娣了，她改成了她同学的名字，据说是一个非常优秀且幸运的女孩，名叫宋楚然。看来我的出现引起了太多的变动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只是早2天晚2天的事，反正招娣野心勃勃，是一定要进宫当伴读的。我的蝴蝶早就饥渴难耐了，招娣，我最好的姐妹，好好享受吧。第19章，林姨娘。众人眼神隐晦的交流一番，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疑惑。饭后，宋延年给大家使了个眼色，众人心领神会。宋海兰轻咳一声，宋离，你今天摔打的不轻，去老庄那里拿些活血化瘀的药膏吧。宋离正好想阿黄了，应了一声，便起身离开了。待人走远，
原本如食宿般静止的五人骤然活了过来。前面我都能听懂，如果咱们把招娣当成真千金，剧情基本也就是宋离说的那样吧。咱们压根就不会让他去伴读，招娣刚找回来，眼界和手段都比别人家从小培养的贵女差远了，让他去遭人嘲笑和白眼吗？惹出笑话就算了，万一惹到哪位爷，爹岂不是也要受牵连？宋一欢语气难掩嘲讽。宋海明轻笑一声，但看他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，是非去不可的。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，那四方的牢笼总是有人挤破头想要进去，他想去，咱们就让他去吧。杨玉瑶面色冷淡，他进去了也好，咱们说话也方便。但他心里更深层的打没说出来，因为他还不知宋一欢对三皇子究竟是什么态度。但不管什么态度，他绝不允许别人伤害他的宝贝女儿，就算是三皇子也不行。但后面宋离说的蝴蝶是什么？还饥渴难耐，有种采花大盗的感觉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虽然咱们家底线较低，但我不希望妹妹小小年纪就这样。宋一欢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。宋家三个男人对视一眼，都是一阵茫然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，但我从没发现过跟蝴蝶有关的东西。宋海蓝尘细细回想，始终不得头绪，或许是他当乞丐时认识的一个采花贼。其他人也觉得可能是这样，神色都凝重起来。我先查一查这个蝴蝶，在我查出来之前，咱们先静观其变，不要贸然出手。宋延年谨慎道。是，这个招娣真是厚脸皮，是不是别人的东西就是香，连别人的名字都要抢？爹，我不管，招娣改什么名都行，反正不能叫宋楚然。宋一欢是真心为招娣那个同学打抱不平，跟招娣当姐妹做同学，真是倒8辈子霉了。宋延年面色无波，这都不算个事，他叫什么？你们决定。宋一欢唇角勾起一丝笑，就叫宋娇柔，矫揉造作的意思。你们看他成天那副德行，这名字与他绝配，不如叫宋佳倩吧，假千，假千金之意。宋海明提议。宋海兰捏着下巴，要我说叫宋许巍，一虚伪。哟，你们一个个文采斐然，状元之姿，怎么总说自己不是学习那块料呢？要不咱们还是把刘夫子请回来吧。宋一欢不满他们与他争抢起名权，不禁阴阳怪气起来。抽签，抽到谁的算谁的。宋海明作为兄长，有制定规则的权利。宋梅，没通没，遇事一无所有。杨玉瑶绞尽脑汁也想了一个，哈哈，众人都忍不住笑出声，场面其乐融融，欢快极了。宋府没有孙子辈，几人却优先过了一把起名瘾，就连冷面人设的宋年年都在心中默默想了几个好名字。你是谁？为何站在这里？门外忽然响起宋离的声音，引得众人一惊。你这小丫鬟，不得无礼！这是林姨娘，还不快行礼！欢快的气氛冷寂下来。杨玉瑶冷哼一声向外走去，哪来的贱人敢让我女儿行礼？两子一女避开宋延年的视线，立刻簇拥到杨玉瑶身后。这事他们都支持娘。宋延年额头冒出冷汗，急忙上前想要解释，但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毕竟是他做了浑事。夫人，杨玉瑶甩开他的手，冷冷推开门，站在月台之上。这就是林姨娘。杨玉瑶眨眨眼，锋利的话刚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带着5岁孩子回宋府找爹那个，我爹这接盘侠当的可真冤啊！这孩子是他跟周副将周绿川生的，爹根本没碰过他。宋延年，可怜爹被最信任的手下背刺，还要帮他养老婆孩子。而周绿川感念爹的辛苦，为了帮爹分担，于是接替了爹西北大将军的职位。宋延年，我谢谢你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。眼前娘已经怀了3个月的身孕，因为林姨娘的事没少受气，过几天还会被他那个5岁的小坏种撞到肚子，直接流产大出血，一条命没能保住。宋延年，幸福的花还未绽放，便被冰雪打落。他胸口一滞，上前紧紧握住杨玉瑶的手。杨玉瑶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肚子，这里面已经有一个3个月的小生命了。因为剧情已经乱了，这事会不会提早也不确定。为了娘的安全，我还是找借口请几天假，每天在娘跟前转悠。只要那个小坏种敢撞上来，我保证他脑袋开花。愧疚、悔恨，宋延年自责的情绪无以复加。没想到他识人不清，差点害了妻儿，现在还要小女儿帮他兜底。这个小杂种死就死了，亮爹也不敢跟娘闹，就算他闹也无妨。反正娘现在心态好，为了子女才跟他有说有笑，实则早就不想搭理他了。还咳。宋延年心头一梗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稍稍平复后，他冷眼看向林氏，不是早说过叫你不要走出你的院子，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林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眼眶通红，却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。将军，他不卑不亢道，叶儿已经5岁了，就算将军不喜，他也是你的骨肉，求将军看在昔日微薄的情分上，送他去国子监。啧，这坚毅的目光，故作坚强的姿态，我看着怎么眼熟呢？
还昔日的情分？什么情分？一炮而过的情分？这不是戳我娘的心窝子吗？表面上刚强不屈，实际上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绿茶。宋海兰忍住没笑出声，貌似第一次见宋离，她就是这副姿态。她还真被迷住了，三魂差点丢了2魄。相比而言，林氏的演技就差了很多，那个红眼圈有点多余，丢了几分淡然和风骨。多听几年妹妹的心声，她真可以去宫斗了。国子监就算了，白鹤书院名声远扬，宋燕就去那里吧。宋延年随口敷衍道。林氏咬住下唇，十分不甘。将军，明明您有举荐学子入国子监的名额，叶儿是您亲生的儿子，您怎可对他如此冷漠？将军，我只求您这一件事，只要您答应我，我便是日日吃斋念佛也心甘情愿。当初他给孩子取名燕，本以为到了宋家会按照宋家的字辈更名为宋海燕，和亲海燕，寓意极好。可宋延年偏偏不按常理出牌，只让他叫宋燕。他受了委屈他不管，只让他老实点。儿子生病他也不管，只让他找府医。这些就算了，现在就连孩子的启蒙他都丝毫不上心，这是他无法忍受的。无论是在宋家还是在周家，宋燕就是他的唯一的倚仗。他必须让宋燕去国子监拜最好的夫子，结识最得力的同窗，这样他来宋家才有意义。第20章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求将军怜惜燕儿。林氏的头重重磕在地上，额头红肿一片。宋延年久经沙场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就算头顶绿油油也能面不改色。他眯起双眼，正要说什么，手指却被杨玉瑶拽住。如此便成全你。周绿川办事还真是阴狠辣，派自己的老婆孩子来离间他们，真是舍得孩子套着狼。那他倒要看看这一家3口是不是真的那么团结一心，相互信任。可别让他失望啊。即日起，你剃发去佛堂潜心修行，宋燕去国子监读书。杨玉瑶嘴角挂着冷漠的嘲讽，颇有几分苛刻主母的样子。剃发？林氏声音变得尖细，我只说要吃斋念佛，并没说要剃发。杨玉瑶冷笑一声，既要吃斋念佛，便摒弃杂念，去清净之地。难道你只想做做样子？自然不是，只是没必要剃发吧，这与出家何异？既然没这份心，就别说这种话，装出这副样子。一个庶子，不指望他继承家业，不指望他光宗耀祖，学得再好有什么用？随他自生自灭去吧。宋延年与杨玉瑶10几年的夫妻，俩人早有了十足的默契。气氛烘托至此，宋延年知道该自己出场了。夫人，他一脸为难的样子，轻声呵斥：你要有什么怨气，便冲我撒，何苦为难孩子？林氏原本急得瞪眼，谁想宋延年竟然为他出头，心中霎时有了底气。宋延年看似对他不喜，其实还是对他有感情的。只是杨玉瑶实在强势，眼里揉不得他这粒沙子，逼得宋延年也不得不对自己冷淡。宋延年，你是要宠妾灭妻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林氏当初救我一命，阴差阳错有了我的孩子，我怎可恩将仇报？当初明明可以把我叫过去，他好生不要脸，趁你中媚药，直接对你霸王硬上弓，我还得对他感恩戴德。林姨娘本想先看一回热闹，听到这里不得不解释2句。将军当时中了极强的媚药，又耽误了很长时间，被背回来时已然神志不清。如果不是我舍身相救，将军恐怕已爆体而亡。谁想如今却全成了我的不是。我本想一个人把燕儿养大，若不是燕儿重病，我怎会求到宋府门前？既然夫人觉得我该剃发，那我剃便是。妾身问心无愧，亦不后悔。即便重来一次，为了大齐王朝统一，为了边境百姓安宁，妾身仍会如此选择。杨玉瑶摆摆手，那你便剃吧。宋离真他妈爽，我娘这么刚的吗？乳腺瞬间通畅了，主打一个油盐不进啊！我都快被洗脑了，娘竟然稳如老狗，不愧是皇后都不敢惹的女人。我今天算是小刀拉屁股，开眼了。杨玉瑶虽然女儿很崇拜的样子，但她真的不想被比作老狗。还有那个小刀拉屁股，歇后语竟然能这么用。林氏张了张嘴，已经说不出更多话了。这辈子的口才全用在这儿了，但杨玉瑶毫无同理心，合着她说了这么多是说给自己听。幸好还有宋延年能压着她。林姨娘满眼如目看向宋延年，嘴唇无声蠕动。曾经在边关风雨不惧的女人，竟也有如此软弱无助的时候。是个男人都不忍她失望，宋延年也不例外，又是好劝歹劝，跟在杨玉瑶屁股后面一顿劝。但杨玉瑶就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，除非林姨娘剃头，否则免谈。你！宋延年气到说不出话，不可理喻，一甩袖，人走了。林姨娘说走就走了，把他一个人撇这儿。他当初是多眼瞎看上这么个玩意，怪不得中了媚药也不上他，原来是个软蛋。宋离，咦，我那冤种爹怎么走得这么快，这么急啊？这是传说中的轻功吧？这么大个爹，一抬头就没影了，
跟屁股后面有熊瞎子在撵一样。不过走了也好，这汉子表还不是任我娘搓扁揉圆，当恶毒主母真爽啊！呜呼，我娘最威猛！杨玉瑶心中暖暖的，还不嫌娘丑。她就算是一只母老虎，在宋离眼中也是好的。林姨娘，我能收留你们以示宽容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内宅的事情，就算是将军也不能插手。林姨娘忐忑不安，但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。最终，为了儿子的前程，心一横，咬牙说道：“如夫人所愿，妾身会剃发，头发剃了会长出来。她也会帮助周律川夺取兵权，到时候她要剃光杨玉瑶全身的毛发，将她扔到军营，以报今日之耻。”杨玉瑶看着他眼神阴毒的样子，神色淡淡：“剃干净点。”林氏，毒妇，宋延年走了，他也没必要再待在这里，妾身告退。林氏满脸不甘，匆匆离开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宋延年就带着老庄回来了。看来夫人已经把碍眼的人打发走了。夫人身体不好，千万别跟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置气，气坏了多不值当。让老庄给你把把脉吧。他扶着杨玉瑶回到暖阁，也就是在杨玉瑶面前才能说这么多废话。这一次，杨玉瑶没有抗拒他的靠近，还顺从地往他身上靠了靠。独守空房2个多月的宋延年心头一热，他的好闺女啊，刚回家就帮他洗刷了冤屈，一定得重重赏他。宋离喜欢暗器，不如就把自己收藏的青蛇剑给他。剑身短，适合女子，上面留有暗孔，可灌毒粉，宋离一定喜欢。此时，宋离正抱着阿黄往杨玉瑶跟前凑，试试加满中医属性的狗子能不能看出女人怀孕。阿黄刚靠近杨玉瑶，一下子就被她的肚子吸引，小脑袋一歪一歪的，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。为了进一步验证，他的小黑鼻头轻轻凑近杨玉瑶的肚子嗅了嗅，一番诊断下来，已经有了结论，把狗爪放在她的肚皮上，抬头冲着杨玉瑶汪了一声，哈哈哈！全家人都被逗笑了。这狗有灵性，不会是娘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吧？宋离在心里给宋一欢点了个赞，姐姐最聪明，宋一欢，妹妹最好。杨玉瑶脸上带着笑，心里却有一丝小紧张。在宋离丢失以后，她心事郁结，再不曾受孕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在宋离找回来后，她竟同时又怀上了。宋离真是她的福星。老庄只诊脉片刻，便笑着冲杨玉瑶和宋延年拱手：“恭喜将军，恭喜夫人，是喜脉。但夫人气血两亏，还要仔细调理。回头我开几副药让人送来，再写几个药膳的方子，夫人可要按时服用才好。”一定。杨玉瑶已无心事，孩子找回来了，还十分孝顺，夫君也不曾负他，他只觉哪哪都舒坦。几个儿女也激动不已：“我要当哥哥了，我要当姐姐了。”宋离也心中雀跃，我也要当姐姐了，真好。没了上辈子3胞胎弟弟的阴影，他感觉当姐姐还是一件挺美妙的事情。老庄起身朝宋离走来：“阿黄，该跟老夫回去。”宋离眨眨眼，双手搂住：“这不是我的小狗吗？”小狗亲昵的在他手上舔了舔，汪！老庄苍老的小眼眯成一条缝。宋离不说，他都快忘了。阿黄又会挖药，又会抓药后，熬药能闻出火候，还懂事听话，屎往一个地方拉。老庄早就把阿黄当作亲孙子看待，恨不得走哪儿都带着，还怎肯还给宋离？一定是上天搞错了。阿黄本来就应该是他的，结果被宋离抢了先。看阿黄迟迟不伸爪，老庄拿出了糖豆引诱：“啧，阿黄宝贝，跟爷爷回家。”阿黄不为所动。老庄觉得一定是宋离抱得太紧了。嘿嘿，李丫头，阿黄挖药一把好手，老夫眼神不好，再借老夫用2天。他挑大家都知道的说，可不敢暴露太多，就怕大家伙都知道阿黄的好都跟他抢。再过2天，他就带阿黄去西北边境军机营，到时候他爷孙2个作伴，天高地远，和和美美，逍遥自在。嘿嘿嘿嘿。宋离看他一把老骨头做美梦爽歪歪的样子，不忍戳破，怕给他气出个好歹。那阿黄，你就跟庄爷爷回去吧，明天回来找我。老庄呵呵一笑，把阿黄接过。他一条狗子又听不懂人话，怎么可能回来找你？虽然你是他的主人，但你跟他接触的少，阿黄跟我才是天下第一好。老庄心情舒畅走了。这一晚，所有人都心情舒畅，除了林氏。他想了又想，决心下了100遍，仍是舍不得剪头发，一缕都不舍得，更何况剃光头。打仗都必须留出2缕鲶鱼，需修饰脸型，让他剃光头。林氏疯狂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过2天再说。说不定宋延年办事利索，直接把燕儿送到国子监了，到时候我就不用剃发了。”3天后，小丫鬟手里拿着一把剪刀，瑟瑟簌簌站在他旁边：“快剪！”林氏看着铜镜中已经被剪秃好几块的自己，越看越恨。谁能想到，堂堂大将军连孩子上学的事都做不了主。他长腿了，长手了，也长嘴了，但就是不办人事。
杨玉瑶当真可恶，把宋延年管得这么死。越想越气，猛地一边挥出，抽在丫鬟身上。啊！小丫鬟抱紧自己，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，满是血迹。林氏逼着她给她剪头发，但每剪一剪子就会抽她几鞭子，她真的疼得受不了了。你还等什么呢？故意让我煎熬是不是？你个贱种，就是想让我难堪。啪啪，又是2鞭。啊！我剪，姨娘别打了。呜！次日一早，宋家几人刚从演武场回来，就看见了光头的林姨娘和她光头的小丫鬟。林姨娘实在无法忍受独自剃光头的样子，等小丫鬟帮她剃完，她立刻就按着丫鬟的脑袋帮她也剃了一个。夫人，暮雪这丫头心疼我礼佛清苦，非要自己剃了头陪我。我们这就去佛堂了，也请夫人信守承诺，让燕儿入国子监。我自会信守承诺。杨玉瑶招来管家，带林氏去小佛堂，除非死了横着抬出来，要是让我看见活人，你们都别活了。是。管家诚惶诚恐。我娘发疯的样子好美，我喜欢这样的娘亲，娘亲贴贴。杨玉瑶脸颊微红。这孩子，你凭什么囚禁我？杨玉瑶，我容忍，你是不想将军为难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林氏多日积攒的怨气这一刻爆发出来，杨玉瑶不讲武德，他也顾不得体面了。啪啪啪，当即3个巴掌甩到他脸上，两边脸迅速红肿起来，直呼主母姓名，该打。杨玉瑶的大丫鬟秋明直接动手了。林氏咬牙恶狠狠地看着杨玉瑶，又失魂落魄看向宋延年，燕儿年纪小，怎可没了亲娘？求将军说句公道话。宋延年立刻上来当和事佬，夫人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放过他吧。滚！好。宋延年悄悄退下。林氏，我竟然还对他抱有期望，我真该死。另外，把暮雪的家人接过来，我要问问他们是怎么教的，教出这么善良的女儿。既然这么心疼林氏，就全家人一起伺候吧。第21章认祖归宗。林氏目光有一瞬间的慌张，清修哪需这么多人伺候，暮雪一人足矣。暮雪却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以往怯弱的眼神透出一股阴狠。他结结实实给杨玉瑶磕了3个响头。谢夫人。去吧，好好伺候林氏。林氏心善，有妇之夫上能张腿相救，边关将士也能处成兄弟，对你还不得亲姐妹一般。暮雪脸上的笑容逐渐变态。林姨娘对奴婢确实很好，奴婢一定好好报答。林氏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暮雪她有4个哥哥。杨玉瑶一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让人把他们送去佛堂。恰这时，招娣走了过来，他望着2颗光溜溜的脑袋，好奇地向宋海明打听：表哥，那俩人是谁？宋海明比着兰花指凑近他耳边：那是娘请来的尼姑，为你祈福的。招娣见他们虽然没穿青色僧袍，但也都穿了素色布衣，便信以为真。大齐王朝刚刚稳定，普通百姓有件保暖的衣服就不错了，哪里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整齐，跟穿校服一样。他可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，剃了光头就已经说明了他们的身份。娘对我真好。那是当然，你这几天过度用功，娘还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呢。表妹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了？招娣扬起一个笑脸，已经对宋海明的2姨子体质免疫，反正就当姐妹处吧。今天有事要跟父亲说。宋海明微笑点头，正好，父亲也想找你呢。话音刚落，便听宋延年道：族老们已经安顿在了前院，今日开祠堂给招娣上族谱。一家人都十分欢喜，招娣的一颗心也终于放进了肚子里。终于等到今天，木已成舟。宋离这个蠢货，就算你是真千金又怎样？就算宋家人都喜欢你又怎样？还不是要给我当婢女，拿命来保护我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，顶多让你跪着给我洗脚。宋离却是惊诧不已，我爹是如何做到被骂后面不改色主持大局？只要我不觉得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我爹这心理素质，怪不得他是大将军。宋延年身形一僵，闺女这话的意思是，我能当大将军全靠厚脸皮。完了完了，我在闺女心中的鹦鹉形象啊！呜！杨玉瑶眼唇假装咳嗽，忍笑忍得很辛苦。其他人也感觉嘴痒，拳头放在嘴上，把嘴巴关住。简单吃了点素食，净手焚香后，招娣跟在宋延年身后去见族老，其他人走在后面。招娣心中美滋滋，今天她是主角，她认主归宗的大喜日子，宋离总不能这个时候抢她风头吧？他刻意留意着身后的宋离，确保他没走到自己前面。到时候族老第一眼看见的必须是他。一路走到祠堂，祠堂大门紧闭，看来族老们还没来。等等，招娣顿时警铃大作，那岂不是族老走在他们后面？正想着，就听见身后浩浩荡荡一群人走了进来。总算找回来了，老二媳妇也能安心了。哎，当初若不是情况紧急，老二媳妇也用不着冒那个险。算了，还说那些干什么？多谢宋家先祖保佑，
让老二一家平安团聚。咦，这难道就是二丫头？绝对是二丫头，不是我倒立骑马，长得真像你爹，一看就是我宋家血脉。二丫头，我是你二舅爷啊，我是你叔祖父。哎呀，这身板站得像一杆枪一样，虽然流落在外，但不减我宋家风姿。宋离，天意如此。哈哈哈哈！招娣，老天爷都向着我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招娣看着所有族老都围着宋离团团转，他牙龈都快咬碎了，手指甲更是陷入掌心，疼痛刺激着他的神经，才让他不至于做出失态的举动。怎么又是这样？怎么又是宋离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都要抢风头吗？为什么族老不早点站在这里等他？那样不就第一眼看见他了吗？为什么宋家人就跟没张嘴一样，眼看着事情被误会都不解释一下？都学哑巴新娘是吗？好好好，你们不说我也不说，看谁丢人。招娣只感觉大脑如缺氧般阵阵发晕，扶着宋年年才没晕倒。最后还是宋离自己开口解释：宋家各位老祖宗，我不是二丫，我只是一个小丫鬟。胡说，都回自己家了，怎么还说自己是丫鬟？老二，你到底怎么跟二丫头说的？别听你爹瞎说，听叔祖父给你讲，你就是宋二丫。宋家族老完全不听他解释，宋离根本没机会开口说话，无奈还得宋年年出面。他把招娣领到众位族老面前，各位族老，他才是宋家流落在外的千金。场面骤然安静下来，招娣还是忍不住哭了。他真的委屈极了，明明是他认亲，却次次都是宋离抢在他前面和亲人相见，出尽风头，真是贱人。这族老们看着面前的哭得稀里哗啦的娇小姐，再看看英姿飒爽、坦然自若的宋离，一时无法接受。他宋家是土匪啊，怎么能生出这么娇滴滴的小姑娘？还是二舅爷为人机灵，上前打圆场。哎呀，这就是二丫头，跟你娘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但他娘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子呀，怎么会生出这么娇娇软软的小姑娘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就陷入了迷茫。刚才那个真的不是吗？真没弄错了。宋延年不等他们胡思乱想，沉声道：请各位族老开祠堂，让招娣认祖归宗。族老们点点头，分成两列站在了祠堂前面。想必老二都已经查证过了，他们就不瞎操心了。宋延年领着招娣站在中间，其他人站在后面观礼。年纪最大的叔祖父先致辞，大意是缅怀祖先，感谢祖先保佑。然后4个族老合力把祠堂大门打开，唢呐礼炮声音响起，众人合力焚香祭祖。这个流程就花了1个时辰，累得招娣头晕眼花。宋离作为观礼人，却在吃吃喝喝。阿黄闻着味就过来了，大家又一起斗狗。招娣看见了，并不嫉妒，反而心中畅快。宋离，你就继续玩狗，反正我是要入族谱了。终于，叔祖父请出族谱，放在列祖列宗牌位前。按理说，应该由他来把招娣的名字加在族谱上，但他不会写字。有几个族老会写几个简单的字，但字迹不堪入目，怕误了列祖列宗的眼睛，便叫宋延年过来，你自己闺女自己写吧。宋延年让招娣跪在祠堂外面，女子不可入祠堂，你先在这里等候片刻，为父去就来。招娣乖巧点头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又拉住宋延年的衣袖，爹爹，我不想再叫招娣，我。宋延年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露出一个令人安心的笑容，我懂，为父给你取了一个好名字，放心。第22章4员猛将。招娣张了张嘴，还是说了出来，他不想因为名字的事留有遗憾。爹爹，我想给自己取名宋楚然。他有种预感，只要他叫这个名字，他就会像那个女孩那样聪明、美丽、气韵爆棚，人见人爱。宋延年眉头微皱，可是名字是族老们一起取的，刚才也已经告知先祖，随意更改，岂不儿戏？招娣十分遗憾，心中责怪宋延年为何取名前不征求他的意见，但面上还要装出温顺的样子。想必联合所有族老的智慧，一定给我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，不知是什么。我能先知道吗？宋延年自信一笑，以后你就叫这个名字了，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单名一个梅字，梅花的梅，寓意傲霜斗雪，独领风骚。你流落在外吃尽苦头，如今苦尽甘来，将来一定大放异彩。总之，媳妇取的名字千好万好就是好。招娣听着很屌的样子，所以我叫宋梅。对，宋梅，梅乃女子风骨，希望你不要让为父失望。宋延年再次拍拍他的肩膀，目光深远。招娣不自觉就与他对视，不敢闪躲。是，父亲。刚说完就捂住了嘴巴。我刚才说了什么？难道不再争取一下吗？宋梅，宋梅，怎么听也不像女主的名字，倒是像个炮灰。他忽然一阵心悸，感觉某些东西离他越来越远，迅速站起身来，想要抓住宋延年的衣袖，但宋延年步子很大，须臾间就走出3米远。
而其他族老也赶紧过来按住他。二丫，不敢对先祖不敬。招娣一阵头晕目眩，又跪在了地上，眼睁睁看着宋延年走进祠堂，用毛笔蘸了墨汁，落笔于族谱之上，内心无比煎熬。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得罪任何人，也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名字，他只能服从，接受封建糟粕给予他的土的掉渣的名字。随着族谱再次被封存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族老们离去，招娣呆呆站起身来，心中莫名空了一块。杨玉瑶走过来，把宋梅搂在怀里，笑得十分开心。太好了，你以后就叫宋梅，真是个好名字。宋梅挤出一个微笑，明明主要目的都达成了，但就是开心不起来。宋延年也满脸喜气，把宋离、宋海兰、宋一欢都叫了过来。你们不是要结拜为义兄妹吗？正好族老都在，我们一起做个见证。杨玉瑶一拍手，这岂不是喜上加喜？妙啊！我今天一下多出2个女儿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宋梅、宋一欢高高兴兴拉着宋海兰和宋离跪在地上，宋海明也并排跪在旁边。宋一欢斜眼看看他，大哥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宋海明微微一笑，怎么能少了我？我和宋离妹妹可是交换过信物的。宋离一手挽住宋海明，一手挽住宋一欢，眼睛盯着宋海兰，我们一起结拜。招娣差点被眼前的画面闪瞎双眼，好大的脸！你什么身份？心里有点避数。今天是我认祖归宗的大喜日子，你非要舔个大脸抢风头是吗？好好好，我也结拜。你们4个永远别想孤立我。我跟宋离一直姐妹相称。娘，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杨玉瑶拉住，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。梅儿，莫要意气用事，枉费你姐姐为你铺路。宋梅恕他眼拙，真没看出宋一欢哪里是在为他铺路。杨玉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宋离骨骼清奇，是万里挑一的武学奇才。你姐姐发现这点后，就故意与他套近乎，就是为了让他死心塌地效忠宋家，也死心塌地效忠你。你可知，你姐姐虽然与三皇子订婚，但她不拘小节，行事乖张，三皇子和当今圣上都对她颇有微词。我与你父亲分析，这亲事十有八九是不成了，到时候还得你去顶上。宋梅，梅儿，若是你能成为三皇子妃，宋家必然竭尽全力送你登上那个位置，你身边也势必需要几个忠心耿耿的仆奴，而宋离就是其中一个，你明白吗？宋梅内心已是惊涛骇浪，没想到宋家对她的未来有着这样宏大的规划。Sorry， 是她肤浅了，她的目光不该只居于眼前。宋离只是她的一枚棋子，而她却妒恨他，她何其短视，这样怎么能成大事？多谢娘亲提点，是我太喜欢宋离了，看到他们结拜就没忍住，以后我都听娘亲安排。娘的好闺女！杨玉瑶抱着她拍了拍。宋梅靠在杨玉瑶怀中，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心，同时内心也不断提醒自己，宋家既然能从土匪跻身到世家大族，心眼子必不是常人能比的。他站在宋家的肩膀上去竞争后位，可以说有天然的优势，他绝不能再拖后腿。他要让宋家人认可他的能力和手段，继而拼尽全力支持他，不可以再鼠目寸光嫉妒宋离，更不需要对宋离下手，因为一旦他入局，宋家就算发现他是假的，也得硬着头皮支持他。宋离再不满意，为了宋家着想，也得效忠他，这是格局。这一刻，宋梅的大脑前所未有一片清明。等两人回去，宋离4人刚刚结拜完毕，正跪在地上傻笑。宋梅俯视着他们，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4员猛将，内心一阵欣慰。宋离、宋梅那是什么眼神？娘又给他吃了几张大饼，把他撑成这样。不过现在剧情走向成谜，他居然改名成宋梅，噗，神仙起名，听着就励志，比宋楚然强多了。杨玉瑶扶了扶耳鬓的发丝，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谁取的。中午，宋府设宴，族老们年纪虽大，但酒量不减，众人觥筹交错，喝得不亦乐乎。招娣忙于课业，吃完便回去了。她现在白天练规矩，午休学女工，晚上读古籍，恨不得24小时连轴转，一点时间都不舍得浪费。因为早上跟容嬷嬷请了假，所以今天她不需要学规矩，她要利用下午这段时间，争取把这个朝代的诗词全过一遍，才能确定唐诗300首是否能用。而且就算能用，一些典故、人名、地名也需要根据这世界变通一下，可不能犯什么忌讳。做好规划，更是1秒都不敢代谢，一心扑到了古籍上。宋家已经为他买了全套的书，他缺什么也可以直接喊下人去买，银子都是直接从库房支取，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宋离4人吃喝打闹，宋梅案前苦读。入夜不知怎的，宋梅忽然发起了高烧，还是给她送饭的小丫鬟发现的，当即匆匆赶到前厅，告诉了正在吃饭的宋家人。族老们还没走，听说此事后都面色不愉，定是他对先祖不敬，触怒了先祖亡灵，让他去祠堂跪3天，求得先祖原谅便好了。
第23章800个心眼子。宋延年低头沉思，没有接话。他也不懂为什么族老们对宋梅亲近不起来，除了让族老们第一眼看见宋离，又在宋梅入族谱后让宋离与另外3个孩子结拜结省一顿宴席，他没有搞过任何小动作。去叫老庄，务必把我的女儿治好。明天就是给皇子公主选伴读的日子，说是伴读，实则就是质子。别人可以不送，他们这些手握兵权的老家伙却是不得不送。宋梅要是去不了，他还得换上别的孩子，要不送老大或者老二去当羽林卫，放在老皇帝眼皮子底下，要不主动让奕欢与三皇子退亲，并送奕欢去选秀。以前他就觉得三皇子对奕欢不冷不热，皇帝也没有任何提点，貌似是对奕欢不满意。但想到老皇帝是在危难关头主动与宋家定下的娃娃亲，他堂堂天子总不会出尔反尔吧？何况当时有许多老臣都看见了。可就在前几天，他听到了宋离的心声，没想到他如珠如宝的女儿终究是去了那吃人的四方囚笼。在听到女儿仅仅1年就落得个一尸两命的下场时，天知道他当时什么心情，又是如何压制住自己的狂暴的情绪。当晚他就和妻子商议，有个现成的内奸，为何不用？不如推宋梅当三皇子妃。如果三皇子连温柔贤淑的宋梅也看不上，那就让宋梅去伺候老皇帝，他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杨玉瑶与他一拍即合，夫妻俩开始慢慢给宋梅喂大饼，你1块我1块，宋梅自己再给自己吃1块，孩子们不就安全了吗？宋延年心里装着事，吃过晚饭便拖家带口去看宋梅。宋梅躺在床上精神萎靡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倒是有几分可爱。看到大家都来看她，心中畏贴不已，都是她的忠犬，就连宋离都瞅着格外顺眼。梅儿，你就是太用功了，把自个的身体累坏了，学海无涯，慢慢来。你性情温顺，端庄贤淑，又是西北大将军的女儿，谁还能轻视了你？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？杨玉瑶亲自绞了一条汗巾，帮她擦拭额头和双手。宋延年也笑得慈爱，你娘说的对，有爹和西北军给你撑腰，不必这么拼命，身体最重要。宋梅感动的眼眶都红了，实则内心毫无触动。宋离不死，她总是无法安心。身份、金钱、名声都是别人给的，但知识永远是自己的，谁也无法从她身上夺走。学得越多，她越安心。宋海兰拿出1包松子糖，妹妹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不舒服的时候就吃上1颗，马上就会开心起来。宋梅，谢谢你。你看我开心个鬼啊！宋海明送了她1盒梅香末，这末细细研磨开来，散发着清幽的梅香，正好与你的名字相应。宋梅难受到不想吐槽。宋离紧跟着递上了自己的礼物，我捡了几枝最漂亮的梅花，配我们最美丽的二小姐。嘻嘻，宋梅挤出一个微笑，就绕不开这个梅字了是吗？累了，毁灭吧。宋奕欢也带来了礼物，这是三皇子的诗集，我听丫鬟说你最近一直在钻研诗词歌赋，三皇子诗才瑰丽，或可对你有所启发。宋梅眼前一亮，终于见到一个正常人，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。他本想自己慢慢钻研三皇子的风格，继而投其所好，没想到宋奕欢直接把三皇子的个人诗集送到他手上，不愧是他的得力干将。真希望多几个宋奕欢、杨玉瑶这样聪明识大体的干将，少几个宋海兰、宋海明、宋离这样的二愣子、二姨子、二傻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三皇子的诗集市面上可没有，就算有谁侥幸得到1本，必定也会奉为传家之宝。而现在宋奕欢把诗集转交给了他，在他们还没退婚的时候转交给了他，这说明什么？宋奕欢是在向他表明心迹吗？他的意思是愿意放弃三皇子，并且愿意促成他与三皇子的姻缘吗？果然大家族教出来的孩子全是心眼子，行事那叫一个隐晦。相比之下他还嫩得很，还是要多学多看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他撑着发烧的身体坐起来，打开三皇子的诗集，入眼是龙飞凤舞的狂草，一勾一划，似一双巧手撩拨着他的心弦，身体忽然就更烫了几分。宋梅深吸一口气，趴在被窝里继续读起来。外面4个年轻人正商业胡吹，大哥的礼物一送出，二小姐的眼神瞬间就亮了几分，明显是被这个礼物惊喜到了。不，小妹的礼物才最好。宋梅，此乃天选之礼。倒是大妹，那本书不是你垫桌脚，嗨，不是你压箱底的宝贝吗？怎么舍得送给表妹了？嗨，自家妹妹当然要宠。二哥的礼物也叫我深受感动，二小姐最喜欢吃糖，难得二哥一直记得。兄长当如此。眨眼就是2天过去，宋梅一大早就梳洗整齐，里面穿了一条翠绿色的衣裙，外面搭了月牙白的朝云对襟短衫，清雅而不失灵动，如空谷幽兰，恰好适合她这个年纪。丫鬟望月给她梳了蝴蝶双髻，配上白玉梅花的发饰，整个人美极了。望叔在旁边点上梅香，让她的每一根发丝都充分染上梅花清幽的香气。
梅花头饰和梅香都是杨玉瑶特地送来的，她不能不用。容嬷嬷仔细查看了她的装扮，确定没问题后点点头。你是我教过最努力的学生。她第一次开口称赞宋梅。宋梅屈膝一礼，诚恳道：还未谢过嬷嬷，嬷嬷且受我一拜。这几天她总有种预感，她能从容嬷嬷这里得到什么机缘。容嬷嬷是伺候过太后的老人，说不得知道许多心秘，恭敬点总没错。容嬷嬷把她扶起来，哎，你已经学成，我再留在这里已是无用。你走后，我就向宋将军辞行，回青州老家。宋梅反手握住他的胳膊，嬷嬷不可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向您讨教，我这就去求父亲，让他把您留下给我当教养嬷嬷。容嬷嬷有一瞬间的触动，教养嬷嬷与贴身嬷嬷不同，更像是闺阁小姐的老师或者幕僚，不用干伺候人的活。正要说什么，这时宋延年走了进来，宋梅赶紧去求宋延年要把容嬷嬷留下，宋延年当即就同意了，还开出2倍的月钱，让容嬷嬷好生照看宋梅。容嬷嬷跪在地上给两人磕了个头，她无儿无女，能留在宋府养老，对她来说是极好的。宋梅对她恭敬，为人又刻苦努力，难得的是能沉下心来，将来说不得要有大造化，她的心愿或许能够达成。等宋梅要走的时候，容嬷嬷把她叫住，在她头上画了一朵海棠纹的花钿。老奴知姑娘胸有沟壑，但切记过犹不及的道理。宋梅若有所思，点头离去。走到门口时，却发现宋离正靠着门框在等她。宋梅不禁问道：爹爹，宋离也去吗？宋延年含糊应道：让他陪你去，提前适应一下。实际心中无奈至极，这几天他每天都能听到宋离的心声，天天吵着想去宫里看看，其他几个孩子也帮他求情，让他去。没办法，亲闺女只能满足他。宋梅却在一旁窃喜，让他提前适应丫鬟的角色吗？愚蠢的宋家人把自己的亲闺女送给他当丫鬟，还以为自己算无一策，真是一群蠢货。虽然各种规矩早已了然于心，但走进巍峨的朱红色大门后，宋梅还是控制不住的紧张。宋延年只能在宫外等待，每位候选的小姐只能带一个丫鬟进入。宋离稳稳站在他斜后方，余光就能看见的地方，偶尔有人靠近，他还知道用手挡一下。宋梅竟然莫名觉得安心。也是这个时候，他才彻底明白了杨玉瑶的良苦用心，培养忠心有能力的仆奴是多么重要。跟宋梅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女孩，她们大概是互相认识，一路有说有笑，却刻意把宋梅排挤到一边。但宋梅并不理会，她的灵魂是一个30岁的成年人，怎么会在乎这种小把戏？她泰然自若，不骄不躁，跟在领路太监身后，来到皇后所居的宫殿太和宫。所有候选者站成一列，丫鬟在旁边等候。不多时，4位公主也被请了上来。大公主、2公主、3公主已经成年，此次是给4到7公主选伴读。又过了一会，皇后出场，被丫鬟扶着，从候选人面前依次走过。走到宋梅前面时，她停了下来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？瞧着面生。宋梅出列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，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女名叫宋梅，今年8岁，是西北大将军的嫡次女。一说嫡次女，皇后就明白了，前些日子宋延年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，这件事已在京城传遍了。宋梅这个名字倒是别致，虽然是夸奖的话，但语气却是略带嘲讽。宋梅咬咬牙，名字已不可更改，她纵使怨恨宋延年也无益，只能多多找补，让普通的名字富有深意。宝剑锋从魔力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父亲希望我苦难过后余生顺遂，故起名梅。恰这时，一众皇子从游廊走过，3皇子蓦然回首，大概是从没见过个性签名比他还牛批的人，一下子就引起了他兴趣。皇兄，皇妹们正在选伴读，我们也去凑个热闹。第24章，这蝴蝶是懂宫斗的。太子魏封，明面上以大皇子为尊，可正好要给母后请安，顺便去看看吧。大皇子一马当先走在前面。今天能路过这儿的，谁不是想在公主伴读的事上掺一脚？大家默契不提罢了。宝剑锋从魔力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皇后细细品味这句话，此句精妙，是谁的佳作？宋梅低着头，却也能看见几只蟒纹靴从面前经过，看样是年轻男子的。他眼珠一转，心中有了计较，是父亲的佳作。他语气迟疑，既能让人看出疑问，又不显得拔尖。哦，宋将军竟是深藏不露。3皇子表情玩味说了一句，随后给皇后请安，母后不介意，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吧。3皇子是皇后唯一的儿子，皇后自然对他和颜悦色，你们能替本宫长长眼也是好的。其他皇子也紧跟着请安，这件事便略过了。宋离站在旁边耐心等待着，等众位皇子全部落座，他根据坐的顺序区分出了1到8皇子。大皇子、2皇子能力有限，是炮灰；4皇子才华横溢，却不孕不育；5皇子心机深沉，母家却拖后腿。
6、7、8皇子年龄过小，没有争的资格，而3皇子就是本文的男主。他与宋梅的爱情可谓一波三折。先是母亲发现了宋梅对3皇子起了心思，私下里严肃警告了他，然后母亲就被小坏种撞死了。随后姐姐发现他要抢自己男人，姐姐就被发现与外男私通，宋家不得已解除了姐姐与3皇子的婚约。二哥以为姐姐是被3皇子所害，对3皇子人品产生质疑，不忍看着宋梅掉入火坑，于是对他们横加阻拦，然后二哥就被发现与前朝余孽私通。谁想解决了自家人后，皇帝又看上了宋梅，于是两人又祭献了姐姐。最终踩着宋家人的尸骨，渣男贱女终成眷属。宋离眯起眼睛，但人都是贱皮子，如果没了那些爱情路上的试金石，全世界都支持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还能那么义无反顾爱到死去活来吗？要我说，4皇子虽然不孕不育，但娘家实力强横，比3皇子那个骚包强多了。最重要的是好看，4皇子可真好看呀！要是放在现代，凭那张脸就能成巨星了。而且不孕不育多好啊，生孩子遭罪着呢。我可不想姐姐难产而死。宋家3个男人，对，不孕不育最好，我得想个办法把给姐姐和4皇子搭线。宋一欢脸色微红，亲妹妹就是不一样，把最好看的留给她。宋离私下看了一眼，见众人都注视着选拔现场，偷偷从背后放出一只翠绿的蝴蝶。去吧，找身上有梅香的那个。他连着3天给宋梅送梅花，娘亲更是狠绝，直接给宋梅熏梅香。蝴蝶说什么也不会找错人了。翠绿的蝴蝶挥动着美丽的翅膀翩然起舞，直接朝着候选的姑娘们飞去。趴在墙头的4个人还真是蝴蝶，原来变态是我自己。4月初的蝴蝶不能说少见，只能说没有，一出现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4公主和5公主已经选完伴读，此刻正轮到6公主。见此情景，6公主萧灵溪得意地扫了一眼其他公主，然后向皇后撒娇：母后，初春寒凉，这只小小的蝴蝶不仅没有冻僵，还我选伴读的时候来凑热闹，看来不是凡物，不如就让她带我来选吧。萧灵溪是皇后亲生的女儿，皇后对她十分宠溺，一个伴读不好可以再换，她的希儿高兴最重要。调皮，依你就是，要是选的不好，你可不要跟我哭鼻子。母后莫要小瞧我，我才不会呢。母女2个说笑了一会，蝴蝶也慢慢被沾满胭脂香粉的贵女们吸引，她轻巧地盘旋在半空，久久不肯离去，似乎在挑选一朵最美丽的花。终于，她找到了喜欢的那朵，绕着宋梅飞了一圈后，停在了她的梅花簪上。而宋梅的美貌也仿佛在这一瞬间被点亮，大家好像从没认真看过她，如今细看之下，如晨曦中走出来的仙子一般，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光晕。宋梅心中窃喜不已，她果然是天选之女，小动物都被她的得天独厚的气韵吸引来了。不知谁惊呼了一声，众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，或是惊艳，或是嫉妒。特别是站在宋梅旁边的女生，她名叫白玉蝶，是护国公的嫡孙女，全场穿戴最华丽，名字里还有个蝶，蝴蝶却不落她身上，害她成了宋梅的陪衬。白玉蝶恨不得一巴掌上去拍死那只蝴蝶。这个村里来的野丫头怎么这么好命，连蝴蝶都向着她。对了，蝴蝶，这个世界本就没有蝴蝶，现在却突然出现一只，还不偏不倚落在宋梅头上，说不得她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。皇后娘娘，这只蝴蝶出现的蹊跷。话还没说完，蝴蝶离开了宋梅的发簪，扑闪2下翅膀后落在了白玉蝶的肩膀上。乃祥瑞也。白玉蝶义正言辞道。宋离，这蝴蝶是懂宫斗的。白玉蝶也是个人才，她因为出生时屁股上长了一大块黑色胎记，所以不能与皇族联姻，眼看她长大后胎记消失了，老皇帝也把所有皇子全部预定出去了。作为京城身份最贵重的臣女，白玉蝶十分不甘心。原著中她相中了5皇子，还搅黄了5皇子的亲事，3皇子怕5皇子事大，使了点手段，让白玉蝶代替6公主去南蛮和亲去了。但谁能想到啊，家人们，5年后，白玉蝶在南蛮垂帘听政了。从此以后，白玉蝶就成了最大反派，专门跟那对渣男贱女对着干，比宋家争气多了。宋延年摸着胡须，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宋海兰双眼放光，可惜他没有一个皇帝爹，白玉蝶看不上他。宋海明倒是没有什么想法，他此刻正在想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要杀5皇子？场上，皇后对于选拔结果十分满意，恨不得拍掌叫好。3皇子也是眉眼带着笑意。白玉蝶的祖父是护国公白宗堂，掌管西南兵马，而宋梅的父亲宋延年掌西北大军。这2人如今都被蝴蝶选中，成了希儿的伴读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其他皇子就高兴不起来了。3皇子仅凭一只蝴蝶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吸纳了2个手握实权的大将军。关键是他们还不能说3道4，闹到皇帝跟前他们也没理。5皇子目光阴冷，好不容易与白玉蝶巧遇几次，也给白玉蝶留了好印象，
没想却半路杀出一只蝴蝶。既然天意如此，那白家姑娘、宋家姑娘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两个便给希儿当伴读吧。皇后宣布道。宋梅高高兴兴道了一声是。白玉蝶则是偷偷看了五皇子一眼，见他低垂着头，并没有看他，便收敛了心神，也道了一声是。接下来是给七公主选伴读。七公主是五皇子的亲妹妹，错过了白玉蝶，五皇子只能矬子里面拔大个，给七公主使眼色，选了户部尚书的孙女和他的未婚妻姚云婉。姚云婉的父亲是殿前红人姚志和，官拜御史大夫，虽无实权，但也能在皇帝跟前说得上话。没选中的送出宫去，选中的留下与公主们茶话会。几位皇子也留下来凑热闹。三皇子不知无意还是有意，正好坐在了宋梅旁边。天界的孩子一身贵气，纵使什么也不干，坐在那里也气势逼人。宋梅偷偷瞄了一眼三皇子俊美的侧脸，紧张到鼻尖冒汗。哼！三皇子鼻尖溢出一个愉快的音节。那首诗真是宋将军所作？他忽然问道。宋梅一双眼睛似小鹿般惊慌。待我把这句诗念给父皇听，父皇必定会与宋将军探讨一番。三皇子不可！宋梅咬住下唇，小手轻轻捏住他的衣角，眼中似含着晨雾，像一只委屈的小猫，叫人忍不住逗弄一番。三皇子眼中腥味更浓，吃惯了山珍海味，竟然觉得这爽口小菜分外可口。第25章，感情一张白纸。哦，好诗当教天下人诵读，为何本王不能告诉父皇？三皇子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的笑。站在不远处的宋离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像喝了3斤油一样，浑身难受。但宋梅却很是受用，感受着三皇子挑逗的气息，脸蛋微微发红。虽然现在他表面上可怜兮兮，但内心已经镇定下来。说到底，三皇子现在也只是个15岁的小毛孩，看起来气势迫人，但玩的都是小孩子把戏。他还怕个嘚？他夹着嗓子轻声哀求道：“我说实话，三皇子殿下不要告诉别人可好？”被这样一个软糯的可人求着，三皇子虽有心逗弄，却也不想吓着他。你说本王不告诉别人便是？宋梅浅浅一笑，坦然道：“是我写的。”他本想矫揉造作一番，但想到此事凌厉坚韧，他不好再做那种姿态，便大大方方承认了。三皇子微微摇头，似是不信：“你小小年纪如何能写出此等意境的诗？”宋梅眼中划过一丝受伤，正要辩解，恰这时那只星姬蝶又飞了回来，稳稳落在宋梅的肩膀。翅膀扇动间，宋梅的脸庞变得圣洁，就连那受伤的眼神也升级为悲天悯人的慈悲。三皇子深吸一口气，只觉眼前的宋梅如天降圣女，纯洁美好，不可亵渎，偏偏又忍不住生出染指的心思。三皇子捻了一下拇指上的玉扳指，垂下眼眸：“好了，本王是逗你玩的，你流落在外吃过苦，自然有这种心境，本王向你认错，你可别跟你姐姐告状。”听到三皇子提起宋奕欢，宋梅身形一僵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才不会告状呢。”三皇子眼珠转动：“初8是浴佛节，待我转告奕欢，我在护国寺等他。”宋梅：“好。”虽然宋奕欢把萧逸风让给了他，但还得他自己攻略。宋家妹妹，该松手了。正想着，就听三皇子在耳旁如此说道。宋梅一愣，似乎才发现自己还抓着三皇子的衣袖，赶紧松开，低头间耳尖已是绯红。三皇子轻笑一声，与皇后和众位皇子公主辞行。其他皇子见此也不好多待，陆续也都走了。宋梅望着三皇子离去的背影，内心百感交集。她前世虽然活到30岁，但是没谈过恋爱，身边只有7、8个男性好朋友，他们可怜她是孤儿，都很照顾她，生活中处处帮助，有的借她房子住，有的给她送早餐，有的给她修水管电脑，有的陪她彻夜长谈。她觉得跟朋友们一起很幸福，不谈恋爱又何妨？所以在感情上，她还只是一张白纸，跟青春期的少女差不多，并不比15岁的萧逸风强到哪里。刚才她隐约能感受到萧逸风对她有好感，但她不确定这好感从何而来。也许是因为她是宋奕欢的妹妹，也许是因为她刚才念的那首诗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三皇子名叫萧逸风，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吧？随着萧逸风的背影消失，宋梅也收回了思绪。作为萧灵溪的伴读，自然要跟萧灵溪多接触。宋梅主动与萧灵溪交谈，萧灵溪也有心与她亲近。很快，两人便熟络起来。出宫时，两人已约好私下互叫对方的小名。宋梅称萧灵溪为希儿，萧灵溪称宋梅为妹儿。倒是白玉蝶客气而又疏离，与萧灵溪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，但萧灵溪却对白玉蝶十分礼遇，这让宋梅感到一丝危机。回到家中，杨玉瑶问起宋梅在宫中的状况，宋梅和盘托出，甚至还让杨玉瑶帮她分析三皇子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三皇子与姐姐是未婚夫妻，想来还是有些感情的吧，不如还是让姐姐。杨玉瑶抬手打断她的话，
去年你姐姐生辰，皇后娘娘都差人送了礼物，三皇子却连生辰宴都没参加。梅儿，娘是过来人了，你听娘说，三皇子既然想约你姐姐见面，为何不当面说？他们有婚约在身，难道还怕人说嘴？再者，你这么小的年纪，他让你来传话，他不害臊吗？宋梅小脸通红，那三皇子的意思是，还用问吗？因为他想见的人是你。杨玉瑶这次倒是没有糊弄他，萧逸峰如此做派，明显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如此肤浅，配不上他的闺女。宋梅却被幸福冲昏了头脑，脑海中全是萧逸峰完美的侧脸，还有他身上淡淡的兰香，耳边仿佛还能听到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对他说：“宋家妹妹。”他不禁双手捂住脸，前世他从未遇到过身份这么尊贵的男人，现在他遇到了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可是娘，我只有8岁，我如何才能让三皇子等我6年？杨玉瑶拍拍他的手，勾唇一笑：“梅儿，只要你爹手握兵权，就是10年，他也等得。再说，为何要等6年？或许等个2、3年就可以了。”宋梅眨眨眼：“我不是及笄以后才能成亲吗？”杨玉瑶被他逗笑了：“傻姑娘，你听谁说的？女子出巢后便可成婚，娘让大夫好好给你调理身子，把你养得珠圆玉润，说不得2年。”娘，宋梅羞的把头埋在杨玉瑶膝上，竟然跟电视里演的不一样，看来她还得多学习这个时代的民俗风情。虽然不想成亲太早，但优秀的男人不等人，为了萧逸峰，也为了以后登上那个位置，他愿意牺牲自己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白玉蝶也被6公主选中为伴读？杨玉瑶忽然问道。是，娘亲觉得哪里不妥吗？宋梅抬起头来，一脸懵懂的样子，但心里却给杨玉瑶点了个赞，跟她想到一处去了。杨玉瑶神色凝重，白玉蝶她爷爷手里的兵比你爹的还多，而且白玉蝶比你大1岁。宋梅瞬间紧张起来，娘，我瞧着白玉蝶小小年纪便一身雍容华贵的气度，万一三皇子喜欢上她，要不我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说什么傻话？杨玉瑶打断他，你养胖点也能雍容华贵。梅儿，你听娘说，以后你每天下学都把白玉蝶带到咱们家玩，你那2个哥哥也算得上是京城有名的美男子。第26章美男计。杨玉瑶说了一大堆，宋梅越听越不对劲，听到最后一张脸跟便秘一样，让2个哥哥对白玉蝶使美男计，他疯了吧？别人不知道这俩货啥样，他当娘的还不知道吗？是，他俩脸长得还行，他刚开始也被这2张脸迷惑过，但也就只有脸了吧。这俩玩意谱性下头，愚蠢2逼，只要一接触，是个女的都得吓跑。到时候是结亲还是结仇？娘，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，总不能为了我牺牲哥哥们的幸福吧？杨玉瑶大手一挥，他们牺牲什么？就照娘说的做。就算不成，到时候传出点风言风语，白玉蝶也别想当皇室的儿媳。宋梅眼前一亮，对啊，这个时代女子名声最重要，到时候就算没什么，她也可以传出点什么呀。次日，宋梅早早起床，望舒望月帮她拾掇整齐，但宋离不早早过来候着，这让她有些不满。正要派人去叫，却听见门口通传：“2少爷来了。”宋梅赶紧把眼睛睁圆，笑着出去迎接：“哥哥来了。”咦，宋离没跟你一起吗？宋海兰一笑，如果是以前，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么普通的一句话，但现在的他已经能听出来宋梅在给宋离上眼药。宋离底子太差，还得练，在他学成之前，先让望月跟着你。宋梅有一瞬间的失望，他本想让宋离帮他背书匣的，听说中午还要在宫里用餐，到时候还能让宋离给他端茶倒水，现在全泡汤了。哥哥可要快点教宋离，没有他我会不习惯的。宋海兰点点头，哥哥做事你放心。宋梅呵呵哒，小妹，下学别忘了把白家姑娘带过来。宋梅当然记得这个事，叫哥哥费心了。宋海兰，兄长当如此。宋梅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与宋海兰道别走了。宋海兰把他送出院子，等他走远了，又折了回去，在宋梅的装匣里一顿翻找，最后在暗格里找到了那条玉坠。这东西他不配，取走坠子，然后来到宋奕欢的戚无院。自从他们结拜后，宋离的东西便被宋奕欢全部打包带到了他的院子，从此俩人住一块，俩姐妹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下人们见宋家的小主子们都这么喜欢宋离，便也对宋离十分恭敬。昨天宋离说想去城南逛一逛，那里是贫民区，鱼龙混杂，实在没什么可逛的，但小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，所以他们兄妹4人决定一起去。姐姐，大哥，我看见2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他刚走到门口，小妹就看见他了，应该是在一直等他吧。看着宋离飞奔出门，宋海兰心中暖暖的。4人步行上街，正好带宋离见识一下京城的风土人情。宋离给军营里的士兵改装武器赚了点钱，
哥哥姐姐还有爹娘也给了他一些钱，粗略算下来，他现在是个有500两银子的小富婆。但他前世摆烂惯了，对吃的穿的提不起兴致，唯一喜欢的就是改装武器，刀鞘上加上机关，砍人的时候能弹出石灰粉，鞋头插入匕首，一脚下去能物理阉割，鞭子上编进石棉，抽到肉里能让人疼得想自杀。不过石棉这东西稀有，机缘巧合才能碰到，而且危害太大，不易传播，不是十分信任的人，他不会让人知道。他还做了简易炸药，放在马鞍下面，人骑马的时候摩擦生热，热量积攒到一定程度能把人炸飞，当然蛋蛋也绝对会炸飞。这次上街他又买了点材料，准备回去多给姐姐做几样暗器。女人不比男人，就算练得再好，力量上的悬殊也无法弥补。俗话说一力降十会，那是千百年来总结的经验。电视剧里一个女人单挑几个男人看看就行了，千万别当真。真上的话，最好几个女人打一个男人，如果人手不够，能靠这些旁门左道取胜或者保命，一点都不寒碜。前世他除了自身功夫过硬，就是靠着这些东西让全家人变老实。一路走走停停就到了城南，被3个人跟着，宋离不能自由走动，有点心急。话说榆树胡同在哪儿？我贸然去找肯定会被怀疑吧，但是好着急啊，好想去看看宋梅的亲生父母和亲哥哥。让我想想找个什么借口。3人，宋梅的亲生父母和哥哥，去，必须去。宋海明忽然道，城南有几条胡同景致不错，不如我们带小妹去看看。宋海兰点头，要说环境最清幽的要属榆树胡同，里面还有户人家卖木雕，小妹想去看看吗？宋离压住嘴角的笑，那就去看看吧。宋一欢咬了一口肉饼，堵住想笑的嘴。小妹还挺能装。城南不大，很快就到了榆树胡同，相对而言这里确实要好得多。其他胡同房子狭小而密集，榆树胡同却干净整洁，屋舍宽敞，也没有贼眉鼠眼的人探头探脑。宋离眼睛依次扫过每户人家的门口。宋梅家门口种了一棵歪脖子枣树，树上有刺，脖子还歪，咦，那棵不就是？恰这时宋一欢道，小妹，我有个想法，你说咱们用枣刺能做暗器吗？宋离抿嘴，姐姐，你的想法很好，我觉得应该可以，等碰到枣树，我们多采点枣刺。宋一欢心里偷笑，小妹还真憋得住。宋海兰伸手指了一个方向，正是宋梅家门口，那不就是枣树吗？咱们过去看看。宋离，亲哥亲姐，实在太有默契了，这就是冥冥之中上天注定的缘分吧。4人快步走到宋梅家门口，见院门紧闭，宋海兰直接跳到墙头上，我在上面踩，你们在下面踩。宋海明也笑眯眯道，今日无事，不着急，咱们慢慢踩。刚说完，就听到院内一男生大喝，喂，你谁啊？爬我家墙上干什么？是不是想偷东西？宋海兰两眼放光，立刻回头仔细去看那人的面容，大约17、18岁，皮肤细嫩，唇红齿白，虽然是男子，但男生女相，比女人还妖娆妩媚，眉宇之间的一丝阴气让他愈发吸人眼球。眼睛跟宋梅有点像，细看还真像兄妹。宋海兰笑呵呵拱手道，这位兄台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就是踩点你家枣刺。男人警惕地看着他，踩枣刺爬到他家墙头踩，难道枣刺只长在树梢上？这人眼神下流，眼睛一直在他身上转，恐怕想踩的不是枣刺。他堂堂男儿如何能忍得了这个？还说不是坏人，偷我家枣刺，跟我去见官。宋离在下面急坏了，这奇葩听着声音年轻，应该是宋梅的哥哥董宝坤吧？快出来让小爷看看，书中的容貌毅力，俊俏风流，惹得无数小姐现身又送盘缠的秀才长什么样？不光是宋离急，宋一欢和宋海明也急。宋海明也直接跳上墙头，不是吧小哥，才几根枣刺也要见官？你这度量也太小了些。就是，度量比女人还小，我就踩你，能把我怎样？有种你出来打我啊！说完，宋海兰拉着宋海明跳下墙头，还把枣树摇得哗哗响。兔崽子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董宝坤最忍不了别人拿他跟女人比，当即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。一出门口就看到了英姿飒爽、面容绝美如女神舞的宋一欢。董宝坤愣在那里，眼中满是惊艳。宋离赶紧挡在前面，可不能让这俩人看对眼，按照剧情，将来姐姐就是和这个渣男私通的。第27章，诡计多端的穷男人。宋一欢捏着下巴，确实，这男的长得像个小娘们，让他产生了调戏的欲望。董宝坤被宋离挡住视线后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轻咳一声，客气问道：“谁要踩枣刺？我去拿锯子。”宋离翻了个白眼，不愧是软饭王，见了美女小嘴一下子就变甜了。这宅子都是女人给他租的呢。我记得好像是城南刘屠户的女儿，小丫头长得挺漂亮，就是太单纯了，被这渣仔3言2语迷得找不着北，怕她读书辛苦，吃不好住不好，
把从小攒的零用钱全花在了他身上，给他租房子，还给他伙食费，连他爹的猪肉都偷偷拿来送他。董宝坤也答应那女孩，待他秋闱考取功名，便上门提亲。为此，还特意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，然后一家人靠小姑娘养着。宋家三兄妹，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哦，不对，董宝坤怜惜小姑娘一个人负担太大，又勾搭了2个帮他分担，当然也答应秋闱以后娶她们。真要算下来，董宝坤这一路从老家走来，至少答应了50个少女要娶她们。宋家三兄妹，三观炸裂，真给他们男人丢脸！呸！他连人都算不上，应该叫只会配种的畜生。宋海明上前搂住他的肩膀，使劲拍了拍：“小哥，不送我们去见官了吗？”董宝坤忍着疼拱手道：“诸位能看上我家的枣树，是这枣树的福气，不管是锯还是挖，我愿意送给各位。”他一边说着，眼睛一边往宋一欢的方位瞟。单论相貌，他长在宋一欢审美点上的，但加上人品，抱歉，他不收垃圾。手痒，很想做点什么，但当着宋离的面，他不好太过暴力。算了，大哥，枣树有的是，咱们走吧。不是要去看木雕吗？4人就是来认个门，看个新鲜。既然人找到了，自然不用再跟他废话。宋海明松开董宝坤，几人继续往前走，隔着2户人家就是老马木雕。几人进去溜达溜达，做个样子。谁想董宝坤也跟着走了进来。见众人都看他，董宝坤讪笑：“你们看你们的，哼，我就是想起家中老母缺个拐杖。”4人不再说话，走出店外，气得老马把董宝坤往外轰：“都怪你，影响我生意，走走走！”莫名其妙。董宝坤觉得他很好笑，他往猪肉摊一站，大姑子小媳妇都排着队买猪肉呢。那是人家本来就没想买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你这个骚狐狸，瞧着让人心烦。你，哼！眼看4人已经走远，董宝坤不再跟老马争辩，悄悄从后面跟上。刚才那个女人虽然不算是他接触过最美的，但却是最戳他心窝子的。他相信他们还会再见面的，但在此之前，先让他瞧瞧她是谁家的小姐。4人也都注意到了身后的小尾巴。宋离考虑到宋梅每天早出晚归，让董宝坤认一认也不错。哥哥姐姐，今天家里有烤鹿肉，我想回家吃饭。3兄妹心思各异，也都答应了。好，回去吃烤鹿肉。直到进了宋府大门，尾巴才消失。4人都恶心坏了，但都一点都没表现出来。宋离不禁感叹剧情强大，仅一面之缘，董宝坤就跟过来了。要是多见几面，2人不得死。不行，不能放松警惕。姐姐好难色，在军营里还调戏士兵，不能让他们再见面。宋海明和宋海兰，看来大妹最近缺少锻炼。宋一欢急的想堵住宋离的嘴，关键是得给姐姐做好思想工作。男人玩玩就算了，不能把自己搭进去。2个男人互视一眼，小妹说的对。不对，玩什么玩？玩什么不好玩？男人烤鹿肉的时候，几人边烤边闲聊，宋离便讲起以前听过的几个故事。我当乞丐的时候，听过几件骇人听闻的事，说是有一位富商给独女招上门女婿，结果女婿上门头1天就杀光了富商全家。哦，这不是？宋海兰正要说什么，被宋海明用咳嗽声打断。宋海明警惕地看了眼四周，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。宋海兰只走下人，凑到宋离耳边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这件事以后千万别讲给别人听，因为那上门女婿就是……”他用手指了指天。宋离惊得捂住嘴巴。卧槽！堂堂大齐皇帝竟是如此无耻之徒。原文中没说，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八卦，多吃瓜。很多细节隐藏在八卦里，而细节能决定成败。不对，跑题了。我本意是要讲给姐姐听，让她长个心眼，不要相信穷酸男人。他缓了一会，我还听过一件事，有一位富商资助秀才女婿科考，但女婿考上以后，转头就娶了京中一官家小姐。为了事情不败露，还雇人去杀富商一家。宋海兰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：“小妹，你怎么知道御史大夫姚志和的把柄？”宋离，我说为什么姚志和资质平庸，却能成殿前红人？原来是因为这俩货臭味相投。也不怪白玉蝶轻而易举就毁了姚云婉和五皇子的婚事，他爹肯定不少黑料。呵呵，我哪知道是他？我这都是听乞丐们说的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，谁都别打岔。话说一个庄稼汉相中一位富家小姐，但身份悬殊，他高攀不上，于是他趁着小姐去寺庙上香，半路将小姐玷污了，还倒打一耙说小姐勾引他。这位小姐的父母怕坏了家里名声，只得把女儿嫁给他。男人靠着小姐的嫁妆盖了新房，买了田地，还纳了3房小妾。小姐对他没有好脸色，他竟直接把小姐活活打死了。3人一言不发，全都震惊地看着宋离。宋离把烤肉放下：“怎么了？说吧，这庄稼汉是谁？”宋一欢压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这是端亲王
那位的亲弟弟。宋离点点头，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所以没有很震惊。一个窝睡不出2种鸟，尤其是杜鹃鸟，他们萧家的血脉还真是很毒，这样一看都不敢给姐姐和四皇子搭线了，就怕四皇子也是那样的坏种。宋一欢挑眉，有点道理，但谁是杜鹃鸟还不一定呢。宋离就是挑了几件野史说，没想到全是名人名士，搞得他都不敢唠嗑了。又一想，都说野史当正史看，也不是无的放矢，他讲野史干什么？他可是现代人啊，为什么不用现代的例子？我再说一个，绝对是你们不知道的，要是这个你们也知道，我倒立洗头。他本想说倒立吃屎，但话到嘴边，愣是没敢立这个 flag。话说有个男子因为长得好看，被一富家女相中入赘，两人生活几年后，男子却喜欢上了别人，但他是入赘，妻子也为他生了3个孩子，他没有借口纳妾，于是他设计放了一把火，把妻子和3个孩子活活烧死在了屋里，然后他拿着妻子的嫁妆娶了心腹，还把妻子和3个孩子的尸骨封在锁魂井。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那个眼神？宋离有点心慌，实在是他们的眼神太过诡异，他心里发毛。宋海明带头鼓掌，打破凝固的氛围，这个讲得好，反正我确实是没听过。宋离松了半口气，你俩呢？你俩听过？没有。宋一欢和宋海兰一同摆手。宋离拍拍胸口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可是，不要心疼我倒立洗头哈，听过就是听过。3人互视一眼，坚定道，没听过，真没听过。五皇子的外祖父是把妻子和3个孩子的尸骨压在了封魂塔下面，什么锁魂井？他们真没听说过。宋离终于安心了。可我的意思是说，女人千万不能相信诡计多端的穷男人，他穷肯定有他穷的道理。嫁女高嫁，最次也得门当户对，起码不会谋财害命。宋海兰和宋海明十分赞同，小妹这话说的中肯。宋一欢，中肯，难为小妹这么为他操心了。都这样了，还不忘点题。烤肉已经滋滋冒油，4人再不闲聊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吃到一半，下人忽然来报，2小姐带着白家小姐往这边来了。宋海兰手上一顿，把烤肉放下，擦了擦嘴，再去厨房多拿点鹿肉，是时候展现她的才艺了。第28章大漠野炊王。下人动作很快，马上去厨房拿了半扇鹿肉回来。宋海兰，让你多拿一点，你拿半扇。而这时，宋梅和白玉蝶也走了过来。宋海兰调整好角度，让自己最英俊的侧脸面向白玉蝶，额间2缕发丝随风飘荡，端视翩翩少年，英武风流。他抽出腰间的长剑，一剑一下去，切下一大块鹿肉，剑尖一挑，鹿肉飞到半空。宋海兰鹰眼刺向鹿肉，手中狂挽剑花，霎时晃得众人眼花缭乱。剑每打一转，便片下薄薄一层鹿肉，不多时，肉块消失，转而一盘子片好的鹿肉码放得整整齐齐。宋梅已经看呆了，哇，这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情节，没想到让他看见真人版了。宋海兰这波逼装的满分。宋离，牛批。白玉蝶也有一瞬间的呆愣，随后道，宋梅，你们府上的厨子不错。宋梅，他们不认识吗？他软磨硬泡才把白玉蝶请来的，他们竟然不认识。这个二愣子也是，想使美男计还不穿得漂亮点，一身练武装，像个武夫。果然还是不该对宋二愣抱有希望。宋梅还不知道，宋延年和白宗堂为了避嫌，两人私下从不交往，孩子们也是敬而远之，更何况男女有别，宋家的男子又鲜少参加宴会，故而白玉蝶不认识宋海兰和宋海明。宋梅本想解释一下，却见宋海兰冲她微微摇了摇头，她便摆烂了，干脆不管了，只呵呵笑了2声。4人起身邀请白玉蝶和宋梅入座。等2人坐好后，宋梅对其他人解释道，六公主今天不舒服，下午告假，我们看过她以后便也回来了。众人点头。宋一欢倒是和白玉蝶见过几面，便首先对她寒暄道，白家妹妹近来可好？安好。白玉蝶回答，然后看了一眼宋海兰，宋家的厨子也能入座吗？宋海兰一笑，起身拱手，鄙人不是普通的厨子，鄙人是天下第一厨的首席大弟子，江湖人称苏长坡小霸王，西北狂刀36世传人，大漠野炊王札西德祖师，正是在下。宋家大公子邀请我来做客，故而我是以客人的身份坐在这里。宋离，好家伙，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的是吗？宋梅已经捂住了脑门，不想说话。白玉蝶点头，眼中倒是有了一丝兴趣，请你做一次饭多少钱？宋海兰，100两。宋离，你还真敢要价？白玉蝶掏出500两，转交给你的师傅，明天晚上请他到护国公府做饭，我倒要尝尝天下第一厨有何过人之处。宋海兰接过银票，放入袖中，他老人家去世了，我现在就是天下第一厨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每晚去护国公府做饭，
连坐5天。宋离，哥哥你嘴皮子这么溜，不怕被打吗？宋梅已经捂住了眼睛。白玉蝶微怒，觉得这个小厨子在戏弄她，但一想，若他做不好，砍了他便是，眉头又舒展了。宋海明跟着打圆场，这小子烤肉还是很好吃的。宋海兰适时拿起一双新筷子，把烤好的一大块鹿肉夹到白玉蝶盘中。白小姐请品尝。白玉蝶低头尝了一口，然后慢条斯理把整片吃完。宋梅松了口气，看来是挺好吃的吧。她也夹了一块尝，肉片薄厚均匀，弹而不老，鲜嫩的鹿肉和香醇的油脂配上鲜香的佐料，在味蕾中炸开，确实是味觉的享受。宋海兰尽职尽责，不停片肉、烤肉，直到白玉蝶放下筷子。她满意的看向宋海兰，不愧是大漠野炊王。宋离震惊，他真听进去了。白玉蝶继续道：所以你擅长的菜系是野炊？宋海兰面色凝重，我毕生都在寻找最鲜美的食材，用最原始的手段烹饪，还原食材本质，一啄一饮皆是自然。某种意义上讲，我做的不是菜，而是野性。白玉蝶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鹿肉我吃了不少，却从未尝过这种感觉，四风霜雪雨，刀光剑影。吓得宋离赶紧尝了一口，好吃，边缘整齐，是刀切出来的。明日你去我护国公府，祖父一定喜欢你，野炊王。白玉蝶继续说道。宋海兰扬起的嘴角落下，称号是别人给的，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野王，把吹字去掉。白玉蝶，这小子还真狂。野王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宋海兰灿然一笑，定不负所托。宋离，等明天护国公发现哥哥戏弄他孙女，一定打断哥哥的腿。一顿饭吃完，众人消过汗后，来到后山梅园散步。4月还有晚梅盛开，积雪映着绚丽的晚霞，煞是好看。宋梅忍不住咏叹：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众人继续走，没有人搭理他。宋梅看了一眼白玉蝶，好似在专注赏景。宋梅有些挫败，大家闺秀不是都爱吟诗作对吗？难道是因为他开口就是绝句，别人都不敢接了？宋离在后面看得想笑。白玉蝶可不是普通的大家闺秀，她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女人，她要的是权势，便去夺权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她都要母仪天下。诗词歌赋、女工才艺，这些她根本不屑去学，她想要什么，不用她说，自会有人双手奉上。这么说来，白玉蝶也是命里富贵，天生的皇后命。看面相也是雍容华贵，威严大气，可惜没有男人欣赏这款。男人普遍都见喜欢那种哭唧唧、茶里茶气的柔弱小白花。宋海兰，他就不是一般男人。忽然，他目光一变，如箭矢般向前冲去，恰好扶住了踩到碎石的白玉蝶。宋离暗暗给宋海兰竖了一个大拇指，哥哥这波绅士手加分，把拳头送到女生面前让她抓，而不是上手揽住女生的腰，真的好敢加分。果然，就见白玉蝶面色感激地看向宋海兰，手也没有及时松开，而是借着她的力道站稳了以后才放手，明显是不讨厌碰触宋海兰。宋海兰没想到他的一个无心之举能加分，赶紧在心里做好笔记。宋海明也是一样，把笔记记好，虽然他现在没有对象，但以后肯定会有的。第29章，美强惨。宋海兰无师自通，在白玉蝶松开他以后就退到2米远的距离。果然，又听见宋离的心声：2米是异性之间的安全距离，哥哥很会吗？等等，我怎么感觉哥哥在聊白玉蝶？太殷勤了，越看越像了。啧，没想到哥哥这个愣头青也有开窍的时候。回头问问他怎么肥似。宋海兰，妹妹也不是很精嘛，刚看出来。相比之下，宋一欢更了解宋海兰，早在他擦嘴的时候就看出了他的那点小心思。为了让哥哥能顺利一点，宋一欢拉着白玉蝶聊天：玉蝶妹妹，最近我得了一部兵法，很是晦涩难懂，不知妹妹有没有兴趣一起探讨一番？通过宋离的提示，他自动略过了那些钱可以买到的小玩意。白玉蝶一听兵法，果然来了兴趣。兵书千载难逢，得到兵书的人恨不得背下来以后立刻烧掉，这样兵书就只在自己肚子里了。宋一欢能分享，可见其十分大度。一欢姐姐如此大方，那我便却之不恭了。宋一欢一笑，只是要麻烦妹妹带我照顾一下门儿。她初来乍到，很多事情不懂，若能得妹妹提点，她也能少走许多弯路。白玉蝶瞄了一眼宋梅，看人的时候总是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，不看人的时候就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小家子气得很。她属实瞧不上，有时甚至盼着她出糗才好，但看在兵书的面子上，她还是点头答应了。至于帮多少，要看兵书的价值。宋梅非常满意宋一欢的表现，为了他在宫里好受点，也是下血本了。不过经过宋一欢提醒，他也来了灵感，孙子兵法和36计不就是现成的兵法吗？如果能把这2本书默写下来，然后一点点透露给三皇子，那他的王妃之位应该10拿9稳了吧。
但很可惜，他只记得36计里的几个计谋，孙子兵法只会1、2句。唉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看来只能把姐姐的兵书送给三皇子了。他撒娇似的抱住宋一欢的胳膊，姐姐对我真好，我也要跟姐姐一起学兵法。宋离心中冷笑，看他那遗憾的样，就知道他不会孙子兵法，又打起了姐姐兵法的主意。知识储备少，就算穿越了也是干瞪眼，还得是我孙子兵法倒背如流。大学他专业课没学多少，主要就是研究这些了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成了他的行事准则。宋一欢敛下眼眸，轻轻点了一下宋梅的脑门，宠溺道：好，但是姐姐答应了玉蝶妹妹，所以她先看，她看完姐姐再教你。好。宋梅乖巧的点了点头。白玉蝶眯起眼睛，她就是讨厌宋梅这股抠搜样，一点事都不吃亏，狗吃屎她都想分一杯羹啊！等她看完，可能得几年了。希望宋梅等得起。眼见夕阳西下，天色渐渐昏暗，几人往回走去。宋一欢差人去他房间拿了兵书，亲手交给白玉蝶。白玉蝶只看了一眼书名，就立刻收进袖中，匆匆告辞，面色极其凝重。宋梅不禁好奇，那是怎样一本兵书？送给三皇子的话也很有分量吧。一回头却见只剩宋海明了。表哥，他们人呢？宋海明轻笑，他们尿急都走了。哦，宋梅十分无语，宋家人果然都肾不好。表妹无事，我也先走一步了。表哥要去干什么？尿急。宋梅。宋离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便立刻摆好笔墨纸砚，下笔是流利的狂草，与平时练字时的生疏截然不同。不多时，一本《孙子兵法》完成。待墨迹干了，他从院中挖来一些黄土，和成稀泥，每一页都均匀抹上。他用的是上等松油墨，干后遇水不化，如此便得到了发黄的纸张和清晰的墨迹。等一本书完全做就，已经是月上中天。宋离伸了个懒腰，把书放在隐秘的地方，这才去休息。而另一边，宋梅也正在房间里冥思苦想36计，没想到一个就写在纸上，还要把里面的故事改编成这个世界的故事，这可是一项大工程。宋梅翻阅大量典籍，才勉强找到2个。等到后半夜，她实在熬不住了，才倒头睡了过去。次日一早，宋梅顶着2个肿眼泡去上学，出门就看见一相貌绝美的青衣男子站在道路对面。宋梅瞬间汗毛竖起，实在是那人样貌太过屹立，宋梅差点以为自己见鬼了。她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，那就是一个人。那男子面容忧郁，走来走去，似乎在等某个人。宋梅急着上学，并不打算多管闲事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只熟悉的翠绿色蝴蝶飞了过来，在男子身边盘旋了一会后，停落在了他的鼻尖。蝶翼扇动，男子仰面微眯着眼，清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面容如玉般熠熠生辉。宋梅不禁屏住呼吸，只觉男子美丽至极，如山鬼精灵一般，不似人间所有。蝴蝶亲吻着男人的鼻尖，男人也似乎害怕惊到蝴蝶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梅只恨没有相机，不能拍下这绝美的画面。如果能拍下来，她指定是要当屏保用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蝴蝶才慢慢飞走，男人也松了一口气，大概是察觉到了宋梅在看他，转过头来冲宋梅露出一个微笑。宋梅顿时心跳快了几拍，这男子样貌如此优越，而且那只有灵性的蝴蝶还停在了他身上，说明他是有些气运在身的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宋梅走过去与他见礼。这位公子，我看你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董宝坤眨眨眼，这是小姐府上。宋梅点头，对，这是我家，如果你是想找我的家人，我可以代为转达。董宝坤轻笑，他已经从这个女孩的眼中看见了惊艳，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在等别的女孩。我不是想找人，只是在这里等一位兄台，我们约好在这里见面，但距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，他还没来，故而有点着急切。宋梅皱起眉头，你那朋友太不守时。董宝坤淡然一笑，无妨，我左右无事，多等一会罢了。宋梅只觉他温润有礼，家教不凡。他知道自己该走了，但又怕这一走便再难见到他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就好像会失去一份绝顶的机缘一般。于是他让望月把车上的糕点拿下来。公子，人心一冷，糕点犹温，吃点暖暖身子吧。董宝坤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，两眼专注地看了宋梅好一会。他长了一双看狗都深情的眼睛，宋梅被他盯着，只觉一颗心火辣辣的。他终是受不住了，先一步败下阵来。公子，你拿着吧。董宝坤恍然回过神来，对不起，只是从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，我一时失了分寸，还望小姐勿怪。宋梅心头一震，绝美缺爱，这不是美强惨标配吗？第30章，这条命是你的。众所周知，美强惨明明俊美至极，又拥有强悍的实力，却命途多舛，不是残疾孤僻，就是众叛亲离。这个男人
想必就是后者。看他那久等不来的朋友，就知道肯定又是在捉弄他吧。但他还是无怨无悔，愿意站在这风口继续等。这样的人一生都在等一个救赎。宋梅有种强烈的预感，眼前这男子就是她的美强惨男配。只要他稍微给予一点关爱，他便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紧紧抓住他。他叹了口气，心疼问道：“你是谁家的公子？姓甚名谁？我让家丁送您回去。”董宝坤连忙摆手：“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不必为我费心。”见他这么说，宋梅更加确定他就是不受全家待见的美强惨，可能是某家的庶子，也可能是外世子，从小到大肯定吃了不少苦头，就连亲妈都不爱他，生他只是为了谋取地位。宋梅当即脑补出了1万字的豪门大戏。既然美男不接受他的好意，他也不能强求，他的身份早晚有一天会揭晓，相信会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这个你拿着，我该走了。他把手炉塞到美男怀中，不待他拒绝，就上了马车。马车摇摇晃晃，他撩开车帘，还能看见美男的眼神一直追随着他的车架。宋梅心中窃喜，收服男配一枚，而且男配的容貌绝美，她是真的喜欢，就算不能酱酱酿酿，也可以搂搂抱抱亲亲呀。想起前世有8个男性朋友，现在他却孤身一人，真的有点孤单。随着马车驶出巷子口，董宝坤收回视线，又一个小妹妹被他收入囊中，今日没有白来。他细细摩挲着怀里的兔毛手炉，真软真嫩呀。宋离见董宝坤离开了，也收回了小绿。小绿是他给蝴蝶起的名字。宋梅不是喜欢骨科吗？早晚让他好好享受一下骨科的妙处。宋离哼着歌走了，今天他只请了几小时的假，该回军营训练了。眼见宋离走了，宋一欢从房顶跳下来，几个闪身跟在了董宝坤后面。董宝坤不愧是花丛高手，单凭嗅觉就闻出了身后有女人。他回头一看，就见到了那个令他彻夜难眠的御姐型美人。他眼前一亮，快步走到宋一欢身边：“是你，我就知道我们会再见面的。”他今日穿了最漂亮的衣服，但在美人面前还是忍不住整理了一番。这位小姐，在下董宝坤，酒泉人士，家境贫寒，身无长物，唯有此命，愿为小姐效犬马之劳。美人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他没什么可装的了，只能用真诚来打动他。宋一欢心中不禁有些后怕，因为他真的很吃这一套。幸好上天派妹妹来点醒他们。董公子，你果真愿意为我效劳？董宝坤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，小姐要怎样才肯相信？自从看见你第一眼，董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宋一欢满意地点点头，你跟我去一个地方。说完便径直向前走去。董宝坤内心一喜，连忙跟在后面。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公子都有私人的宅院，光是他住的榆树巷子就有6户是养外室用的。这美人瞧着也到了说亲的年纪，莫不是思春了？想到这里，一股血气涌了上来，他赶紧念了几句清心咒，才把火气压下去。7拐8拐，两人来到一处半山腰的精致园林，位置偏僻隐秘，但更富情调。董宝坤内心越发热切起来。守门的是2个身材高大的士兵，见到宋一欢，当即让出道路。宋一欢便带着董宝坤进入其内，绕过照壁与假山，忽然听到一阵男女嬉戏的声音，间或夹杂不堪入耳的调笑与呻吟。董宝坤霎时来了感觉，他抻着脖子往里看，但被树木和屏风挡着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正想更进一步，却见宋一欢停了下来。董宝坤赶紧收敛了表情，装作害羞的样子：“这里是……”宋一欢回过头来，笑得隐晦：“当然是玩乐的地方。郎君刚才说连命都愿意给我，怎么如今却不愿了吗？”一句郎君叫的董宝坤心都要化了，恨不得立刻一展雄风，但还要故作矜持。他知道小姐们吃这一套，怎会？只是我从未如此过，一时有些无法接受。宋一欢撩起他耳边的一缕头发，轻声道：“郎君莫怕，不过随心所欲，水到渠成罢了。”董宝坤哪经得起这样的撩拨，只觉浑身都胀热起来，同时也更加确定宋一欢有如此心得，恐怕与他是同道中人。一切都听小姐安排。他闭了闭眼，似要豁出去了。宋一欢轻声哼笑：“伺候好了，有你享用不完的好处。”董宝坤更加兴奋，没人知道他秀才都是抄来的，举人根本没敢去考。那帮小娘皮，他说自己是举人，他们就信了，这也不怪他。他来京城的主要目的就是找个欣赏他的冤大头，在秋闱前就把他招为夫婿，他这辈子便能吃喝不愁了。当然，他的眼光很高，寻常人等只配给他舔鞋，凭他这样貌，公主也上得。宋将军家的嫡女也不算辱没了他。待事成之后，他取个肚兜留作纪念。正想着，就来到了屏风前，欢愉的声音更加清晰，肉体的轮廓印在屏风之上，此起彼伏。董宝坤没想到这里的人都玩得这么大胆，竟然以地为席，以天为被，光天化日，说来就来了。光是声音和影子就能想象到里面的战况有多么激烈。这一刻，他
他的欲火也达到了顶峰。宋一欢让他坐在石凳上，他撩开衣袍，稳稳坐下。两边一起来也好，他定不会输。然后等了半天，却见宋一欢在悠然喝茶。小姐，嘘，别出声，惊扰了大长公主可不好。董宝坤双眼睁大，里面竟是大长公主。那宋一欢带他来是什么意思？热气慢慢退去，他心里开始打起鼓来。他的魅力无可置疑，不应该啊！还没来得及多想，里面已经偃旗息鼓。废物！公主再给奴一个机会，奴还没有吃药。滚！里面的男人不敢违逆大长公主，裹上袍子便仓皇离开了。宋一欢见此，把董宝坤拎了起来。去吧，郎君，尽你毕生所能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董宝坤忍不住双腿打起白子。据说大长公主已经40多岁了，他怕。第31章，小村儿。宋一欢才不管他怕不怕，老子数到3，不去就死。1、2，我去，我去。呜！董宝坤贪财又好色，但他是个明白人，既然已经进了大长公主的宅子，他的身体便不属于他自己了。他幽怨地看了一眼宋一欢，仿佛在看一个负心汉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绕过屏风走了进去。宋一欢隔着屏风说道：“义母，儿臣路上碰到一妖精，瞧他一身绿，十有八九是大葱成精。为了不让他为祸人间，还得义母出马将他收服。”董宝坤，命苦啊！从没想过有一天他的身份会是大葱精。好一个修炼成人的大葱精，过来让我瞧瞧。很快，屏风内响起了不可描述的声音。宋一欢起身去了厅堂，让管家叫来小妖陪他下棋。小妖是大长公主的第一个男宠，之所以叫小妖，便是因为她貌美近妖。因着占了第一次情节，小妖虽然年纪大了，宠爱稀薄，但依然可以留在大长公主身边做事。这个宅子就是小妖在管理，她将此处设计的精巧别致，大长公主看了喜欢，便常来居住。早知小姐来了，但不敢贸然打扰，小姐勿怪。小妖年纪已有35、6，但美貌不减，又多了一份中年男子的成熟稳重，气质上并不输年轻人。宋一欢示意他坐到对面。郎君不必多礼，义母正忙，我闲得发慌，便想叫你陪我下一盘。小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盘腿坐到宋一欢对面。宋一欢不像其他名门一样鄙视他们，他也愿意与之交好。当初大长公主能收宋一欢为义女，也是他在中间促成。两人边下棋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直到下到第4盘，下人进来通报，大长公主正往这边来。宋一欢算了一下时间，大约1个半时辰，还不算太费。两人起身出门候着，很快便看见董宝坤扶着大长公主走了过来。大长公主虽然已经40有2，但保养极好，看起来顶多30的样子。当年前朝倾覆，各方势力混战，大长公主被皇帝接连嫁给2个势力的首领，随后2个势力相继灭亡，当今皇帝也成了气候，其中大长公主的功劳自不必多说。皇帝自立为王后，大长公主也年岁不小了，便没有再嫁，而是养起了面首。皇帝自知亏欠她，他想做什么都由她去。义母，宋一欢扶住大长公主的另一边胳膊。大长公主满面春色，花儿会演石妖，深得我心。宋一欢，都是义母教导的好。董宝坤，这俩人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就算他是妖，那能不能考虑一下妖的感受？花儿今日来此，只是为了送这只小妖，有什么事可不要瞒着义母。宋一欢嘿嘿一笑，什么都瞒不过义母的眼睛。这么多年，想必义母也能看出来，三皇子也对花儿不喜。大长公主眨眨眼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当说客，去劝劝三皇子？宋一欢摇头，感情之事哪是别人能劝的了的。花儿虽然年幼，却也懂得这个道理。义母也知我本就不是那贤良淑德之人，皇上对三皇子寄予厚望，对花儿不喜是人之常情。大长公主前半生一直都在上位者之间周旋，哪还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皇帝和三皇子都不喜欢花儿，但偏偏当初皇帝亲口定下了婚约，以皇帝不择手段的性子，花儿10有8九。哎，花儿，义母虽有心，但皇命难违，就算我是皇帝的亲妹妹，也不能让她收回成命。宋一欢连忙道：我怎会让义母如此难做？只是我想请求义母一件事，若是三皇子有了心仪的女子，还请义母帮忙说情。这次大长公主没有拒绝，既是三皇子先背弃婚约，义母自然会站在你这边。有义母这句话，花儿就安心了。两人又闲聊了一会，宋一欢起身告辞。董宝坤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他就从没见过这么不怜香惜玉的女人。聪儿，在看什么？聪儿是大长公主给他新取的艺名。董宝坤欲哭无泪，还得摆出一个笑脸。我刚才想谢谢宋小姐，但她走得太快了。除此之外，她还能说什么？说她是被宋一欢骗来的。大长公主当场就能把她嘎了，不仅不能说坏话，
还得谢谢宋一欢，他真是太憋屈了。他确实想过上公主，但没想过上大长公主呀，比他娘岁数还大。大长公主把他拉到身边，如小姑娘般依靠在他怀里。他就是那风风火火的性子，下次再谢不迟。倒是我的小聪儿，你该怎么谢我啊？晚上，大长公主累得沉沉睡去，董宝坤已是浑身虚脱。好在他没白干，大长公主已经答应他每个月允许他外出一次。他轻捻手指，想起那柔软的兔毛手炉，那个女孩就是宋家刚找回来的二小姐吧？单纯善良，是他如今唯一的依仗。此时，护国公府，宋海兰正在疯狂炫技，一阵眼花缭乱的操作后，白宗堂终于吃上了烤好的鹿肉。鹿是宋海兰活捉的，调料都是自带的。如果不是知道他的身份，白宗堂都不一定敢吃。鲜嫩的鹿肉进口，果然鲜香十足，非同一般。白宗堂吃得满嘴流油，还拉着宋海兰喝了几杯。白玉蝶见此十分欣慰。父亲战死后，爷爷再没这样开心过。弟弟还小，爷爷已老，他作为姐姐，只能抓住权势，护住弟弟，以延续白家的荣光。虽有心承欢爷爷膝下，每日哄他老人家开心，但他却做不出那等娇柔的举动。看着开怀畅饮的二人，心肠冷硬如他，也不禁微微动容，觉得这500两花的甚值。酒足饭饱后，野王告辞离去。白宗堂将他叫到书房：“你可知那位小友是谁？天下第一厨的徒弟，人称苏长坡小霸王，西北狂刀36式传人，大漠野炊王札西德祖师。”白玉蝶如实说道。呵呵，白宗堂捻着胡子笑，他这孙女打小就记性好，过目不忘，过耳不忘。昨天你去宋家，宋家人对你可还热情？白玉蝶想了一下，宋将军和宋夫人没出面，但宋一欢很热情，就算孙女有无礼之处，他也毫不在意。临走前还借给孙女一本兵书。白宗堂点头，然后伸出手来：“你都背下来了吧？该我看了。”白玉蝶本来就要给他看的，当下从袖中掏了出来：“爷爷，你慢慢看，我回去了。”“去吧去吧，早点休息。”白玉蝶离开书房，神色凝重起来。他叫来管家：“张叔，你去查查苏长坡小霸王，西北狂刀36式传人，大漠野炊王札西德祖师是谁？”第32章吃林姨娘大瓜。小姐，劳您再说一遍，老奴年纪大了，这耳朵有点不好使了。张管家熟练地拿出石板和石笔。白玉蝶放慢速度，耐心等他记下。等张管家查完后，白玉蝶已经准备就寝了。小姐，老奴已经核实过了，那个苏长坡小霸王，西北狂刀36式传人，说的都是宋家的二公子宋海兰。他12岁时带领一支500人的突袭小队，扫荡了西戎边境一个叫苏长坡的地方，击杀敌军3000余人，甚至包括西戎皇叔一家。宋海兰一战成名，军中人赐称号苏长坡小霸王。因着他自幼学习刀，对刀法领悟颇深，在军中首屈一指，长刀一出如西北狂风怒号，故又被称为西北狂刀。36式传人则指的是江湖有名的斩春剑法，36式变幻无穷，宋海兰是唯一的传人。至于大漠野炊王札西德祖师，恕老奴无能，查不出是谁。白玉蝶点头，剩下那2个还用查吗？宋海兰竟敢如此戏弄他。不过他并不生气，他心中无儿女私情，只有利弊。他花500两请宋小将军当厨子，杀敌的刀切菜，还哄得他爷爷开心，他一点都不亏。不如明天问问他能否签长工，价格优惠的话，白家愿意先签1年。宋府倒是发生了一件稀奇事。宋梅吃过饭后，竟然拿着一本佛经要去小佛堂礼佛，理由是再过2天就是浴佛节，他对佛学一窍不通，要先让2位师傅给他讲经。得知他要去礼佛，宋离先一步跑到了佛堂。他知道一个秘密，宋家的佛像是空心的，里面可容纳2人，而且佛像眼珠是琉璃制成，还有放大镜的功效，能清晰看到外面的情形。宋离到的时候，佛堂大厅空无一人，后院见货传来女人吟殴的声音和鞭子抽打的声音。宋离没有理会，立刻绕到佛像后面就要往里钻，一下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。宋离把脚拿出来，正想看看里面是什么，这时他听到外面隐约传来望月的声音。宋离当机立断钻到供桌下面，供桌被黄色的绸缎围得严严实实，也算一个不错的藏身之处。就是地砖冰凉，过堂风嗖嗖的，有点冷，但为了吃瓜，他都能忍。很快，宋离看到一双鞋子走了进来，上面绣着一串梅花，是宋梅的。望月没进来，大概是被他支开了。或许是因为没看到人，宋梅稍站了一会，便往后院走去。没一会，就看见宋梅的绣花鞋在前，另一个女子的绣花鞋在后，2人前后脚进了佛堂。只是后面那女子走路姿势怪异，双脚岔得很开。二小姐，有事便快说吧。如果你真要听我讲佛经，那我明日再讲给你听。今日实在身体不适。听声音是林姨娘。林姨娘，
我若真想听佛经，会找你。佛门本是最清净的地方，瞧瞧你都做了些什么。林姨娘脚步慌乱，你以为是我想的？啊，二小姐只是来看我的笑话吧？那请自便，妾身不奉陪了。且慢！宋梅叫住了她，有人让我给你送物。林姨娘迅速上前捂住了她的嘴，两人紧贴一处，片刻后才分开，大概是已经完成了交接。宋梅十分不悦，猛地把她推开，她那手刚才握过什么还不知道，一股子腥臭味，现在竟然来捂她的嘴，真是恶心死了。东西已经送到了，这个地方她1分钟也不想多待。宋梅转身就要走，却被林姨娘一把拉住，求你，求你，等我看完再走。宋梅猛地甩开她的手，快看！林姨娘赶紧跑到角落，宋离撩开一点帘子往外看，就见林姨娘在看一封信，只有2张纸，不一会她便看完了。宋梅不再管她同不同意，转身就走了。林姨娘赶紧把纸一团，就要往嘴里塞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后院忽然冲出2个彪形大汉，两人直接架住了林姨娘的胳膊。林姨娘手中的纸团也在挣扎中被击落，在地上滚了几圈后滚到供桌旁边。贱人，说说刚才你跟爷们借了多长时间？2个男人将她前后堵住。一盏茶的时间。林姨娘似乎很痛苦，喉咙里传出压抑的声音。老子告诉你，你超时了，现在立滚立长到1个时辰，你是要鞭长还是肉长？鞭长60鞭，肉长6个时辰。林姨娘几乎要崩溃了，这太多了，求求你们宽限点吧。好，就宽限点，2个时辰。我选。她哭着用双手做出了选择。她真的没办法，鞭子抽在身上实在太疼了，还没有药，肯定会留下难看的疤痕，至少这个想开了就不觉得难熬了。2个男人哈哈大笑起来，骚货，你倒是知道享福。林姨娘被架着去了后院。宋离颇为遗憾，啧，竟然没看到重头戏。暮雪的4个哥哥全是看赌场的街溜子，想来是不会让人失望。他捡起地上的纸团，打开一看，什么？周绿川要来？林姨娘还有点用吗？按照剧情，小坏种把娘推倒流产后，林姨娘迅速把小坏种送走了。爹念及救命之恩，只把林姨娘打个半死，并没有要她的命，只是威逼她把小坏种交出来。周绿川也一直没来，直到爹起兵造反，周绿川忽然反水。现在剧情改变太多了，小坏种想伤害娘是不可能了。爹在娘身边安排了4个会武的丫鬟，24小时贴身保护，暗中还派暗卫保护，可以说密不透风。林姨娘也只是剃发进了佛堂，换取小坏种禁果子剑，两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都挺好的。那周绿川为什么要来呢？林姨娘总不可能告诉周绿川有4个男人欺负她吧？算了，走着瞧吧。其他不说，宋梅跑来给林姨娘传信，算是把她自己暴露了。佛像里面应该是爹娘安排监视林姨娘的人吧？啊！后院忽然传来林姨娘穿透般的喊声，把宋离吓了一跳。他赶紧把纸条收好，匆匆出了佛堂。佛像后面，宋奕欢和宋海明依次走了出来。宋海明拍了拍屁股后面的鞋印，好险，差点被小妹发现。咦，大妹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宋奕欢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是一个纸团。两人对视一眼，赶紧把纸团捡起来。他们都知道小妹谨慎，不可能是不小心掉在这里，这是小妹特意留给他们看的。两人去了书房，杨玉瑶和宋年年都在，他们一起看了书信。前面都是在讲边关最近发生的一些事，最后才说下个月会来京城任职，到时候来找他和将军喝酒，看起来就像普通朋友闲聊。就算这封信被发现了，也不能给两人定罪。这封信既然是周绿川亲笔，这说明他已经来京了。宋大，宋延年对着窗口喊了一句，窗外立刻出现一个黑影。你去安排8个兄弟守着佛堂，莫要让人坏了林氏的好事。闲杂人等留口气即可，不要做得太假。是。宋大一闪身就走了。这年头暗卫难做，演技要求高，他先回去给兄弟们做个培训。第33章，佛堂走水了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，佛堂走水了。宋离睡得正香，就被这声音吵醒。佛堂，他来了精神，3秒穿好衣服，立刻跑向佛堂。到时一看，佛堂大厅无事，着火的是后院，火光冲天，火星四射。哥哥姐姐和爹爹都已经过来了，正在组织救火，水一盆接一盆地往上泼，但杯水车薪。宋奕欢看见宋离，招呼他过来，是林姨娘的房间着火了，门还被上了锁，谁都没钥匙。正说着，轰的一声，大门倒塌，是木头被烧烂了。啊！4个光膀子的男人迅速从里面跑出来，其中一人腰上还挂着红肚兜。然后是林姨娘裹着被子一瘸一拐冲了出来，火苗落在被子上，林姨娘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被子扔掉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大多数人都默契地转过身去，还有几个别看直了眼。只见他浑身不着片缕，
身上红紫交加，特别是有些部位颜色尤其绚丽。娘！角落里一个男孩弱弱地喊了一声。林姨娘猛然回过神来，在看到前面这么多人，尤其是他的儿子宋燕也在中间时，他脑中一阵嗡鸣，耳边什么也听不见，几乎没有任何考虑，就猛地跑向院子里的水井，一头扎进了井里。在落井的前一刻，他大喊了一声：“是夫人害我！”下人窃窃私语。宋延年脸色难看，但还是差人把他救上来。宋离嗤笑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夫人确实害了他，把暮雪和他4个哥哥的卖身契都给了他，却让他找到乐子了。”下人们闻此，大声笑了起来。暮雪的4个哥哥也是人精，当即齐齐跪在地上给宋延年磕头：“将军饶命，是林姨娘逼迫我等，如果我们兄弟不配合，他就要把我们卖到矿上去。来人，先把他们押下去。”明面上宋延年还是要在乎一下面子，不能被绿了还无动于衷。林姨娘被捞了上来，但是已经晕过去了，几个婆子给她套了件衣服，直接送去了柴房。宋燕跑过来抱住宋延年的大腿：“爹爹放过娘亲。”平时他是不敢接近宋延年的，虽然林姨娘让他叫宋延年叫爹，但在他心中宋延年不是他爹，宋延年只是一个冷漠无情的陌生人。但刚才林姨娘被带走了，他急了，情急之下便多了几分勇气。他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被迫与母亲分开多日，被迫去那劳什子果子店，同窗们都知道他是庶子，他们都瞧不起他，合起伙来捉弄他。他多希望回到家后能得到娘亲温柔的安抚，但娘亲被关在了佛堂，宋延年还派士兵监视他。回到家，他连院子都不能出，他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娘。今天佛堂走水，侍卫们都去救火了，他才得空出来。本以为能与娘亲团聚，却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。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以前娘亲和周立川也脱光衣服，但他们都很开心。如果在这里连开心的事都不能做，那不如回朔北。爹爹是坏人，那个母夜叉更坏，你们全都是坏人，把娘亲还给我，我要和娘回朔北。我不要去国子监，我要去找一个侍卫上前堵住了宋燕的嘴：“将军面前岂敢放肆？辱骂夫人，罪加一等。”宋延年看了他一眼，拉下去。侍卫赶紧把宋燕抱走了。同时，宋海明隐匿了身形，悄悄跟在了他们身后。经过1个时辰的抢救，火势总算遏制住了。宋一欢揽着宋离往回走，刚才的事幸好你机灵，及时为母亲辩白。关键是他娘并没把卖身契给林氏，而林氏的房间又着了大火，到底给没给谁又能求证呢？林姨娘就算没晕过去，也是10张嘴都说不清。夫人待我极好，能帮上忙我很开心。姐姐知道今日的火是谁放的吗？宋一欢打了个哈欠，半夜来了一个狂徒，欲对林姨娘行不轨之事，被林姨娘同房的4个男人打跑了。他大概是气不过，临走之前放了把火，还锁了门。宋离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林姨娘这么招人吗？身材确实不错。宋一欢嗤笑，有些女人天生喜欢往男人堆里扎。杨玉瑶跟那4个男人交代过，可以给暮雪报仇，但每次都要给林姨娘2个选择，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用鞭子抽，一个他们自己制定。一开始林姨娘只需要受暮雪身上2倍的鞭子就可以了，但她怕疼，一鞭子也不愿意受。她主动选择了伺候男人。既然喜欢伺候男人，后面便有伺候不完的男人。在朔北的时候，边境绵延千里，宋姨娘却哪儿都不去，偏偏往军营蹭。今天救助一个伤员，明天送点草药，后天送点野蘑菇。军营是什么地方？那些老兵油子见了女人，犹如豺狼见了肉，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。林姨娘不仅不惧怕他们下流的眼神，还跟他们谈笑风生，也是个人才。宋府家宅不宁，后宫更是尔虞我诈。薛贵人难产，本以为产下死胎，却发现活生生的小婴儿被放在了粪车里，要被送出宫去。要不是发现的早，熏也熏死了。薛贵人月子都不做了，大闹到皇上跟前。皇上勃然大怒，下旨彻查后宫。查到最后，就连皇帝一手创立的羽林卫也不干净。一时间人人自危，就怕触怒了皇帝的龙颜。但浴佛节这天，帝后仍要摒弃3000烦恼，潜心浴佛。宋梅一大早就起床沐浴，化了个清透的妆容。这个时代的胭脂水粉就那么几样，她有点怀念以前的眼影和美瞳了。她倒是会做一些胭脂、口红和花露，但她没有本钱。原本她想让宋家出钱，但最近神秘人又联系上了她，以后什么情况还不一定呢。她可不想白忙活一场，到头来为宋家做嫁衣裳。宋家只是一个跳板，而萧逸峰才是她最终的归宿。与其与宋家合作，不如直接与萧逸峰利益绑定。马车晃晃悠悠到达护国寺山脚下，旁边已经停了长龙一般的车辆。宋梅刚下马车，恰巧看见萧逸峰和几位青年走在他们前面。他假装崴脚，故意弄出了点动静。萧逸峰果然回过头来看他，但看了他一眼后，视线便移到了他的身后。宋梅身形一僵，缓缓向后看去，只见宋逸欢一身红装，妖艳似火，
而他旁边宋离正在挖鼻孔。第34章，脑瓜子嗡嗡的。宋梅深吸一口气，萧一峰一定是在看宋离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粗鄙的人吧？今天可算长见识了。很快，一行人登上山顶，大臣及家眷们整整齐齐坐在广场两边。宋家人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正好挨着萧一峰。宋延年让宋梅坐到他旁边，宋梅红着脸坐过去。三皇子殿下，他声音软糯，给三皇子行了个礼。三皇子虚虚扶起他的手臂，梅儿妹妹不必多礼。宋梅羞涩地低下头。随着他们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，萧一峰会跟萧灵溪一样叫她梅儿或者梅儿妹妹。两人比邻而坐，宋梅找了一个话题，两人开始攀谈起来。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宋梅总感觉今日的萧一峰心不在焉。很快，帝后登场，护国寺主持先诵了一段经文，然后让两个和尚抬上一个金盆，金盆里装着以前收集的无根之水。皇帝先捧起一捧无根之水，轻轻浇在释迦摩尼佛像上，水流顺势而下，落入下方的莲花宝盆，佛像有了水的滋润，在晨光中显得晶莹剔透。随后皇后再重复这个动作，接下来便是皇子公主、大臣及命妇，众人按照座位顺序依次上前。萧一峰起身后，宋梅立刻让出位置，好让宋年年等人通过。却见萧一峰也客气的让宋年年和杨玉瑶先过。宋梅并没往心里去，只觉得萧一峰礼贤下士。然后他便看见宋一欢走在了杨玉瑶后面，而三皇子的目光定定落在宋一欢身上，仿佛一直在等待与他相见。宋梅心里咯噔一下，姐姐，不是命妇才能参加浴佛仪式吗？宋梅拉住宋一欢的手，状似天真问道。宋一欢一眼就看穿了他眼底的惊慌，他轻笑一声，因为姐姐有郡主封号。宋梅讷讷地松开了手。宋一欢是郡主，他竟一直不知道。眼看着萧一峰与宋一欢并肩走在一起，宋梅眼中满是嫉妒。宋一欢假装看不见，这几天宋梅干活磨蹭不尽心，抽他几鞭子也好。这样想着，便刻意与萧一峰亲近了些。萧一峰却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找宋梅没啥用，找宋年年太显眼，容易惹老头子猜疑，只有找宋一欢合情合理。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一欢妹妹都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薛贵人的孩子可好些了。萧一峰浅浅翻了个白眼，吃瓜都吃不着热乎的，伤了底子，但能养回来。本王说的是雨灵卫的事，时间有限，他只能自己点题。也听说了，雨灵令黄文翰以权谋私，被关进天牢。萧一峰点头，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聊起了别的事。本王记得当年三路混战，父皇受了重伤，是一位叫周绿川的将军背着他回到军营。宋一欢眼中闪过一道暗光，确有此事。周将军忠君爱国，英勇无畏。萧一峰意味深长道：父皇年纪大了，时常想起这些老人。转眼母后也到了40大寿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宋一欢没有接话，因为两人已经来到了佛像面前。他们一起捧了水浇在佛像身上，萧一峰还贴心的拿出手帕给宋一欢擦手，看得宋梅捏紧了拳头。等宋一欢回来，他柔弱的贴上去：姐姐与三皇子站在一起，甚是般配，要不我还是算了，本就是姐姐的姻缘，我不该抢姐姐的东西。宋一欢一个暴栗子打在他头上，敲得他脑门通红，不战而退，有辱宋家门风，回去家规抄写100遍。宋梅脑瓜子嗡嗡的，怎么连姐姐都这样？他不是应该安慰他，然后再给他一点保证吗？宋一欢懒得看他委屈巴巴的表情，高兴的时候可以哄哄他，但现在他心里烦躁，哪还管他那些小心思。浴佛仪式一结束，宋一欢便提议去后山走走。宋梅本想留在这里置气，让宋一欢来哄他，但看到全家人都走了，萧一峰也走了，他坐不住了，不能再让萧一峰跟宋一欢一起。一行人来到后山，宋梅恰好看见萧灵溪来找萧一峰，便也凑了上去。萧一峰该说的都说了，上杆子不是买卖，接下来就等宋家向他投诚了。他心安理得的与女孩们玩到一处，宋梅提议以佛为题赋诗一首，大家欣然同意。于是宋梅又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惹得萧一峰连连夸赞，眼睛一直粘在他身上，内心又是可惜，要是宋梅在军中也能说得上话该多好。而另一边，杨玉瑶借口动了胎气，一家人紧急把她送回家中。回到家，一行人直奔书房。宋离本想回避一下，却被宋一欢拉着一起进了书房。我们早把妹妹当一家人了。宋离心下感动，看样子是有瓜，让我听听怎么回事。宋一欢关好门，便直奔主题。今天萧一峰刻意等我说话，原来是想让咱们举荐周绿川做羽林令，还透露了一点意思，说皇后生辰找不到好玉，可能是看上了咱们家的玉矿。哇哦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周绿川、宋梅都是皇后安插在父亲身边的棋子，他们真是臭不要脸，既想提拔自己的人，还想要宋家的玉矿。哟，这心眼子多的，我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。
就是不知道父亲知道了多少。我该怎么告诉父亲周绿川给他戴绿帽子这件事？可宋延年捋着胡子，如此便对上了。放火的人已经查到了，正是周绿川。他背着我从朔北偷偷跑来，原来是当了萧逸峰的狗腿子。哎呦我的个爹，急死我了！重点是他偷偷找林姨娘。你被绿了，孩子不是你的。来，跟我读 LV 绿。其他人紧抿着嘴。宋延年深吸一口气，继续道：我已让老梁回了朔北，但必须还得去一个宋家人主持大局，老皇帝肯定不允许我走。海兰，你年幼鲁莽，让人放心，你先回去守着。宋海兰，是父亲。宋延年拍拍他的肩膀，不急，1个月后启程。既然三皇子什么好事都想着我宋家，我自然不会让他失望。反正玉矿已经挖得差不多了，留点渣子给他。海明，雨玲玲的缺口你去顶上。是，父亲。宋海明身姿挺拔，虽然穿着一身白衣，但却莫名多了几分凌厉的气势。至于周绿川，人已失踪，就不要出现了。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我们也要找到这只老鼠。对，可不就是老鼠，还会打洞里。周绿川在城西有座宅子，看起来简陋，实则里面挖了地道，还藏了金子。入口就是院子里的一个大碾盘，顺时针推3圈，逆时针推5圈，碾盘就打开了。第35章，拉个垫背的。不仅如此，这条密道还能通往西山小树林，不过无所谓，到时候我会守在出口打地鼠。哎呦我去！宋离的这个想法把宋年年吓了一跳。闺女勇气可嘉，但周绿川可不是她一个小姑娘能收拾的。城南城北我已经叫人去查了，你们多带些人手去查城西。是，4个孩子朗声应道。这不巧了，正好没查城西，我还能吃上热乎的瓜，真好。趁着全京城有分量的人物都去了护国寺，以宋海明为首的4人领着一队士兵风风火火去了城西。宋离的家伙是全带上了，他看过原著，深知周绿川这老登有多狡猾，跟泥鳅一样滑不留手，必须一击即中，否则真让他当了羽林令，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宋离刚学了一点那家功夫，差点能飞檐走壁。别人在屋檐和院墙上跑，他在地面追，挨家挨户的查了一下午，最终统计出结果，只有3户人家有撵，其他人家都合用公撵。宋海明安排了人在这3处蹲守，不确定周绿川的位置前不宜动手。宋离背着包裹，气喘吁吁的来到集合地点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宋海明已经有了眉目，但还要确认一下。宋离点头，谨慎点好。我找了这片区的乞丐问清楚了，城西有撵的人家就3户，宋家3兄妹。好家伙，他们跑了一下午。其实可以找个老兵去借撵，查探一下这3家的情况。3兄妹眼前一亮，想法很多，但是没法说，干着急，憋得慌。宋海明，我尿急，你们先聊。大哥也憋得慌，但我俩的悲喜不相通。宋一欢和宋海兰用拳头抵着嘴。宋海明假装去茅厕，实际招来3个暗卫老头，让他们装扮成普通人去那3户人家借撵。老兵都在朔北打过仗，有一定几率被周绿川认出来，而暗卫不仅脸生，演技还好，用着更放心。3个暗卫老头收到任务，互视一眼，没想到都养老了还要演戏。很快3人散去，大约半个时辰，3人陆续回来。回大公子，发现一户可疑人家，老夫略通机关，看出那户人家的年有问题，根本用不着借撵那么麻烦，他的眼睛就是尺，看一眼就行的事。好，宋海明立刻回到集合地点。3人正在吃饭，都别吃了，起来干活。原来大哥尿急的意思就是去办正事呀，好有内涵。宋海明，找到周绿川了，二弟和大妹跟我一起去抓捕，小妹功夫没练到家，在这儿等着吧。行，宋离一口就答应了。正好我去西山小树林收尾。等3人走后，宋离趴在窗口往外看，确定没人了，赶紧朝店小二借了一匹马去西山。要是靠他这走地鸡的速度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在他骑马走后，宋一欢从房顶跳下去，也骑了一匹马紧随其后，而宋海兰则拉着宋海明继续下去吃饭。大约过了2刻钟，2人才集合队伍向周绿川家出发。此时周绿川正躺在床上养伤，林氏那贱人可把他给害惨了，骗他说吃了多少苦多少苦，结果他去一看，4个男的伺候他，差点没爽死他。可他呢，被宋府的暗卫打个半死。这个事他记下了，以后定要林氏好看。白天他已经看到了飞来飞去的士兵和暗卫，也猜到了是在搜捕他，但他根本不慌。10年前他就在这儿买了房，还养了外室和孩子，外室的哥哥给他当管家，周围邻居全都以为外室和他哥哥是夫妻，他住在这儿万无一失。退1万步讲，就算真被找到了，也能顺密道逃跑。只要抓不住他，他早晚能翻身。爷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咱们被官兵包围了。外室的哥哥
大刘急吼吼闯了进来。周绿川噌的一下坐起来，牵扯到了腰上的伤口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怎么会？这窝绝对没问题，伤药也都是以前囤下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快找来？线索在哪里？他盯着大刘看了一会，见他脸上只有急色，没有心虚，手便从枕下移开了。快去打开密道。已经打开了。您快去吧。大刘把他搀扶起来。周绿川忍住伤痛，迅速进入密道。大刘又赶紧把密道封上。将做完这一套动作，门就被官兵撞开。宋海兰和宋海明走了进来。大刘赶紧小跑迎上去。哎呦哎呦，官老爷们有何贵干？传唤一声便是，怎敢劳烦亲自上门？夫人，快去沏茶。哎，来了。宋海兰一把将其推开，进去搜。10几个士兵立刻分头搜索。宋海兰扫视一圈，2个小孩在院子里玩耍，脸上还铺着磨了一半的米。周绿川此人做戏还真是做全套，难怪能骗过父亲的眼睛。没等士兵搜完，他就按照宋离说的顺时针推3圈，逆时针推5圈，大刘过来阻止，被他一脚踢开。果然，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出现在碾台一侧。宋海兰没有急着下去，而是先用院子里的木头生火，把点着的木头全部扔进洞里，反朝的木头扔在上面。顿时烟雾四散，隐约还能听见洞里传来咳嗽声。宋海兰觉得差不多了，就要下去。宋海明上前拦住他，把大刘的嘴巴堵住，手脚捆住扔了下去。只听噗呲一声响，大刘呜呜2声便没了动静。宋海兰一阵后怕，那声音他们再熟悉不过，如果下去的是他，怕是会被一刀捅个对穿。这周绿川真他娘能忍，这么浓的烟能忍住不咳嗽？他不成功都没天理了。宋海兰又绑了周绿川的外甥和俩儿子，依次扔了下去，洞底都被垫高了，但没再听到刺穿的声音。宋海明在旁边静静看着，有心告诉他周绿川肯定走了，但1个月后这个直肠子就要去边关了，就当给他上堂课吧。宋海兰见没事，便提着长枪跳了下去，宋海明紧随其后，俩人踩的外甥和孩子身上，踩得他们差点吐血，但没看见周绿川，只看见5个大箱子整齐码放在一边。他们猜测这大概就是宋离说的黄金，怕箱子装有暗器，为避免节外生枝，他们没有立刻打开箱子。宋海兰用长枪探路，宋海明点了火折子，两人迅速前行，越走越是惊异，这密道竟如此之长。周绿川此人做事果断，还受了重伤，必不会再在这里浪费时间。那压力就给到了宋离和宋奕欢。第36章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周绿川一边跑一边回想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大刘兄妹孩子都给他生了，不可能背叛他，而地道的事只有他们2个知道。宋海兰是怎么快准狠的找到他的？思来想去，也只有可能是大刘喝多了宣扬出去的。那刚才一刀穿死他也不冤枉。他拖着重伤的身体快速前行，身上出了一层细密的汗，眼前渐渐出现一些亮光。周绿川隐隐松了口气，快了，马上就到出口了。终于亮光越来越盛，他也走到了尽头。周绿川为人极其谨慎，既然宋海兰知道地道的事，那他们知不知道出口？他拿出一个细小的芦苇管衔在嘴里，里面有2枚毒针，他脑袋先出去，要是发现不对，就把毒针吹出去。周绿川提起一口气，拽着藤蔓向上飞去，飞到一半还没冒头，忽然头顶飞来一物。周绿川顿时警铃大作，还没看清是什么，就挥剑劈去。撬！锋利的剑刃劈上一截竹筒，周绿川自己龌龊，也怕这竹筒暗藏玄机，还特意闪避了一下。然而，噗砰！啊呀！竹筒炸裂开来，释放出耀眼的白光和大量烟雾。周绿川直接被强大的气流拍到洞底，关键是毒针被气流吹到了他嘴里。周绿川用最后一丝力气吐出毒针，仰面躺在地上，浑身经脉碎裂一般，动弹不得。他内心惊恐至极，心知大势已去。可他不甘心，他还没弄明白他到底是差在哪儿。他总觉得不应该这样。宋离惜命得很，不敢上前查看。他倒是想再扔2个把周绿川炸个死透，但又害怕地道塌陷活埋了2个哥哥，于是只得作罢。他坐在洞口不远处守着，洞口边放着他做的简易潜望镜，周绿川有什么动静他都能看见。只等哥哥把周绿川抓起来，他便功成身退。不远处躲在坟包旁的宋奕欢看得心惊不已。本来他是想暗中保护宋离的，没想到宋离竟然有这样的大杀器。前些天就看见宋离一直在抠墙灰，他还说要做厉害的暗器，就是这个吗？如果用到军中，那西北军必定所向披靡了，就算是造可。宋奕欢越想越兴奋，但他不想给宋离压力，便没有上前。如果宋离想把配方给他们，他们就收着；如果宋离不想给，也没人会强迫他。不多时，洞口传来哥哥们的声音。宋离拿起潜望镜，赶紧找个草丛躲起来。
很快就看见宋海兰和宋海明把周绿川拖了上来。周绿川像一条软绵绵的蛇一样任人摆弄，手少了一只，腿也变了形。宋离自己都没想到他抠墙灰做出来的炸药这妖牛批，这还是上辈子跟师傅学的。他俩在野外放了一炮，炸起了3米高的土，但从没炸过人，所以不知道炸人啥样。周绿川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正好《孙子兵法》后面还有2张空白页，可以把炸药配方写在上面。对了，还有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。3年后父亲造反，彼时军中已发生了瘟疫，不止西北军，就连西南军也是如此。宋美眼看着爹须发全白，却转头把牛痘接种法献给了三皇子。靠着这个功绩，三皇子被册封为太子，皇帝也趁机收拢了西南、西北2处兵权。白宗唐倒还好，带着孙子和残部去了南方，而爹爹却被3刀砍头。希望他们看到此法后能重视起来，最好马上给士兵接种，西北军无虞，我宋家亦无忧。宋海兰捏紧拳头，这次他去朔北就给所有士兵接种。援兵赶到，把周绿川抬走。宋离也立刻跑去树林找他的马，却看见不远处还拴着一匹马。宋离没有在意，骑上马就迅速往回赶，务必在哥哥姐姐们回去之前到达客栈。好在他骑得快，在客栈等了一会，宋义欢才来找他。走，人抓住了，咱们回去一起审问。好好好，2人立刻回家。周绿川已经被关在了宋家的地牢里，林姨娘也被带了上来。她一看见周绿川变成这副鬼样子，第一时间不是担心，反而是隐隐松了一口气。天知道他正被暮雪的4哥哥前后夹击，却被周绿川逮个正着时，他是什么心情？宋年年重情重义，念着他的救命之恩，一定不会杀他，但周绿川做事阴毒，势必会要了他的命，而且不会让他死得很舒服。整整1天他都在提心吊胆，现在周绿川也被抓住了，虽然还是要死，但宋年年能让他死个痛快。贱人！周绿川虚弱至极，但看见林氏还有力气骂。宋延年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他俩，林氏，我知你恨我，但我答应过我的妻子，此生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所以纵使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也无法回应你。不是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我爹还不知道自己被绿了？我的天哪！林氏眼珠一转，宋延年竟然还不知道，那他是不是可以？正想着，就听宋延年继续道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联合周绿川来欺骗我，你这样做把宋燕置于何地？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报出内奸名单，只要你所说属实，宋燕继续上国子监，你去长觉庵清修。真正的清修。他补充了一句。林氏一挑眉，第一想法是有点可惜，但为了儿子，他什么都愿意做，区区吃素怕什么？林氏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报名。周绿川盯着他目眦欲裂，但每次都是刚发出一个音节，就被林氏一个大笔都扇了回去。一共报了11个人名，周绿川挨了6个大笔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宋梅。林氏好整以暇看着宋年年的神色，怎样？闺女是假的？惊不惊喜？刺不刺激？结果宋延年还没怎样，周绿川却激动地发出呵呵的声音，硬是哽着一口气说了出来。还有一个。啪！林氏一个大笔都把他脑袋扇歪，住嘴！有几个我不知道，死到临头还敢胡咧咧！将军别听他的，周绿川惯会巧言令色，妾身就是一时鬼迷心窍着了他的道。第37章，全家戏金石锤。宋延年让士兵把林氏拉开，周绿川终于逮到机会，一口气说了出来。还有一个宋燕。啊呀！林氏大喊着想盖过他的声音，但被士兵堵住了嘴。周绿川盯着林氏得意起来，宋燕，我儿子，哈哈！呜呜！林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双眼祈求地望向宋延年。宋延年一手抵似乎很心痛。片刻，他让人把林氏嘴里的破布拿出来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知道一个秘密，我说给将军听，只求将军放宋燕一条生路。林氏跪在地上，砰砰磕了3个响头。他不是没想过继续糊弄宋延年，但他赌不起，他也不能拿儿子的命赌。好，你说。林氏先站起来，左右开弓，给了周绿川20来个大笔兜子。叶儿也是你儿子，虎毒不食子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把老婆孩子送来给你当内奸，你还要赶尽杀绝，我抽不死你个狗东西！直到把周绿川打晕过去，他整理了一歪了的帽子。周绿川看似是皇后的人，其实是皇上的人。宋延年面无表情，林氏有些慌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宋延年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然怎么会抓到你们说些有用的吧？林氏一惊，你在诈我？宋延年摇头，我再给你机会。原来爹爹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一直演戏给林氏看呢。影帝，真是影帝，害我白着急了。林氏双肩慢慢塌陷，他以为周绿川对他有情，所以没揭露他和儿子，但周绿川马上打了他的脸。他以为宋延年终究是联系他的，
却只是想从他身上榨干最后一点信息。他现在才明白，自己的错误只是不该依赖男人，但好像明白的太晚了。宫里有个女人，长得跟杨玉瑶很像，皇帝老儿把她锁在密室里，随时把玩。宋延年眸子瞬间眯了起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周绿川跟我说的。林氏低下头，他们办事的时候说的，周绿川描述的十分淫荡，全当情趣了。他不能确定这件事的真假，当时他还怀疑是周绿川对杨玉瑶有意思，故意赖到皇帝头上。现在想来，应该不是，或许是真的。是有这么回事，那老登好像对娘怀着龌龊的心思，于是找了一个替身，没名没分的关在密室里，所以后来他也看上了长得跟娘很像的宋梅，宋梅又寄献了跟娘有一点像的姐姐，老登也接受了。咔！太师椅的扶手在宋延年手中断成两截，他猛然起身，一刀砍掉了周绿川的脑袋，但周身狂暴的气息依旧不减。林氏吓得死死咬住唇，不敢叫出声。宋延年走出密室，其他人也紧随其后。此事不要让你们的母亲知道。是。杨玉瑶正怀着孕，他们怎敢让她受这种恶心？走到半路，迎面看见宋梅走来，宋延年立马换上一副慈父模样。宋一欢也赶紧凑上前去，怎样？是三皇子送你回来的？宋梅本来一肚子气，这么多人都走了，愣是没一个人告诉他一声，马车也不给他留一辆。原来是想给他和三皇子创造机会。想到刚才马车颠簸，他不小心撞到了三皇子怀里。宋梅羞红了脸，姐姐，你竟欺负我！哼，不理你了。宋一欢摸摸他的脑袋，这才是我宋家的女儿，迎难而上。神迎难而上？我咋才发现宋家一家子都是戏精？原来小丑是我自己，我还瞎操心，干着急。原来大家早就知道了，我替我自己委屈。嘤嘤嘤。宋海明和宋海兰不约而同站到宋离身后，真想马上和妹妹相认。跟姐姐说说今日与三皇子做了什么。宋一欢揽着他的肩膀，边走边聊。一行人往暖阁走去，杨玉瑶正在鼓捣一盆花，见他们来了，吩咐下人端上小食。梅儿来的正好，娘有任务交给你。哦，娘找我何事？宋梅乖巧地坐在杨玉瑶身旁。三皇子答应帮咱们一个小忙，咱们也不好空手不是？这是一个玉矿的契书，你找个机会送给三皇子。宋梅十分高兴，她喜欢这种参与到宋家大事的感觉，一步步来，她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利。我一定会办好的，绝不让别人看见。她兴冲冲道。杨玉瑶满意点头，这种得罪人的事交给宋梅做，她放心。你为人机灵，我也不瞒你，其实就是雨玲玲的事。宋梅张大嘴巴，随后压低声音道，雨玲玲能换成咱们的人。杨玉瑶轻点了一下她的鼻尖，还不是为你铺路，只有自己人才用着放心呀。宋梅恨不得抱着杨玉瑶亲两口，这要是亲娘多好，娘亲我好爱你。宋离，全都是泡沫，只一霎的花火，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，但爱是泡沫。宋家全家戏精实锤，宋家夫妻影帝影后强强联手画饼。宋老大尿急第一人，宋老二我严厉，但我都是为你好。宋姐姐主打一个宠妹妹 CPU 大师，以后我能顺利融入这样的家庭吗？压力好大，要不我还是去街上要饭吧。宋家全部不用担心，你才是戏精本精。小食是燕窝粥和梅花饼，宋梨化悲愤为食欲哐哐吃。杨玉瑶特意为宋梅准备了药膳，每天坚持喝，3年后给你一个意外之喜。宋梅害羞地垂下头，熟练地端起药碗一饮而尽。这药他已经让神秘人验过了，药是补身体的好药，不仅安全无害，还能促进某些地方发育。每个女孩都想要魔鬼身材，她也不例外。原世界她的身材就很好，要腰有腰，要屁股有屁股，唯一不足是很平。她的朋友还给她取了外号叫铁板烧。这辈子她终于能扬眉吐气了。吃过小食，众人散去。宋离熬夜奋斗炸药配方和牛痘接种法，宋梅继续苦读诗词典籍。宋延年给杨玉瑶捏着脚，两人商量着怎么跟亲闺女相认。宋海明连夜处理那间。宋海兰翻墙去找白宗堂喝酒，老庄到处找狗，但根本找不到，因为宋一欢正带着阿黄物色小母狗。一切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第38章蛇鼠一窝。当前气运值达到 15%， 开启新的灵宠，并获得一本技能之书。 A. 苍蝇， B. 蜜蜂， C. 老鼠， D. 黑蛇。请选择你的灵宠。宋离刚躺在床上，脑海中就传来这样的声音，他赶紧进入识海。这次又新增了个蛇鼠一窝组合。话说这系统真是一个正经系统吗？系统，系统。他招呼了2声，无人应答。哎，算了，先选吧。神识移动到老鼠，出现一个属性界面。攻击力70，生命值300，忠诚度300，智商
500。技能遁地术。吼吼！宋离本来心心念念都是蜜蜂，但是看到老鼠后，他可耻的变心了。阿黄武力值才10，这老鼠竟然逆天地达到了70，也就是说，一只老鼠可以单挑7只阿黄，而且智商还是阿黄的2倍。技能遁地术也是牛批到不行。呲溜，宋离把流到嘴边的口水吸回来。看来气运值越高，供选择的灵宠越厉害。怀着激动的心情，神识一道黑蛇。攻击力200，生命值1000，忠诚度100，智商150。技能深渊凝视，与他对视，可触发内心最恐惧的事情，并连做7天噩梦。宋离直呼卧槽！黑蛇的攻击力是他目前见过最高的，技能也是小母牛探亲，牛批到家了，竟然是难得的精神攻击。但自保能力不足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现在宋延年已经发现周绿川是碟中谍，甚至已经怀疑到了皇帝头上，他们的战场可能也要慢慢向宫里转移。但红墙绿柳之间忽然出现一条乌漆嘛黑的蛇，试想一下，他能活到明天吗？思考良久，宋离选了智商最高的老鼠。蝴蝶那么点智商都会斗智斗勇，那老鼠不得上天呀！他用意念召唤出自己的灵鼠，顿时一只毛茸茸的棕色小老鼠出现在他的枕边，巴掌大小，炸毛，2只耳朵圆圆的，背上还有波斯菊一样的花纹，比花栗鼠还要呆萌可爱，摸上一把，绒毛丝滑柔软，让人心神舒畅。宋离第一次见颜值这么高的老鼠，马上拿出干果投喂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就叫小花吧。滋滋，小花点点头，又在宋离手上嗅了嗅，似乎在表示感谢。感谢完就用小爪子抱住一颗大榛子，就开始磕了起来。他的牙齿非常锋利，坚硬的榛子可一咬就崩开一个缺口，小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有趣极了。宋离趴在床上看了一会，随后点开技能之书，看到技能的名字，宋离惊的直接坐了起来。竟是一个空间，而且无限大。宋离简直要笑妈了。他先试着把空间拖到自己身上，预料之中失败了。看来技能之书只能用在灵宠身上。于是宋离想都没想，把空间套在了小花身上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小花就变成一只无限容量的盾的巡警鼠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要发大财了！哈哈哈哈！隔壁宋一欢听到他说发财了，没忍住，爬到房顶上看他如何发财了。然后就看到他拿出自己的小匣子，把黄金、白银、翡翠镯子、珍珠玉佩，总之他那点东西全倒腾出来了，依次摆在床上，对着一只小老鼠比划。这些，使劲搂，大大的搂，一点不要剩，明白吗？宋离2只手使劲划拉，小花张着小嘴，上半身立起来，一脸呆萌地看着宋离，似乎不明白这些东西不能吃，要来干什么，但主人的命令他一定会遵守。于是他点了点头。宋离嘿嘿嘿地笑了起来。好宝宝，亲亲，木马，妈妈的小花花，妈妈的小乖乖，太兴奋，高兴地唱了起来。宋一欢，妹妹没疯吧？阿黄听到宋离鬼哭狼嚎歌声，有点担心，自己开门走了进来。如果有病，他能开药。然后他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的小花，有一点嫉妒，咧了一下嘴。但看着小花呆萌的样子，可爱死了，又控制不住的喜欢，内心一番思想斗争后，选择了遵从内心的想法，哈哧哈哧跑过来，对着小花就是一顿舔。本来是个毛茸茸的小胖子，被舔成了一根米老头。小绿每次都飞很高，他蹦起来都够不着，终于逮着一个能一起玩的了。汪汪，滋滋，2小只友好的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高高兴兴的玩到了一起。早上宋离醒来就看见阿黄团成一个球，而小花被围在最中间，2小只睡得呼呼的。宋离的心都要化了。等他洗漱完毕，小花和阿黄已经醒了，小花骑在阿黄的头上，阿黄伸着舌头傻乐。宋一欢正好过来找他，咦，怎么有一只小老鼠？宋离嘿嘿一笑，是阿黄新交的朋友。汪！阿黄配合的应了一声。宋一欢捏着下巴，这狗子真奇怪，我给他找小母狗他不要，自己去找了一只老鼠。宋离抿住嘴不说话，这个锅就让阿黄背吧。2人携手到暖房吃早餐，杨玉瑶正在给宋梅喂药。娘的宝贝女儿，娘喂给你喝。宋离目瞪口呆，忽然想到当初在慈善堂的时候，宋梅紧追着他喂药，真是风水轮流转，我娘为我报仇了。今日端王妃开赏花宴，给咱们下了帖子，你们姐妹一起去。杨玉摇头都没回，似乎心思全在宋梅身上。好家伙，娘的演技越来越深厚了，谁看这不是妈宝妈？行，我一定照顾好妹妹。宋一欢说着，冲宋梅露出一个宠溺的笑。宋离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姐姐也是炉火纯青，但有那么点调戏良家妇女那味。可宋一欢低头吃饭，最近见了几次四皇子，浅浅调戏了一下，一不小心养成了习惯。不行，
我也不能落后，不然以后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宋家人？夫人，我只是哥哥姐姐们的义妹，这种场合我就不去了，我留下来陪夫人吧。他眨着单纯的眼睛说道。杨玉瑶立刻来了精神，闺女要演戏，她自然奉陪。只见她不在意的摆摆手，就算是没关系的同窗都能带着一起赴宴，更何况你是花儿的义妹，你们就跟亲兄妹一样，可别在意这个。年轻人啊，就是要一起玩才有趣。宋一欢冲他点点头，没错，你必须去，到时候他们全做那劳什子酸师，你不去就没人陪我了。宋梅眼珠一转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也破天荒地帮宋离说话。宋离，去吧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不去我会很失落的。宋离腼腆一笑，既然大家都不嫌弃我，那我就去了，嘿嘿。又唠了一会嗑，宋家3个男人依次走了进来，大家入座开饭。宋梅瞧着宋离那不伦不类的样子，低头抿嘴偷笑。其他小姐都听说了宋家3兄妹认宋离当义妹的事，还有人偷偷去看过他，说他粗鄙不堪，野鸡永远成不了凤凰，还说同样是流落在外8年，他就像从小生在名门高阁一般，言谈举止不俗，是骨子里的教养。宋离俨然成了他的对照组，不知到时候让宋离做首诗给大家听会多有趣。宋离却在思索关于端王府的剧情。端王作恶多端，尤其好女色，家中姬妾无数，因为是皇帝的亲弟弟，与皇帝一条心，所以地位稳固，没人敢对他不敬。但其实他私底下已经不知弄死了多少女孩。对了，大姨妈家的文管事抓的女孩很多就是输送给了他，都被他玩死了，骨头都没剩，全为了他养的恶犬。后来大姨父被查，就是端王给3皇子提供的线索，大姨父的巨额家产也被端王和3皇子平分。第39章，端王府赏花宴。可怜大姨父的2个孩子，小小年纪被充为官妓，后来父亲为了救表哥和表姐，花钱把他俩包了下来，但官妓属归端王管，端王恶意涨价，逼得父亲掏空了家底，也只能包下3年。但背地里，表姐已经被端王玩过了，表哥也被迫接了好多断袖的男客。他们知道自己逃不出去，不想让父亲担心，每次父亲问起都只说很好，也是2个懂事的孩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应该先把文管事干掉，这件事我亲自去办。杨玉瑶从桌子下面握住宋年年的手，之前他听宋年年讲过，宋离预测姐姐烂好人，连累了2大家子。按照宋离的说法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，但宋年年还是为了他掏空家底保下他的2个外甥。宋年年也紧紧回握住杨玉瑶的手，当初他落草为寇，他不嫌弃，放着官家小姐不做给他当压寨夫人，那时他便发誓绝对不让他一丁点受委屈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宋离，他将会因为他的亲信而害了他的妻。宋延年深吸一口气，摸了摸杨玉瑶将将显怀的小腹，这一次他的孩子会平安出生，他们一家人也都会平安顺遂。饭后，5个年轻人来到端王府，端王妃满脸笑容，像个老鸨一样在门口迎接。事实上他也是个老鸨，为了自己王妃的位子，不知拐带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孩献给端王，听说有几个还是5品以上官员的女儿。一般人家是害怕与他接触的，他要是上门做客，都要把女儿藏得死死的，但宋家手握兵权却不怕。而且这次赏花宴的目的是给他的儿子，也就是端王世子相看姑娘，所以来的人还真不少。端王妃安好。宋一欢先行一礼。呀，一欢，许久不见，好像又长高了。端王妃将他上下打量一番，又把目光移向旁边的宋梅，蓦地眼前一亮。此刻宋梅正被4人拥簇着站在 C 位，浑身上下全是名牌，一看就是家里最受宠的姑娘，而且一双眼睛单纯又无辜，看起来很好骗的样子。这位就是宋家2小姐吧？跟玉瑶妹妹长得真像，我看第一眼便喜欢的不得了。自你找回来，宋家还没办宴会，我也没有机会给你礼物。这个拿着。他从手上退下一只水头很足的镯子，我和玉瑶就像亲姐妹一般，你以后就叫我伯母，千万别跟我生分。那便谢过伯母。宋梅乖巧收下，心中得意。她天生就是尊贵的命。咦，你们的母亲怎么没来？我还有好些话要跟她说呢。端王妃向后张望，眼神中的失望不似作假。宋一欢解释道，家母怀孕3月，正是难受的时候，她让我向王妃告罪一声，以后再请您吃酒。端王妃睁大眼睛，玉瑶她又怀上了。哈哈，玉瑶好福气，我库房里还有好些适合小孩的锦缎，回头我让人全给她送过去。后面还有客人等着。他们道谢过后便进了端王府，但宋离总觉得不对劲，他好像真的在等娘，肯定是没安好心。其他3兄妹也眸色深暗，回头跟爹商量一下。宋一欢低声跟宋梅讲解，端王妃是母亲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以后可以与她亲近些。宋离姐姐从不放过给宋梅挖坑的机会，明明娘跟端王妃水火不容，连话都懒得讲，要不然娘也不会不来。我看端王妃对宋梅这么热情，只怕是看上了宋梅。好说，我让小绿给她找点乐子。端王府内水榭楼阁，雕梁画栋，
几乎都是金玉堆砌而成，就连门前的一整块巨大太湖石都是远从姑苏运来，人力财力不知耗费几何。中间俊男靓女穿行，欢声笑语不断。大齐王朝民风还算开放，男女不同席，不能私下见面，但在宴会上可一处玩耍。到达宴会的阁楼望风楼，一共4层，一层正在玩投壶、陆博、锤丸等游戏。宋梅看得两眼冒光，很想去玩。去吧，宠溺地看着他，姐姐真好。宋梅先冲他撒个娇，然后拉住宋离，宋离，陪我去玩击鼓传花的游戏。宋离一看击鼓传花输了就压作诗，他才不去呢。他虽然有心捧着宋梅，但也没必要臭自己的名声。我刚才好像看见三皇子在2楼，我先帮你打探一下，你去玩吧。宋梅眼神纠结，她想让宋离像小丑一样供大家玩乐，但貌似像个小二一样上下跑腿也挺好的，而且她确实想知道三皇子的具体位置。好吧，你去吧。宋离立刻就走了。宋一欢抬头往上看，恰好看见四皇子那个病秧子趴在3楼栏杆上，他冲他嘿嘿一笑，还搓了搓手。四皇子马上消失了。宋一欢跟2个哥哥交代一声，然后迅速上了楼梯。第40章修罗场。宋离本是忽悠宋梅的，他根本没看见萧逸风，但谁知到了2楼后，真的看到萧逸风在跟5皇子萧逸胜下棋。端王世子萧世雄在旁观看，对局的2人已经陷入焦灼状态，每走一步都要思索良久，眼神间闪电带着火星子噼里啪啦的闪，搞得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喘。3大渣男齐聚，宋离眼前一亮，趁着大家都聚精会神的观战，他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把小绿放了出去。乖宝宝，去勾引他们看宋梅。下棋哪有宋梅好看？作为女主，怎么能少得了修罗场呢？小绿显然是喜欢修罗场的，兴奋地扇动着翠绿的翅膀，先是到萧逸风等人面前晃荡一圈，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后，又偏偏离去。一首欲擒故纵玩得十分高超，众人一面好奇初春怎么会有蝴蝶，一面又被她的美丽吸引，以萧逸风为首，纷纷起身跟了上去。本王好像在皇妹们选伴读的时候就见过这蝴蝶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。萧逸胜心底冷笑一声，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他一直以为蝴蝶选伴读是皇后搞出来的把戏，以我看，这绿色透出一股森然之气，十分不吉利，也不知是哪个坟包冒出来的。他微微眯起眼，2指夹起旁边的茶杯盖，手腕一转抛了出去。以后这种蝴蝶他见一只杀一只，他不允许京城有这妖牛逼的蝴蝶存在。然而茶杯盖就要碰到蝴蝶的时候，蝴蝶翅膀快速一扇，轻松向旁边躲了过去。萧逸胜脸色一变，还真不是简单的蝴蝶。宋离也是吓了一跳，轻轻拍着胸口，幸好小绿没事，不然他会难过一辈子。萧逸风幸灾乐祸，哈哈，武帝最近忙大事，难免疏于锻炼，听三哥一句劝，身体是本钱，可别不上心。萧逸胜冷哼一声，没有说话，手却摸向了旁边的杯子。他不信这小玩意躲得过1次还能躲得过2次，他可是师从大内第一高手。然而杯子刚刚捏住，却看见宋一欢向前走了2步，恰恰站在他前面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萧逸胜满肚子火气，他不相信宋一欢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不能跟宋家对上，只能满心不甘，暂时压下。小绿给大家表演了一段爱的魔力转圈圈后，慢慢下落，最终落在了宋梅头上。此时宋梅手里正抱着大红花，明显是输了，正在挨罚。她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头上的蝴蝶，也没注意到众人惊讶的目光，她眼神迷茫又无辜，正在冥思苦想该作何诗句。蝴蝶每扑闪一下翅膀，便给她的容颜增添一层滤镜，柔光、美白、磨皮、腮红、眼影、红唇，五官立体。待蝴蝶停留了8秒后，众人几乎都要被她的美貌震惊住了。这小美女天仙似的，刚才他们怎么没注意？越看越美，每多看一眼就能发现新的美，简直看到就是赚到啊！那是谁？快透个谢！我也没见过呀。扑扑连飞蝶，柔弱不胜春，美人年纪虽小，却也能窥见以后的风采。我知道，这是宋将军前些日子刚接回来的嫡次女，据说以前流落在外。萧逸风眸光暗了暗，他不喜欢宋梅被别的男人盯着，不知为何，每次见到宋梅，他都会莫名生出一股亲近之感，仿佛她生来就应该属于他。萧逸胜也被美色吸引，情不自禁浮上栏杆，只为更近距离看清宋梅的样貌。上次公主选伴读的时候，他就听见皇帝们念叨宋梅好看，但当时他的注意力全在白玉蝶身上，并没注意到她。而且宋梅听名字也漂亮不到哪里去，如今看来确实超凡脱俗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想到最近他几次与白玉蝶制造偶遇，但白玉蝶好像改变了心意，开始躲着他。萧逸胜眯起眼睛，这个宋梅看起来没什么心眼，又没婚约，只是小6的伴读而已，难道他还不能接触了？世子，带我邀宋2小姐上来手谈一局。萧逸胜等了一会，
没人回应他。他回头一看，刚才还跟在他屁股后面的萧世雄已经不见了。再往下一看，萧世雄已经站到了宋梅旁边。宋梅刚想好要背的诗，眉头舒展开来，嘴边盈盈一笑：“众位哥哥姐姐，以酒为题，我便献丑了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好，好诗啊！宋二小姐乃旷世诗才。宋二小姐小小年纪却能做得如此好诗，我等算是白活了。周围一片夸赞的声音，学子们更是恨不得当场与宋梅交流心得。宋梅羞红了脸，微微低着头，更衬得他人比花娇。这蝴蝶真是她的福星，是上天派来给她助攻的吧？她决定了，为了感谢这只蝴蝶，回头给自己做一对蝴蝶发簪。萧世雄挡在宋梅身前，拦住所有人的目光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不要为难宋二小姐了。来，大家接着击鼓，接着传。今日是端王府举办的宴会，总要给主人一个面子。于是继续玩起了游戏，而宋梅则被萧世雄护着去了2楼。萧医生正等在楼梯口，看见宋梅便开口说道：“宋二小姐文采斐然，想必棋艺也是一流，可否与本王手谈一局？”萧医生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但眼尾天生泛红，给人一种病娇难味。宋梅眼前一亮，内心觉得这应该是她的病娇男配，强迫霸宠，不给就装可怜那种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萧逸峰站了出来：“五弟莫不是要耍赖？咱们的棋还没下完呢。”萧医生呵呵一笑：“可不是弟弟不想下，刚才也不知是谁搅乱了棋局，咱们就当平手吧。”萧逸峰一看，果然棋局已经乱成一团，他的手在袖中握紧，眯着眼睛看向萧逸胜，谁敢弄乱他的棋局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宋离正是不才在下，不过萧逸峰也不是吃素的，棋局乱了，他片刻便能恢复。抬手正要过去，却听萧逸胜继续道：“我刚才好像看见了宋大小姐上楼去了，三皇兄不去看看吗？”萧逸峰的话尽数卡在喉咙。是呀，他和宋逸欢还有婚约，万不可对宋梅过分关注，万一被人误会他是那等贪于美色之人，尤其还是同时对姐妹2个，他辛苦经营的名声便要毁了。第41章搬空端王府。不，要是让宋延年知道，更是会扒了他的皮。萧逸峰看了宋梅一眼，希望他自己懂点事，不该接触的人不要接触。宋梅也羞涩回望了他一眼。萧逸峰以为两人达成了共识，冲萧逸胜哼笑一声，悠闲上楼了。然后宋梅便与萧逸胜玩到了一起。能与五皇子殿下对弈是民女的福气，但民女不敢欺瞒，民女并不善棋，若五皇子殿下不能尽兴，还请不要怪罪。宋梅说话时温声细语，一双单纯的大眼睛如小鹿一般。萧逸胜别说怪罪，喜欢还来不及，那心眼子多的才下棋贼精，他就喜欢下棋笨的。一盏茶的时间，两人下了5盘棋。宋梅眼中蓄满了泪水，快要被虐哭了。五皇子殿下如此厉害，与民女下棋只是浪费时间。萧逸胜微笑着摇头，不过游戏耳，与你下棋十分有趣，本王很开心，好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。这句话说的半真半假，但宋梅却听出了病娇被治愈的感觉。他是萧逸胜的药吗？他展示出自己最善意的笑，正要说什么，萧世雄凑了过来：“你俩确实不适合一起下棋，咱俩棋艺相当，咱俩来下一局。”萧逸胜皱起眉头，宋梅却一口答应下来。好，这萧世雄长得风流俊逸，看起来纨绔随性，但是对他超温柔，像阳光大男孩型男配。萧逸胜幽怨地看着宋梅，宋梅却已经上了旁边的棋盘。宋梅这回玩嗨了，一头扎进了男人的海洋。咦，他刚才看我一眼，看我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估摸着他马上就要渴了，我还是赶紧溜吧，别到时候又指使我端茶倒水，逼事多的不行。正好带我的小花花去长长见识，端王府好东西可多了呢。宋海明和宋海兰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宋海明留下空局，宋海兰暗中跟上宋离，并非他被好东西吸引，而是端王府龌龊太多，他得看着点，不能让宋离乱闯。却见宋离爬上假山，找了个没人的亭子向下望去，观察好地形以后，从袖中掏出一只小老鼠，看那边的大铁门就是大库房，那里面的东西全拿回来。他双手做了一个大把搂的动作，最大的那个院子是主院，主院后面那2个房子是小库房，那里的东西我也全部都要。东侧最漂亮那个房子看见没？那是书房，里面肯定不少好玩意，笔墨纸砚全算上，我全都要。小花，咱们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，全靠你了。安全第一，如果你有危险，哪怕是会伤到你一根毫毛，咱们也赶紧回来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听见没？在妈妈心里，你是天底下最贵重的宝贝。小花似乎感动坏了，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。滋滋，她亲了亲宋离的手指，然后跳到地上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躲在暗处的宋海兰，完了，妹妹魔怔了，想钱想疯了，跟一只老鼠密谋起来了。
多大的嘴啊，顶多装一小块金子，还全要。对了，昨天缴获了周律川5箱黄金，分给妹妹1箱，不知能否治好她这病。宋海兰忧心忡忡，宋离已经翘着脚喝起了茶，旁边小炉子咕嘟咕嘟煮着茶水，桌子上的糕点也分毫未动，可不是等着她来吃吗？宋海兰蹲得双脚发麻，也假装路过，走到凉亭里。哎呦，小妹也在，真巧真巧，外面太闹腾了，我过来躲躲清静。宋离也立即附和，可不是嘛，我就受不了这种，但是下次宴会咱们还得来，不能让宋梅受一个人，万一她受欺负怎么办？对对对，宋梅是最重要的。俩人一边唠嗑一边嗑瓜子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小花从枯草中窜了出来，顺着宋离的腿就爬到了他的膝盖上，两只小爪子开始比划，先是从胸摸到屁股，身体撅成一个 S 型。女人，滋滋。小花点点头，又用小爪子比了一个8个女人。小花再次点头，然后胳膊伸到头顶，跳了3下，3层楼。吱吱吱，小花疯狂点头，又做出一个抹眼泪的动作。宋离眨眨眼，你的意思是有8个女人被关在一座3层楼的房子里，她们都使劲哭是吗？小花点点头，小嘴巴半张着，可怜兮兮地望着宋离。宋离又看看旁边的宋海兰，二哥，他说的你都听见了吧？宋海兰将信将疑，因为这只小老鼠太有灵性了，那动作比划的活灵活现，简直就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小人一样。他都怀疑这只老鼠是不是成精了，怪不得把他妹妹拐带的这么神经。这件事回去跟父亲商量。宋离还不知道文昌贵已经死了，心里还十分担忧，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，因为可能牵扯到大姨妈家，万一这些女孩是文昌贵从青州输送过来的呢？对了，我记得有个3品大员的女儿失踪了，还给家里的人写了绝笔信，家人以为她跟野男人私奔了，为了家族名声着想，便对外宣称她病死了。其实这个女孩是被拐到了端王府，绝笔信也是端王府的幕僚房写的。后来这个女孩忍辱负重，凭着出色的才情做了端王的小妾，倒是没被弄死。不知道可不可以从这里入手？宋海兰神色严肃，没想到端王如此大胆，竟然敢拐走3品大员的女儿，害他全家的，端王也算一个，他绝不饶恕。相信父亲也是一样的想法。两人沉默地往回走着。望风楼里，宋梅已经与多个男子对弈过了，棋艺也在快速增长，让人刮目相看。在他要与第11个男子下棋的时候，宋海明阻止了他，妹妹，你累了，休息一会。表哥，我不累。宋梅已经玩上瘾了。你身体不好，休息一会。宋梅有点烦躁，宋海明怎么像个老妈子似的？她想推开宋海明，却被一把抓住了手腕。宋海明在她耳边小声说道：“3皇子5皇子都在看着你。”宋梅一惊，赶紧从榻上跳下来。我确实累了，谢谢各位不吝赐教，小女回去以后一定多加练习，希望不久以后再与各位一决高下。男子们笑呵呵应着。宋梅略微松了口气，实在是第一次被男人包围，还都是气质不同的各种美男，她根本没法拒绝呀，家人们。而且这里让她找到了做女主的自信，那种久违的自信，在宋家从未体验到的感觉，一不小心就得意忘形了。她悄悄看了眼萧逸峰，果然见他脸色难看。宋梅有些后悔，差点为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要说好看，还是萧逸峰最好看。宴会散去以后，宋梅故意跟萧逸峰走到一处，萧逸峰也慢下脚步，刻意等他解释。宋梅心中一暖，开口道：“3皇子殿下。”萧逸峰侧着耳朵听。宋梅，真的是你？你还记得我吗？董宝坤兴冲冲跑到他面前，还晃了晃手里的兔毛手炉。宋梅。萧逸峰冷哼一声，甩袖便走了。宋离看得津津有味，啧，人多真热闹。宋梅有福了，这么多美男需要她送温暖，一个个都眼神殷切地看着她。她这么善良，怎么忍心拒绝啊？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好吗？果然，宋梅心疼地看着3皇子的背影，但又无法丢下大狗狗一样的董宝坤。美强惨心思最是细腻，他要是伤了他的心，以后可就不好找不了。反正他只跟董宝坤做朋友，他问心无愧。宋梅做出了决定，回头看向董宝坤：“好久不见，公子近来可好？”董宝坤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看向3皇子的方向。那人长得很俊，看宋梅的样子也很上心，他有点在意。那人是谁？一个朋友。宋梅脱口而出。如此，董宝坤脸上绽放出笑容，看宋梅的眼神愈发温柔。碰到你以后，我的运气一下子就好了。我内心冥冥之中有种感应，都是你给我带来的好运，仿佛我们前世就有某种约定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便能平安喜乐。宋梅哪受得了美男这么直白的撩拨，一张脸红的像猴屁股，小心脏砰砰的跳。他瞄了董宝坤一眼，现在他也算对锦缎珠宝懂点行了。董宝坤的穿着确实富丽堂皇，高了不止10个档，看来他说的不假，确实走狗屎运了。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？董宝坤心头一热，忍不住抓住他的手。
你也在等我吗？他最近与大长公主放荡惯了，没抓凶已是客气，抓手对他来说就像普通打招呼。但宋梅却娇躯一震，愣在原地。公子，你放开！他声若蚊呐，董宝坤更加不放，非得逼着他说出响字才松开。宋梅拿他实在没有办法，就说响了，但他自己心里清楚，就是普通朋友那种响，他问心无愧。董宝坤恨不得一蹦3尺高，我就知道你心里也有我。宋一欢吃瓜不忘眼观六路，远远看见大长公主和端王过来了，马上去提醒宋梅：小妹，大长公主来了，一会见了她要记得行礼。宋梅点点头，忽然手上一松，她转身去看，董宝坤已经没影了。美强惨总是有很多无奈，她理解。不一会，大长公主走了过来，宋一欢拉着宋梅给她介绍，也是让宋梅在大长公主面前混个脸熟，若是以后发现宋梅和董宝坤一起，也别大惊小怪，都是朋友。义母，这便是舍妹，想着她还没见过义母，令她给您请个安。大长公主安好。宋梅乖乖行礼，她也想要个公主义母，宋一欢可以，她为什么不可以？大长公主刚巧得了一份礼，转手送给了宋梅，看面相是个好孩子，拿去吧。宋梅高高兴兴接过。大长公主还有事，没再跟他们寒暄，几人便自行离开，上了马车。宋梅怀里抱着一个精美的匣子，此刻人还是晕晕乎乎的。这一天像过了1年那么充实，那么多美男。回到家中，宋梅抱着礼物，急急忙忙回了自己的院子。宋海兰立刻召集全家开会。等全家人聚集在宋年年的书房，宋海兰让宋离拿出小花，再表演一遍在端王府的见闻。小花绘声绘色，又卖力表演了一遍，众人皆是暗暗吃惊。宋离，阿黄捡回来的这只小老鼠十分有灵性，跟阿黄一样。俗话说，聪明的人跟聪明的人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宋海明抿嘴轻笑，小妹说的是物以类聚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想到那只会挖药、会看病、会开药、熬药还会看火候的狗子，大家忽然觉得一只老鼠聪明一点点也没什么稀奇的。古人便有训练老鼠偷盗的，民间还有个说法，老鼠能听懂人话，所以下陷阱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出来。老鼠报恩、老鼠报仇等事也不在少数，说明老鼠的智商是真的很高。宋延年召集了几个暗卫，让他们先去探查一番。宋海兰又道，最近京城许多女子失踪，不知是不是跟端王府有关。听说关文殿大学士谢大人的女儿年方16，便忽然暴毙，有谢家的下人传出，他们家小姐是失踪了，或许也与端王有关，也说不定。他站在宋离后面给大家使了个眼色，众人立刻心领神会，这是宋离的心声。早上听完宋离的心声后，宋海兰便去打听了，也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事，很快便让他打听到了。关文殿大学士谢之渊是3朝世家谢家的嫡子，虽无实权，但凭着出色的才学，在文人之间很有威望。而且他们的大姨父谢勉是谢之渊的庶弟，两人关系还算不错。有这层关系在，他们想要说动谢之渊也很简单。杨玉瑶震惊不已，我当时慧姐真的病死了，还可惜要好段时间，没想到中间有这些曲折。明天我便去给刘氏透个风，他们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稀里糊涂就这么给判了死刑，哪有这么做父母的？可怜慧姐落到那王八羔子手里，不知要吃多少苦。第42章，你贴贴我把风。宋一欢也是十分气愤，这种畜生还真不少，别说端王府，大姨母家里不也出了一个吗？宋离，宋海明目光凌厉，猛地拍一下桌子，文昌贵那畜生凌迟都便宜他了，看看他这演技，谁还敢说他只会尿急？文昌贵，宋离心头一惊，他已经被发现了吗？剧情是很晚才发现的呀，难道是我的到来产生的蝴蝶效应？全乱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就不用担心大姨妈一家遭殃了，也不用担心会连累父亲了。几人松了一口气，终于不动声色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宋离，再也不用害怕他跑去青州了。又商议了一下细节，暂定先打探情况，等确定谢只会在端王府后，再告诉谢家。时间一晃就是7天过去，因为端王也有暗卫，所以宋家的暗卫要想打探情况十分不易。而且端王府的暗卫最近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满身血气，见面就拼命，他们根本不敢正面硬刚。多亏他们平时总是培训演技，演了不少戏，骗走不少暗卫，才打探到一点情况。谢指挥确实在端王府，另外据属下观测，端王府并非只有8个姑娘，粗略算下来至少20个，中一半是西戎女人。我们还看见了西戎质子文人邪。待暗卫退下，宋延年立刻招来老婆孩子，把情况说了一遍。文人邪，这个小狼崽子什么时候跟端王搞到一起了？还把自己国家的女人送给端王糟蹋，呸，孬种！宋海兰十分不屑，眼神中满是鄙夷。宋海明却看透事情的本质，如果只是抓到端王囚禁杀害良家女子，皇帝念着兄弟情肯定会压下此事，但如果能抓到端王通敌叛国，一切都将迎刃而解。
宋延年点头，还是海明脑子好使。宋海兰。宋一欢冷哼一声，就算他不叛国，也必须叛国。宋延年说得好，一欢有何妙计？宋一欢微微一笑，叛国这种罪名，只要岸上就说不清楚，全凭皇帝心意。皇帝心情好，他就没叛国；皇帝心情不好，以前打的所有败仗都是因为他叛国。但要是文人协肯出面证明他叛国，他就必然叛国，就算皇帝也休想网开一面。切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该如何让文人协出面？宋海兰抱着胳膊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最笨的，只要文人协敢出面，皇帝就敢立刻把他劈成两半。宋一欢笑眯眯地看向宋海兰，眼中闪着金光，你不是要走了吗？你把他带走不就行了？宋海兰只想翻白眼，先别说我有没有这本事从皇帝手上抢人，西荣与宋家不死不休，我还杀了他舅舅一家，他怎么可能信得过我？你没看他每次见我那眼神，恨不得把我撕了似的。昨天见到他，我还踢了他两脚，你说他怎么信我？场面一时安静，两人低下头，心思各异。宋延年和杨玉瑶面静静看着孩子们辩论，从辩论中集思广益，取长补短，总有一天他们都能独当一面。其实也不是没可能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宋家全员竖起耳朵。只要我们真的叛国，文人协就会站在我们这边。但这是不可能的。按照剧情，父亲失去所有亲人，又得知宋梅是假千金后，这才一气之下造反的。现在全家和睦，母亲还要生小宝宝了，父亲怎么可能叛国？书房内更是一片安静。宋海兰，不得不说，妹妹说出了我心底的想法，但我想的是造反，不是通敌叛国。宋海明，当我不知道害我全家的就是那狗皇帝吗？以前的家和现在的家，所有仇恨都要还给那个老杂碎。宋一欢，妹妹怎么知道我想垂帘听政？宋延年，其他不说，敢亏欠我媳妇，我还能留你狗命？杨玉瑶，哎，闺女脑瓜子太活了，随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有瓜！众人再次竖起耳朵，就是文人协与西荣反目。按剧情，文人协是顶替弟弟来做质子的，但是他以为的亲弟弟，却是他娘与他叔叔的孩子。弟弟表面上装可怜，背地里把他当成一条狗。文人协完成了所有西荣交代的任务，但在即将回西荣的前一天，永远死在了大齐皇宫，他最厌恶的地方。也是个可怜的，死前所有价值被炸得一干二净，除了一身伤，一无所有。宋延年最终开口，宋离，你与文人杰年岁相当，且你俩互不相识，你去拉拢文人协。宋离，能成就成，不能成就算了，不要有压力。宋离有点小激动，这还是爹第一次交给我任务，那我就去试试。听说灵犀公主总是以羞辱文人协为乐，不如我先去刷刷好感。将军，我尽力而为，明天我就随宋梅进宫寻找机会。好。宋延年拍拍他的肩膀，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，莫要贪功冒进，只当是一次试炼。宋离抱拳，是将军。宋延年接着说，周绿川虽然消失了，但玉矿的契书已经交给了萧逸峰，他收了咱们的礼，就得帮咱们干活。海明，我已经向皇帝举荐你为羽林令，皇帝没有立刻答应，只说要考验你一番，明天你就拉着萧逸峰去他面前逛一圈，这事尽快定下来。噗，我要笑死了，这是逼着萧逸峰办事呀。爹的东西还真不是那么好拿的。烫手。次日，宋离取代望月陪宋梅进宫，宋海明直接去萧逸峰府上堵人。宋梅很兴奋，终于能使唤上宋离了，眼睛都亮了几分。这几天他因为萧逸峰的事心神疲惫，本来他都用玉矿的契书把他哄好了，结果又不知哪里惹到他了，连着2天都在跟他生闷气。唉，宋梅，你叹什么气？有啥烦心事吗？我身手好，我去帮你打探。宋离一副贴心下属的样子。宋梅扑克脸，没大没小，连二小姐都不知道叫。唉，也没什么，你说这男人怎么这么情绪化，说生气就生气，我成天哄他们，真的心累。宋离眼珠一转，哦，我看将军每次板着脸，夫人往他身边一贴就好了。没事，你也多贴贴呗。像你这么漂亮可爱的小妹妹，谁会不喜欢你贴贴呢？要我说，就是你太端庄了，没得让人产生距离感。宋梅脸蛋微红，小嘴却笑得合不拢，你个不知羞的，男女有别，能随便贴吗？宋离似乎不理解，贴一下而已，谁都不少一块肉，为什么不能贴？要不这样，我帮你把风，你去贴贴，咱们不让别人看见。第43章文人协。宋梅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，只是叹气，唉，他们都想让我当三皇子妃，我也是煞费苦心，压力好大。宋离不可置信，你还用费心吗？你这么漂亮，勾勾手指男人不就全来了？端王府宴会那天我都看见了，你简直要把所有男人都迷晕了。怕自己笑得露牙龈，宋梅赶紧抿着嘴，宋离这个蠢蛋，他们喜欢我是看中我背后的西北军，
我才不会上他们的当。还是你脑瓜聪明，我都想不到这些。宋梅撇嘴，你能想到的话就没我什么事了。俩人竟然有说有笑，一路聊到皇宫。皇族学堂里，因为萧灵溪刻意照料，宋梅没受什么欺负，只七公主偶尔言语为难她几句，反而是宋梅凭借她的努力与才情，竟然在班上混得还可以，尤其得夫子喜欢。宋梅刚到教室，就与萧灵溪等人玩到一处，白玉蝶在旁听着，不置一词，看似参与了，又好像没参与。宋离尽职尽责，在宋梅课桌上摆好书本，磨好梅香墨，架好毛笔，等做完这些，上课的钟声恰好响起，当当当，女孩们迅速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，婢女们也都快速到学堂后面站着。宋离有样学样，也走过去靠墙站好，一回头看见一个头发凌乱、浑身脏兮兮的孩子出现在门口。他身量细长，长发遮面，看不出男女，但看那一身粉衣，应该是个女孩。他慢慢向后走着，女孩们纷纷避开身去，生怕被他熏到似的。那孩子也不在意，一步一步，只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着。很快，他走到了最后面，想要找一个空位，就连婢女都嫌弃他，看到他来了就手拉手，生怕他插进来。因为宋离初来乍到，谁都不认识，自觉站到了边上。那孩子看了他一眼，见他没有抵触，便站在了他旁边。宋离微微失神，因为他抬头的瞬间，宋离注意到他的眼睛是紫色的。听说西戎贵族的眼睛才是紫色的，紫色在西戎象征着高贵，象征着血统的纯正。不用想了，这个一身粉衣的干巴孩子，就是他要找的西戎太子文人邪。也不知是受了谁的捉弄，被套上了女孩的粉衣服，还不允许他去男孩的教室上课，反而让他来女孩的教室跟婢女们站在一起。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天大的侮辱吧？但看婢女们习以为常的样子，他应该是经常被这样对待，好像已经麻木了。可怜的娃子，为了保护弟弟，主动来大齐做质子，却没想到弟弟跟他不是一个爹，弟弟是他叔叔的孩子。文人邪是谁？竟然编这样的瞎话来刺激他，真是可笑。弟弟可怜，他装的。弟弟在西戎吃香喝辣，还跟他的未婚妻两小无猜。亲爹中毒要死了，亲娘被叔叔霸占了，朝堂被叔叔操控了，就算回去也是一死，死在大齐也挺好，至少不会体会到被家人背叛的痛苦。文人邪的眼睛透过发缝一直在偷偷观察，却发现并没人说话，而声音的来源好像是旁边这个女孩。她没有张嘴，也不是用的腹语，她的声音不是从身体里发出来的，没有一点声音的共振，倒像是从她的灵魂冒出来，然后轻飘飘地传入她的耳中，像是她的心声。这让她有些恍惚，难道是饿久了出现幻觉了吗？还是说长久的折磨让她产生了怨恨？没人知道，他们西戎皇族的眼睛虽然是最漂亮的紫色，但他们天生眼睛都有问题。他父皇和他叔叔都是色盲，他是脸盲，他弟弟更离奇，看什么东西都是一团黑影，根本看不到事物的轮廓。他心疼弟弟，怕他来了连最基本的自理都做不到，所以纵使已经被立为了太子，他还是坚持代替弟弟过来了。当时他的想法是10年而已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他7岁过来，10年以后也才17岁，正好可以回去登基为帝，而且还能学习大齐的农业、天文、算术，他并不虚度。可听完这个女孩的心声后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在他还未下定决心要代替弟弟时，无意间听到叔叔和弟弟的谈话。叔叔说，叶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要死也拉个垫背的，最好拉个有出息的皇子，也算帮你哥哥一个大忙。弟弟大义凛然回道，我愿意用自己一命换哥哥一世太平。当时他深受感动，弟弟已经做好了一死的准备，甚至想好了怎么死对他最有利，而他作为哥哥却还在犹豫要不要救弟弟，他不配当兄长。如今想想，哪会那么巧就让他听到了呢？不过是他们故意说给他听的罢了。3年过去，他在大齐遭受无数虐待，却不曾收到西戎的任何善意。或许这个女孩的心声是真的吧？正想着，一股香甜的味道强势挤入他的鼻腔，他转头看去，旁边那女孩腮帮子一股一股的，也不知吃的什么，看起来十分美味。他已经多日不曾吃东西，闻到这股味道，只觉胃里酸的难受，一缩一缩的疼，几乎要忍不住蜷缩在地上。宋离察觉到文人邪在颤抖，好像很难受的样子，他没有多想，伸手揽住他的腰，以此来支撑他的身体。文人邪却浑身一颤，用力将他的手扒开，似乎想到了很不好的事，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好心扶他还不领情，真是不对。难道是……宋离忽然想到书中有段剧情，大皇子好男色，总是以各种理由给文人邪施压，想让他主动现身。难道现在已经开始了？他叹了口气，往他身边靠了靠，趁着女孩们都在朗读女训，小声说道，我不碰你，你靠着我。文人邪没有回应，也没接受他的好意，只是一声不吭，强忍着站在那里。
宋离摸了摸他的脑门，温度有一点高，但还算正常。后背有点佝偻，腰身细如马杆，难道是没吃好？他拿出一块秘制肉干，快速塞到他嘴里，别吐，别人看见又要教训你。放心，我也吃着呢，没毒。文人邪没动，肉干上香甜的蜜汁和油脂被唾液带入喉咙，仿若稀释真瑶，让饥肠辘辘的他沉醉不已。宋离就这样自己吃一块，给他塞一块，直到下课，他看到文人邪嘴里塞得满满的，但一口都没嚼，肉干的边缘还都是完整的。他冲出学堂，把肉干全部吐到了花坛里。宋离也跟着走了出去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只是远远看着。这孩子明明饿了还不肯吃，真是犟种。有骨气是好事，但活人才有骨有气，死人只有骨没有气。文人邪眼中闪过一道暗光，他才不是骨气，只是不想无缘无故受人恩惠罢了。他没得还，也还不起。如果是掉在地上的，他会立刻捡起来吃了，哪怕是狗食，他也会捡起来吃了。正想着，就看见脚下有只黄嫩黄嫩的小老鼠，正抱着一块桂花糕在啃。文人邪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他使劲眨了眨眼，确定那真有一只老鼠，他一把将其抄起，先抢过桂花糕一口塞下，又拨开老鼠的毛打量。这只老鼠假胖，实际没2两肉。他有点嫌弃，但还是决定拿回去打牙祭。老鼠身上有毒，煮熟了才能吃，先把脖子拧断，回去再处理。文人邪大手附上老鼠的小脑袋，刚想动手，却见老鼠又从嘴里吐出一颗榛子抱着啃。文人邪一愣，想了一下，夺过，捏碎，吃下。老鼠又吐出一颗栗子，扒皮，吃下。松子，吃下。花生，吃下。瓜子，吃下。直到文人邪吃的打了个嗝。小老鼠不再拿吃的，瘫坐在他手上，两眼空洞无神，有种被偷家的凄楚。文人邪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然后把它揣进胸口。今天吃饱了，还有明天呢。虽然像做梦一样，但只要舒服，他愿意一直做梦。第44章，你爹要死了。文人邪盘腿坐在树下消化食物，直到上课的钟声再次敲响，他才慢悠悠回到教室。走到长廊，就看见大皇子和他的手下堵在那里，他们叉着2条腿挡住过道，眼神十分下流。他任人全凭气味、声音、服饰和装饰。大皇子腰上常年佩戴一淡黄色龙纹玉佩，且浑身散发着腐臭的气味，故而他很快便能认出。哟，这是哪来的姐？上课迟到可是要挨罚的，快过吧。大皇子戏谑地看着文人邪，哈哈哈！他的手下们发出淫荡的笑声。大皇子已经19岁，早已过了上学的年纪，但自从他的喜好暴露以后，皇帝便厌弃了他，剥夺了他手上的职权，他也乐得自在，每日耽于男色。最近他便盯上了文人邪，腰细如柳，肤白如玉，最勾人的是那双紫色的眸子，真是令他见之不忘，思之若狂。他越是反抗，他便越是兴奋，只觉其他投怀送抱的美人索然无味。文人邪平静地注视着他，无悲无喜。迟到不过是打几下手板，他等着便是。两人僵持了一会，其他学子从旁边经过，大皇子便收腿放行。很快，长廊里只剩下了他们2个。人都到齐了，封门吧。远远就听见门童说道。等等！大皇子的下人喊了一声，这儿还有一个。一步路走了一盏茶，瞧着是不愿意上你们夫子的课。小童拿了戒尺走了过来，他已经做惯了这种事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。得罪了，小少爷。文人邪也痛快地伸出双手，只见那手上满是冻疮，看得人揪心。这一戒尺打下去，会把窗口打烂吧？小童闭了闭眼，用力挥下戒尺，然而却没听到预料中的声音。他定睛一看，是大皇子稳稳抓住了戒尺。大皇子殿下，您……大皇子夺过戒尺，你去守门吧，不就是无手板吗？本王代劳了。他拿着戒尺，轻轻划过文人邪的脊背。文人杰立刻向前一步，对小童拱手道：“各司其职，各安其位，各尽其责，各得其所，乃先生所教。小哥深明大义，还望莫要怠慢。”小童被说的一愣，他知道打手板是自己的责任，但戒尺在大皇子手里，他根本不敢抢啊！万一大皇子觉得他有个性，看上他怎么办？小童皮燕子夹紧，脑门上已冒出冷汗。姐们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同男子玩闹？走，快随我进去！如一阵风刮过，文人杰原地消失。小童愣了愣，往前一看，一个劲装少女拉着他进了女子的课堂。小童松了口气，这就不关他的事了。平时这些大爷们一会儿让文人邪进男课堂，一会儿让文人邪进女课堂，如今他进哪个课堂都不犯规，这正是昨日之因，今日之果，曾经对他的侮辱成了他的免罪金牌。大皇子面色阴沉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那女子是谁？小童摇摇头，大皇子殿下，小的也是第一次见，不知那人是谁。
大皇子对手下一挥手，去查。是。手下躬身退下。小童也趁机溜了。女子课堂迟到并不挨罚，只需要向夫子告罪一声。但这说的是小主子们，丫鬟迟到便要跪在后面，跪上一整堂课。宋梅眯眼瞧着迟到的宋离，脸色十分难看。第一天来就给她丢人，都是宋家把她宠坏了。她下课想喝水，一回头却没瞧见人。这没眼色的东西，她要来何用？更可恶的是，她自己丢人也就算了，偏偏还跟那个脏东西一起。别当她没看见，他们刚才可是牵着手的。再看看其他小姐，无一不是目露鄙夷。萧灵溪更是嫌弃的用手扇了扇空气。宋梅被气得心口疼，宋离脏了，她这个主子的脸也被丢尽了。宋离像是无所觉，大步走在前面，文人邪心中混乱，走在后面，直到两人并排跪在墙角，女夫子凌厉的眼神才从他们身上移开。文人邪把手放在袖中，刚才被拉过的手腕似乎还是紧的。来大齐3年，他不是没有得到过帮助，但后来都变成了变本加厉的凌辱。后来他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他是敌国的质子，在这里他不会得到任何一丝尊重与喜爱。他转了转手腕，眼神再次恢复淡漠。却在这时，小老鼠一溜烟从他袖口钻了出去，他赶紧去捉，小老鼠却钻进了宋离的袖口。文人邪的手顿在那里，他看着宋离，眼神焦急中带着一丝安抚，闪躲中带着一丝恳求。你别害怕，它是一只好老鼠，它不会咬人，也一点都不脏，你轻轻把它拿出来，还给我。3年来他第一次说这么多话。宋离眨眨眼，还给你？这是我的老鼠，为什么要还给你？文人邪一愣，小花也愤愤地从宋离袖口探出脑袋，凶狠地冲文人邪喷了2鼻子气。他的名字叫小花，是我的宠物鼠，刚才带它出去放风，一不留神就不见了，害我找半天，原来是找你去了。宋离可不是那等做好事不留名的人，占了他的便宜就一定要让对方知道。没有点名是文人邪偷了他的老鼠，以示客气。文人邪有点不相信，怎么会有人养老鼠？你叫他一声，他会应吗？宋离，小花，滋滋，小花，滋滋，小花，吱。恰这时，读书声骤停，文人邪手疾眼快，将滋滋乱叫的小花压住。好了，我相信是你的了。文人邪内心生出一股悲凉，好不容易找了个饭票，刚吃了一顿，就发现是别人的，他注定是要凄苦无依了。宋离见他心情低落，试探着问：你喜欢的话，借你玩2天。文人邪摇摇头，他不接受别人的好意，也不被人拿捏。宋离看着他干巴瘦的样子，内心生出一丝怜惜。他是一世之魂，对西戎没有仇恨，而且平心而论，文人邪是个很不错的人。他赤诚、勇敢、睿智，做人有底线，关键长得还美。只是这么警惕，我什么时候能拉拢到他啊？文人邪身形一僵，果然，这个女子忽然闯入他的世界，也是对他另有目的的。其实，文人邪跟我们合作是双赢的局面，我们不帮他，他爹就要死翘翘了。文人邪第45章皇宫里的乞丐。第2次听到这个女子说他爹要死了，文人邪上心了，但他从不听一面之词，回头他会求证。文人邪不再说话，无论宋离再怎么鼓捣他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反正他已经吃饱了。古代一堂课血长，足足2个小时。文人邪又不搭理他，宋离听得晕晕乎乎，靠在墙上就睡着了。下课钟声一响，宋离立刻支棱起来，跪的那叫一个标准。文人邪瞄了他一眼，起身离去。宋离正想跟上，却见宋梅正阴恻恻地盯着他。他现在的身份是丫鬟，无奈只能先去找宋梅。中午，小主子们凑在一块吃饭，宋离心不在焉，一直盯着窗外。萧灵溪扫了宋离一眼，若有所指道，有些人倒是聪明，知道攀不上那些高枝，便来攀这棵歪脖子树。他的丫鬟捂嘴轻笑，可不是吗？人家认他当义妹，他还能怎样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臭鱼烂虾凑一块倒是登对。宋梅脸色正红正白，又是生气又是兴奋。生气宋离给他丢人，兴奋宋离一个真千金混到如此地步，臭鱼烂虾还有翻身的余地吗？宋离也回过神来，知道他们在说自己，如果不解释2句，恐怕明天就当不成这个丫鬟了。他假装没听出来，给宋梅添了茶，小声打听：二小姐，皇宫怎么会有乞丐呢？真是新鲜，我又找回了当年要饭的感觉。噗！萧灵溪差点笑喷。哥，其他女孩也笑作一团。萧灵溪来了兴趣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以前是要饭的。宋离听到要饭2字才看向萧灵溪。对，我从小要饭，6岁被送到慈善阁，今年8岁，沾了二小姐的光，被宋家收留，嘿嘿嘿。萧灵溪看他那傻样，知道是误会了他。他虽然不说聪明绝顶，但看人不会差太多。这女子眼神清明，没有一点谄媚，但无论好坏，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贱婢。你以前怎么要饭？
给我表演一个，演得好有赏。宋黎立刻拿了一个空碗往地上一倒，假装成瘸腿的样子。各位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、哥哥姐姐，行行好，给点小钱吧。哈哈哈哈！女孩们笑得前仰后合。给口吃的也行，小子快要饿死了。好心人，一口吃了您发大财，一个铜板您升高官。哈哈哈！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要笑死了。哈哈哈哈！萧灵溪让下人丢给他一个荷包，宋黎打开一看，是一包金豆子。虽然他现在不缺钱，掏空端王府后甚至富可敌国，但钱没有嫌多的，何况以后用钱的地方大了去了。宋黎两眼放光，这位姑奶奶真是仙女下凡，快把小子的眼都晃花了。您是生来聪颖乾坤颂，日土诸姬盛世夸，快马再扶奔千里，乐于送寿到万家。哈哈哈哈！萧灵溪第一次被叫花子拍马屁，拍的那叫一个直白舒爽。什么是笑得这么开心？忽然出现一个男生，几人回头一看，是萧逸风和宋海明朝这边走来。萧灵溪马上拉着萧逸风过来看叫花子乞讨。宋海明看见眼前的情形，登时气冲头顶，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不动手。萧灵溪又打赏了一袋金豆，宋黎更加卖力表演，逗得萧逸风也哈哈大笑，还打赏了宋黎1000两银票。宋海明的怒从中来，捏紧拳头，慢慢走上前来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但把宋黎拉起来还是可以的。然而与宋黎对视的瞬间，却又顿在了原地。他竟然从宋黎的眼神中看出了警告的意味。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视之远，远而视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时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悲而骄之，义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宋黎的心声振聋发聩，宋海明胸口仿佛被击中，大脑一阵嗡鸣，随后是前所未有的清明。妹妹果然不是普通人。她慢慢从混沌中解脱出来，解下腰上的钱袋，也丢到宋黎碗里。哈哈，我竟不知小妹如此有趣。大哥懂我，我一没下跪，二没吃亏，只是装残疾人念2句顺口溜就得了这么多打赏，何乐而不为？要是放在现代，这活能抢破头皮。萧逸风转头问他，这女子是你妹妹？宋海明浅笑，是梅儿以前的朋友，被我们认作义妹。萧逸风没再理会，一个泥腿子而已。宋梅坐在后面，看看满身是土的宋黎，再看看笑得开心的宋海明，一时间心里畅快至极。他还道他们整日兄妹相称，是感情多好呢，还不是为了给他铺路才抬举宋黎。要是真的喜欢，看见别人拿宋黎取乐，不得上前拼命。这个时候他才更深一层明白了宋家对他的好，真的爱一个人就是要让他活得尊贵，如他在台上坐着，宋黎在台下演着。将来有一天他会坐上那个最高的位置，而宋黎又会在哪里打滚卖笑呢？哈哈，宋梅和着众人一同哈哈大笑起来。最后还是萧灵溪笑累了，才让宋黎停下。行了行了，我都笑得肚子疼了。明天你还来，不要那个木头脸，一点都没意思。六公主喜欢是草民的荣幸，草民明天一定来。萧逸风假模假式的训斥了萧灵溪一句，莫要拿下人取乐。萧灵溪也随口回了一句，知道了皇兄。窗户外面，文人邪慢慢爬走。他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。黄昏时分，一天的课业结束，小主子们陆续出宫，坐着马车各回个家。文人邪也换了一身灰色的布衣，步行出宫。他平时可以外出，但宫门落锁之前必须回去。他先去了端王府，让端王帮他调查父皇的近况，又借着如厕从端王府放走一只信鸭。西戎有秘法，能把书信刻在鸟脚上，所以就算是暗卫也发现不了端倪。从端王府离开，他又去城南溜达了一圈，包子铺前闻了闻味，羊杂汤前闻了闻味，最后花了2文钱买了一块煤球，还被老板骂穷鬼。回宫后，他用这块煤球煮了一点米，煮到一半就把火熄了，留着下次再用。晚上，暗卫照例向皇帝禀报了文人邪一天的行踪。皇帝听后随意的摆摆手，下去吧。端王与文人邪有来往，一直摆在明面上，无非是一些女人的交易，其他也合情合理。倒是宋家最近有点不老实，还盯上李雨玲玲的位置。既然他们这么想要，就拿去吧，只要他们能拿得稳。第46章，有计划的搬空皇宫。宋梅走后，一家人再次聚集到宋年年的书房，众人开始互换信息。宋海明，托宋梅的福，我现在是雨玲玲了。宋黎，恭喜大哥高升，我这边就有点困难了。文人邪警惕性太强，可能亏吃多了，对谁都不信任，我还需要时间。杨玉瑶，宋黎不急，想拉拢一个虚情假意的人，只需要眨眼的功夫，但要拉拢一个可靠的盟友，需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。今天早上我去了一趟谢家，跟刘氏说明了情况，刘氏差点与谢之渊那老顽固打起来，但两人的想法一样，都是一定要把女儿救出来。宋延年，今天下午谢之渊请我喝酒，一来感谢我，二来求我帮忙。
我带他去找了京兆尹王权。王权是我昔日好友，为人正直。听说此事后，让谢之渊明天去京兆尹告状，他再带兵入端王府搜查。王权，听着这么熟悉，我想起来了，二哥私通前朝余孽一案就交给了王权查办。王权查证后判二哥无罪，然后第二天他就被暗杀了。新上任的京兆尹重查此案，给二哥定了叛国罪，处以车裂之刑。王权的确是个好官，但好官不长命。既然选择做官，还是要圆滑一点，以身正道没什么卵用，人死了，公道和真理也将一起被掩埋。得罪了端王，又被那老登记上一笔，王权离死也不远了。将军，我有一提议，既然咱们明知道皇帝不会因为端王囚禁杀害少女而严办他，不如退一步，搜查结果改为端王收留落难少女。一来卖端王个面子，不至于让端王记恨在心；二来也是让端王放松警惕。他没说的是，也是给王氏留点面子，那老逼灯也不至于暗中发作。宋延年点头，深以为然。想到将来某天他的挚友王权会因为救他的儿子而丢了性命，他这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宋离思虑周全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其他人也松了一口气，尤其是宋海兰，一心处死他的人是谁显而易见，王权查案怎会看不清其中的猫腻？纵使如此也愿意护他，他也要把王权当半个爹看。爹能跟我想一块真是太好了，明天我也得去，万一他们把女孩的位置转移了怎么办？小花能找到位置，必须一击即中。让我想想怎么说。宋离，你和易欢明天一起去，等解救了那些女孩，你们俩负责安置。是，将军。宋离有点意外，没想到这么顺利。他看向宋易欢，宋易欢也正笑眯眯看着他。散会后，宋延年再次约了王权和谢之渊，不过他可不会当这个坏人，平白无故承受王权的白眼和谢之渊的怨气。他告诉二人，这是皇帝知道，但皇帝爱护弟弟，把这事捂死了，还帮端王做了扫尾工作。他还列举一二，表示这些事都是皇帝做的，所以谢之渊才会被蒙蔽。最后总结，跟端王对上没什么，但不要跟皇帝对上才好啊。二人都气得捶胸顿足，指天怒骂。谢之渊更是恨得双眼血红，如果不是皇帝帮着善后，把事情圆得天衣无缝，他也不会误会女儿。他恨啊，但他们也知道轻重，得罪了皇帝，那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女儿，而是一大家子，甚至九族。最后二人主动提出不公开端王的罪名，并找个由头谢谢端王。一番商量后，结果就是按照宋离说的，感谢端王收留落难少女。宋离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灯，蒙上被子，看小花在被窝里给他炫耀。小花先拿出6个茶壶大的夜明珠摆在周围，将空间点亮，气氛拉满，然后原地转一圈，一座玉雕佛像出现在他面前，30厘米高，通体透亮，玉质温润细滑，雕工栩栩如生。哇，这是在国库拿的，能进国库果然不是凡品。小花花，咱们发财了。什么？这种还有100个？什么？这个是最小的？我的天，黄金呀，黄金就不看了，黄眼睛，直接报数吧。什么？100箱？不是让你少拿点吗？小花花，你听妈妈说哈，咱们不能太显眼，要有计划地，一点点地。啥？还有1000多箱？拿，使劲拿！宋一欢正拉着宋海兰和宋海明趴在房顶上一起偷听，他已经连着听了很多天，妹妹每晚都躲在被子里做发财梦，什么象牙屏风、玲珑玉雕、珍珠翡翠、黄金白银动辄上百箱，他都骂了。看我说的吧，妹妹疯了，明天我就把从周绿川那缴获的5箱黄金全都拿给妹妹，希望能缓解病情。宋海兰痛心疾首，宋海明倒不这么认为，能说出那番真言的人会是个想钱想疯了的人。而且看小妹平时的作风，一不爱打扮，而不爱排场，吃饱喝足就很惬意的样子，根本不可能会为钱发疯。次日一大早，宋海兰就把宋离领到库房，依次打开5箱黄金给他看。这是上次从周绿川那缴获的，最近你跟着没少跑，我跟父亲请批了，把这些奖励给你。宋离只是瞄了一眼，内心已无波澜，脸上是欲望都被满足的倦怠感。二哥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可不能拿这么多。宋海兰义正言辞，你也算是我宋家的亲信了，宋家向来这么办事，拿着吧。宋离，宋家这么豪的吗？可原著中说宋家的私产都填补了西北军的亏空，根本没啥钱，所以后来表弟和表妹遭难，父亲倾家荡产也只能包3年。可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以后你也是有钱人了，不要羡慕别人有钱。宋海兰梗着脖子，一副不容推拒的样子。这话说的，难道是怕我被别人收买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比我还有钱的人，谁能收买我？宋海兰，完了，病得不轻。算了，为了让他们安心，就收下吧。宋离抱拳，眼神满是真诚。谢谢哥哥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宋家待我不薄，
以后我生是宋家的人，死是宋家的鬼，绝不背叛宋家。好好好，我们要是不相信你，也不会任用你，这些只是奖励，不要多想。宋离有点迷糊，有点搞不懂宋海兰为啥非给他钱。吃过饭就与宋年年、宋奕欢一起去了京兆医。谢之渊和他的妻子刘氏早已在等候。刘氏双眼通红，眼袋浮肿，一直望着端王府的方向，哽咽不能言语，想来这一天过得极为煎熬。宋延年上前拍拍谢之渊的肩膀，还他大伯，他们宋家可没有政治立场，只是亲戚之间互相帮助罢了。杨玉瑶也扶住刘氏，还他大伯娘。宋奕欢扶住刘氏的另一只胳膊，大伯娘，慧姐姐一定能找回来。刘氏心头一酸，眼泪又情不自禁掉了下来。人都到齐了，走吧。王权领着一队人马走来，身着朱雀官袍，不怒自威。第47章炸端王府。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端王府的时候，端王都懵了。端王妃听下人汇报说，京兆医王权、西北大将军宋延年、关文殿大学士谢之渊一起来了，还带了200人的兵马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脑中疯狂过账，最近坑的都是些不值钱没后台的草民女子，不是来找他的吧？端王一听来者有谢之渊，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他脑中一团乱麻，完全理不清头绪。8天前，2个库房一夜之间被搜刮个干净，但却连个毛贼的影都没看见。就算有贼人，那么多东西又是怎么弄走的？他让暗卫掘地3尺，也没发现密道。关键是，能不知不觉搬空库房的人，能不能不知不觉要了他的命？他吓得几天没敢睡觉，就连那处都毁了。但偏偏他既不敢报官，又不敢告诉皇兄，那些财产大多是见不得光的，这个亏他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8天过去，无事发生，他稍稍松了口气。本以为贼人拿了钱就消停了，没想到又翻出这事。他使劲揉了揉眉心，眼中全是阴毒。库房被盗，或许不是他们干的，但绝对不会毫无关联。他叫来贴身侍卫，你去把那些女人转移到地下。侍卫立刻去办。狡兔3窟，他何止3窟？来了他的盘丝洞，谁都别想出去。换上一副笑脸，端王去大门口迎接。是什么风？把3位大人一同吹来了。王权拿出搜查令，端王殿下，有人看见谢家的2女儿在您府中，故来此搜查。本官也觉得甚是荒谬，好好的大姑娘怎么会平白无故到您府上？但谢大人，他凑近一步，压低声音，谢大人的大女儿半个月前暴毙，2女儿3天前又失踪了，接连痛失2女，2人已经疯魔了。但凡是与他们女儿有关的消息，听风就是雨，非要让下官来搜查一番。还请端王行个方便，让下官进去稍微搜上一搜，也好堵住悠悠众口，还您一个清白。端王嘴角抽了抽，这些人倒是有些聪明，如果他们想来他府上找大女儿，他大可反问他们的大女儿不是暴毙了吗？莫不是故意要找他麻烦？但现在人家找的是2女儿，2个老不死的，还一副要哭死在他家门前的模样，他根本没法拦。今天拦了，明天全京城就能给他定罪，实在可笑至极。本王清者自清，你们进去查吧。但要是没找到人，可别怪我到圣上面前参你们一本。呵呵，瞧您说的，这不也是帮您洗刷冤屈吗？京兆医打着哈哈，带兵进入端王府。端王眼睛一眯，本想揽住宋家人，却见宋年年扶着谢之渊，一口一个还他大伯父。杨玉瑶和宋奕欢扶住刘夫人，又是还他大伯娘，又是大伯娘的，他还怎么拦？一行人迅速入内，端王气得跺脚。宋离直奔后院，偷偷把小花放到花园里，去找到女孩们的方位。小花呲溜一下钻入土中就消失了。站在此处就能看见小花说的那栋3层楼的建筑。宋离不动声色往那边靠近。京兆医的搜查也是呈圆形慢慢收拢，将3层楼作为圆心。就连刘氏和杨玉瑶都在一间一间的搜查。很快搜索范围聚拢到3层楼附近。端王眼皮直跳，看来他们都是有备而来。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不会的不会的，他可是狡兔3窟。滋滋，小花在地上画了个圈，直指西方。宋离了然，一个地道通往西边。滋滋，又画了个圈，指向北方。宋离，一个地道通往北边。滋滋，最后画了一个圈，指向东方。宋离看向东边的皇宫，若有所思，竟然还有个地道通往东北，会是皇宫吗？那可就有意思了。滋滋，最后画了一个圈在3个圈中间，然后他坐在圈里抹眼泪，吱吱吱吱。宋离，哦，女孩们都在中间哭呢，还真是狡兔3窟啊。他手指点在中间的圈上，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地方，女孩就放在哪；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，就转移走。具体转移到哪个圈，我们没法预料。如果这3个圈之间有通道，我们更加没法找了。小花，帮妈妈个忙，我之前一共给你30个炸药包，你给我10个，我去炸东边那个，你速度快，你去炸西边和北边那2个，咱娘俩务必要把他这3个魔库全给毁了。小花使劲点点头，
然后吐出10个炸药包。宋离快速塞入衣服裤子里面。房顶上，宋一欢简直要惊呆了，那么小个东西竟然从嘴里吐出10个那么大的包裹。他想起宋离动辄几百箱的黄金白银，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宋离说的都是真的？这只老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寻宝鼠？宋一欢心跳得很快，遇到神鼠了。他左右看了看，只有自己家的2个暗卫。幸好没有人把宋离看在眼里，端王府的暗卫全去盯着那几个老家伙了。宋离准备好以后，鬼鬼祟祟从小厨房走出来，然后快速跑去3层楼，只见牌匾上刻有3个大字：珍馐阁。宋离一阵恶心，把女人当快餐，端王可真是好胃口。此时金兆尹带来的士兵正在外围盘查，宋离大摇大摆闯进去，端王府的人看见他也只是瞥了他一眼，并不在意，甚至还露出意味深长的笑。宋离没有管他们，继续往前走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小花从他的袖口跳到地上给他指路。很快小花带他来到一个小小的书房，书房里有个婢女在打扫卫生，看见宋离来了也只当没看见，该干嘛干嘛。宋离进来以后把门关好，婢女抬起头来正眼瞅了他一眼，然后又低下头。宋离给小花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忽然上前拉住婢女的手：表姐，真的是你吗？什么？神经病吧，你就是我表姐，我不会认错。3年了，这3年你经历了什么？曾经那双灵动的眼睛去了哪里？你是？婢女开始不确定起来。宋离温柔地抱住她，然后给她后脖梗来了一针。婢女倒在地上，回头一看，小花正在掰一个花瓶，但她太小了，根本抱不住粗大的花瓶，一边掰一边打此溜滑。宋离赶紧上前帮忙，一下就把花瓶转动了180度，墙壁的书柜瞬时滑向一边。宋离拿出一根银针塞入花瓶底部，使机关卡住，又将窗户一脚踹烂，引起了外面士兵的注意，然后快速进入密道。密道里一片漆黑，但小花有超强嗅觉和视觉，能闻到敌人的气味，也能在黑暗中视物。他掏出一根绳子，一头交给宋离，一头自己咬着，2个一前一后往里面跑。偶尔听到脚步声，小花就带他到没人的房间躲避。就这样一路有惊无险，直到前方出现了微弱的灯光，还有细微的哭泣声和男人的呵斥声，同时后方也传来密集的脚步声。宋离不知道后面的人是敌是友，他不敢留下来等待，而前面就有3个分岔口，他能在来人之前跑到东边的洞口。小花，按原定计划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如果我失踪了，你会找到我吧？小花使劲点点头。宋离放心了，一溜烟跑进了东边的分岔口。谁？快去追！小花愣了2秒，眼见人都被宋离引走了，迅速往北边跑去。刚跑到北边洞口，他就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，吓得他原地跳了起来。主人都炸了，他也不能落后。轰轰轰轰，轰轰轰轰轰，洞内炮火连天，上面的珍馐阁像地震一样使劲摇摆。端王脸色惨白，这他娘的什么东西？第48章，谢指挥。一个宽大的地宫里，20多个衣衫透露少女正躺在地上不停抽搐。药！别杀我！药！给我药！看守的2个侍卫已然慌了神，关键是他俩根本没给他们喂药啊！老王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要是让端王知道了，咱俩害死他的宝贝，咱俩还有活路吗？一开始俩人本以为他们是装的，但又抽又打，连哄带吓唬，愣是没让他们挪窝。而且随着时间拖延，有些人身体渐渐发青，看着像尸体一样骇人。关键是地宫已经被外来者闯入，他们必须立刻把人转移。但这20来个女人站都站不起来，别说走了，他们就算背也只能一人背2个，如何转移？老罗，你快去找人来帮忙，我看着他们，咱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，快点！老罗走后，老王恨恨地挥舞着鞭子，照着他们一顿乱抽。贱人，骚货，你们怎么不早死？害死老子了！女人们被抽得满地打滚，哭声不断，其中一个却是趴在地上，嘴角露出癫狂的笑容。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，他与士兵拿的画像上的人很像。端王明知来人拿着大小姐的画像找2小姐，也一个屁都放不出来。谢指挥看他们着急的样子，就知道自己赌对了。无缘无故怎么会忽然把他们转移到地下？以前端王为了让他们老实听话，也为了堕落他们的身心，每有不听话的女人都让他们亲手处置。他就坐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着，看他们同类相残。绞刑、割喉、下毒。割喉最快，选的人最多；下毒最慢，人要疼上1整天才死，且死状极其恐怖。但他每次都选下毒，也每次都在脚趾缝里藏一点点毒药，半个月下来，竟然也藏了一些。本来这些药是要用在端王身上的，没想到今天让他碰到了机会。
想要煽动这些被吓破胆的女人跟他一起装是不可能的，他也不相信他们能装得像，只有真的都中毒，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所以他把毒下在了他们的水槽里。说来也得感谢端王，非要让他们用硬马的水槽喝水，他下起毒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哈哈，都一起下地狱吧。宋一欢一进来就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如羊骨一般，20多个女子爬成一团。他一刀摸了守卫的脖子，然后抓住一个女子问，有没有看见一个7、8岁的孩子？那个女子神志涣散，已然不能说话。谢指挥喝得少，还能说上2句，他往那边去了。他的手指颤抖地指向东边。此刻他的发丝散乱，声音沙哑，宋一欢根本没认出他，急忙往东边追去。谢指挥自嘲一笑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人不需要身份和名字。宋一欢原本一直悄悄跟在宋离身后，但黑暗中与宋离分散，还被2个守卫发现，他只用了片刻就解决了2个杂碎，但还是失去了宋离的踪迹。急，除了急便是悔，他应该与妹妹走在一起才对。如果妹妹出了什么事，他该怎么向家人交代？然而没跑多远，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，宋一欢迅速贴到墙上。不等余波散去，宋一欢继续前进，就看见几具尸体倒在地上，都是成年男子的尸体。宋一欢微微松了口气，继续前进。轰轰轰，却听更大的爆炸声连续传来，洞内一时间热浪滔天。宋一欢不得不向后退了几步，同时其他地方也传来剧烈的响声，一时间只觉天摇地陷。等温度稍微降低，宋一欢又立刻前行，刚走20多米，却见地道已经被掉落的泥土和碎石堵死。他脑中嗡嗡作响，一时间无法反应。3息过后，他的思维才慢慢回笼，随后他赶紧跑出去召集人手。现在挖还来得及。跑到主动室，就看见王权正指挥士兵背那些中毒的女子。谢家夫妻也找到了谢指挥，谢之渊亲自背谢指挥出去。宋一欢无心搭理他们，立刻组织闲着的士兵去挖东边的地道。而此时地洞外面，宋延年正与端王一起站在洞口说笑。杨玉瑶怀有身孕，忙了半天有点累了，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休息。发现这个地洞的时候，宋延年就觉得有点奇怪。端王一开始还是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可过了一会，他就平静下来了，还信誓旦旦说这只是菜窖，不信可以下去看看。宋延年也不是那没见过世面的小子，以前就听说有那能工巧匠设计地宫，为确保不被人发现里面的心秘，只需一个机关就能让整个地宫完全塌陷。这个地宫上面建了3层楼，一旦塌陷，里面的人定会被活活砸死，绝无生还的机会。萧家人做事很绝，这种事端王也不是做不出来。宋将军不一起去看看吗？你那还他大伯一个人晕倒在里面，可如何是好？还有宋夫人，我看刘夫人1步3晕，虚弱的很呢。端王脸上满是戏谑。宋延年一笑，菜窖阴了，那子就不必了，咱俩去看看。走。说罢，搂了端王的肩膀，一副哥俩好的样子，不由分说就揽着他一起进了地洞。你胡闹！我家菜窖我有什么可看的？人多热闹，萝卜白菜一时好看。哈哈，同去。端王虽然200来斤，但在宋延年手底下就跟个鸡崽子似的，根本挣脱不开，气得他呼吸都困难了。宋延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可是当朝亲王。是，逛端亲王家的菜窖，微臣深感荣幸。就这样，俩人一起进了地宫，又亲眼看见一个个女人被背了出去。宋延年笑眯眯看着他，只是笑容里泛着刀刃一般的冷光。端王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一定是哪个下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在我府内窝藏女人，本王要他不得好死。是，端王公务繁忙，日理万机，那些个连狗屌都比不上的孬种便借您之势强落了那良家女子，在您菜窖里做这些龌龊之事。正是如此呀，看我不扒了他们的皮！端王已顾不上脸面了，当着金兆尹的面打杀了2个下人，承诺赔偿给每个姑娘白银1000两。当然，谢指挥另算。端王含了一口价，赔谢家500两黄金。刚刚丰盈一点的库又要空空如也了。另一边，宋一欢带着士兵把坍塌的地道挖通，却没有见到宋离。塌陷只有5米长，宋一欢计算着宋离的身手，再加上他的惜命程度，一定是逃走了。他看着前面黝黑的隧道，不知通往何处，也不知宋离是否安全，当即叫士兵把守此处。他叫来2个暗卫，准备一探究竟。却在这时，端王走了过来，气定神闲道：我劝你们不要过去。第49章文人鞋的小破床。言尽于此，你们自己寻思去吧。若是非要去，本王也不拦着，只要你们自己承受得住后果。宋延年在端王后面给宋一欢使了个眼色，宋一欢也不想在端王面前生事，便挥退了手下。但宋离还在里面，终究是不放心。或许对面连接的是皇宫，甚至是皇帝的住所，
那宋离一出去就与老皇帝大眼瞪小眼。不行不行，不能想。出了端王府，宋奕欢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便听宋年年问道：宋离呢？宋奕欢不敢看他的眼睛，进密道里面了，东边那条。是我没看好他，请父亲责罚。宋年年摇头，他进去只能是他自己想进去，你不要自责，没有人能一辈子看住别人。宋离年纪虽小，但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有些保命手段。你先别瞎操心了，你先找老庄来给那些女孩看看，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住处。我进宫去找宋离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宋奕欢心里依旧忐忑不安，但也知道这是最好的安排。目送宋年年离开，自己也去找老庄了。却说宋离正沿着密道一直走，他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个密道是否连通皇宫。国库的钱丢了，老皇帝肯定要发大火，绝对不会像端王那样打碎牙齿肚里咽。他总得为丢失的财产找个主人不是？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摸了摸身上剩下的6个炸药包，便又有了底气。走到半路，忽然听见小花滋滋的叫声，回头一看，就见小花追了上来。他还记得主人说的话，怕主人出事，一完成任务立马就来找主人了。小花花，妈妈想死你了。宋离捧起小花就是一顿亲。滋滋，小花也蹭了蹭宋离的脸。那2个地道都炸了吗？吱吱吱，小花使劲点头。妈妈的小花花最棒了。滋滋，小花骄傲地挺起胸膛。有小花作伴，宋离心底莫名有种安全感，那一点未知的恐惧也烟消云散。一人一鼠在地道中迅速奔跑，终于他们看见了地道的边缘。小花让宋离在下面等着，他先上去看看，只见他很快遁入土中，瞬间没了踪迹。真是妈妈的小棉袄，这么小就知道保护妈妈。宋离深感欣慰。不一会，小花就回来了，表情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点点气愤，双手不停比划吃的动作。宋离一下子就明白他在说谁了。你说外面是文人鞋？滋滋，小花点头。宋离想了一下，地道出口连通文人鞋也说得过去，他俩交往是挺密切的。其他人都把文人鞋当猴耍，只有好色的端王能把他当成合作伙伴，给他提供一点帮助和保护。那如果反过来，端王让文人鞋帮他遮丑呢？想必文人鞋为了长久的利益也是会同意的吧。他爬上地道口，上面盖着木板，他用手往上轻轻一撑，木板就开了。但木板外面还盖着一层东西，宋离摸了摸，像是被子。他内心有点没底，毒针夹在2指间，如果文人鞋以为他是坏人要打他的话，他就把他刺晕。但事情比他想象的要顺利。揭开被子后，发现文人鞋正站在床边静静地看着。看到出现的人是他后，眼中明显闪过惊讶。嗨，你好。宋离嘿嘿笑着，从文人鞋打补丁的小破床上爬下去。真巧啊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你怎么没去上学？文人鞋本来一副淡漠的样子，但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语气稍微温和了些。现在是午时，我回来吃饭。哎呦，都午时了，我就说呢，我怎么浑身没劲，原来是饿的呀。文人鞋眼皮一跳，抿着嘴没有接话。宋离有点尴尬，却见文人鞋转身走了出去。他不好一个人在文人鞋的闺房，便也跟着出去了。院子里生着一个缺腿的小破炉子，用砖头找平后得以使用。炉子上架着一只缺口的小陶锅，水已开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文人鞋赶紧端来一盆水，把火浇灭，然后把陶锅端到屋里桌子上，又找来2只还算完整的碗，打开锅盖，把里面清汤清水的粥平均倒在2只碗里，每个碗都只分到半碗。请你吃，他说。宋离看得目瞪口呆，心底生出一阵怜悯，一共没几粒米，还请我吃，真大方。没想到文人鞋过得这么苦，怪不得瘦成这样。文人避开他的眼神，不要可怜我，起码我是西戎太子，他们虽然作践我，但却不敢害我命去。你知道这深宫里每天死多少人吗？他们才是真正的命如蝼蚁。宋离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谢谢你的粥，我不跟你客气了。他从怀里掏出牛肉干，放到桌上，你出饭，我出菜，就着吃。文人鞋眼珠微动，没跟他客气，拿起一块牛肉干嚼了起来。宋离眼前一亮，也拿起一块牛肉干，干杯。文人鞋配合着他做出幼稚的行为，将2块牛肉干撞到一起，你一块，我一块，很快牛肉干便吃完了，这时粥也凉了。这一次，文人鞋主动拿起碗来，干杯。宋离一愣，也端起碗与他撞杯，2人仰头往嘴里灌下，然后宋离梗在那里，腮帮子鼓鼓的。文人鞋已经喝完，擦了擦嘴巴，问他不好喝吗？宋离摇摇头，2口咽下，岂止是不好喝，粥都没做熟，这西戎太子也太废了。但看人家过得那么惨，他也不好意思挑3拣4，反而还得安慰一番。好喝好喝，比那些做货的强多了。以前我看话本，讲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不会做饭，次次都要做糊，
我就寻思，这不是扯犊子吗？俩眼白长了。今天见你做饭，更加确信话本都是胡编乱造的。文人邪低头笑出了声，宋离不禁有点看花了眼。文人邪笑起来可真好看，都说文人家出美人，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。等他再抬起头来，已经又换上了那副严肃的表情。宋离，我知道你叫宋离，也知道你的身份不简单，还知道你是故意接近我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宋离只觉喜从天降，什么机会？要我干什么？文人邪眼神坚定，我想让你收我为徒。第50章，小子得美娇妻。宋离有点懵，脑子转了好几圈，都想不出文人邪要跟他学什么。而且他们刚认识一天，文人邪知道他会个啥子，所以他不说话，等着文人邪说。文人邪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的眼神从始至终是坚定的。磨蹭了一会后，脸皮都开始微微发红了，才开口道：我想跟你学要饭。啥？宋离掏了掏耳朵，他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我说我想跟你学要饭，乞讨，当乞丐，当叫花子。文人邪怕他理解不了，换招法的说了自己的需求。宋离，我的天啊！堂堂西戎太子，虽为质子，但身份依旧尊贵。今天竟然要跟我学要饭，还别说别的我教不会，但要饭是绝对没问题的。正愁没机会拉拢文人邪，这天上就忽然掉下了馅饼，不答应就是傻子。好好好，欢迎加入丐帮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丐帮第168代传人。且听祖训。文人邪精神一振，没想到要个饭还有这么多讲究。师傅请讲。知耻而后勇，知弱而图强，若不知耻必无耻，无耻则无敌。宋离义正言辞道。文人邪，先不管了，学到手再说。徒儿记下了。宋离拍拍他的肩膀，你骨骼清瘦，干这一行很有天赋，我很看好你，跟着师傅好好学。今日当乞丐，明日顶华盖。文人邪，是。正好吃饱了，别闲着，跟为师去书院开工。本来他还发愁呢，昨天答应萧灵溪，今天一定过去，然后今天就食言了，只让宋梅帮他转告萧灵溪，自己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。他原本想变个魔术或者耍个杂技，但现在文人邪主动送上了门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惊喜的？那边小姐少爷多，长得又好看，出手又大方，昨天为师半个时辰就赚了近2000两，比抢钱还快。不过你是新手，不要贪多，学会技能才是本分，就算讨不到钱也没事，下工后为师跟你平分。宋离怕文人邪要不到钱，到时候便以平分为借口，分他一半，一来卖文人邪一个人情，二来让两人的师徒关系更牢固。是，师傅。文人邪低眉顺眼的听着。对了，你先去把昨天那件粉色衣服换上，今天时间有限，咱们只开一场，就跟小姐们要钱。文人邪立刻照做，从床底掏出那件脏兮兮的粉衣服，直接套在外面。宋离，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挺好。走吧。一边走着，一边根据原主的记忆给文人邪讲解要饭的技巧。跟小姐们要钱可比跟公子们要钱容易多了，跟小姐们要钱只需要逗他们开心，或者让他们心生怜悯，他们便会把钱掏出来。但跟公子们要钱，他们的事可就多了，施舍一个铜板跟花20万一样，必须得要他们尽兴。比如说，你给老子喝一个，你给老子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，你从老子胯下钻过去，老子就给钱。废物，老子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还真钻呀？哼，你都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，他们还有可能不给钱，就是贱。想跟男人讨钱，就要比他们更贱。文人邪，貌似他也是男人，所以你记住，女人虽然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但女人的钱要比男人好赚，女人骨子里就是比男人大方。文人邪安静地听着宋离喋喋不休，虽然有些言辞偏颇，但现实大概率确实是这样。比如他的母后花钱如流水，什么东西都用顶好的，就跟吃笋只吃笋尖尖一样。朝中之人摸清了他的脾性，经常来献宝，只要他相中了，大手一挥就是大笔赏赐。而他父皇基本不怎么花钱，打赏也是一些小东西，有时候还为了省钱打赏自己的亲笔题字。想到父皇，心头一梗，他的身体可还能坚持得住？有时真想不顾一切冲回去看他一眼。二人来到皇家书院的时候，公子小姐们正在休息，男子一间房，女子一间房。宋离带着文人杰直奔小姐们的休息室。进门一看，望月正跪在萧灵溪面前，而萧灵溪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，宋梅那个彪子都不知道维护一下自己的婢女，神态悠然自得，就跟看热闹一样。宋离心知望月是因为他今早没来而被迁怒了，他立刻瘸着一条腿，拉着文人邪走上前去。哎呦，我的个姑奶奶们，快救救小子吧！他们走到中间，恰好把望月挤开。望月也算机灵，低着头就退到了外面。小子妈8岁娶了亲，娇妻妈1年怀了孕，可怜我这美娇妻，还有他那副妆，没得一点油和米。宋离一边抹泪一边唱了起来。哈哈哈哈！
西戎太子竟然成了小子的美娇娘，哈哈哈！众位贵女全被逗得捧腹大笑。文人邪跟想象中的不一样，但在座的都被逗笑了，应该能赚到吧？宋离给自己抹完眼泪，又帮文人邪抹眼泪。啊呀呀，我嫡妻姨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嫡错，管不住我滴破嘴，月下一吻，让你怀了我爹儿。咿呀呀，早知如此，我应把嘴堵上。文人邪配合的做出娇羞状，还用手指去堵他的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真可怜，被这小蹄子坑惨了。哈哈哈哈！萧灵溪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心想这宋离果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，这么玩可比捉弄文人邪有趣多了。要是西戎皇室知道文人邪在大齐皇宫要饭，会是什么反应？西戎那老皇帝会不会一口气上不来，直接气死过去？哈哈，想想就很有趣呢。看来自己是错怪宋离了，不过也都怪宋梅，说话支支吾吾，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宋离自己不愿意来。瞧着柔柔弱弱，也是个勾心斗角的。萧灵溪在心里记下一笔。宋离计算着时间该上课了，便也唱完了。他让文人邪兜起裙子走一圈，文人杰没有丝毫扭捏，立刻就抓起裙摆做了个兜。每走到一个小姐跟前，都夹着嗓子说上一句：姑奶奶，可怜可怜孩子吧。哈哈哈，给你小娇娘。哟，这是怀了几个月了？8个月了。8个月，瞧这肚子平的，莫不是到时候生个鸟蛋？哈哈哈，别瞎说，人家可能是要怀上3年，生个哪吒脸。哈哈哈，小姐们笑得开心，打赏也大方，最少都是100两起步。走到宋梅跟前时，宋梅脸色铁青，没有打开荷包，而是把整个荷包扔进了文人邪的裙兜里，因为她手上根本没有100两，里面只有80两，她还以为挺多的，没想到跟别的小姐一比，竟然如此寒酸。第51章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眼瞅着钱收完了，上课的钟声也响了起来。宋离快速拉起文人邪，走到堵在门口看热闹的几个公子哥跟前，求大老爷们赏顿饭钱，我妻儿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。公子们本不想掏钱，为了这种烂戏掏钱不值当，跟糊弄傻子似的，他们也就是凑个热闹。但屋内女孩们的目光全部聚集在他们身上，几位公子立刻拿出银票，甚至还暗中较着劲，看谁拿的银票更厚。小爷赏你们的，小子，回去好好给你娇妻补补。谢大老爷。一定一定。几位公子掏完钱，潇洒的走了。宋离也拉着文人邪跑了出去，找了个地方开始数钱：100两、200两、1000两、2000两、1万两、2万两。最后数完一共是25300两。哈哈，发财了！宋离笑得眉不见眼，这可都是他们凭本事赚的钱，没想到能赚这么多。文人邪有点愣神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宋离拍拍他的肩膀，咱们这叫夫妻同心，日入万金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美娇妻。文人邪眼中闪过一道暗光。宋离自顾自说道，这帮小崽子都是家里的心尖宠，有的是钱，特别是每个月月初发月例，务必要那个时候多逼一逼他们，保管能拿出银子。文人邪如此。他捡起地上被扔掉的荷包，这位小姐就穷得很，统共只有80两，肯定是他月初就花完了。呵呵，正是如此。宋离随口回了一句，又赶紧转移话题，说刚才第一次开工，你有何感想？学到了什么？文人邪斟酌着开口，两人务必要相互配合，如果只是为了把人逗笑，剧情越离谱越好。小姐们虽然表面矜持，但也爱听一点荤段子。他瞄了宋离一眼，最后说道：16个女子一共施舍了10300两，而3个男子施舍了15000两，所以说男子比女子更大方。宋离老神在在的摇了摇头，那只能说明男孩比女孩更有钱。不信，你找个没有女孩的时候，单独找那些男孩乞讨试试，看看他们大不大方。你是我的徒弟，我不想你挨打，而且看你的样子也是没少挨打，再挨一顿长教训也没什么意义。所以为师直接告诉你，因为女孩们在旁边，而且女孩们都花了很多钱，他们男孩不想落后，这才谋着劲的花钱。身体、人力、财力、权势等都是男孩们炫耀的资本，他们当着漂亮女孩的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，尤其是当着心上人的面。所以我们在看到成双入对的情侣时，扑上去，哭得要多惨有多惨，男孩一定会装这个逼。文人邪眼中带着质疑，可我也是男人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我不会当着女孩的面装逼，就算是心上人也不会。宋离，我不是说你不是男人，总有人与众不同，但只是一小部分，你说呢？文人邪，或许吧。宋离，那现在咱俩把钱平分，你有钱了，你想怎么花？文人邪想了一下，我想交给师傅替我保管，我这种处境很难保住这些钱。宋离点点头，可以，你信任我就好。那如果你还在西戎当太子，你非常有钱，
你一般都怎么花？文人邪，我几乎不用花钱，我有一个金矿，但根本用不到，我把钱都存到了库里。如果我娶妻了，那我就把钱交给我的妻子保管，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牛批！宋离点点头，给他比了一个大拇指。你小子以后不愁找对象，重要的是你先活到那时候吧。他拿出一个小本子，把账记好。4月21，文人邪存入12600两，然后给了文人邪50两零钱，够吗？文人邪摇头，花不完，给我1两银子就行。宋离深吸一口气，给他拿了1两银子，又在他的账上加了50两。算了，第一天师傅赏你的，走，师傅带你出去吃顿好的。文人邪也没有推辞，还难得眉眼带着隐约的笑意。两人欢欢喜喜出了宫。文人邪提议道：“咱们可以去城南吃饭，同样的东西，那里便宜很多。”宋离十分赞同，确实如此。虽然咱们有钱，但钱要用在刀刃上。在此之前，他先找了一个小乞丐，给了他20个铜板，让他给宋家捎个口信，就说宋离平安无事，已经出宫，晚点回家。徒儿，看到了吧？咱们丐帮遍布天下，咱拥有着庞大的势力和无数耳目。文人邪点头，确实如此，多谢师傅赏识，成为我的引路人。宋离豪气地摆了摆手，小事小事。两人都惦记着吃，很快就到了城南。文人邪把他闻着香的东西都吃了一遍，豆花、包子、烤羊肉、麻糖、提糕、糖葫芦，好像没有他不爱吃的东西。宋离瞧他肚子一直瘪瘪的，心里暗自吃惊，感觉他肚子里也有个空间。文人邪一直吃到打嗝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宋离也松了口气，真怕他撑死。天色渐晚，宋离拉着文人邪到一家露天茶摊喝茶。他挑了个僻静的地方，左右无人，他才开口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：“徒儿，你知道我是故意接近你，为何还给我机会？”第52章，不愧是师傅。文人邪办事只考虑后果，过程对他来说并不重要，他也不喜欢把过程弄得过于繁琐。他诚恳道：“其实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，但不是现在，再过几天我会主动告诉你。”他这2天左思右想，觉得宋离的心声可能是对的。如果父皇好好的，那他的暗桩一个个被拔除，手中可用之人越来越少，父皇怎么会不知道？又怎么会不派人来看护他？以前父皇总会叮嘱他多吃饭，多喝水，但现在他就算饿上7天也无人问津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如果父皇真的出事了，他又无法离开大齐，那就只能拜托宋家人了。宋延年曾带兵打到西戎皇宫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有能力救父皇。至于宋家想要的交换条件，他答应就是了，最多不过1条命，就当尽孝道了。他在等确切的消息，也是在等宋离对他产生一丝好感，到时候希望他念在师徒的情分上，尽量保他一命。毕竟他还想留着这条命，再去会一会他那个可怜的弟弟。想到这里，他抬起头来，冲宋离露出一个微笑，紫色的瞳孔在夕阳下通透如琉璃，犹如山间的精灵。妖孽！宋离赶紧低头喝茶，心脏有一瞬间的加速。这是什么妖孽？怪不得大皇子成天惦记着他。红颜薄命，说的就是文人邪这类人吧？徒儿，以后乞讨的时候可以咧着大嘴哭，但是千万不要笑，知道吗？文人邪微微歪了歪着脑袋，为何？宋离想起阿黄的歪头杀，他挠了挠手，因为你笑起来很难看，像非洲大野驴。还有，千万别歪头，像僵尸一样，很怪异。文人邪低头笑，虽然不知道非洲大野驴是什么品种，但听上去就不是个好的比喻。如果不是能听到他的心声，他真的要自卑了。我已经很久没笑过了，我也不会对他们笑，以后我只在师傅面前笑。宋离撇过头去，不去看他乖巧的样子，我可不想看你傻笑。走，再去买点东西，就送你回宫了。是。宋离又给文人邪买了小米、大米、各种肉干、各色糕点，还买了2袋松子糖。二哥成天给宋梅买松子糖，把宋梅感动坏了，他也买给文人邪试试。宋离把文人邪送到宫门口，耐心叮嘱道：“回去好好吃饭，煮饭不是水烧开就煮好了，而是要看米粒是否松软。”是。宫里那么多大树，木头还不够烧吗？文人邪眨眨眼，不愧是师傅，为何他早没想到？够烧。宋离点点，回去吧。两人在宫门口分开。宋离目送文人邪进宫，忽然有种大学时期男生送女生回宿舍的感觉。他摇摇头，也赶紧往家走。想必大家都担心着呢。刚回到家，就被宋一欢拉到宋延年的书房，将他全身上下摸了一遍，好好的，没受伤。小妹，可把我吓坏了，以后你坚决不能再单独行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姐姐。宋离低下头，一副小学生做错事的样子。虽然在外面他是师傅，走路都是背着手，但回到家他就是个小宝宝。其他人见他无事，也都明显松了口气。宋延年问道：“听说你今天带着文人邪在宫里乞讨，
你们还一起出宫了？宋离抬起头来，语气自豪。文人邪已被我的魅力折服，主动拜我为师，学习要饭。他还说有事会求到我，过几天告诉我是什么事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着手铲除端王的计划了。众人，这文人邪也算是破罐子破摔了，就算他自己不作践自己，别人也会作践他。关键是他主动作践自己，不用挨打，还有钱赚。宋海兰分析道：“你们今天讨了多少钱？”他随口一问。宋离25300两。宋海兰：“好妹妹，带我一个。”宋离：“你不是已经有兼职了吗？听说白玉蝶包了你1个月。”宋海兰扭捏道：“我就晚上做一顿饭，白天我闲着呢。”宋离无奈：“你可以去，但你去了别跟文人邪打架。”宋海兰想了一下，他不瞪我，我就不打他。宋海明一把拦过宋海兰：“你就别多事了，文人邪是个聪明人，能审时度势，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如果能真心与我们合作，必定也是个得力的合作伙伴。若为了一点钱坏了大计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宋延年表示赞同：“海明说的对，海兰，最近你不要打扰宋离，军中的事你多费心。”老爹都发话了，宋海兰只能点头，只是感觉损失了1个亿。宋离瞧他很失落的样子，悄悄从袖中拿出一本书：“二哥，我有礼物送给你，瞧，一本兵书。这是我从书摊上淘来的，摊主说是墓里的东西，谁知道呢？你看看。”宋海兰一听兵书，立刻两眼放光，迅速接过，又见书名4个大字：孙子兵法。他心跳漏了一拍，这不就是妹妹之前新生里提到的兵书吗？他立刻翻开来看。孙子曰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。”宋家其他人也情不自禁凑上前去，就连杨玉瑶也不例外。宋延年怕杨玉瑶挤着，把她扶到座位上坐好。“夫人莫急，魏夫今晚就给你誊抄一份。”杨玉瑶这才不舍得移开目光，与宋离说起话来：“你可不知道，你走后，端王答应赔那些少女每人1000两白银，陪慧姐500两黄金，但管家却迟迟没取来钱。我们厚着脸皮在他家等着，听到下人们窃窃私语，说什么王府又失窃了，还说1个月连着2次，每次都是搜刮个精光，恨不得刮掉一层地皮。你说端王要不要脸？这么拙劣的借口，亏他想得出来。不想赔就别说出口，说出口了又不做，让几个下人到我们面前演戏，真是恶心至极。堂堂王爷如此下作，不如躺进棺材里干净。”宋离一边听着，手指一边逗弄着袖中的小花。等杨玉瑶说完了，他附和道：“端王如此行径，大抵是想把钱带进棺材。如果这样，他死了倒是享福了。所以，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端王府是真的被偷了。”第53章西戎国库。宋离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立刻蒙被子与小花交流：“仔，你又把端王府刮了？啧啧，骄傲，你还真来个梅开2度呀！你也太可爱了吧！吱吱吱，无脸害羞。”宋一欢罕见没有扒房顶，他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再次把其他人召集到宋年年的书房。还有件事很重要，我没跟你们说，此事不可言传。他拿出一张纸，用蝇头小字写下一段话。4人分别传阅。什么？小花吐出10个炸药包，都看完以后皆震惊至极。世界上竟有此灵物。宋海兰喃喃道：“那宋离岂不是决定了，我以后就跟妹妹混了？”杨玉瑶一副吃到哈密瓜的表情，所以端王府是真的被那个了。宋海明也吃到了香瓜，美滋滋，不仅是端王府，皇宫也被那个了。宋延年慢慢捋着胡子：“我猜这就是宋离执意要进密道的原因吧？皇宫、端王府，这不就穿起来了吗？不愧是我闺女。既然宋离做了初一，咱们便来做15。这一次，我们不仅要让端王叛国，还要让他盗窃国库，我看他死不死！”杨玉瑶嘴角带着愉悦的笑，今日端王连那点赔偿款都出尔反尔，这对于谢家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谢之渊已是雷霆暴怒，到时整个谢家都会站在我们这边。看来这几天我得多去谢家探望一下谢老夫人。宋延年语气柔和，何止是谢家、王家、刘家，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，不知凡几。夫人莫要为这些事操劳，交给孩子们去做便好。宋一欢立刻站出来：“父亲说的对，我与谢六小姐处得来，明天我就去找她玩。”杨玉瑶无奈：“好好好，都听你们的。”她双手环住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知道他们是不放心。其实她自己何曾放心过？林姨娘已经被处死，周燕也被驱逐到了西戎。按理说她的结束已过去了，但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，隐隐感觉还有一个生死之劫在等着她。能不出门，她还是不出门的好。宋延年看出了她的担忧，扶着她回了卧房。虽然运气最好不要，但他可以做些别的来缓解妻子的焦虑。相安无事。7日后夜，文人邪出现在端王府的地宫。
端王痛失所有美人，就连西戎的那些美人也都被宋延年那些可恶的家伙强行解救走了。皇帝得知此事后，狠狠训斥了他一顿。他不敢在这风口上再拐女子进府，心里痒得像长草一样，只能寄希望于文人邪，希望他能再送几个西戎美人。所以对文人邪的事也非常上心。本王已经查到了，你父皇如今病卧在床，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说白了就跟个瘫子一样，只等死了。文人邪虽然已经猜到父皇出事了，但听到这样的结果，还是心痛难忍。父皇一生征战，如何忍受得了这个？他的皇叔真够狠毒，用这种方式消磨他父皇最后的生命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谢端王殿下。他紫色的瞳孔中倒映着跳动的火苗，转身往回走去。端王在后面伸出了尔康手，又放下了。算了，让他自己寻思去吧。文人邪回到自己冷宫一样的小院，静静坐在桌边，脑中整理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。昨天他收到了黑鸭带回来的信，信中说皇帝忽然中风，卧病在床1月有余，如今是康王监国。康王也就是他的皇叔。煤炭商也捎回消息，如此一般无二。他该怎样做才能保父皇一命？又该怎样做才能保自己一命？就这样呆呆坐着，一直坐到天明。日出时分，他套上那件粉色的脏衣服，慢慢走到书院。课上与宋离肩并肩听课，课下配合着宋离演出了一场又一场，极尽温柔又柔弱哀伤，哭的时候也如他吩咐，咧着大嘴，主打一个乖巧听话。要是宋离再看不出问题，那他眼睛不如捐了。他把文人邪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让你演孕妇，你演得跟小产了一样。文人邪嗔了他一眼，随后又面容哀伤道，师傅，徒儿之前说有事求你，并不是随口说说，现在徒儿想请你帮个忙。宋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皇宫遍布眼线，眼睛看不到不代表没有，还是出宫安全。为师带你去个好地方。然后宋离就把文人邪带到了宋府。文人邪早有预料，并无不安。这个时间，宋延年和宋海兰都在军机大营，宋海明在羽林卫当差，家里只剩杨玉瑶和宋奕欢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并没有把男人们特意叫回来，故而3个女人一起接待了文人邪。文人邪也并不轻视他们，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需求。宋夫人，宋小姐，我父皇重病，也或许是被人下了毒，如今卧床不起，口不能言，我想请你们派人去把他治好。当然，作为交换，你们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。他眼神坚定。咦，他竟然发现了，真没想到啊，出息了。西戎国君中的是慢性毒药，足足拖了3个月才死，现在治还来得及。不过并不知道毒药的名字，要想救他，还得阿黄亲自会诊。以阿黄的医术，想来不会有问题。文人邪眼中闪过希望，这位阿黄大夫一定是位医科圣手。宋奕欢与杨玉瑶互视一眼，本想翻个大大的白眼，但想到小花的事已经打脸一次，阿黄也或许真的不简单吧。宋离的宠物怎么都这样牛皮？呼吸的不是一样的空气吗？不行，一定要跟他要一只。杨玉瑶见文人杰爽快，也直接开口提出交换条件，我们要铲除端王，需要你的配合。文人邪略一思索便明白了，想利用他除掉端王，他也只有一个作用。端王通敌叛国，我会留下证据。杨玉瑶点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，一国太子总会有些保命手段吧，如果他不能全身而退，他们再出手也不迟。文人邪走了，走前跟宋离要了1000两银票。他先去京城最有名的食为天吃了一顿大餐，又打包了酱肘子和烤鸭，回到宫里又是一顿大吃大喝。第二天，皇帝就下旨断了萧灵溪的月例，罚他闭门思过1天。文人杰如惊弓之鸟，吓得大病一场，窝在自己院子里烧掉了那件粉色衣裳。宋离也趁此机会脱离了宋梅丫鬟的身份。这天，一家趁着宋梅上学去了，在宋延年书房商讨起来。现在有2个方案：一，大军压境，逼得西戎交出他们的国君；二，派老庄和几个暗卫偷偷混入西戎。宋延年提议道。宋离立刻举起手，将军，我也想去，做事要有始有终，我想负责到底。皇宫已经偷得只剩空箱子了，西戎国库不知道肥不肥。第54章百兽之声。全家，妹妹也太勇了，自己国家不够他霍霍了，竟然又盯上了西戎。不拿白不拿，西戎也就是仗着金矿多，不然早被那仨货挥霍完了。文人邪他娘空有美貌，只知道买，丈夫是谁无所谓，儿子死不死也不重要，只要别耽误他买就行。文人邪他叔本事没有，排场倒挺大，可排场都是花钱堆出来的呀。出行必是牦牛大军，一次就要耗费黄金万两，他还全副武装了一支精锐部队，叫什么泰坦军团，每人配置了全套铁甲，号称刀枪不入，无懈可击。笑死，跑都跑不起来，走路像机器人一样，一寸一寸向前推进，
最多只能平推30米。文人贤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因为眼睛有问题，不能辨物，内心空虚，靠花钱来填补，才能感受到自己活着。起码我不贪图享乐，拿了这钱会用在正处，比如说爹造反的时候，这都是本金。宋延年，万一一不小心一统三国，那用钱的地方可大了去了。减免赋税，推广农耕，兴修水利，创新发明，哪样不需要花钱？宋延年，亲闺女，啥也不说了，闺女都帮他规划好了，他跟着闺女混就行了。其他人也感动得不得了。以前提到造反，只敢想想，但现在国库都被掏了，可以着手准备了吧？哈哈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！宋延年满面红光，抚掌大笑。我宋家做事一贯有始有终，宋离有此心性，值得鼓励。你明天就跟着老庄和海兰一起去西北，记住，掩藏踪迹，悄悄启程。是。宋海兰抱拳回道。是，将军。宋离也是回答的铿锵有力。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又出现了。气运值升至 20%， 开启灵宠地图，可从已点亮的地图中选择一只你喜欢的灵宠，并随机获得一本技能之书。宋离眼前一亮，但没有急着查看，而是先与大家告辞，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。宋海兰也目光飘移，我也回去收拾东西。去吧去吧，西北风大，你们多带些厚衣服。杨玉瑶关切地说，娘已经为你们做好了厚皮皂，宋离也有份，一会就叫人给你们送过去。宋离略微有点奇怪，宋夫人好像早就料到他会去西北一样，但又不那么奇怪。宋夫人心善，拿她当半个女儿，给自己的孩子做衣裳，顺手也给她做一套，貌似也很正常。多谢夫人。谢谢娘。好了，去忙吧。二人走出书房，宋海兰笑呵呵道，妹妹，我出去置办点东西，有什么需要我烧的吗？宋离摇头，不用了，二哥，我没什么需要的。他直觉宋海兰要去找白玉蝶，最后一天的二人世界，他还是别添乱了。宋海兰一阵风似的就没影了。宋离也先回自己的房间，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识海中的系统面板。入眼是一张电子地图，形状像一朵海棠，标题9个大字，大齐区域灵宠分布图。大齐。宋离呼吸一滞，立刻两手操作起地图版面。片刻后，他欣喜不已，他这算是掌握大齐舆图了。要知道，以古人的技术，很难做到绘制出精准的地图，有人耗费一生也画不出来，就算画出来了，细节也不尽人意。而他现在有了一份类似于卫星拍摄的大齐地图，还能放大缩小观看每一处细节。以后打仗，他不得跟开挂一样。再看地图上密密麻麻罗列着许多动物名称，点开名字还有参考图片，还都是实景拍摄的。呲溜，宋离把口水吸到肚子里，迫不及待品鉴起来。京城区域有灵猫、龙马、狼犬；苍蓝山山脉有灵猴、风狼、黑熊，甚至还有传说中的上古神兽朱雀和类。有一处山脉叫永夜山脉，他在那个区域竟然看见了石铁兽，点出图片一看，五官凶悍，长毛獠牙，肌肉虬结，透着超强的爆发力，而且介绍说体长5米，速度200米每秒。宋离想象了一下，一个眨眼就能跑到你面前，一口就能把你脑袋咬爆，一巴掌就能把你拍成肉饼的庞然大物。总之满满的压迫感，一言不合就瞬间取人狗命那种。哇！宋离被帅了一脸，这很石铁兽，不是他想象中的熊猫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永夜山。现在他只能眼馋，因为他没去过的地方地图都是灰色的，那里的灵宠也不能选择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只去过青州城和京城，供他选择的也只有那些常见的动物：猪、马、牛、羊、蝇、蚊、蜂、蛇、蝎、鹰。宋离没有立刻做出选择，而是先点亮了技能之书。百兽之声，意思是能听懂兽语吗？他试着把这项技能拖拽到自己身上，竟然一下子就成功了。宋离惊喜不已，立刻把小花、阿黄和小绿都喊了过来。妈妈招呼我们，有什么事？软糯糯的是小花的声音，应该就是想我们了。他都一早上没摸我狗头了。小男孩一样的声音是阿黄，你的狗头很好摸吗？让我摸摸。空灵缥缈是小绿的声音。我不要你摸，你不是说你摸过的头最终都会变绿吗？我不想变绿，像盆栽一样难看死了。然后宋离就看见阿黄急吼吼的跑进来，一头扎进他的胳肢窝，鼻子里还喷着粗气，妈妈快保护我。宋离把他的头顶护住，阿黄才停止了挣扎，扭头得意地看向小绿，洁白的狗牙发着亮光，略，你来啊你来啊，看你能不能摸到我。宋离把手拿开，阿黄立刻怂了，又使劲钻他的胳肢窝，还用爪子扒拉他的手。妈妈，不要停，继续摸我狗头，快！噗！宋离笑喷，使劲揉乱他的狗毛。
阿黄却享受的吐舌头，舒服爽。宋黎笑着笑着，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。他平时自称妈妈，没想到他们真的把她当成了妈妈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仿佛整颗心被填满，被人全心全意爱着的感觉真好。他也一定会保护好他的孩子。宝贝们，咱们要去大齐的邻国西戎国了，你们都跟妈妈去好不好？因为灵宠本来就能听懂人话，所以宋黎的话不需要翻译成兽语，在他们听来还跟原来一样，只不过传到他们的脑子里时更清晰了。好，妈妈。小绿十分乖巧。好耶，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，我都快要憋死了，庄爷爷天天压着我开药，窒息。阿黄吐着舌头原地转圈。西戎有国库吗？小花一副呆呆的样子，实际上却是在思考问题。你们把自己要带的东西统一交给小花保管，然后缺什么咱们再一起上街买，喜欢什么你们可以自己挑。耶，太好了！几个小朋友高兴的跳舞。第55章，阿黄郁郁了。阿黄左一趟右一趟，把自己藏的各种肉找出来，又把狗窝和饭盆叼来，一起交给小花。小花帮他装好，又问小绿，小绿，你们有要带的东西吗？小绿扇扇翅膀，本仙子跟你们不一样，本仙子只喝露水就能饱。那你怎么升级？喝露水升级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摸过的头越多越绿，我就越升级越快。我现在已经摸了2000多个脑袋，大多数都像草原一样一片油绿，长势喜人。我已经连升5级了，技能效果和持续时间都有了几倍的增长。宋黎恍然大悟，他就说嘛，感觉小绿的美颜效果越来越强了，原来是升级了。他以前都不知道灵宠还能升级，如果没有百兽之声这项技能植入，他恐怕要很久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。对了，当初小绿还落到白玉蝶身上来着，但只落在了肩膀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哇哦，小花捧着小爪爪，一阵羡慕。我是吃的越多升级越快，幸好妈妈给了我一个空间，我就不停的吃，现在也升了2级。谈到这里，阿黄摇得正欢的尾巴耷拉下来，独自趴在门口不说话了。小花和小绿察觉到他情绪不对，过去安慰他。怎么了阿黄？小花爬到他脑袋上，小绿也停在他的狗爪上。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啊？阿黄哀伤的眼中泛着泪光，长出一口气说，我升级是靠主人的爱，主人越爱我，我就升级越快，但你看我比你们来的都早，我却只升了1级，嗷呜嗷呜嗷呜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要你让我摸摸你的狗头，主人保证会越看你越美丽，越看你越爱你，最后到爱你不可自拔，1天1级不是梦啊。小绿空灵的声音带有一丝蛊惑。阿黄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不行，这不是作弊吗？与我修行无异，还容易反弹，主要是我不喜欢绿色，我不会同意的。小绿无趣的飞走了，那就没办法喽。小花摸摸他的狗头安慰他，兽王大人曾说过，爱本来就是奢侈品，是偷也偷不到，钱也买不来的无形之物，你能升1级就不错了，这就说明妈妈是爱你的呀。他不劝还好，这一劝，阿黄双爪捂着狗眼，哭得更惨了。我升这1级是技能之书撑起来的。小花、小绿、宋黎双手捂住脸，他无颜面见阿黄。确实，自从得到阿黄后，他稀罕了一阵，就把阿黄扔给了老庄。老庄成天满腹里找阿黄，专门给阿黄做了强身健狗的药丸，把毕生所学倾囊相传，每天都单独给阿黄开小灶，给他煮肉骨头，吃的阿黄毛色油亮，吃不完还得辛苦藏起来。如果他有老庄的1/5，阿黄也不至于只有1级吧。他把阿黄从地上抱起来，亲了亲他的头顶，哈斥哈斥，阿黄立刻就开心了。宋黎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好好爱这个忠诚无上限的小家伙。也是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把他们当成灵宠，而是真正性命相连、生死相依的至亲之人。宋黎叫了府里一辆马车，一路抱着阿黄，揣着小花，肩膀顶着小绿，带他们来到城南市场。小花的空间是保鲜的，不怕坏，他可以随意买。馒头、包子、大饼、肉饼，这些主食一走一过，全部买空。没有任何科技与狠货，都是货真价实现做的东西。每个摊子的量都不大，看似一直在买，其实总量不大。他也不敢大批量买，怕引起有心人的注意。这里唯一的预制菜是爽口酱菜，他把摊位上的一大缸酱菜连缸买下，让摊主送到宋府。摊主激动地掉下泪来，他本以为是摊主赚了钱才这么激动，没想到摊主逢人便说宋将军穷的只能全家吃咸菜了。宋黎眨眨眼，好像找到了流量密码。王家铺子里的秘制猪肉和五香猪肉很好吃，他全部买空，一共才20斤。阿黄清点了酱肘子，他立刻把3个摊位的16个肘子全买了，又买空了烧鸡、烤鸭、酱猪蹄。阿黄乐得直蹦高，我觉得妈妈是最爱我的。小花表示赞同，我说的吧。然后转头道，妈妈，我要干果和糕点，给我全部买空。宋黎大手一挥，把糕点铺子和干果铺子全部买空。小花也高兴地转起了圈圈。
小绿最省心，不用他管，悄咪咪的就摸了10来个人的头。他通过观察发现，小绿并不是谁的头都摸，10个人里能选出1个就不错了。他怀疑只有某种气场的人才能吸引小绿，比如说骚气。逛完整个集市，又买了不少小家伙们爱吃的东西，但他自己却真不知道还能吃啥。这个世界的零食就那么几样：蜜饯、干果、肉脯、糕点、糖。偏偏他不喜欢吃那些干巴巴、甜兮兮的东西。他现在十分怀念现代世界的火锅、酸辣粉、麻辣鸭货、香辣牛肉干、呲溜。这个世界好像很少用到辣椒，他真的馋这一口了。忽然，宋离顿在原地，他想起了一件事。原文中提到，京郊有块洼地，中间是个池塘，周围土壤盐碱度过高，发白板结，种啥啥不长。但宋梅却眼光独到，花低价买下，建了一个鸭戏庄园。池塘里种满荷花，在养上鲫鱼，岸上种满耐盐碱的枸杞，散养了鸭子。夏日赏荷，观鸭戏水；秋日采莲，挖藕，炖鲫鱼汤。这个小小的庄园竟然也招揽了不少名门贵族前来体验农家生活。关键是鸭子长大后就被他拿去做成了麻辣鸭货。没吃过这种新奇味道的古人很快就上头了，吃过一次便念念不忘，一时间麻辣鸭货生意兴旺，风靡京城，成了各种宴会的必备小食。宋梅靠这个鸭戏庄园收获了第1桶金，后又陆续推出了口脂、眼影、眉笔等彩妆。其他不说，宋离还是挺期待宋梅做麻辣鸭货的，他也想吃，但鸭子必须从他这里买。他抬眼看看天色，时间还早，立刻让车夫拉他去京郊。沿着京郊小路一直走，就看见了原文中的那个池塘。池塘后面是一座光秃秃的山丘，山丘和山下的土地在阳光下泛着亮白的颜色，一眼看去荒凉贫瘠，毫无希望。池塘边坐着一个正在垂钓的老翁，宋离走上前去询问：“大爷，钓鱼呢？没少钓啊。”第56章，钱我帮你存着。有钓有。大爷迅速回过头，一看是个女童，穿着短打的衣服，也没觉得失望。尚可尚可，哈哈，小友也爱钓鱼。宋离点头，我最喜欢和我爷爷一起钓鱼，但自从爷爷走了，我就再也没钓过鱼了。原主确实喜欢和老乞丐一起钓鱼，那是他唯一能吃到的肉食。哎呦，大爷的心瞬间软成一团，给你，一起来钓。他从旁边拿起一根竹子做的鱼竿扔给宋离，宋离便坐在旁边陪他一起钓。不一会，他也钓上一条小不点的鱼，宋离笑得十分开心，把鱼扔到大爷的木桶里。如果能常常来钓就好了。大爷，你知道这块地是谁家的吗？大爷呵呵笑着，这地随便来，主人家都不管的。宋离摇头，义正言辞道：“主人虽然不管，但我却不能当作不知道这里有主人。”大爷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虽然是个女娃娃，但深明大义，不输男儿。我就直接跟你说吧，这地是我的。宋离根据剧情其实早就知道了，而且他还知道面前这个老头孤家寡人，闲云野鹤，根本不在乎钱，肯卖给宋梅也是因为宋梅跟他说了那套生态循环的理论，老头非常赞同，又好奇他会治理成什么样，就低价卖给他了。宋离佯装吃惊，既然是您的，那我可以经常来玩吗？大爷乐得满脸皱纹，当然可以，就怕你不来，老头子我呀，自个一个人实在无聊。宋离也十分高兴，那太好了，不过什么？大爷问道。宋离瞅了瞅四周，您这儿哪都好，地角好，水也好，就是周围太荒凉，我帮您改造一下，周围种上树苗，湖里种上荷花，再养上一群鸭子，这不就美了吗？到时候咱们在这花香鸟语的地方钓鱼，那才叫享受呢。等鸭子肥了，我再把鸭子卖了，给您买酒喝。哎呦喂！大爷捂住胸口，明显受到了囡囡牌甜蜜暴击，一个劲的傻乐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宋离追问：“您到底同不同意啊？”大爷使劲点头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只要你不嫌弃这地方，你愿意干啥就干啥。宋离一拍大腿：“那可说准了，以后这就是咱俩的秘密基地，你可不许把这好地方卖给别人。你要是敢卖，我找到你老窝跟你急。”哎呦！大爷就恨没多长2张嘴辩解：“祖宗，这地能卖几个钱呀？”放心，大爷我没几年活头了，还在乎那2个钱？呸呸呸！您可别瞎说，你要是死了，谁陪我钓鱼？祖宗，您说的对，大爷我一定好好活着。爷俩一边唠嗑一边钓鱼。1个时辰后，宋离要走了。爷爷，我要外出2个月，等我回来立刻就来看您。孙女，你一路上注意安全，别自己乱跑，别吃不干净的东西。大爷念叨了一大堆，宋离不住的点头。眼看夕阳西下，他才不舍道：“去吧，2个月后一定要来看爷爷。”一定。说谎是小狗。宋离上了马车，伸出头来与他挥手告别。白得一地方养鸭，还白得一管家，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但怎么心里沉甸甸的。回到宋家，
家丁和车夫车帮他把大包小包搬到他的房间，宋离让人把咸菜缸也搬进去。等人都走了，他让小花全部收到空间。宋离没有丫鬟，家丁和车夫都是男的，不可能趁他走了到他的房间，他无需担心空间的秘密被人发现。收拾完，他立刻找到管家。王伯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，不知您有没有时间？能当上一府管家，那都是人精一样的人物，谁是大小王，早分得明明白白。王管家当即拱手，三小姐，什么帮不帮的？你可折杀老奴了，有事您只管吩咐就是了。他称宋离为三小姐，可见宋离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与正经主子齐平的。宋离也向他躬身一礼，然后掏出1000两银票。城郊有块盐碱地，地势中间洼，4周高，形成了一个湖，不知王伯知不知道那个地方？他一说，王管家就想起来了，那个地方啊，是不是还有个怪老头？宋离摇摇头，他一点都不怪，人还怪好的哩。你为什么说他怪？王管家尴尬地笑了笑，人各有志，是老奴失礼了。三小姐跟他认识吗？我俩是钓友，他把那块地皮免费借给了我，我想在里面种上枸杞、荷花，再养一群鸭子、鲫鱼，但我自己没时间，故而求王伯帮忙。王伯摸着下巴上的短须，心里嘀咕，这样啊，那他人还真怪。不过想到宋离也很奇怪，能在皇宫要饭日入万金，又能咸菜一买就是1缸，还能走之前腾出时间钓鱼，他俩能处到一块也不稀奇了。这点小事，老奴一定办好。他接过银票，就要放进袖中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时，宋梅从拐角走了出来。王管家快速把银票放好。二小姐，您来了，老奴还有事，就先下去了。宋梅走上前来，先别，我想学一些课程，母亲让我来找你。我琴棋书画、女工骑射都想学，你帮去找有京城名气的师傅。王管家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有名气的师傅是要看学生天赋的，你说找就找啊？是，二小姐。王管家退下了，有名气的不好找，他慢慢来吧。宋离也要走，却被宋梅拦住。宋离，你不是在皇宫讨了许多钱吗？你自己拿着不安全，我帮你存着。宋离抿住嘴，让自己不笑出声，没想到他会提这么搞笑的要求。你不早说，我都存到钱庄了。宋梅笑容一僵，心里十分不痛快。宋离作为他的丫鬟，所得的钱不是应该都交给他吗？不是他空口白牙这么说，电视里面都是这么演的呀。丫鬟得了赏钱拿给主子看，主子让他自己留着，丫鬟才能保留这些赏赐。宋离不主动交给他就算了，还把钱存到钱庄，是不是有点太没自知之明了？再说了，宋离靠着他才来了宋府，凭着他丫鬟的身份才能进皇宫，如果不是他，宋离连宫门都进不去，又如何能讨得那些钱？这些钱本来就该是他的，他也不是那种剥削下人的主子，钱交给他，他也会给宋离好处。好，宋离，你把钱取出来，最近我用钱的地方很多，我还发现了一些商机，保准能赚钱。等你嫁人了，我给你封个大红包。第57章，女主等于牛马。你马乐的头。宋离忍住把他嘴打歪的冲动，眨着一双蠢萌的大眼睛道：宋梅，我一开始就要给你的，但夫人不让，夫人说叫花子的钱不能拿，拿了就失了财运，相反，叫花子的财运会越来越好，这也是为什么叫花子的钱就摆在路边，但也没人去抢的原因。宋梅被他说的脸皮发烫，但想到那么多钱，至少有个10万两吧，这些钱放在宋梅手里只会发臭，交给他却能做一番大事。只要能成事，就算是从叫花子手里抢钱又怎样？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杨玉瑶愿意把自己的铺子交给他练手，但就是不说过户到他名下，也不给他启动资金。他又不能向同学们借，更不能跟萧逸峰借，一旦借了，他就低人一等了。正在他为钱发愁的时候，宋离就得了一大笔钱，这不就是天道间接赐给他的吗？那是看叫花子可怜，才不抢他们的钱，什么财运不财运的，你还真信啊？听我的，你现在就去把钱取出来给我，就算我以后失了财运，也绝对不会怪你。宋离简直要被他的厚脸皮折服了。宋梅，不可不敬鬼神，乞丐受土地公和灶王爷庇佑，若是让他们听到你的话，你就倒霉了。宋离似乎动了气，一把抓住宋梅的手，咱们去找夫人，你不相信，我总该相信夫人吧？她可是一心一意为你着想呢。宋梅，行了行了，我不用你的钱了，还不行？又不是不还你，真小气。他不想闹到杨玉瑶那里，杨玉瑶总是教导他格局要大，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小角色，尤其要善待下人。如果知道他跟宋离要钱，肯定会对他失望的。而且杨玉瑶也不支持他经商，商人身份低贱，他只想让他用功学习，他跟杨玉瑶根本说不通。宋离本来都已经松手了，听他这么说，坚决拉着他去杨玉瑶。宋梅，我都是为你好，不敬鬼神，鬼神便会舍弃你。你还记得那只绿色的蝴蝶吗？宋梅急得不行，蝴蝶是天道派来的，跟鬼神有什么关系？但他又不能说出来。宋离成天练武，力气大得很，
他根本挣脱不开，只能服软。好宋离，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平时我还抄写佛经呢，怎会不信鬼神？如果我不信鬼神，蝴蝶怎么会落我头上？你疯了，快放开我！宋离根本不听他说话，连拖带拽就把他拽到了杨玉瑶的栖霞院。宋延年正扶着杨玉瑶在院子里散步，看见他俩这副样子，再结合夫人对他说的事，心中大概有了猜测。何事拉拉扯扯，不成体统？宋梅白了宋离一眼，爹，还不是宋离，一点小事非要打扰母亲休息，真是越来放肆了。宋离面不改色，抱拳道：将军夫人，宋梅不敬土地公和灶王爷，非要让我把乞讨来的钱交给他。宋梅一阵无语，气得胸口疼。要说的这么直接吗？他狠狠瞪着宋离，眼睛都红了。你平时乱七八糟的，我只是怕你管不好钱，要帮你保管而已。你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宋梅，你过来。杨玉瑶面色沉沉，显然是动怒了。宋梅一下子就息了声势，磨磨蹭蹭向杨玉瑶走去。娘亲干得漂亮，一定要好好教训宋梅。抢了我的身份就算了，我辛辛苦苦乞讨来的钱，他都想据为己有，理所应当的让我交给他，就差明抢了。这脸皮扒下来当鞋底子，一辈子都摸不漏。最好逼得他说出实话，不就是想做生意吗？娘给他提供铺子和资金，他确实是能给咱们家赚钱的。杨玉瑶心思一动，温怒的眼中多了几分无奈。待宋梅走到跟前时，他轻轻拉起她的手，把她拉到房间单独训话。宋延年给宋离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一起趴在门上偷听。娘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孩子，抢别人要饭要来的钱，你心地善良，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跟娘说实话，你为什么朝宋离借钱？宋梅慌乱的心顿时平静了不少。杨玉瑶带着亲生闺女的滤镜看她，怎么都不会觉得她有错。算了，宋离那边行不通了，鬼神一出就把他压得死死的，还是得从杨玉瑶这边找突破口。而且看杨玉瑶的态度缓和了不少，应该有戏。娘，女儿想做生意，以前机缘巧合学了几个方子，女儿保证能赚大钱。上杆子不是买卖。杨玉瑶当即就言辞拒绝了他，三皇子不会娶一个商女。莫要再想这些歪门邪道，你的身份，你的才华才是你最大的财富。宋梅很失望，一身才能无法施展，成日除了学规矩就是读书，这让她十分压抑，某些憋在心里的话忍不住就脱口而出。娘，衣食住行哪样不要钱？打点关系，供养门客，哪处不花钱？爹行军打仗不要钱？哥哥娶亲不需要彩礼？我和姐姐嫁人不需要嫁妆？明明钱越多，我们活得越舒服，却还假清高视金钱如粪土，虚伪。杨玉瑶倒退2步坐到椅子上，似乎没想到宋梅敢这么忤逆她。宋梅也有点后悔，赶忙上前跪在她的脚下：娘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我的气。杨玉瑶只是呆呆地看着前方，直到丫鬟过来捡了一次灯芯，她才长叹一声：既然你这么想经商，娘劝不了你，什么事只有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难处。娘的嫁妆里有10间铺子，其中5间经营不善，就让你拿去练手吧，不管你能不挣到钱，这5间铺子都分给你做嫁妆，你可愿意？宋梅双眼放光：我愿意。她的方子无论什么铺子都能盘活。杨玉瑶又道：在你嫁给三皇子前，铺子还放在娘的名下，你挣的所有钱，娘也都会为你攒起来，不可让人发现你在经商，你可明白？宋梅想了想，同意了。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女子经商就跟做了不检点的事一样，她也不想一个人对抗全世界。况且她不知不觉就把话说出去了，不做很难收场。门外宋离心情瞬间就爽了，啦啦啦，女主为宋家打白工了。原剧情是家里宠宋梅，各种零花钱各种给，简直是想着法的往她手里塞钱。宋梅根本不缺钱，用零花钱置办了产业，开启了自己的商业之路。而现实是，爹和娘聪明，除了每月10两银子的月例，根本不给她零花钱，逼得她为宋家打理产业。真是爽文照进现实，女主活成牛马，笑死。宋延年也在心里给媳妇竖起大拇指，媳妇不仅饼画的又大又圆，坑也挖的又圆又深。总之，他媳妇最聪明。第58章，西北边境。宋离美滋滋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用崭新的棉布做了一个大口袋，把阿黄和小花全都装进去，抱着他们一起在床上睡。最近阿黄掉毛，他只能出此下策。以前他没有被爱过，也缺少爱的能力，他决定从点点滴滴做起，做一个真正的爱狗人士。阿黄把脑袋搭在他肚子上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一夜无话。次日，宋一欢、宋海明都贴心为他准备了小包裹。他穿上杨玉瑶为他定做的小皮袄，与老庄、宋海兰和另外4位1等1的暗卫踏上了西北之路。原本宋离是要骑马的，他还给阿黄做了个简易的背包，几个人轮换着背也不累。但宋海兰已经安排好了马车，坚持让他和老庄一起坐马车去救那老东西。这什么急？死不了就行。宋离一想也是，王权的更迭势必伴随着朝代的没落，国君昏庸无能，
亦或是遭受大范围的天灾等种种原因，致使民不聊生。而现在就是西戎平民体验当权者残酷剥削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间太短过去，大局来看，并不是什么好事。老庄岁数大了，倒是乐呵呵接受了这番好意。还是宋二想的周到，我这把老骨头，等其到那，恐怕就是一具人干了。宋离便也欣然接受了。能坐马车，谁想骑马？一路上，阿黄和小花都十分开心，尤其是阿黄，无时无刻不黏着宋离，这让老庄十分吃醋。但老庄吃醋不会生气，而是加倍对阿黄好，比如吃饭拿勺子一口一口喂，拉屎帮擦屁股，还给阿黄做了一件小棉袄。20天后，他们到达西北边境的时候，阿黄已经胖成了一个球，还是一只穿着碎花棉袄的球。当然，他这种窒息的爱也是有反噬的，现在无论他怎么叫，阿黄都装作听不见，就像孙子听不见姥姥唠叨一样。老庄又急又气，但没有办法。小花吃的更多，但他干吃不胖。宋离用老庄剩下的碎花布也给他做了一件小棉袄，穿着可漂亮了，小花走路都挺起来了。初到西北，天空海阔，空气清新到没有一丝杂质，还路过一片盐湖，一望无际，水天相映，人的心境都变得宽广起来。西北军驻扎在一片连绵的山丘，沿着山势用石头和泥浆筑了城墙，设了瞭望塔和堡垒，上有孔洞可以放箭。城内地域宽广，屋舍俨然，中间一片平地全是教场，山坡上还开垦了菜地。城东是广袤的草原，一望无际，牛羊遍地；往西是荒凉的戈壁，飞沙走石，西风怒号。可见宋延年之强势和在这里死守的决心。宋离估计宋延年不直接打下西戎，大概有2个原因：一，他觉得西戎剩下的土地足够荒凉，难吃又难啃，不值得他花心思；二，打下西戎就不需要西北军了，皇帝一天不给他封侯，他便一天不能放权。宋离猜得对，但不全然对。宋延年根本就没想打下西戎，只要皇位不是他做，西北军就得一直打仗。宋海兰把宋离安排在他隔壁，他一身灰扑扑的男装，身上没有任何配饰，也无耳洞，再加上骨子里就透着宋家人的野性，倒没有人敢轻视他。听说咱们将军找到了2小姐，就是她吧？那肯定是了，你看她跟将军长得多像。一路上这种话宋离没少听，心里美滋滋，很好。西北军的第一眼也被我抢占了，宋梅是绝对没这个机会了。简单吃了个军队大锅饭，宋海兰召集所有副将一起开会，还叫上宋离和老庄一起参加。宋离大概想到了他要干什么，果然8位副将一到齐，宋海兰就宣布要给西北军全体接种牛痘。牛痘接种法能100%预防瘟疫，且无任何副作用。这个方法已经在京城验证过了，皇子公主们都已接种，正好我还没接种，我第一个示范给你们看。反正皇子公主的消息也不会传到西北军耳朵里一点，他说接种了，那就是接种了。见他这么说，其他有质疑的副将立马闭了嘴。皇子公主都接种了，必然是拿平民实验过没问题后才接的，那他们还怕什么？老庄，接种一事就麻烦你了。老庄明显是已经习得这种方法，并无任何惊讶。附近牛羊成群，采集牛痘并无困难。老夫稍后就去找那些牧民商谈。杨宽、李峰，你俩协助老庄。是。其他人也组织好各自手下。7日后，西北军正式接种，一个不能落，必须都接。是。众人退下，宋离也回去休息。宋海兰单独把梁副将叫住，先是询问了当下军中的情况，然后从怀里拿出一包白色的粉末，这叫消食，既是一味中药，又是制作爆竹的原料。但现在有一方子能使爆竹威力强上100倍，提炼消食十分不易，我希望梁副将亲自督办。宋海兰吸取了周绿川的教训，只把这个军事机密告诉了梁副将一人。梁副将在他爹当土匪时就是他爹的副将，这么多年始终如一，值得他们信任。2人秘密商议了好久，才从房间走出来。从此以后，梁副将便多了一份奇怪的活，收集老房子里的土，寻找年代久远的山洞，还收集人的屎尿。也是因此，他多了一个外号，叫屎尿将军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这个时代的军权都是家族世代相传的，父传子，子传孙，故而宋家任何一个人在西北军的地位都是崇高的。再加上宋海兰骁勇善战，屡立奇功，在军中很有说话权。他将任务一吩咐下去，副将们立刻执行，没有丝毫懈怠，或者因为他年纪小而不服气。这也让宋离见识到了古代世家大族的权柄是多么可怕。难怪宋延年军功赫赫，老皇帝不仅不封侯，还想要灭他满门。3日后，老庄把牛痘接种法交给了其他军医，又将一切安排妥当，他才和宋离还有另外4位暗卫假扮成商人，秘密混入西戎。宋海兰没去，自从他杀了西戎国舅后，他的画像在西戎就传遍了。还别说，不带兵情况下，他真不敢去。4个暗卫的名字分别叫宋大、宋六、宋七、宋18。他们拟造了一个裴家商队的通关文书，老庄扮演裴家老爷子，宋大扮演裴家长子，
宋18扮演裴家小儿子，宋6和宋7年岁相当，分别扮演护卫队队长和副队长，宋黎则是扮演老庄的孙女，还有10个士兵扮演护卫。商队带自家招揽的打手或者雇佣镖师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故而他们的商队虽然看着全是练家子，但并不显眼。进入第一道关卡，宋大递上通关文书，守城的官差看过以后揣到怀里，晃晃悠悠走到马车旁，打开验货，都打开。宋大立刻吩咐护卫把后面的5辆马车打开，同时递给官差1袋碎银子，陪笑道：“官爷行个方便，都是瓷器。”官差掂量了一下钱袋的分量，满意的揣进怀里。行吧，行吧，快过吧。等5辆马车全过去，官差也把账盖好了，还给了宋大。1个时辰后，又是第2关，宋大首先递上1袋碎银子，官差连看都没看，盖上戳就让过了。直到第3关，也就是最后一关，守门的官差穿戴整齐，眼神凌厉，宋大心知不一样了，麻利的叫大家伙打开马车。官差们一样一样细细检查，无非是些瓷器、茶叶。忽然，检查最后1辆马车的官差呵斥了一声：“这个箱子里装的什么？打开！”宋黎赶忙打开箱子，一瞬间，箱子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驻足观看。这位差爷，这是一颗东海夜明珠，据说是鲛人的胚胎经过1000年演化而成，我们裴家商队花重金买来，就是为了此次献给王后娘娘。第59章，生活不易，狗子卖艺。守城的官差呼吸一滞，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好东西了。如今西戎示弱，献宝的人也慢慢减少，若是他能把这些人引荐到王后跟前，皇后一高兴，至少可以升一级。他紧绷住嘴角，不让自己高兴得太明显。我们西戎王后最是热情好客，几位大齐的朋友有此心意，请随我来吧。宋黎一喜，没想到皇帝司库里最大最亮的夜明珠这么好用，直接让他们坐上了直通车。怪不得那老登要藏在自己的司库里，却不知此时大齐皇宫已风声鹤唳，只因大齐国库被偷了。皇帝一怒之下斩杀了他最信任的手下户部尚书林贺，负责监察国库的端王也被免去了职位，还撤了他其他乱七八糟的职位，只有1个官技署总管的职位被皇帝忘了，得以保留下来。虽然被斩的是林贺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钱肯定不是林贺拿的，他没那个胆子，被斩也是倒霉。皇帝总不能斩了自己的亲弟弟吧？暗中大家议论纷纷，但明面上谁也是不敢得罪端王。皇帝只是把他撤职，甚至都没下过1天大牢，只要不蠢都能看出来端王迟早要复宠，所以满朝文武只敢偷偷吃瓜。听说贪了不少，不然不能这么生气。你说端王怎么净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？嘘，小声点，就你长嘴了，非得说出来。哎，偷鸡摸狗也不是1天2天了，还是个光吃不拉的饕餮呢。那几个女孩都不愿赔钱，可不就是饕餮吗？你们说他贪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女人他又没花钱，谁知道呢？必然是要干大事吧。现在太平盛世，能有什么大事？呵呵，那就不知道了。眼看把舆论引到合情合理的方向，谢家一个年轻有为的子侄默默退出人群，深藏功与名。而此时西戎都城的城门前，几个暗卫满心疑惑，货物他们检查了好几遍，绝对没有夜明珠，难道是小姐刚刚放进去的？这颗夜明珠十分珍贵，小姐亲自保管也是正常。几人并没多想，跟在守城官差身后去往西戎皇宫。西戎都城内街道十分繁华，人们穿着颇具民族特色的服装，叫卖声、弹奏声不绝于耳。宋黎深深感受了一把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。行至半路，远远就看见一只大象慢慢走来，大象头上和背上都铺着鲜红的大幅刺绣，背上还架着一张华丽的座椅，一个少年斜靠在上面，稚气中透着一丝妖娆，双眼紧闭，姿态慵懒，似在小憩。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这就是文人携同母异父的弟弟文人业，跟他亲爹一样钟爱排场，就算眼睛看不见也爱。文人业通身华贵的装饰让路人纷纷驻足侧目，想要看清楚那其中的细节。宋黎等人也停靠在路边，他抬起手指，小绿便轻轻落在他的指尖。小绿，你能让那个大象上的男孩看清人脸吗？他眼睛有问题，看东西是一团模糊的，连大致轮廓都看不清。人声鼎沸中，宋黎小声询问小绿。小绿扇扇翅膀，立刻道：我能，因为我进阶了。现在我是2阶1级幻蝶，主人可从系统查看我的全新属性哦。我能给他的大脑制造一场幻境，保管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好好好，我们家小绿真能干，可不是能干吗？一路上都没歇着。据他观察，就连宋大爷，哎，算了，小绿只是一只蝴蝶，他能有什么坏心思？肯定是宋大太骚气。宋黎进入神识，查看小绿的属性版面。2阶1级幻蝶，颜色原亮绿，身长10，体重
0.1克，速度80米每秒，攻击力1，防御力3000，被动技能随波逐流，生命值500，忠诚度1000加500，爱心加成，智商1000，技能花花世界。如果你的世界不那么完美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视角，闭上眼睛，或许你能看得更清楚。一下子添加了这么多属性，宋离有点眼花缭乱，尤其是那个原谅率，什么鬼？身长10厘米应该是包含了须子。小绿的防御力是真的高，这也弥补了他攻击力1的短板。宋离怀疑他初始的防御力也应该是不低，只是一开始那个简单的界面展示不出来。还记得五皇子攻击小绿那次，茶杯盖扔过去后，小绿像是被气流冲开一般，这就是他的被动技能随波逐流吧。不过那500爱心加成的忠诚度让宋离惊喜到了，果然爱是相互的，他付出的每一分爱都不会白费，全转化成了灵宠的中心值。此时众人的目光全都被大象吸引，没有人注意到宋离的不同寻常，直到大象从身边经过，众人才恢复正常，该干嘛干嘛。官差跟他们解释，这是我西戎国的二皇子，二皇子十分亲民，心地善良，连只蚂蚁都不舍得踩，他之所以骑大象，就是不想马太累。哦，这样啊，大家很给面子的点头。很快就来到了西戎皇宫，马车和护卫留在外面，宋大抱着叶明珠、写老庄、宋离、阿黄、宋18一同进入。宫门守卫把他们拦住，狗不能进。宋离把阿黄放在地上，这位大哥，我的狗会演杂技，能逗王后娘娘开心。阿黄，表演一个无敌风火轮。阿黄立刻把自己卷成一个球，咕噜咕噜向前转，吃得太圆，表演效果杠杠好。停！阿黄，倒立！这对阿黄来说都是小儿科，只见他前爪之地，后爪冲天，不灵不灵倒立走了回来，两颗圆圆的毛蛋分外可爱。阿黄，摸小吉吉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可以进了，门卫受不了了。生活不易，狗子卖艺，希望能逗王后开心吧。城门官差又帮忙打通了多方关节，成功把他们带进了后宫。王后身边正有几位俊男靓女陪着，他们给她揉肩、捶腿、喂葡萄，好不逍遥快活。西戎的皇宫就是不一样，只要王后传召，男人也是随意可以进后宫的，当然王后也可以随意出入皇宫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西戎的民俗十分开放，对女性更加友好。王后娘娘金安。官差单膝跪地，一手摸着良心请安。起来吧。王后慵懒说了一句，连眼皮都没抬。王后娘娘，这几位是大齐来的朋友，知道您的品味绝世无双，特地带了宝物来请您鉴赏。第60章，扫荡西戎皇宫。哦，王后微微掀开眼皮，目光中多了一丝兴味，呈上来，让哀家看看。是，王后娘娘。官差小心翼翼从宋大手中接过匣子，自己先将其打开。一来，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；二来，怕有人在里面使诈。匣盖抬起的一刹那，绿光瞬间倾泻而出，让人不禁抻直了脖子一探究竟。待匣盖完全敞开，整个大殿内都溢满了盈盈绿光，如波似水，如梦似幻，竟比在外面时耀眼夺目100倍。宋大疑惑不解，将军什么时候得了如此宝物？藏得真深。王后也不禁坐起身来，双眼痴迷地盯着那颗夜明珠。她曾有过很多夜明珠，但与这颗一比，都是莹莹之火。只有这颗是真正的皓月，它美妙的光晕如同圣光一般。宋离适时说道：“相传这是人鱼的胚胎，经过千年演化而成，渔民九死一生，才从1000米以下的海域打捞上来了。王后娘娘，请看，里面还有一个胚胎的影子呢，快快拿来，让哀家看看。”王后急切道。官差立刻送到王后面前。此前宋离没说其中的奥妙，他也忍不住驻足观望起来。旁边的男男女女也一股脑围上来。人鱼的胚胎在哪里？离得越近，越是感叹于它的美丽。王后双眼贴近碗口大的夜明珠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婴儿脑袋似的轮廓。啊，果真是人鱼的胚胎！来人，赏黄金10万两！周围军士倒吸一口凉气，还是第一次见王后赏这么多。王后却不觉得有什么，这些稀世珍宝是在她心中都是无价的，尤其是这种神话中才有的宝物，而黄金只是一些俗物罢了，以俗物换珍稀，是她赚了。宋大立刻带头行礼，多谢王后殿下。宋离也适时道：“王后殿下，您果真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，美貌无双，慧眼如炬。我的狗会一些杂耍，能否让我们在皇宫逗留几天，也好让他给您表演个节目，逗个乐子？明家，你去安排。”王后的注意力此刻全都在夜明珠上，随意找了一个侍女安排他们。几人相视一笑，如愿留在西戎皇宫。因为他们进献的宝物十分得王后喜欢，明家给他们安排的院落也豪华大气，装修富丽堂皇，处处彰显土豪气质。随后赏赐的黄金和丰盛的晚宴也一起送来，黄金一箱接着一箱，
由壮汉们抬入他们的院子，足足抬了10大箱。身姿美妙的宫女们手持玉盘鱼贯而入，奉上瓜果美食。东西摆好以后，他们却并不急着离去，而是围着几人跳起了舞。俊男靓女载歌载舞，还要拉着他们一起跳。几人立刻加入进去，就连阿黄都跳起了袋鼠摇，又唱又跳，大吃大喝，好不快活。宋离尤其喜欢那道烤得鲜嫩的小羊羔，配上西戎特有的调味料，一口气吃到撑，回头一定烧些香料回去。吃饱喝足后，宋大打赏了他们1袋金子，这才把那些工人送走。几人消停下来，不约而同围坐到桌旁。宋18跳上房顶躺着吹风，实则帮他们监视四周。宋大首先开口，没想到这么顺利，我今晚就去打探老头的住处。他随宋延年说话习惯了，一直称西戎国君为老头。老庄摸着胡子，进宫之前搜身，不让带药物，到时候需要什么还得麻烦你去找。宋大点头，庄老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宋离、宋大一定要谨慎小心，自身安全为重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是，小姐。一行人解散，各自回自己的房间休息。晚上，宋离睡得正香，手指被舔了一下，他一下子就醒了，把毛茸茸的小花抓在手里，放到脸蛋上蹭了蹭。花宝宝，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？小花明显是累着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还不是点太多，我都去踩了一遍。我先跟着取黄金的工人进了国库，标记好国库的位置，然后我又去王后屋里碰碰运气，正好听见王后让侍女去她的司库里拿一颗普通的夜明珠做对比，我便又跟去王后的司库标记好位置。回来的时候看见皇叔，我便又循着皇叔的气味找到他的私房钱，没多少东西，我直接搜刮干净。刚要走，又看见皇叔去找二皇子，我又顺着二皇子的气味找到了他的司库，但他的司库里东西更少，还都是些便宜货。机智如我，马上就猜到是二皇子身边的下人欺负他看不清，偷偷把东西转移了。我又找到他2个下人的司库，果然里面全是好东西，我直接地皮刮掉一层，反正他们也不敢嚷嚷。宋离给小花点了个赞，真棒！小花花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随机应变，出手果断，你做事妈妈永远放心。哼。小花害羞地捧着小爪子。你逛了那么多地方，看见西戎皇帝了吗？小花摇摇头，没看到，我明天再去看看。好宝宝，好好休息吧。妈妈晚安。小花钻入阿黄的睡袋，她虽然有遁地术，但不是无限使用的，技能使用多了需要时间恢复。宋离轻轻搂住他们，宝宝们晚安。次日吃过早饭后，几人又聚到一起。宋大，我昨晚出去了一趟，这里高手太多，没敢太浪，只察觉到东北角那处有许多暗卫，很不寻常，不如我去制造点混乱，把暗卫引走，然后……先不急。宋离打断他，这样对你来说很危险，我们只有4人，一个都不能出事，先等等，见机行事。宋大已经够可怜的了，小绿说他女友趁他外出做任务，给他戴绿帽子，如果他死在外面，他女友不就能拿着他的存款跟野男人逍遥快乐了吗？宋离虽然没有道德底线，但是有正义感，他有3小只帮忙，事情如果顺利的话，其实很好解决，他已经有了计划，不需要牺牲宋大。老庄也一边给阿黄喂食，一边若有所思。谁想一等就是一天，4个人分别去4个地方碰运气，都没让他们找到任何机会。倒是小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我去宋大说的方位搜索了一下，果真看见了老皇帝，脸都是青的，呼吸也十分微弱，看起来快不行了，但周围很多士兵把守，暗中至少有10个暗卫。宋离也急，就怕跟原剧情不一样，西戎皇帝提前嘎了怎么办？但他没有任何办法，是只能等。谁知晚上就传来了好消息，王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。4人换上崭新的衣服，来到宴会厅。除了皇后、文人业和皇叔，文人玄也在，他们分别坐在王后2侧。宋离眼前一亮，他就说嘛，文人业最爱溜达，怎么可能一直见不到文人业？原著中，苟天道给女主开小灶，文人业看谁都是一团模糊，但偏偏看宋梅是完全清晰的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如神女一般空降到他一片虚无的世界。文人业一眼万年，这剧情完全说不通嘛？他是眼睛天生有毛病，又不是心理障碍，看别人都条件反射打码，就看宋梅不打码，就是离大谱。但谁让人家是天道，就是这么不讲道理。面对唯一能看清的女人，文人业自然是升起了强烈的占有欲和保护欲。原本宋梅被掳是要被砍头的，以报当年国舅被杀之仇，但文人业怎会允许别人动他的神女？他以一己之力保下宋梅，然后把宋梅紧紧拴在自己身边，对，真拴，用绳子拴那种。2人吃饭睡觉都在一起，宋梅也可怜他弱势，耐心给他描绘外面的世界。有了宋梅，文人业的世界终于得以完整。而现在，专业替身即将闪亮登场。第61章替身文学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曾完美替身宋海兰的白月光，又无缝衔接老庄的关门弟子，他就是我们的替身专业户阿黄大人。
一番寒暄过后，宋离再次推销起了自己的狗子。我养的狗很会耍杂技，这次把它带来，就是想博王后娘娘一笑，求王后娘娘给个机会。王后听得全身舒畅。自从西戎战败，太子被送去大齐做质子，大齐商人便很少给他进献宝贝了，更别说低声下气的想要博他一笑。大齐的朋友，快快把你的狗叫出来！哀家最是喜欢小动物。遵命！宋离拍了拍手，瞬间一个花布球从旁边滚了出来，滚到舞台中间，花布球一下子展开，变成了一只圆滚滚的狗子。只见他斜躺在地上，后脚抬起，露出肚皮和毛蛋，动作妖娆至极，直立行走，倒立行走，转圈摸小吉吉，一套连招下来，逗得众人捧腹大笑。宋离一边笑着，一边用余光注视着文人业。阿黄入场前，他就让小绿做好了准备，怎么那个死孩子一动不动，跟块木头似的？其实是宋离只看到了桌子上面，没看到桌子下面。文人业已经快把自己的膝盖扣破了，好似封闭多年的窗子，一朝被打开，终于有一束光照了进来。文人业先是难以置信，他竟然看清了，一只圆滚滚、毛茸茸的小动物歪着脑袋在冲他笑。虽然他不知道笑应该是什么表情，但看到他伸着舌头的样子，他就是十分确定，他一定是在对他笑。他还能看见他金黄柔顺的毛发，葡萄一般圆溜溜的大眼睛，乌黑的鼻头，摇晃的尾巴，可爱的狗爪，圆圆的毛蛋。他能看到他的一切。文人业双手颤抖，慢慢合十，感谢长生天赐予我一缕光，我的太阳，我的日月星辰，我的光。以前他不相信光，但现在他信了。等阿黄表演结束，王后和皇叔都打赏了，阿黄笑得哈哧哈哧的。文人业也终于有了动静，只见他起身走下台阶，慢慢走到阿黄面前，每一步都走得极其小心。他小心翼翼伸出手，手指却又在触碰到阿黄前停了下，似乎害怕这是一场一碰就破的美梦，没有原文中生死关头那么赶。文人业正细致地体会这种酸甜的感觉。我能摸摸你吗？他单膝跪在阿黄面前，这人竟给他下跪。阿黄有点飘，狗头45度角上扬，高傲地看着他，嘿嘿，被小爷的魅力折服了吧？宋离一巴掌拍在他腚上，阿黄嗷一声，立刻把脑袋放到文人业手底下。哎，卖艺又卖身，他伤不起啊！文人业双眼绽放出喜悦的光芒，一下一下轻轻抚摸他头顶柔顺的毛发，似乎抚摸着一件稀世珍宝。以往他看不清东西，双眼一直是无神的，但现在他的目光有了焦点，那就是面前的阿黄。他不是没摸过狗，甚至他还摸过很多狗和其他动物，触摸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，但他第一次摸到毛这么柔顺的狗，心想他果然是与众不同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阿黄。阿黄，多么美的名字！文人业感叹道。阿黄又飘了，滚圆的身体坐在地上，仰天长啸一声，嗷呜！这只小狗可真有趣。皇叔也走了过来，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一定是有什么情况，否则他不会对一只狗这么热情。阿爷，如果你喜欢，本王将它买下送给你。老庄两眼一瞪，不等文人业回答，当即拍着大腿道：不可不可，阿黄就跟我亲孙子一样，哪有爷爷卖孙子的，多少钱都不卖。文人业眯起眼睛，阿黄是他的光，他一定要得到，谁敢阻拦他，那就杀了。5万两黄金。他冷冷看向老庄。皇叔眼皮一抬，儿子还真对这条狗上心了。老庄鼻子一哼，我都说了多少钱都不卖，这是我孙子，全家喝西北风都不卖。皇叔拳头握得嘎巴响，这个老头有点不识抬举。王后也觉得老庄过了，他们把狗带过来表演，不就是要卖个好价吗？5万两黄金，全国的狗都能买下来了吧？还不知足。大齐的朋友，你们开个价吧。他嘴上说着朋友，语气却是冰冷的。老庄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他确实想给西戎皇帝解毒，但他绝对不想把阿黄搭进去啊！正要反驳，却见宋离站了起来，恰好挡在了他前面。阿黄是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，他把我当成妈妈，把我爷爷当成爷爷，虽然辈分有点乱，但我们是真的爱他，他也是真的爱我们。之所以把他带进皇宫，就是不想跟他分开。如果阿黄离开妈妈，他一定会伤心的。阿黄委屈的叫了2声，一头扎进宋离怀中，可怜巴巴的模样叫人看了心头发软。文人业，这一刻他动摇了，如果他杀了阿黄的爷爷和妈妈，阿黄还会是那只快乐的阿黄吗？阿黄还敢与他亲近吗？这与亲手毒死自己的光有什么区别？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皇叔看出他的纠结，知道他真心喜欢这条狗，于是拍拍他的肩膀，别担心，我来解决。宋离不想让他解决，他想要他解决，不如我们这样，我看阿黄也挺喜欢二皇子的，就让他跟在二皇子身边7天，7天过后我们会走，到时候看阿黄自己如何抉择，也还请诸位尊重阿黄的选择。文人业心中升起希望，冥冥之中长生天指引阿黄来到他的身边，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旷世奇缘。他相信
只要他全心全意对待阿黄，阿黄一定会感受到他的好，进而心甘情愿留在他身边。有句话叫竹马敌不过天将，不是吗？如此便说定了。文人业快速抱起阿黄，生怕他们反悔。而且就在刚才，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如果阿黄到时候还是要跟他们走，他可以把人都留在皇宫，甚至他可以当阿黄的爸爸。第62章，还是热乎的。我们大齐人言而有信，说好7天便是7天。宋离一字一句铿锵有力，似乎也在警告文人业，7天后不要给西戎丢脸。文人业低下头，眼珠一闪而过的金光，那便7日后见。这7天，为了跟阿黄培养感情，他不会让阿黄见到他们。文人业将阿黄带到自己的寝宫，命人备了丰盛的肉食。阿黄虽然有点郁闷，但不影响他吃饭，优雅的把一整盆肉全吃完了，然后打了个嗝。文人业就在旁边目不转睛的盯着他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无比着迷。看着阿黄吃得这么香，他体会到了10倍的满足感。阿黄吃撑了，准备出去遛弯。文人业就跟在他后面，只要他不回那些人身边，他都不会阻拦。阿黄出了门口，先在门框上闻了闻，便一直低头嗅着味道，好像是被某种气味吸引，自然而然地往一个方向走去。文人业虽然看不清事物，但能辨别方向，他见阿黄不是去往裴家人的方向，便放心了，同时也对他的行为充满好奇。他会去哪里？他在找什么？一路上但凡阿黄闻过的东西，他都要摸上一摸，大多是柱子、石墙，没什么特殊的，只是隔一段时间就摸得一首诗，把手指凑到鼻子前闻，还能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。他的2个随从皆是一脸无语，不食人间烟火的王子。但他们侍奉文人业时间久了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主子高兴，他们陪着就是，千万别扫兴，必要时还得陪着主子嗨，这样才能继续拿主子库里的东西啊。你们2个过来闻闻，这是什么味道？2个随从，你推我一下，我推你一下，最终还是都趴在地上闻了一下那一滩湿乎乎的痕迹。真香，真挺香。本来不情愿的2个人瞬间上头了。这是什么汁水？要是能采集一些献给王后做香水，王后一定喜欢。我也觉得母后会喜欢。躲在不远处的小花，人类竟然要拿她的尿尿当香水，变态 ！Omega， 要不回去跟主人商量一下，发展一项新产业。为了不让天敌发现，他可是每次都把尿尿收集起来，库存不少呢。不知道西戎皇后能开价多少？阿黄听了那2人的话，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在他闻来，小花的尿尿是臭的。既然小花的尿尿可以当香水，那他的也可以吧？他走到提议做香水的随从脚边，转了一圈后，在他腿上尿了一泡。随从敢怒而不敢言。文人业能清楚地看见阿黄尿尿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水流的形状，不禁又是一番赞叹。阿黄总能给本皇子带来惊喜。阿黄伸着舌头哈哈笑，果然他的尿尿也是受欢迎的，下次再送给文人业。随从100分号人民币井号。就这样一炷香后，3人1狗来到了东北角的一处阁楼。随从看了眼前面整齐排列的带刀侍卫，赶忙走到文人业跟前。二皇子，前面就是皇上养病的地方了，我们还是别进去了。文人业眯眼看着他，整个皇宫没有我不能来的地方。让开。是。随从马上退下，反正他是劝过了，王后问起，他也有话说。守门的侍卫看见二皇子来了，并没有阻拦，反而让开一条道路。阿黄迈着小短腿第一个冲了进去，味道越来越冲，他穿过厅堂，转到后面就看见了床上躺着一个老头。他凑上去闻了闻，老头脑袋上一股小花尿尿的味道，是他没错了。主人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老头治好，这是主人第2次给他发布任务，他一定不会让主人失望的。跳上床去，先来一套望闻问切。皮包骨头，脸颊凹陷，皮肤青黑，呼吸微弱，扒开嘴闻，能闻到一股苦杏仁味。按压腹部，有几处硬块。最后把了一下脉，心脉微弱，五脏俱损。根据医药大全，他很快就找到了应对之策，便从床上跳了下来。他的这一系列动作只在片刻间就完成了，在文人业和2个随从看来，就是阿黄跳到皇帝身上，又踩又闻，还用爪子扒拉皇帝的嘴，看得几人直咧嘴。幸好阿黄很快就走了。2位随从相视一眼，赶紧跟上。现在在他们看来，这位阿黄大人比二皇子还难伺候。好在阿黄回去以后就老实了，躺在下人给他准备的狗窝里，不一会就打着呼噜睡着了。文人业就坐在一边痴痴地看着他，他的呼噜声、放屁声对他来说都无比美妙。看着看着，他也趴在地上睡着了，还是随从把他抱到了床上。半夜，他忽然从噩梦中惊醒，梦到自己失去了阿黄，蹭的一下就坐了起来。阿黄，阿黄，叫了2声没狗音，他立刻就要下地找，脚刚伸进鞋子里，却触碰到一坨黏黏的东西。他拿起鞋子一闻，呛鼻的屎臭味。但这一瞬间，
他的心却安定下来，因为屎还是热乎的。阿黄一定还没走远。蒙大、蒙二，都给我滚进来！哎，两个随从已经在门口睡着了，听见主子发怒的声音，连滚带爬跑了进来。二皇子，奴才们来了，您有何吩咐？去给我换双鞋，再打盆热水洗脚。两人虽然有些不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等把灯点上，二人才看见二皇子脚上怎么像蘸了牛肉酱一样。走近一看，两人都不禁捂住了鼻子。哎呦，这个畜生怎么能拉在鞋里呢？文人业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蒙大一哆嗦，立马改口：这个小可爱真是的，别的地方不拉，偏偏拉到二皇子的鞋里，一定是爱惨了二皇子。二皇子闭上眼睛，心情好了不少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二皇子您别急，小的们这就处理好了。快点！等脚上洗干净，文人业立刻穿上新鞋跑了出去。阿黄，阿黄，他的眼睛在白天看东西都是一片模糊，何况黑夜，几次差点绊倒。蒙大赶紧扶住他，蒙二先一步去找阿黄。阿黄正在跟小花接头的阿黄翻了个白眼。好了，小花妹妹，我该回去了，身边全是粘人精，烦死了。小花目瞪口呆。好吧好吧，你去吧，要我明天给你送来。第63章，瞒不住了。小花回去后，立刻把阿黄开的药方告诉了宋离，宋离当即写下。第二天一大早又告诉了老庄，老庄只是瞅了宋离一眼，随后叹息一声，这是阿黄开的药方吧？瞒不住啊，瞒不住。宋离给老庄作揖，还是要请庄老一定瞒住啊。老庄一甩袖子，我是说瞒不住你，咱俩一个当妈的，一个当爷爷的，瞒不住就瞒不住了，别人是死也要瞒住的。宋离用力点头，对对，就怕那有些变态专挑聪明的小狗吃。老庄心里一紧，我去跟宋大说。宋离目送老庄离开。老庄回去后立刻把药方誊了一遍，然后找到宋大。老头子我呀，这2天研究了西戎的医书，查到了能让人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的毒药，名叫万姜蚕，这是我开的药方，你去找一下吧，虽然不确定，但提前备好，有备无患。宋大立刻接过药方，庄老，我这就去。同时宋离也让小花去找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结果小花直接把西戎的太医院给端了，这下好了，一下子就凑齐了。宋离也来了灵感，上了年份的药千金难求，大齐太医院还没搜刮呢，等回去一定要刮个干净，看那老登生病了拿什么治病。晚上宋大从外面回来，老庄立刻上前问他药凑齐了吗？宋大摇摇头，一共7味药，其中6味都找齐了，就剩1味百年腐皮子没找到，这个药本就稀少，要求的年份还这么高，实在不好找，明天我再去看看。宋离，好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宋大没当回事，他们上哪找？还不是得靠他。宋离也觉得这事难办，他手里有百年腐皮子，但他不能直接拿出来，得想一个不那么离谱的借口。众人心思各异，默不作声，一起吃晚饭。忽然小花顺着他的腿爬了上来，嘴里还叼着一块形状像灵芝，只不过颜色是白色的菌类。吱吱吱吱，这是阿黄找到的，让我给老庄。不用宋离说，老庄就已经激动地站起来了。这不就是腐皮子吗？看这成色，至少100年了。宋大也凑上来看，根还是新鲜的呢。从哪儿挖的？小花学着阿黄吐舌头摇尾巴的样子，哈哧哈哧。大家立刻就明白了，是阿黄挖的。宋大啧啧称奇，早就听说阿黄会挖草药，没想到这么厉害，正好挖到点上去了。不过还是庄老教导有方，养的狗子什么药都认识。老庄与有容焉，这回好了，阿黄给咱们解决了大问题，我今晚就把腐皮子炮制一下，明天就能搓成药丸了。众人均是松了一口气。宋大害怕出差错，与宋18不眠不休守着老庄，直到次日下午，老庄搓了一瓶药丸，他用荷包把瓶子装好，交给小花。你能给皇帝吃吗？1次1粒，1日3次。他算看出来了，小花也不简单，宋离养的宠物都不简单。小花点点头，叼着荷包就走了。没人知道小花做了什么，她一走就是4天，1次也没回来过。宋离相信小花不会出事，大概除了给西戎皇帝喂药，就是刮地皮了。毕竟今天就是7日之约的最后一天，他们该走了。4人收拾妥当，被下人领着再次来到上次的宴会厅。皇后和皇叔已经在等候，文人业还没来。皇后已没有了一开始的热情，西戎的朋友，趁着阿叶没来，你们依然可以开价。阿叶难得看上一样东西，作为母后，我势必会满足他，只要不过分，我都会答应。老庄急切地想见到孙子，眼睛一直盯着门外。阿黄不是东西，是我孙子。我再说一遍，就算把整个西戎国库给我，我也不卖。宋离眉头一挑，是这个理，我们不会卖亲人。而且王后娘娘，您真的误会了，我们很真诚的来给您送东海夜明珠，但绝没想过卖阿黄，只是为了不失礼，
这才让他给皇后娘娘表演个节目。谁想二皇子竟然相中了阿黄，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呀！谁能想到二皇子会看上这样一只平平无奇的小土狗，还请王后娘娘明察。王后叹了口气，何止是他们没想到，她作为亲娘，皇叔作为亲爹，也都是万万没想到呀。皇叔在桌子下面握住王后的手，我也不是非要难为各位，只要你们肯让出阿黄，我们再出10万两黄金。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，那就……宋离直视他的目光，我愿意把10万两还给西戎，只求赎回我的阿黄。早知西戎如此不讲道理，我们裴家说什么也不会走这一趟。皇叔双眼睁圆，随后嗤笑一声：“啊，你舍得？就算你舍得，你爹爹和你爷爷也舍得。”庄老立刻表态：“我说过，就算全家喝西北风，我也不卖阿黄。”宋大爷沉声道：“钱可以再赚，但家人不能丢。”皇叔脸色阴沉：“放肆！你们还真当西戎是你们的后花园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阿爷看上你们的狗，那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大齐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奉劝你们别不识抬举。”四人不说话了，用眼神交流。没想到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西戎皇叔还是这么不讲道理。文人业真是爹宠娘爱啊，为了他竟然连国家的颜面都不顾了。相比之下，文人邪这个小可怜就倒霉死了，主动代替文人业去大齐当质子，吃顿饱饭皇帝都要给他下马威。这事有点难办，但还有转圜的余地。只要文人业有担当，肯亲自送他们出宫，难道皇叔还能当着众人的面教唆儿子当一个言而无信的熊孩子吗？只要出了宫，他们就安全了。于是他们就干坐着等文人业过来。皇叔以为他们怕了，冷笑一声，给王后使了个眼色，好像在说这种人就应该这样对付。王后点点头，都是他们逼人太甚，贪得无厌，也不能怪他们心狠手辣。终于一道身影抱着狗子从门口走进来，宋李几人齐齐站了起来。第64章，一切为了孩子。文人业在随从的提醒下得知了裴家人的动作，他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看起来并不紧张。他弯腰把阿黄放在了地上，先是与他耳鬓厮磨，柔声细语一番：“阿黄，你与我虽只朝夕相伴7日，但这7日却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每每想到会与你分别，我的心都像针扎一样疼。”阿黄把爪爪搭在他手腕上，瞎说没有心脏病。阿黄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幸福，好吗？此刻高高在上的二皇子竟然有点低声下气，他终是亲了亲阿黄的嘴角，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。嗖，地上闪过一道黄影，阿黄撒手边摸，哈斥哈斥，他都想死他的主人了。但跑到一半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，只见他四爪不停扒拉，都快擦出火星子了，也愣是没前进一步。阿黄发现不对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冲文人业狂吠起来：“汪汪！你说你贱不贱？汪汪汪汪！要说狗你才是真狗！汪汪汪汪汪汪！你用根腰带把咱俩拴起来是几个意思？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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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家小媳妇结婚才用腰带把老公拴起来，你拴我腰上有啥用？我能当你老公呀？嫩个变态！”宋离四人看得直翻白眼。西戎国运到此为止了，整个皇室现在没一个是正常人，干脆灭国吧。哈哈哈，文人业的腰被拽得一挺一挺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阿黄还是舍不得我，大齐的朋友愿赌服输，阿黄是我的了。他大言不惭道。皇叔满脸欣慰，跟王后相视一笑。宋大无语望天，好想锤死他们。麻烦二皇子把腰带解开。腰带？什么腰带？本皇子从小眼睛不好，整个西戎都知道，裴公子莫不是在为难本皇子？不然我们走近点也行。宋大依旧望天，懒得看他一眼。宋离从善如流，立刻跳到阿黄面前：“阿黄，你已经往前走了99步，剩下的1步由我来，让二皇子看看你如何选择。”阿黄毫不犹豫，一下子扑到宋离怀中。没人知道这7天他是怎么过来的。他拉屎的时候，文人业都盯着他的定年子瞅，一点隐私都不给他。他真的想咬人了。此刻看到宋离才明白他的好。宋离不是不爱他，只是他的爱更尊重狗，爱他就是给他自由。嗷呜！阿黄眼泪汪汪，两只爪子搂住宋离的脖子，嘴巴子紧紧贴住他的脸。汪呜！主人，我好想你。嗷呜嗷呜！以后再也不要把我丢下了。好好好。宋离也抱住他，使劲拍了拍，轻轻哼唱狗儿歌：妈妈的好宝宝，妈妈的好乖乖，妈妈的臭蛋蛋宝宝。阿黄跟着一起唱。老庄感动的流下泪来。哎呦哎呦，委屈死了我们宝了，快让爷爷看看，都瘦了。阿黄立刻把头扭到另一边，不想搭理他。文人业的2个随从私底下都叫他花棉球，他也是要面子的好吗？文人业尴尬一笑：呀，阿黄还是选择妈妈呀，不要爸爸了吗？爸爸会伤心的。
众人，你叫裴瑶瑶对吗？文人业问道。宋离抬起头，字正腔圆道：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裴瑶瑶是也。你是阿黄的妈妈，我是阿黄的爸爸，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。文人业语气严肃。众人，王后怎么有种小孩过家家的感觉？难道说裴家一开始就是这个打算？他就说怎么可能10万两黄金买不来一条狗，原来是所图更大。哼，商人在大齐身份低贱，嫁不了高门大户，便把主意打到西戎了，真是好算计。怪不得会把那么宝贵的东海夜明珠献给他，原来是要讨好他这个未来婆母。不过也无妨，等他们都成人了，给个妾室的位置就是了。宋离简直无了个大语，抱歉，阿黄不需要爸爸，我也已经订婚了。二皇子无事的话，不如送我们出宫，也好与阿黄结伴走最后一程。适可而止吧。王后彻底看不下去了，裴家丫头，你既然不想做阿叶的女人，又为何让阿叶送你？大齐女人自诩贞洁，就是如此欲拒还迎的做派。宋离知道现在还不是闹掰的时候，只得耐着性子道：王后娘娘，大齐女人怎样先别评价，以您宽广的眼界，见过用狗勾引男人的女人吗？整个东周大陆也找不出一个吧。我裴瑶瑶愿对天发毒誓，若是我对西戎二皇子有一点歪心思，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王后倒退一步，竟是无言以对。文人业也是眉头紧皱，这个大齐的女子竟然用这样的毒誓引起他的注意。我会给你侧妃的位置，这是他最大的让步。正妃的位置属于西戎贵族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宋离算是明白了，为何原文中文人业能与宋梅英雄相惜，他俩真是绝配。忽然有些后悔了，就该让宋梅被掳到西戎，然后让他俩原地结婚才对啊。宋大拍拍宋离的肩膀，示意他先别动怒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西戎皇族是否强买强卖？王后三人均是一怔，却不说话。宋大的问题仿佛撕开了他们卑劣的内心，他们自诩最高贵的种族，无论做什么都没有错，错的永远是别人。皇叔瞬间恼羞成怒，哼，强买强卖，大齐卑贱的商人，你们自进入了西戎皇宫起，你们的一切便由我们文人皇族掌控，你也配提条件？来人，给我把他们的四肢砍下来！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跟我抢狗，那便永远趴在地上与狗作伴吧！哈哈哈！宋离忍无可忍，捏爆一颗毒丸，瞬间撒向文人业。宋大也顺势移到文人业身后，两指扣住他的喉咙。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与此同时，门外传来一声沙哑的怒喝。皇叔与王后俱是一惊，这个声音是……文人业也面色惨白。是他？他不是要死了吗？宋离一笑，把阿黄与文人业之间的腰带斩断，阴阳怪气道：哟，西戎的皇叔气糊涂了，你与王后还没成亲呢，怎么能叫文人业儿子？应该称呼他为侄儿才对啊。你说是吧？第65章，西戎皇帝，姑也不知什么时候姑的儿子成了你的儿子。一个精壮的老人大步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他脸色白里透黑，两腮凹陷，瘦骨嶙峋，但双眼闪着寒芒，腰身挺得绷直，看起来精神抖擞。宋十八一愣，小声唏嘘道：没想到曾经强壮如山的文人玉，如今成了这副鬼样子。宋离也看着他，虽然很瘦，但骨架很宽，想来健康的时候应该是个强壮的老头。哼！西戎皇帝文人玉扫了宋十八一眼，然后径直走上王座。他身后有2位将军和一队强壮的士兵，旁边蒙面的暗卫风一样闪过，为他保驾护航。皇叔和王后已经抱在一处瑟瑟发抖。王后眼珠一转，一把推开皇叔，依偎到文人玉怀中。阿玉，你中风痊愈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文人玉搂住他的脖子，是呀，还得谢谢王后。说罢咔嚓一声扭断了皇后的脖子。这位一生荣华富贵，兄弟专宠的王后如此草草收场了。皇叔吓得一哆嗦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皇兄，皇兄，都是他勾引我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千万别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兄弟情分。噌，一把硕大的9环刀从他脖颈处闪过，他还跪在地上，但脑袋却一点点从脖子上滑落，咕噜咕噜滚到了文人叶脚边。这时一只碧绿的蝴蝶翩然飞到那颗头颅上，原本还在好奇这是什么的文人叶瞬间看清楚了脚下的东西，一颗滋滋冒着血的头颅正用一双紫色的眸子死死盯着他。一向慵懒高贵的二皇子顿时失了优雅，他想要往后跑，但后面有宋大紧紧扼住他的喉咙，他想求救，却忽然惊异于眼前的事物都能看清了。虽然他从没看过那些人的样子，但是他就是知道那些人是谁。高位上的是文人玉，他脚下是死了的母后，还有2个带刀将军是文人玉最信任的手下，无头跪在地上的是他的亲生父文人选。他回来了，他的父皇母后都死了。呀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你不是都要死了吗？他们都说你要死了，但你为什么活过来了？
文人玉闭上眼睛，他刚倒下的时候，文人业还每日去床边侍疾，他以为他会是无辜的，他曾教了他那么多年的父皇。罢了。文人玉挥了挥手，手持9环刀的猛将慢慢走到文人业身前。不，父皇，我是您儿子呀。文人业眼睛睁得很大。我能看见了，父皇，您不为儿子高兴吗？我能看见了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父皇，不要杀。蹭，又是干净利落的一刀，文人业的头颅掉到地上，与皇叔的头颅面对面对望，他紫色的眼睛甚至还不甘地眨了一下。宋离摇了摇头，刚才还自以为天王老子的一家3口，眨眼间就一起下地作伴了。这文人玉也真是出手果断。文人玉扶住扶手，瞳孔暗淡了几分，可见他内心并不像表面这样平静。大齐的朋友，让你们见笑了，你们救了我，想要什么都可以提。宋离赶紧说，我们与文人协达成了协议，救你只是一种交换，所以我们不会要你的东西。国库肯定已经被小花掏空了，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文人玉的眼中蔓延出了血丝。哦，他与你们做了什么交易？宋离敛下眼眸，书中这老头出场就是摊子，也没写他的人品如何，他还是不要多说的好。文人协没写信给你吗？哼，既然文人协没告诉你，那我们也不便多说。西戎皇帝，再见了。文人玉死死握住扶手，等宋离一行人走远后，猛地喷出一口血来。皇上，皇上！2位将军上前扶住他，快给协儿写信。协儿威仪，怎会？从没有哪个国家敢杀质子。是宋家从不做吃亏的买卖，他们是在用我这条老命换协儿一条年轻的生命，他们要协儿做的事必然是九死一生的事。噗！说完，又是一口老血喷出。西戎皇宫鸡飞狗跳，宋离几人却悠然自得出了皇宫，与大部队会合。宋离，你们先回客栈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去逛一逛。我陪你去。宋18站出来。不必了。宋离立刻拒绝他，他是要去进货的，不能让人看见。宋18知道他有炸药包，便也没勉强。宋离高高兴兴走了，他这相当于出国游了，古代出趟国多不容易，他肯定要好好玩一玩，逛一逛啊。边走着边听小花在他肩上眉飞色舞地跟他描述搜刮了多少好东西。西戎皇帝好傻，我第一见到主动送上门的人，他说要感谢我，告诉了我他私库的位置，还说我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你说他是不是人傻钱多？我当然是全部搬空了。主人，我偷偷告诉你哈，全是黄金和铁器，那么多铁，幸好被我刮走了，不然得做多少武器。哈哈哈，小花真厉害。吧唧，宋离亲了他一口。没想到西戎铁资源还挺丰富，原文倒是没提西戎皇帝的私库，估计是他死后，他的私库就成了一个秘密。有位将军给西戎皇帝一份名单，里面全是皇叔的拥护者，皇帝大骂那些人是贪官，我寻思能有多贪，就去看了看，结果，哇，你可不知道，地砖下面全是黄金，一个比一个肥。哦，竟有此等好事。宋离眨眨眼，又来了灵感。王后私库里好东西最多，而且千奇百怪，我全部搜刮一空，包括那颗东海明珠。真棒！妈妈要给你买许许多多的干果。好耶！西戎的调料干果是他首先要卖的，这里有扁核桃，也就是现代的巴旦木，阿月魂子，也就是现代的开心果，还有薄皮大核桃、大瓜子、各色葡萄干、大红枣、沙果干、沙棘果干、桑葚干，简直是小花的天堂。宋离包下了一个最大的干果铺子，让老板回家，承诺晚上之前全部搬走。老板拿了钱迅速跑走了，就怕他反悔。宋离满意的关上门，然后放出小花。片刻，他们从后院溜走，找到一家调料铺子，这里有大齐没有的孜然、辣椒粉，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调料。宋离依旧全包下，让老板下班，再次关门放小花。毕竟是在异国他乡，宋离不敢表现得太过，买空2个铺子就停手了。接下来就是一路吃吃喝喝，顺路买了些花色漂亮的布料、有趣的摆件、西戎特有的兵器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全部放到空间。最后拎了几竹筒沙棘汁回了客栈。宋18看见了，哟，啥都没买啊？宋离点头，就买了点果汁，请你们喝果汁。第66章，文人写死了。晚上，宋离都要睡了，宫里忽然来人找到他。陛下说了，太子的心意是太子的心意，他的心意是他的心意。宫人叫手下把礼物奉上。宋离掀开一看，是一块猛犸玉佩，玉质上乘。猛犸是这个世界特有的物种，比大象个头大上1倍，身上长着浓密的长毛，性情凶猛，战斗力强悍，是西戎皇族的象征。可见这块玉佩的意义不简单。宫人年纪大了，人老成精的模样，但此刻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宋离前面，老泪纵横，情真意切。陛下龙体欠安，不便远送，但这心里啊，一直惦记着您的恩情。太子殿下纯孝，亦是如此。陛下说了，西戎永远是您的朋友，
表面上只是简单的感谢，但宋离能听出言外之意。西戎皇帝这是想让他们照看文人邪呢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文人玉看起来命不久矣的样子，但却一直惦念着文人邪的安危。文人邪也是孝顺，自己都食不果腹，还想搭上自己的性命救父。果然，人的天性是基因注定的，文人邪遗传了他的父亲。宋离将他扶起来，西戎的朋友，可能您还不知道，文人邪已拜我为师，都是自家人，就不要谢来谢去了。他不是圣母，但也不是冷血。如果文人邪真的遇险，就算看在盟友的情分上，他也不会坐视不管。工人面露惊喜，随后眼神变得八卦，敢问小姐，太子殿下拜您为师，学的是什么技艺啊？宋离轻咳一声，嗨，也没什么，礼物我收下了，感谢西戎皇帝的一片好意。小姐天人之姿，定是超凡脱俗的本事吧？呵呵，也没有，您老再见不送。啪，门被关上。工人咂摸咂摸嘴，没吃到瓜，嘴里没味，但人已经被宋离推出来了。算了，不说就不说，回头让皇上写信问问太子殿下。想来肯定是一项不得的技术吧。宋大见他们走了，敲门走了进去。小姐，西戎起了内斗，咱们最好现在就走。啊！没想到文人选都死了，还有人借着他的名号内斗。西戎地方不大，创造神话。那咱们赶紧走，我现在就收拾。也没啥收拾的，都是说给别人听的。大家迅速到门口集合，都是利索人，套上马车就走了。一路上确实见了不少打斗场面，还看见成群的人逃荒，老幼妇孺哭天抢地，后面还有趁机抢掠的贼人。战争的本质就是拿着平民的性命为上位者争权，无论口号喊得多响亮，也只是鼓动人心的把戏。宋离悲天悯人，但却不会为谁停留。很快，他们闯出一条路来，一路上撞飞了不少马贼。终于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们回到了大齐。宋海兰已经在边境等候多时，她一身黑衣，见到宋离后紧紧抱住他，好妹妹，辛苦了。宋离学着宋海明的样子，咣咣在他背上捶了2下，兄弟不辛苦。宋海兰因为一夜未睡，吃不下，宋离和老庄先去补觉了，其他人被宋海兰叫到书房。宋大感叹道，少主，您给的那些暗装都没用上，那颗东海明珠就足以让我们一路闯通无阻。宋海兰，夜明珠，肯定是宋离了。他没有多问西戎局势如何。西戎线下内乱，8大贵族反了4家，文人玉余毒未清，看来不太好。此时远在大齐都城，宋延年书房，气得吐血了。我亲眼所见，伐端王在书房外面跪了4个时辰。宋海明自从当了羽林令，瓜吃的全是热乎的。吐血？那狼心狗肺的东西不喝血就不错了，还能吐血？杨玉瑶不信。宋延年捋着胡子，损失落到自己头上，还真有可能吐血。杨玉瑶发现这事也不是1天2天了，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？宋海明据说是端王怕皇帝发现，烧了一批假黄金，里面是红泥，外面裹了黄金。一开始皇帝确实没发现，今天不知怎么就忽然发现了。意思是端王真的贪了，证据确凿，真的贪了。10日后，宋离再次回到大齐都城，回城的时间足足缩减了3/5。首先，此次回来只有他一个人；其次，他一直在考虑选什么灵宠。西戎一行，他定下来了。他选了一匹疯马，时速500公里每小时，吃1顿饲料，能不眠不休连跑3天。如果不是有人的地方，必须低调一点，他5天就能回家。宋离望着远处巍峨的城门，回想起在军营与宋海兰的谈话，他拿出那块猛犸玉佩，向宋海兰打听有什么用处。宋海兰见了，竟是大吃一惊，告诉他这块玉佩相当于西戎猛犸军的虎符。猛犸军是西戎最大的杀器，也是文人玉最大的仰仗。如果不是当宋延年百发百中，100里之外专射猛犸的眼睛，文人玉心疼收回了猛犸大军，宋延年也不可能一路打到西戎皇宫。那一战后，猛犸大军再没出战过，据说被养在西戎的阿连山下。宋离听后也十分震惊，没想到文人玉竟然为了儿子做到如此地步。文人玉拿猛犸大军向他投诚，可理解为2层含义：一，如果宋家保住文人邪，猛犸大军归宋家所有；二，如果宋家没能保住文人邪，猛犸大军会与宋家鱼死网破。宋离与文人玉无冤无仇，与文人邪还有一层师徒情分在，他不想闹得那么僵，所以文人邪不是尽力救，而是非救不可了。离城门越来越近，宋离忽然看见城墙上挂着一条黑影，像肉干。当然，他不会真的以为是肉干。等走到城门口的时候，他拉了一个大娘问了一嘴：“城墙上挂的谁啊？都风干了吧？”大娘八卦之魂立刻解封：“这你都不知道啊？那是西戎太子，勾结端王叛国，被皇帝下令挂到城墙上以儆效尤。你说活该不活该？西戎毛贼来到大齐还不安分？”后面宋离一句没听清，急忙回到家中。
杨玉瑶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回来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忙叫厨房做他平时最爱吃的菜。宋离却是一口吃不下，脑袋里一直嗡嗡作响，自己就算没认清，也有这么多人疼着。文人邪却是不知他死前吃没吃上一顿饱饭，心里堵得慌。夫人，文人邪死了吗？咱们不是说过要保住他的吗？杨玉瑶一愣，什么？文人邪死了？宋离抬起头来，看到杨玉瑶满是震惊的脸，感觉事情可能不是他想的那样。文人邪被吊了几天了？第67章，驴脾气。刚挂半天，早上刚挂上。杨玉瑶说完还招来管家去打听一下文人邪死没死。管家也是一脸惊讶，啥？宋离连忙制止他，王伯不用去了，我只是看他一条的样子，以为他晒成干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姐，吓死我了，他本来就是一条的样子啊。对，他本来就那样的，原来是一场乌龙。宋离长出一口气，也不耳鸣了，心口也不堵了，埋头苦吃起来。杨玉瑶忍不住笑出声，你对他倒是上心。宋离嘿嘿一笑，我跟他无冤无仇，而且我听说咱们西北军也没在西戎身上吃过亏，反而是西戎每次都被打得落荒而逃。夫人，我对西戎恨不起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明事理？杨玉瑶摸摸他的脑袋，摇了摇头，没有西戎，乃来西北军。宋离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内心更加轻松。饭后，他来到城南溜达，城南就在城门口左右两边。他找了个地方，偷偷把小花放下，你去城墙上给文人邪喂点吃的，喂点水，稍后咱们在钓鱼的地方集合。如今已是6月12，早晚微凉，中午的太阳却很毒，烤得城墙发烫，可别把它烤脱水了。小花立刻就去了。宋离买了一只烧鸡，一只肘子，一包5箱花生米，2两竹叶青，领着阿黄溜达溜达出了城。走出城门口，他往上瞧了一眼，小花正站在文人叶肩膀上给他喂食，文人叶也很配合的吃着。小花小小一团，城墙又高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宋离放心不少，继续步行去城郊的盐碱地。宋离差点走过了，要不是老头看见了他，把他叫住，他还真没认出来。如今的盐碱地，山坡上是一片枸杞，半山腰一行香椿树做了腰带，山下是枸杞、桑树、杏树、合欢错落有致。如今合欢开得正好，合欢树下是一片雨水打落的合欢花，湖边是一圈垂柳，还在老头经常钓鱼的地方设了一个亭子。湖里养了鸭子，种了荷花，荷叶刚刚展开，第一年种并没有长很多，东一片西一片，鸭子自由自在在其中穿行，也是别有一番趣味。哎呦，孙女，你可来了，爷爷天天盼着你来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老头见了他非常高兴。宋离拉着他去钓鱼，爷爷，我记挂着你，比预计早12天到呢。他张开手臂转了个圈，这地可真美，我能在这钓上1天，那感情好，咱俩一起钓1天。但钓到傍晚，两人吃光了东西，老头就催宋离回家，小孩家不能熬夜，你快家去，有空再来陪我钓鱼。宋离看他态度坚决，也没推让，与他道别后，领着阿黄回家了。这个老头让他有种熟悉的感觉，有时他会想，把原生养大的老叫花子什么样？原生的记忆里只有一张模糊的脸，但却是每次跟原生说话都会弯下腰。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老头子吧。走到城门口，宋离再次让小花给文人邪喂食。小花有点消极怠工了，在西戎给老子喂药，在大齐给儿子喂食，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欠了他一家子的。好小花，日行一善，有助于修行。你多少级了？有没有努力？小花，阿黄也劝他，好歹你只是帮忙喂点东西，没有出卖肉体。好吧，小花认命去了。宋离无奈摇头，孩子们越大越有自己的想法，都不好管了。回到家中，却见下人们东奔西走，忙成一团。宋离逮了个人来问，怎么回事？下人一见是他，差点喜极而泣。哎呦，我的小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带回来的那匹白马，把马棚里的马全踢了，谁都拦不住他。就是，马生了一副驴脾气，谁靠近他踢谁，把侍卫队长都踢了。宋离哪敢耽搁了，赶紧去了。到时一看，果然马圈里人仰马翻，站着的只有他的小白。就这样，他还不过瘾，在马圈里来回跑，路过的马都要踢上几脚。小白，宋离喊了一声。小白纵身一跃，优雅的从马圈里跳出来。嗨，他不是能出来吗？没见过这么坏的马，能出来他不出来，非要在里面把别的马全踢死。听着下人们窃窃私语，宋离告罪一声，赶紧拉着小白跑了。等回到院子里，宋离才问道，小白，你为什么要踢别的马？你这么厉害，对他们不是降维打击吗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。小白从鼻子里喷出一串气来，一甩头用屁股对着他，你以为我想啊？谁让他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发情发到我身上了？宋离，
原来是这样啊！小白是一头顶漂亮的母马，能吸引公马不奇怪，但人家是灵马呀，根本不可能瞧上那群凡夫俗子。那群公马可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但马圈里还有母马呀，你为什么把他们也给踢了？不说还好，一说小白更生气。那帮蠢妇竟然说我勾引他们老爷们，一群小丑，全部给我创飞！宋离，哦，这样啊，那就是他们的错，他们没有自知之明。咱们小白干得漂亮，一点错也没有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不去那个马圈，主人我给你在这个小院里安个食槽和水槽，以后你就在这里吃好不好？小白高傲地转过头来，看似是消气了，我只吃最新鲜的清河、苜蓿、大麦、黑豆。他报了一长串名字，宋离忙不迭地点头。这祖宗能力大，脾气也大，4条腿跑得比动车还快，不颠簸也不晕车。他要点吃的怎么了？好好好，必须最新鲜的，以后我出去玩也带你出去，你可以自己找喜欢的食物。哼，小白没说话，也没正眼看他，但悠闲地摇着尾巴，应该是哄好了。宋离赶紧安排人去办，又与王勃核算了一下损失，把钱赔给王勃，让他买新的马。王勃坚决不要，说将军和夫人都交代过了。宋离又转头去找杨玉瑶，恰好碰到宋一欢在找他，揽着他的肩膀就把他带到了宋年年的书房。第68章关爱贫困老人。宋海明看见他进来，虽然很兴奋，但也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听说你回来了，我下午特意请了假，没想到你又跑出去了。宋离没想到宋海明能专门为他请假，不好意思的挠头，答应别人了一件事，不履行总是一桩心事，对不起大哥，让你久等了。宋海明脸上带着让人舒服的微笑，好了，没有怪你，辛苦了，小妹，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好，太厉害了，小妹。宋延年等人也是笑眯眯的看着宋离，宋离长高了一些。宋离低头看看自己，有吗？可能是在西蓉吃的太好了，过几天用西蓉调料烤肉给他们吃。他腼腆的笑了一下。宋延年心里感叹，真是一个贴心小棉袄，手痒想抱抱。多日不听宋离心声，怪想的。其他人也是如此，只盼宋离多想一点。宋延年让宋离坐到座位上，交给他一块令牌，你通过了考验，并在军中建立威信，现授予你虎贲营调动令牌，以后好好干，别让本将军失望。说罢，也在他肩膀上拍了拍。宋离有点懵，那个，我去西戎是给西戎国君治病的，怎么可能在军中建立威信？如果西北军知道了，恐怕会骂我卖国贼吧？这个令牌我还别收了。哈哈，宋一欢忍不住笑出声，长臂搭在他肩膀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西戎现在内乱，皇叔被杀，大家都说是你的功劳呢。8岁单枪匹马赴西戎，搅乱西戎政权，又能安全回来，这足以说明了你的勇气。妹妹，拿着吧，宋家女子亦可上阵杀敌。宋家女子？宋离眨眨眼，我姓宋没错，以后迟早是要认亲的，现在接下也没什么。不过功劳不是我的，全是阿黄的，治好了文人玉，迷惑了文人叶，简直妖非祸国。谢谢将军，宋离必待虎贲营如亲兄弟，若遇战事必不退缩。宋延年忽略他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了，赞赏道：好，也不是让你现在就接管，你现在岁数太小，只当个紧急调令吧，等以后你慢慢熟悉了，就可以随时调动了。是，将军。宋离脑中还有点晕晕乎乎，这就成女将领了。要知道原文中宋梅一直想染指西北军，但从没成功过，不愧是钦殿，调令说给就给了。大家又花式赞扬了宋离一番，幸好宋离来拯救他们，没让那个冒牌货祸害大家。但宋离却慢慢变得清醒，不对，不对，他们应该是认出我了，现在不与我相认，只是因为没到时候。这一块军队调动令牌就是最好的说明，不是说军队调令不能给外姓人，而是军队调令不可能给一个8岁的孩子。大哥14岁得到调令，二哥13岁得到调令，姐姐现在还没得到调令，我自问武功比不上他们，但父亲肯把虎贲营调令给我，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他们知道我是宋家的孩子，暂时给不了我身份，但能给我一份保障。其他人互视一眼，宋离是懂人情世故的，一下就猜准了他们的心思。宋延年轻咳一声，赶紧进入主题，哼，也幸好当初没有把端王府到皇宫的地道破坏掉，皇帝昨晚查出那条地道，命人把文人写拷问了一番，今早挂到了城墙上，端王也被下了大狱。杨玉瑶、文人杰不声不响，顺其自然就给端王扣上了叛国的帽子，这孩子也是个精明的。宋一欢只差最后一步了，那老登貌似还是不想杀端王。宋海明，别急，那俩玩意之间可没什么兄弟情深的戏码，老登留着端王不过是想逼问出金子的下落罢了。而且端王府已经被秘密查封，老登派了500人用铁锹一寸寸的挖，可见心中有多恨他。宋离眼珠一转，现在挖到哪儿了？宋海明，老登要求掘地3尺，现在应该一半还没挖完吧？
宋离点点头。小花从西戎皇宫搜罗了许多信件，其中有几封皇叔未寄出去的亲笔，还有一些皇叔的令牌，都是上好的玉。本着关爱贫困老人的原则，就把那些好东西都给端王吧。可杨玉瑶用手捂住嘴，端王？贫困老人？哈哈，笑死了！嗨嗨，咱们还是先说说文人邪怎么办吧。虽然当初没给过他什么承诺，但咱们也不是奔着让他死去的，何时救？怎么救？说说你们的见解。为了不笑，杨玉瑶只能说话。宋海明似乎已经想过对策了，当即道：咱们趁城门守卫换班的时候，一箭断其绳索，下面再派人接住，然后将他快马加鞭送到西北藏起来。宋一欢，你这办法可行，但你如今是羽林令，不便露面，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。宋离站起身来，姐姐恐怕更不能露面，三皇子只恨抓不到你的错处呢，说不定已经叫人暗中盯着你了，这件事还是交给我最合适。让阿黄号令全京城的狗狂吠，吸引守城的注意力，小花趁机咬断绳子，小白在下面接应。对了，给小白披一身女鬼的衣服，再让小绿把树林里的幽灵蝶全部引来，到时候就算是有人看见了，也只会以为是女鬼把文人邪掳走了。宋一欢听得心痒，已经馋得快要流口水了。以前只有阿黄、小绿、小花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小白，刚来就干翻了全马棚的马。他还去看来着，是一匹非常高傲、疯批的小母马，他当时就觉得非同一般。羡慕这2个字他已经说厌了，什么时候他才能有一只啊？不行，他得抓紧给阿黄配种，以后他就能有一只小阿黄了。嘻嘻嘻，才1岁的阿黄，酸 Q。宋延年想不出比宋离更好的方案，装模作样的问了一句：你有多大的把握？宋离谦虚道：7成把握。宋延年点点头，那你就去吧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尽力便好。他叫人远远看着，不成他再补救。宋离有灵兽相助，以后的路不可限量，他要多多给他磨练的机会。说干就干。散会后，宋离先去找了暮雪。暮雪姑娘，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不礼貌，但还是想问问你哈，以前的头发还有吗？暮雪并没有觉得冒犯，反而很开心。小姐，您客气了，我有2捆，一捆我的，一捆林姨娘的，您要哪捆？他的4个哥哥全被宋家安排到了军营，再也不用当街溜子去赌场看场子了。他一直想报答宋家，苦于没有途径，今天能用区区头发帮上小姐，他真是太高兴了。宋离赶紧道：我用林姨娘的就够了。这姑娘也真是胆大，死人的头发还敢一直留着。第69章，你的马给我。暮雪二话不说就把林姨娘的头发拿给他了。她的头发能有点用处，也算积阴德了。宋离，确实，谢谢你暮雪。头发拿到，宋离立刻回自己的住处。走到离小院100米远的地方，忽然听见女孩嘤嘤嘤的哭声，听声音很像宋梅。宋离一阵晦气，但还是赶紧走了过去。刚进院子，就看见宋梅躺在小白的水槽旁，哭得快要上不来气了。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，都没人扶她一把。宋离好心去扶她，宋梅，你躺地上干什么？什么事哭得这么伤心？说出来，大家一起解决。结果刚碰一下，宋梅就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，啊啊哈哈，疼哈斯哈斯肋骨疼，别动我，呜呜。好，宋离没动她，去找小白。小白怎么不见了？不是都哄好了吗？宋离，你个死丫头，你去哪儿？还不快找个担架抬我！宋梅见宋离要走，在后面破口大骂。宋离一副死鱼眼，转头又是单纯的样子。哎呀，你怎么把自己伤成这样？我去找2个人来。10分钟后，他找来2个婆子，让他俩把宋梅抬到府医那里。他根本不担心宋梅出事，那可是女主仪，有天道庇佑，哪会这么容易嗝屁？老庄走后，府医由老庄的徒弟老徐担任。他医术虽不如老庄，但为人低调，潜心研习医术，要比外面那些名声在外的大夫强上许多。宋延年等人听说宋梅出事了，也马上赶了过来。呼啦，一群人涌进了屋子，无限放大了宋梅的委屈。娘，她喊的嘴里冒了一个大泡。杨玉瑶赶紧握住她的手，徐大夫，快给我闺女看看。老徐摸了摸宋梅的肋骨，左下方断了2根肋骨，其中1根差点刺中心脏。宋梅听了又哭了起来，都怪你，宋离，怪我，我都没碰你，将军夫人都在这儿呢，你可别说瞎话。宋离简直无了大语。宋梅气得大喊，这次说破天也是你的错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高高兴兴去找你玩，结果被你的马踢了，你说这是不是你的责任？你的马踢了全府的马，踢了府里很多下人，你还这么纵着他，把那畜生养到人住的院子里，我不明情况，进去就被踢了。大夫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肋骨差点刺中心脏，我差点就死了。你有没有心？我们这么好的姐妹，我对你这么好，结果我被你养的畜生踢了，你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你真是太恶毒了。今天幸好是我，如果是大姐姐先进院子，大姐姐是不是也要挨踢？行了，先别吵了，
先正骨。老徐发话了，宋梅不甘地闭上了嘴。咔啊咔啊啊！宋梅躺在床上，唇色发白，被疼痛折磨得奄奄一息。她肠子都悔青了。望叔、望月是宋家给她分配的丫鬟，她信不过，感觉就是像宋家放在她身边的眼线一样，所以她做什么事都爱避开那俩丫鬟。结果这次倒了血霉，被马踢了，叫了半天都没人听见，她差点就死了。她双眼恨恨地看着宋离，宋离，咱俩这么好的朋友，我也不跟你计较，把你的马交给我处置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三皇子生辰，他看那匹马最合适。我就说嘛，小白好端端的不可能踢人，原来是宋梅看上了我的马。小白最讨厌别人用下流的眼神看他了，瞧宋梅这满眼算计的模样，可不就挨踢吗？杨玉瑶想到再过几天就是三皇子的生辰，顿时明白了宋梅打的什么算盘。当然其他人也想到了，因为三皇子生辰帖都下到府里了。宋梅，对不起，这次确实是我的错，小白我教不好，你带走吧。宋离低着头，眼神落寞的走了，心里却在说，宋梅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最喜欢把宋家的好东西往三皇子府里扒，笑死。别的也就算了，小白都差点把他踢死了，还敢肖想小白，给他能接住，看他挨不挨踢，看三皇子挨不挨踢。宋梅见他这么痛快，忽然就有点没底了，但再一想，三皇子生辰，他送的礼物必须博得头筹，那匹马很好，他看过了，毛色白到发光，四肢修长优美，他第一次觉得一匹马眉清目秀，而且战斗力很强，单枪匹马创飞整个马棚。都说英雄配宝马，如果将此马献给三皇子，三皇子一定会喜欢的。老徐说了注意事项，又开了药，杨玉瑶便安排人把宋梅送回去。一路上他都跟着，宋一欢和宋海明也在旁边嘘寒问暖。唉，宋离也真是不像话，不知道从哪儿买来一匹野马，把府里搞得人仰马翻。杨玉瑶抱怨道，关键是把妹妹也伤到了。哼！宋海明嘟着嘴不开心。宋一欢打圆场，算了，宋离刚立功，我们不能寒了他的心，只希望他以后不要恃宠而骄才好。宋梅见大家都向着自己，也就开心了。嘤，其实我不怪宋离妹妹，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把这匹马要走，也是希望她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梅儿最善良。宋梅眼中闪着泪光，娘，那畜生不知跑哪儿去了，还请娘找人帮我把他捉住，在没捉住之前，您可一定别出门，幸好踢的是我，踢到娘，我简直不敢想。杨玉瑶摸着肚子，一副害怕的样子，都听妈的，还是亲闺女疼我。宋离时间紧，已经回了自己的房间，他用白布和林姨娘的头发做了一个女鬼罩子。虽然小白失踪了，但不急，他点开系统版面，找到小白的定位，原来是跑到后山的梅林去了。他没事的时候又发现了系统的许多妙用，以后可以试试。宋离拖家带口去梅林找到小白，小白还在生气，一看见他就用屁股对着他，三小只讨好他都没用。你身边怎么那么多苍蝇？我烦都烦死了，你到底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吃个饭？宋离，堂堂主人在绝世美马面前完全硬气不起来。好好，祖宗，要不这片梅林就当您的家，您看行不行？小白鼻子喷出一股粗气，这里面种上黑豆、大麦、苜蓿。行，您说什么是什么，明天就安排。小白调转过头来，接受了小花献上的一捧苜蓿，算是消气了。宋离低声下气问道，祖宗，今晚咱们干点小活行不行？第70章竟然圆上了。令宋离意外的是，小白一点都不抗拒任务，很爽快就答应了。他就是脾气大点，但真的很勤快，喜欢安静，对食物质量要求高，并且食量很大，粗略算下来，一次能吃200斤的草料和粮食，跟小花一样。那么多食物下肚，依然是身材苗条的仙女，不知道东西吃到哪里去了。夜晚子时，城墙上2列士兵换班，小宋就是其中一员。他家里托关系给他找了这个职位，17岁年纪轻轻就吃官粮，在城南说出去也是倍有面子的。今天是他第一天入职，满眼都是新奇，站在巍峨的城墙上往下望，有种君临天下的豪迈之感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要跟同行的大哥说上2句，忽然他听见一阵令人牙酸的咀嚼声，咯吱咯吱，咯吱咯吱，那声音就在他脚下一般。小宋头皮发紧，背上渗出一层冷汗。杨大哥，你听什么声音？老杨倒是听过这种声音，常有罪犯挂在城墙上，半死不活的时候，就有老鼠爬到他们身上啃咬，咯吱咯吱咬得很起劲。但那个时候，罪犯已经被晒得半干，嗓子干到冒烟，根本叫不出声。如果能叫出声，那声音才瘆人呢。从干哑的嗓子里发出的绝望的吼叫，就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尸鬼。汪汪！老杨正想着事，被这忽如其来的狗叫吓了一跳。该死的狗！汪汪汪！汪汪汪汪！嗷呜！烦死了！一条叫，其他都跟着叫。小宋却没理会狗叫，依旧仔细听着耳边细微的声音，
咯吱咯吱，咯吱咯吱。老杨，是这下面确实有声音。行了，你别想了，看好城门，只要没有外人闯入，站一晚就算完活，别的不归咱们管。老杨怕他有心理阴影，好心提点他，但年轻人好奇心重，哪可能说不响就不响。小宋心里发痒，他忍不住走到城墙边，偷偷往下看了一眼。哎呀，不知看到了什么，小宋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屁股迅速往后退。老杨本来都要走了，看他这样又折了回来，哈哈，你说你这小胆，我都让你别看了，你非要看，不就是几只老鼠吗？至于这样吗？小宋拼命摇头，双眼惊恐地指着外面，除了像哑巴一样啊呀叫，其他一句都说不出来。老杨嗤笑一声，切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爷们。他解开裤腰带，走到城墙边，就要朝外面撒尿，然后他就看见了令毕生难忘的画面。只见一个白衣女鬼打横飘在空中，怀里还抱着一具消瘦的尸体。女鬼张着血盆大口，周围还飞舞着一群发着绿光的蝴蝶，像坟头的鬼火一样。那女鬼仿佛看见他了，嘴巴咧得更大，化作一阵残影飞走了。城内的狗吠声愈发狂烈，似乎在驱赶着某些人类看不见的东西。老杨的心脏在狗叫声中不停拉扯，感觉自己快崩溃了。他控制不住地尿了出来。片刻，两人相互扶着一起去见了黄承思。黄承思举着火把带人到城墙上巡视，一看竟是文人鞋丢了，绑住他手的绳子被咬断，断口还算整齐，但沾着血迹。黄承思立刻让士兵全线搜查，城墙守卫兵中竟然有不少人都看见那女鬼了，描述也与老杨、小宋一样。那女鬼躺着飘在半空，怀里抱着文人鞋，长着血盆大嘴，似乎在诅咒所有看见他的人。黄承思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平时谨小慎微，什么事都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而且城门边盘踞恶鬼的事并不新鲜，据说饥荒时期，城门外饿死了上万人，流民之起大锅煮肉。好了，你们退下吧，此事我会禀报皇上。此事可大可小，黄承思不敢大意，立即报给了羽林卫，让他们协助调查，然后在早朝的时候上奏了皇上。收到消息时，宋海明正在睡觉，闻此消息一下子就清醒了。小妹速度还真快，他也不能拖后腿，他立刻率兵出城，将方圆百里搜查一遍。总之这个时候他可不在皇帝跟前受气，这人丢了，责任不在他，他能大晚上起来帮着找，已经是尽职尽责。也确实如他所料，黄承思被皇帝一块砚台砸在脑门上，当时人就昏迷过去。如果站在那儿的是宋海明，恐怕他下手会更狠。宋海明带人搜查了一早上，谁想竟然有意外之喜，城西乱有一密林，因洼处堆满了白骨，翻开厚厚的白骨，能看见一截断碑。众羽林卫都吓出一身冷汗。6月正是凉爽舒适的天气，一群大老爷们竟然觉得寒气直往毛孔钻。早就传说城外西边的密林闹鬼，今日看见了，算这鬼倒霉。宋海明让手下把这件事宣扬出去，又找来护国寺的和尚和江湖老道一起开坛掘坟。阵仗闹得挺大，不少人都来围观，只要不靠近，宋海兰也不阻拦。宋离和宋一欢赶到的时候，几个和尚正在念经超度，周围已经挤满了人，有平民，还有衣着华丽的贵族，果然吃瓜不分等级。宋离视线扫描了一圈，竟然见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，全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少爷小姐，其中还有性子冷淡的白玉蝶，身份贵重的6公主和7公主，甚至还看见了宋梅和3皇子。一打听才知道，今天皇族学堂放假一天，大家组团来吃瓜了。宋离猜测，可能是因为主角是文人邪吧，平时朝夕相处，处处拿他取乐，如今他死了，还死得这么诡异，充分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和尚超度完，宋海兰又让道士摆祭坛，气得和尚差点骂人。宋海明才不管，让他们老老实实待在这儿，谁知道这鬼吃哪一套。前戏必须做足，道士跳了半天大神，又是耍剑又是喷火，倒也不枉大家来看一次。终于道士做完法，开始挖坟。宋离拉着宋一欢往外走，姐姐有点害怕。宋一欢摸摸他的头，没事，姐姐在这儿呢，你躲我身后。宋离摇头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谁能想到啊，家人们，大哥竟然把剧情给我圆上了。这里确实有个青面獠牙的女僵尸，尸毛都长了3尺长，开棺那一刹那，离得近的人全中了尸毒。宋一欢两眼冒光，早就听说僵尸的，只可惜从没见过，今天终于能让他一饱眼福了。这剧情听起来有点扯，但也说得过去，这个世界既然有灵宠，为何不能有僵尸？不过这个女僵尸的来历值得推敲，她是大长公主的一个面首养的，差一点就成了白毛狮王，功亏一篑之下，面首发了疯，竟刺杀大长公主，当然毫无悬念，被大长公主的暗卫一招击毙了。宋一欢心里一咯噔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以往的一些疑点此刻都呼之欲出。他想要听宋离揭晓面首的名字，但宋离却不说了。他不敢再等下去，小妹，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，
你自己看，注意安全。宋一欢匆匆走了。宋离，好吧，姐姐总是神出鬼没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。第71章，开棺验尸。上面的坟包挖平后，就看见了红色的砖块，砖块砌得很结实，一时间无法打开。好在有个雨灵卫机灵，从侧面发现一个通道。宋海明得了宋离的提示，自然会小心。大家全把面巾戴上，谁也不许开棺，把棺材用铁链锁死，然后给我完完整整的抬出来。宋离本想上前隐晦的提点两句，见他思虑这么周全，就站在原地看热闹了。我大哥成熟稳重，有大才。可宋海明捏了捏鼻子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不一会，6人合力抬出一个红漆的棺材，上面缠了好几圈铁链子，看起来阴森森的。虽然是6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抬，但每个人的面上都十分吃力。还有个小伙子在嘀咕，谁家棺材竖着葬，真是稀奇。顿时周围窃窃私语。这坟地周围一圈柳树，红漆木棺，竖直下葬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要养女尸啊。柳树吸阴，红管封魂，竖直下葬的人永世不得超生，这不是养尸是什么？江湖道士已经开始为大家讲解起了其中的门道，大家听得阵阵唏嘘。阴毒，实在阴毒，也不知是什么仇什么恨，人死了都不让消停。宋梅往萧一峰怀里靠了靠，原以为鬼怪可怖，不想人心最是难测。萧一峰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握住了他的手，梅儿妹妹就是太过单纯，别怕，有宋家和本皇子护着你，没人敢对你动歪心思。自宋梅送给他玉矿，却让他举荐宋海明后，他本是心生芥蒂的，尤其是在发现那个玉矿挖的就剩个底了。他晾了宋梅半个月，却发现宋梅跟萧逸胜走得很近，他莫名其妙烦躁得很，这才又把宋梅哄回来。宋梅抬起头冲他露出一个微笑，两眼弯弯像月亮，我才不怕，我可厉害了呢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他的生意已经起步了，只待一个时机一飞冲天。萧一峰笑着在他鼻尖上点了一下，两人继续手拉手看热闹。开棺呀，开棺让我们看看女鬼长什么样，我还没见过女鬼呢。无知者无畏，周围轰轰闹闹，宋海明不受影响，他正在跟护国寺的和尚交涉，因为那江湖道士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，只有和尚还能用。有劳几位师傅把这棺材带回去。几个和尚一听差点骂娘，但众目睽睽之下又不能反驳，因为这确实属于和尚的业务范畴。施主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还未可知，不如打开看看，若真是女鬼，贫僧一定带回护国寺超度。宋海明，我来安排马车，再安排人帮你们抬上山，绝不让几位师傅受累。几个和尚听他这样说，面色好了很多。既然施主执意如此，便这样吧。宋海明已经让人去找马车了，暂时还没来，只能等着。围观者的好奇心越来越重，一直喊着要开棺。宋海明面色严肃，不为所动。很快，远处的小道上来了3辆马车，树林进不来，他们停在了路边。宋海明观那马车的车帘是朱红色，不是羽林军所用的马车，不禁驻足观望起来。只见第一辆马车上下来了一位雌雄莫辨的俊美公子，他向车帘内伸出手，将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扶了下来。宋海明定睛一看，这妇人竟是大长公主，他不禁眯起眼睛，抬脚迎了上去。刚走出2步，又见第2辆马车上下来了一气势威严的老头，不是皇帝那老登是谁？宋海明脚下更快，脑中却在快速思考，肯定是宋一欢引来的无疑。宋一欢刚走他就发现了，他把这2人引来干什么？让他俩尝尝眼界，还是说让这2人吸尸毒？恰这时，宋一欢骑马赶到，他将马匹拴在马车后面，转身时与宋海明目光交汇，用手掩了一下口鼻。宋海明觉得自己真相了，妹妹真是胆大包天，得让那老登多吸上几口，一般的毒还奈何不了他呢。他快步走到皇帝和大长公主面前，卑职已找到货源，正想将会务移交给护国寺的几位大师。皇上龙体要紧，求皇上与大长公主回马车内，万不可沾染晦气。哼！皇帝冷哼一声，这就是朕任职的羽林令，还未开棺验尸，听人3言2语，便吓得丢给几个和尚处理。依朕看，你这羽林令也不要当了。宋海明卸下腰间的七星剑，双手举到前面，就算皇上要撤了臣的职，臣也依旧要劝阻陛下。闪开！皇帝一脚踢到宋海明胸口，宋海明早有防备，只受了5分力就倒飞出去，一口血喷到地上。皇帝本来觉得没踹爽，但看他都吐血了，若是自己做的太过，恐怕受人诟病，便作罢了。这件事处处透着蹊跷，女鬼掳走文人邪，鬼才信这种鬼话。直到刚才大长公主来找他看热闹，他才抓住疑点，随后暗卫来报说宋海明不敢开棺，也证明了他的猜想。自导自演的戏码罢了，开棺岂不是自打自脸？呵呵，他让宋家跳得太久了，都敢跳到他脸上了。开棺！真龙天子在此，朕倒要看看这棺材里到底是何魑魅魍魉。
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人跪在地上齐声高呼，被宋海明压下的雀跃再次升起。皇帝脸色稍霁，走到棺材前，亲自监督开棺。精明的羽林卫已经退到了后面，爱出风头的自然而然挤到前面。他们将锁链打开，又用撬棍撬开关钉，足足9根，全部撬出以后，忽然就觉得空气阴冷了几分。西边，太阳坠入山峦，隐藏了最后一丝光辉。有些胆子小的女生已经悄悄退到外围，但在皇帝面前，男子是不敢退的。退一步，让皇帝看见，仕途也基本就断了。尤其是几位皇子，萧逸峰已经上前几步，站到了皇帝身后。开棺的羽林卫压下心中发毛的感觉，一定是想多了。太阳落山了，空气当然要变凉。胆子大的直接用手去推那棺盖，其他人也赶紧上去帮忙。皇帝哈哈大笑，还不忘瞄了宋海明一眼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让大家看看这女鬼的真面目。一阵白色的雾气从棺材的缝隙中飘出，阴冷中夹着些许尸臭。皇帝停住笑声，有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再去看那宋海明，已经被宋奕欢扶到路边疗伤。呵，雕虫小技，还知道做戏做全套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那一脚根本没踹在实处。给朕全部打开。第72章，大哥真猛男。嗨嗨，羽林卫压抑着咳嗽的声音，不敢在皇帝面前失礼。这尸臭直往肺里钻，还是速战速决吧。1、2，开！棺盖似乎被某种力量吸附着，他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将其打开一半。越来越的雾气涌出，同时也有更多的旁观者退到后面。宋离已经拉着白玉蝶退到了小道上，与宋海明、宋奕欢会合。白玉蝶，他知道这个女孩是宋府的，反抗不了就加入了。那么多人，他单单把自己拉走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4人远远看着，只听一声惊呼，白雾以棺材为中心，迅速向外扩散。围观的人已经捂住了口鼻，但好奇心却使他们不断靠近。皇帝用一块明黄色的手帕，大步走到棺材旁，他旁边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4个蒙面的暗卫，其中一个暗卫点燃了火折子，但火苗在雾气的压制下很快就熄灭了。进出的羽林卫一个个倒下，皇帝迅速服了一粒解毒丹。啊，这种烂俗的把戏也好意思拿出来？迷魂烟、装鬼神都是他年轻时完胜的东西。他有解毒丹，但别人没有啊。又一批围观者恐惧战胜了好奇，退出圈子，宋梅便是其中一个。看不看女鬼无所谓，他主要想跟三皇子一起手挽着手欣赏女鬼。如今三皇子到皇帝面前刷脸去了，这股子臭味又恶心得很，他身上的霉香都被冲散了，真不想待下去了。见没人注意他，他便悄悄退到没人的地方，狠狠吸了几口新鲜空气。雾气渐渐消散，皇帝踩着身下的羽林卫走到了棺材旁边，居高临下看着棺材里的人，一张白璧无瑕的脸，双眼紧闭着，像是睡着一般，但却妖媚至极。皇帝却心头大骇，尘封的过往迅速攻占了他的脑海，尤其是女子眼角那颗泪痣，让他阵阵眩晕。这时，棺材里的女子忽然睁开了眼，目光笔直射向皇帝，两人的视线撞到一起，皇帝只觉大脑钝痛无比，像是要胀破一般。快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4个暗卫齐齐出手，刀刀致命。但女鬼身上迅速长出一层白毛，嘴上长出3寸长的獠牙，那白毛仿佛有弹性，刀剑均被反弹回来。4个暗卫从没见过这样的事，心中也意识到这不属于他们的业务范畴。领头的暗卫立刻去找和尚过来超度，但回头一看，哪还有和尚的影？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能将皇帝带走。三皇子见势不好，拉上6公主拔腿就跑。众人见皇帝皇子都跑了，哪还敢留在此地，瞬时作鸟兽散。而宋奕欢已经把白玉蝶抱上了马，让他自己骑马回家，他则是拉着宋离和宋海明躲到了远处的树上。宋海明很是担心，刚才皇帝的暗卫都奈何不了那女将，万一他们被女将嘎了怎么办？事关2个妹妹的安危，他必须果决。奕欢，听话，快跟哥哥离开此处，别逼我在小妹面前动手。我不走，我还没看到僵尸，我绝对不走，只看一眼就行。宋奕欢紧紧抱住大树，他对这些东西有着浓烈的好奇心，抓心挠肝的好奇。宋离倒没拦他，这女将全是那面首收集皇家3兄妹害死的人的尸体养成的，有大长公主玩死的男人，有端王玩死的女人，有皇帝滥杀的忠臣，所有的怨气都汇聚到了皇族，所以这个女将不会乱杀无辜，只会害皇族的人。但尸毒是没法控制的，闻过的人都会中毒。唉，就是没养成，有点可惜。现在但凡来个有修为的道士或者和尚，这女将就要嗝屁了。宋海明和宋奕欢对视一眼，可你不回家可以，但那姑娘抱尸荒也太过可怜，你帮我一起把她重新安葬好吧？好好好，每日一善，功德无量，我跟大哥一起去。宋离，那姑娘可怜，白毛僵尸可怜，是挺可怜的，
他也帮把手吧。宋离还是有点怕那女将乱杀无辜，一边走一边胆战心惊的念叨：姑娘，我们是来给你重新下葬的，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没有恶意。一会我们抬着你走，你说在哪儿安家就在哪儿安家，你看怎样？宋一欢跟宋海兰也跟着念叨：我们是真心想给你一个家。三人走到棺材旁，宋一欢快速往里瞄了一眼，只见一年轻姑娘静静躺在棺中，她身穿大红的嫁衣，面相娇媚，皮肤光滑洁白，双唇艳红，像死的又像活的，看着有点瘆人，但还能接受。没想到僵尸这么美，宋一欢由衷赞叹道：就是可怜。宋海明迅速把棺盖盖上，看一眼就得了，速战速决。宋一欢，大哥，你真是……宋海明站在棺材中间，一会我发力，你们帮我扶着点两头就行了。大哥虽然武力值也挺强，但真能抬起这具棺材吗？听说僵尸都是非常沉的。宋海明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心中默念1、2、3，起。然后棺材起来了，幸好他抓得紧，不然就飞出去了，轻飘飘跟没有一样。宋海明心头大骇，这僵尸已经能听懂人话了。哇，大哥竟然这么厉害吗？这力气都能刚顶了吧？从今天起，大哥就是我的偶像。可宋海明没有说话，扛着棺材往前走。他虽然不懂风水，但知道阴湿的地方养尸，所以他专挑沟沟边边走。三人翻过一座山，穿过一条河，棺材的重量始终没有变化。直到他们进入了一座大山的腹地，走到一处阴冷的山沟沟时，棺材开始变重，一点点往下压，逼得宋海明不得不放下。就这里吧，他自己要往下掉。宋一欢和宋离各仔感受不到棺材重量的变化，一切以宋海明为准。走之前，他俩拿了铁锹，两人在沟沟中间挖了起来。宋海明走到宋离身边，小妹你去歇着，我来。宋离满眼钦佩，大哥，还是你去歇着吧。六人合力都抬着费劲的棺材，大哥自己扛着跑了2座山，还脸不红气不喘。大哥真猛男，以后嫂子有福了。噗！宋一欢赶紧抿住嘴，使劲铲土，一层红晕蔓延，从他的脖子一直附到脸上。宋海明背对着他俩，找个地方坐下。小妹心思太多，应该多干点活。第73章，全员歇菜。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把女将安顿好了。宋海明还特意铲了一层草皮覆盖在上面。宋一欢找到几株野生兰花，小心移植到沟沟里，趁着宋离去尿尿，双手合十，小声许愿，求美人僵尸保佑，萧家多灾多难，诸事不顺，早死早超生。宋离回来后，就见到阴冷的山沟沟已经焕然一新，绿植鲜花生机盎然。嘤，大哥大姐都太善良了，对待陌生女尸尚且如此，难怪会被宋梅骗的命都没了。哎，以后我多费点心吧。宋一欢和宋海明避开他慈爱的视线，走，赶紧回家吃饭。几人回到家中时，已是月上中天。刚进府门，正好碰见几个大夫从家里出来，不用想也知道是宋梅中尸毒了，不然一般的毛病徐大夫都能治好，可算消停2天了。这尸毒不好驱除，必须找真正的道士画符，或者去寺庙听和尚念经7749日，然后再养个5年8年。宋一欢和宋海明俱是一喜，宋海明还假模假式问了大夫几句。等大夫走后，他收起担忧的神色，一起去看看。那语气更像是在说，一起去显个眼。走，一起。三人来到宋梅的院子，丫鬟忙前忙后给她换毛巾、喂药，但宋梅已经烧得喝不下药了，2个眼圈乌黑，好像废老鬼。宋延年坐在床边，紧紧握住宋梅的手：“我多灾多难的闺女啊！”宋离，平常这不应该是娘的台词吗？爹怎么串台词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爹心疼娘怀孕，怕给娘过了湿气，主动给自己加戏了。宋延年脸上有一闪而过的尴尬，但他心里骄傲，宠媳妇没毛病。宋海明上前安慰宋延年：“父亲不必担忧，那些人全中招了，他们怎么治，咱们怎么治。”是呀，爹，你快让妹妹好好休息吧，别在这鬼哭狼嚎的了。宋一欢也道。于是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去吃夜宵了。宋梅折腾了一晚上，听说体温一会低，一会高，一会说梦话，一会梦游。幸好宋延年安排了好几个丫鬟婆子轮流看着她，他们也没操心。次日，宋海明派手下到家中传信，皇上、大长公主和所有中尸毒的皇子公主都去了护国寺。宋延年立刻让人套了马车，亲自把宋梅送了过去。其他吸了尸毒的孩子也陆续被家人送到了护国寺。要不是去得早，偌大个佛堂都下不去脚了，只要有地方就往里插。特殊时期哪还有什么男女大房？宋延年瞅准时机，在三皇子旁边给宋梅打了个地铺，疲惫的双眼满是担忧：“我苦命的女儿呀！”三皇子年轻力壮，如今还是清醒的，只是躺在床上脸色发黑。宋大人不必忧心，护国寺主持佛法高深，亲自为我等诵经消恶，一定能驱除尸毒。此处人多，宋大人多有不便，梅儿妹妹我会代为照看。
宋大人事务繁忙，尽管回去吧。宋延年朝他一揖，有劳三皇子了。宋某感激不尽。三皇子虚弱地点点头。宋延年留下一个婆子和一个丫鬟，叮嘱了他们2句，人便离开了。其他官员亦是如此，本来就是来蹭金的，哪敢摆架子惹皇室不快。皇帝自己一个人住在佛堂旁的静室，没人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但看他面都没露，应该是不太好。整个京城仿佛蒙上了一层阴霾，大家不敢随意说话，只悄悄私底下八卦。我们家那口子的大舅母的外甥的儿子是御前侍卫，听说疯了，成天说胡话，什么念字别来找我。成王败寇，星号没有错，死人要有死人的样子，给星号安静一点。哎呦，这不是招鬼了吗？那女鬼能听懂吗？谁知道呢，反正天天闹。别人都见好了，就是那一家金尊玉贵，眼圈越来越黑。倒是端王在牢里过得挺滋润，端王妃使了钱，每天都是大鱼大肉，还能洗澡。哟，还是端王有福气，坐牢免灾了。可不是嘛，端王看面相就是有福之人。次日，皇帝在护国寺下达一条指令，端王立刻斩首。端王妃和世子萧世雄都急疯了，一步一跪到皇帝面前求情。皇帝看萧世雄如此皮实，而自己最得意的儿子却躺在病床上萎靡不振，一怒之下把萧世雄给杀了。端王妃当场晕了过去，醒来后就疯疯癫癫，到处乱跑，被几个乞丐拉到小破庙里去了。经此事后，整个京城噤若寒蝉，八卦也只敢在自家被窝里，没人注意到端王父子的尸体都不见了。三皇子察觉皇帝日渐疯癫，吓得病好了一半，迅速回到了自己府中。他这个父皇不仅没有兄弟情深，也没有父子情深，未免他发疯看自己不顺眼，还是赶紧溜吧。回府后，他让幕僚找来几个道士，还别说，他运气不错，找到一个有真本事的。一场法事后，尸毒就去了大半，但他依旧装病，每天画了黑眼圈再出门，逢人便说那些道士无用。父皇在护国寺发疯就挺好，最好别回来了。其他官员也陆续把自家孩子接走了，找道士的找道士，找和尚的找和尚，生怕哪一点没注意惹怒了皇上，被赐个透心凉。但唯有宋家依旧把宋梅留在护国寺。宋延年当着诸位大臣的面义正言辞道：“他们糊涂啊！有真龙天子的浩然正气相护，我儿必安然无恙。他们勿 Q 谢谢。”宋延年几次去探望宋梅，每次都顺带着对皇帝嘘寒问暖，私下里又教导宋梅，趁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在皇帝面前表现。整个护国寺都是皇帝的耳目，当然任何话都瞒不过他的耳朵，但就是这么明目张胆的谄媚，让他心情舒畅了不少。往日看宋延年面目可憎，最近竟然越看越顺眼。萧世雄被皇帝斩杀时，宋梅还在昏迷，因此没见到皇帝疯狂的样子，所以也不害怕他。为了得到未来老公公的认可，宋梅每日谋足了劲的表现，熬汤、下棋、捶背、捏肩。7/749日之后，护国寺主持宣布他们可以出院了。皇帝被伺候得十分惬意，甚至都有点舍不得宋梅了。回宫后，立刻下了一道旨意送去宋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氏嫡次女，继贤内治，一辈殊荣，兹尔柔家公主，为朕之女，敬慎居心，柔家为则。钦此。刘福宣读完圣旨后，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宋梅更是激动得眼眶通红，见大家都忘了打赏，把自己的零花钱全部塞给了刘福，劳烦公公走这一趟。柔家公主何出此言？咱家沾了柔家公主的福气，今后是要走大运的。陛下还念叨呢，希望柔家公主经常进宫陪她老人家。宋梅自是满口答应。送走太监后，宋梅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连跳了2支舞。以前她还羡慕宋奕欢是郡主，转头她就成了公主，没白费她辛辛苦苦伺候皇帝40多天。容嬷嬷，我成公主了，我的好小姐，老奴一早就说过，您绝非池中之物，快快教我公主的规矩，本公主不会止步于此。而另一头，宋延年的书房中，宋奕欢翻了个白眼，还是那副德行，册封他自己人，还让咱们感恩戴德。那咱们就感恩戴德，好好培养宋梅，把她送上龙床，让她自产自销。最好再上演一场父子相争的戏码，看看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还是一起拍死沙滩上。第74章武举中士。原剧情，皇帝也是这副德行，让董宝坤勾引姐姐，败坏姐姐的名声，逼得姐姐不得不退亲，而后再让宋梅与萧逸峰定亲，借此拖住宋家，让宋家产生错觉，宋家还是受皇帝信任的。自产自销不是他一贯的爱好吗？如今不知哪里出了问题，董宝坤竟然成了大长公主的面首，也不知狗皇帝还会不会用这一招，但一定得提醒姐姐，去大长公主府一定要小心。宋奕欢眨着眼睛，都看我干什么？王八绿豆丑对眼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姐姐出嫁在即，需要马上退亲，但名声绝不能坏，该如何破局，让三皇子主动退亲，是当下首要的任务。其他人也是若有所思，
能看出萧逸风喜欢宋梅，但没到疯狂的程度，让他主动退亲男，他恨不得两个都娶呢。宋逸欢的思维却不在萧逸风身上。孙子兵法中说声东击西，他觉得甚妙。你们玩你们的，姐姐要弯道超车了。另一边，萧逸风确定了宋梅的价值，对她愈发上心，两人结伴出游已是常态。但眼看与宋逸欢的婚约在即，萧逸风也很着急上火。按理说宋家把宋梅推到他身边，应该宋家主动退婚，主动承受皇帝的怒火。但现在宋家毫无表示，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，让他恼火又无可奈何。他倒是想两个都娶，但宋家是那样的软柿子吗？而且他现在退婚怎么说？说他喜欢上了才8岁的宋梅，整个大齐都会觉得他是变态吧？梅儿，你一定要快快长大。萧逸风把宋梅抱在膝上，满足又难耐。宋梅也恨自己为什么不多长几岁，哪怕2岁也好。三皇子殿下，您愿意等梅儿长大吗？他问得小心翼翼，尾音打着岔儿。萧逸风听得心间悸动，把他抱得更紧。梅儿为何要让我等你长大？哼，你欺负我，我不理你了。宋梅做事要跑，却被萧逸风按住，别动。梅儿，我有一主意，我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你的姐姐，但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堂堂正正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宋梅似乎很纠结，眼神中满是挣扎，许久，她才做出了决定，一个虽然无奈，却是最好的决定。如果两个不想爱的人强行绑在一起，只会毁了彼此一生。现在看来，也许对姐姐不好，但长久来看，却是对她的后半生负责。为了姐姐的终身幸福，梅儿愿意配合殿下。萧逸风赞赏地点点头，其实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再过几日武举中试，你带宋逸欢去看。宋梅一边听一边点头，不仅能让姐姐成功退婚，还能让她觅得一武功高强的夫婿，这是绝妙的法子呀。时间一晃就来到了10月初10，武举中试这天，杨玉瑶已经快要临盆。宋延年哪里都不去，每一分钟都与杨玉瑶一起。宋逸欢也哪里都不去，说要第一个看小宝宝。宋离也哪儿都不去，他要跟阿黄一起看小宝宝。宋梅说了半天，嘴都说干了，最后只说动了一个宋海明。梅儿，你跟哥哥想到一块去了，咱们是武将世家，武举中试，怎么能少得了宋家？快走，别让白家把人抢光了。宋梅面无表情，我想跟姐姐一起去。宋海明用兰花指整理了一下2条长长的鬓角，哥哥不比姐姐漂亮吗？你看我今天这身白衣如何？宋梅从没想过宋逸欢会不去看武举比试，他平时可是最爱凑热闹的，就没有他不看的热闹。可如今需要他看热闹，他却死活不去了。宋梅十分不甘心，但也不好再劝，因为人家是孝顺，他再劝下去岂不是不孝？只能跟宋海明这个二姨子去看比试。到时萧逸风已经等候多时了，两眼扫描了宋梅周围10公里，但没看到想看的人。他笑呵呵跟宋海明打招呼：汉臣兄，逸欢怎么没来？我还给特意他留了座位。宋海明，字汉臣，取自凤鸣9天，海啸汉臣。他抱拳道：三皇子殿下，我母亲要生了，逸欢在家照顾。咦，正好，梅儿个子矮，坐在后面看不见，让他跟你一起坐前面吧。萧逸风脸色不太好看，宋家想把宋梅推到他身边的心思，连掩饰都不掩饰，但对于退婚的事，就是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，让他毫无办法。可那梅儿便随我去吧。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，萧逸风对宋梅冷淡了几分。宋逸欢最爱出来玩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劝的，让他留在了家里。宋梅也不高兴，本来有满腹的委屈要与萧逸风倾诉，但萧逸风却给他甩脸子。他自顾自与旁边的五皇子说起话来，萧逸风简直要被他气死了，强硬地抓住他的手，两人之间的氛围才慢慢缓和。五皇子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俩互动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旁边的四皇子虽然面无表情，但眼中的寒光几乎快要凝成刀子。这两个人岂有此理？他们把逸欢当成了什么？武举决赛300人，要在这300人中决出5状元、5榜眼、5探花和5进士。比试分为长躲、骑射、马枪、举重、武斗，以及最后的殿试。宋海明看得十分仔细，他的军队不要求全才，有的人射艺高超，但举重欠缺；有的人力大无穷，但射艺不精，被淘汰下来后，都宋海明都招揽到麾下。这些人本以为要收拾包袱回老家了，没想到能得到赏识，还是宋家的赏识，一个个都发誓效忠。白宗堂也来到了比赛现场，他见宋海明这么早就出手了，不禁暗自着急，年轻人不讲武德，以往不都是赛后统一招聘吗？反正他年纪大了，他要傻脸，他也抢人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互有争抢，也有互有相让，竟然和谐的把人才分成了2半，你一半我一半。其他人也有点坐不住了，纷纷下场争抢。但五局子们看得明白，宋家和白家是真的爱惜人才，愿意拉下脸面去招揽他们，甚至一下子就能说中他们的长处应该放在军中什么地方。而其他将军
只是着急白宋两家哄抬物价而已。他们自幼习武不容易，跟错主子，这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不用考虑，肯定是选白宋两家，钱少点也没关系。一天的武举比试下来，宋家和白家收得盆满钵满，萧逸峰和萧逸胜也明争暗斗，用眼神打了一天的架。第75章生了。武举中试一共要比试3天，这期间书院放假3天，宋梅能陪萧逸峰看完全部比试。第2天，宋海明正看得起劲，家仆忽然来报，夫人发动了。宋海明当即丢下摊子，快速跑回家中。虽然大家嘴上都不说，但其实时刻都在注意杨玉瑶的安全。一个本该死去的人，因为宋离的到来而活了下来，他真的能一直平安活到最后吗？一定能的，一定能的。宋海明在心里默念，一口气跑到产房外面。除了远在边关的宋海兰，全家都在产房外守着。宋离在院子里熬药，宋一欢在指挥下人干活，宋延年就守在门外。如果不是杨玉瑶不让他进去，此刻他一定是在床边。老庄回不来，宋延年请了京城有名的妇科圣手王文暖，也是京城少有的女大夫，还请了4个职业产婆负责接生。这些人的家底都筛了800遍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同时让老徐负责协助，老徐不擅长产科，但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他也能看出来。阿黄给杨玉瑶看过诊后，开了一副要让宋离熬，要全部让阿黄闻过一遍，确定没问题，宋离亲自熬，中间不假人手，一直到晾得温热，他亲自拿进产房服侍杨玉瑶喝下。杨玉瑶本来生得很艰难，但喝过药后好像好了很多，身上也有了力气。王文暖想要把手伸入产道助产，阿黄立刻阻止了他。汪！主人拦住他，喝了我的药会生得很顺利，而且这个时候出手太早，没必要出手。宋离自然相信阿黄，他挡在王文暖前面，不让他靠近杨玉瑶。这时4个产婆又不知怎地，忽然挤到宋离身后，想要帮助杨玉瑶生产。宋离一瞬间想到了奸细2字，他出手狠辣，快速用毒针将他们扎晕。王文暖吓了一跳，但他见过的大场面很多，不至于大喊大叫出声。老徐是知道阿黄的厉害的，他也选择相信阿黄，但他也觉得宋离做得过了，把所有产婆都打晕了，万一需要产婆怎么办？他不擅长这些啊。算了，还有阿黄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他站在一边，时刻关注着杨玉瑶的情况。王文暖脑中一阵恍惚，似乎是被气得眩晕了。他定了定神，怒气冲冲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知道吗？小孩子别在这里捣乱，快出去！”汪！你在干什么？宫口还没全开，你伸手有什么用？宋离眯眼看着他，你在干什么？宫口还没全开，你伸手有什么用？王文暖一愣，我何时伸手了？汪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手成刀行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宋离人仗狗势，底气十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手成刀行，就是那个意思。王文暖往后退了一步，你们真是太奇怪了，宋家治家不严，不仅让孩子进产房，还让狗进产房。我要与宋将军说清楚，免得到时候成了我的责任。宋离没有搭理他，任他出去，但是让狗进产房确实很奇怪。他想了一下，小声对阿黄说：“你先出去，有事我再叫你。”汪！好的，我的主人。结果他刚走出2步，就被杨玉瑶喊住：“阿黄别走！”阿黄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看他。阿黄在我很安心，让阿黄留下吧。杨玉瑶的头发全被汗水打湿，嘴唇也被咬破了一点皮。他虚弱地看着宋离，目光中带有一丝祈求。宋离赶紧握住他的手，阿黄把爪子搭在他的另一只手上。汪！吸气。宋离，夫人吸气。汪！呼气。宋离，呼气。而外面，王文暖已经跟宋延年吵了起来。都说宋将军带兵如神，今日我算长了见识，让一个孩子进去把所有产婆扎晕，再让一条狗阻止我给夫人接生。旁边还放着一个看场子的男大夫，大概我出手救人就会把我按住吧。你到底与你夫人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哼，不瞒将军，夫人难产，你执意要害死你发妻的话，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只需要让我离开便是。我王文暖的妇科圣手之名，绝不败在你这龌龊的宋府。宋延年只是紧紧盯着产房的窗子，并不与他对话。夫人凄厉的喊声越来越频繁，他的拳头也捏得咯咯作响。诚然，此刻他的心像架在火上烤一般煎熬，但他相信宋离，也相信阿黄。但如果出了问题，那就要拿王文暖问责。宋将军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往外面都传你爱妻如命，你竟……哇哦！新生儿奇特的哭声打断了王文暖气急败坏的声音。宋延年已经如离弦的箭般冲了出去。王文暖愣在原地，明明是难产，怎么会生得这么快？他不信，他要进去看看，万一大出血呢？他跟着进去看了一眼，
下人看见他也没拦他，他远远看见杨玉瑶面带微笑抱着自己的宝宝，宋年年用温水给他擦身子，而老徐、那个小孩还有那条狗正从他身边悠闲经过，往门外走去，有种失了拂衣去的淡然。王文暖立刻追上宋离：“你也懂医术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经过刚才那段时间，宋离已经想明白了，王文暖没有问题，4个产婆也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剧情对人的影响，他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，他们看到的只是剧情让他们看到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剧情杀。我只是恰好见过这种情况，知道怎么应对，我没学过医术，也为刚才的行为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的鲁莽。王文暖没想到刚才还心狠手辣，一针一个的小姑娘此刻居然这么好说话，她想说什么，但她一句都说不出来，因为她能感觉到今天不止宋家奇怪，她自己也很奇怪，就好像身子属于她自己，脑子却在做梦一样，有种脚没落在实处的空虚感，那是一种很悬的感觉。他咬破自己的舌尖，瞬间铁锈的味道弥漫在唇齿间，舌尖的痛楚也将他拉回现实。他想，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谢谢你，他真诚地说了一句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宋府。第76章，我有一个朋友。杨玉瑶生了个男孩，吃饱了就乖乖睡觉了，因为胎里养得好，刚生出来就白白嫩嫩，大家围在一起怎么看都看不够。他睡着时，小手放在嘴边，时不时嘴角还会扯出一个满足的笑容。大家的心都被融化了。这个孩子的降临意义重大，不仅是杨玉瑶脱离了原定的生命轨迹存活下来，更是宋家全家的新生。一个新生儿把全家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。现在的宋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宋家，而是牛骨路宋家。生产损元气，阿黄给杨玉瑶开了8针汤，宋离亲自熬给她喝。杨玉瑶喝过汤后，目光温柔地扫过每一个人。生下这孩子后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好像以前我一直活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，而现在雾气散了，周围的事物都明亮了几分，大家心底都舒了一口气，肉眼可见的眉头舒展了。尤其是宋离，他猜测杨玉瑶应该是彻底改命了。老徐给杨玉瑶把了脉，夫人底子薄，气血亏损的厉害，但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每日按时进补汤药，1年后便能养回来。宋延年暗自记下，夫人不爱喝药，他会督促她喝1年。大家见杨玉瑶面有倦色，便都退了出来，让她好好休息。一早上精神都处于绷紧状态，宋离也有点累了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换上衣服就把自己瘫在了床上，眼睛刚闭上，忽然脑海中系统出现提示：恭喜宿主，气运值达到 30%， 请在点亮地图区域内选择一只灵宠，并随机获得1本技能之书。宋离蹭的一下坐起来，自从系统版面升级后，他就能查看自己的气运值了，但当气运值达到 25% 时，系统没有任何表示，他还以为系统故障了，没想到 30% 的时候才给奖励，以前的5个点变10个点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看来系统也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他随意选肯定要选厉害的，需要的本钱也就提升了。不过这一次宋离早就做好了选择，新生儿生命力旺盛，却又易碎，如今家庭美满，每个人都积极向上，他想将这份安宁延续下去。他点击系统版面，选择了一只2阶云猫，是西北荒漠特有的灵宠，2阶5级云猫，颜色黑色，身长50，体重20千克，速度200米每秒，攻击力2万，防御力2万，能打到算我输。生命值8000，忠诚度等于你的忠诚度，而等级要效忠。智商5000，技能无影手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除了忠诚度是反向的，其他都没得说，尤其是攻击力达到了恐怖的2万，也就是说1云猫等于2000阿黄。试想一下2000的阿黄大军，一人一口也至少能咬死10个人吧，而这只云猫或许只需几秒钟便能解决，简直是武力值爆表的隐形大佬。保护一个小宝宝绰绰有余吧。至于忠诚度什么的，小宝宝是一张白纸，打小就教他效忠云猫不就行了。接下来开技能之书，一个冷彩的盒子转了几圈，爆出技能力大无穷。嘶哈，宋离先往自己身上套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没有任何失望。考虑了2秒钟，把力大无穷给了云猫，同时把云猫召唤出来，黑黑一大只，狭长的金色猫眼满是王霸之气。宋离看着他那一身黑亮的长毛，忍不住摸了一把，好家伙，毛下全是硬邦邦的肌肉。云猫用爪子推开宋离的咸猪手，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然后跳到椅子上，左脚搭上椅子扶手。宋离脑中莫名浮现出郑哥坐龙椅的画面，差点没点上香给他磕一个，但宋离定力还行，能忍住。被窝里的阿黄和小花就没这么幸运了，2小只腿肚子打着战，乖乖匍匐在了云猫脚下。云猫心情不错，嘴角绽放出一个邪魅狂狷的笑容。宋离，
感觉自己又召唤出一个祖宗。想到猫和狗是天敌，而鼠鼠是猫的口粮，宋离有点担心阿黄和小花的小命。他走到云猫旁边坐下，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“郑哥，他们两个都是您的信徒，您可别对他们出手哈。还有小绿，就是一只绿色的蝴蝶，也是您的信徒，他们都是一群小可爱，只有您是威震天下的大佬，您可一定要罩着他们呀。”云猫眨了一下眼睛，似乎认同了郑哥这个名字。喵呼，他冷淡地吐出一个沙哑的音符，然后舔了舔自己的猫爪，到宋离耳中就自动翻译成了人话：“麻烦。”但主人说了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宋离睁大眼睛，很是不可置信，他竟然叫自己主人，明明他对自己的初始忠诚度是无啊。他立刻点开属性版面，发现忠诚度变成了100，双向。宋离严重怀疑这个数据有问题，难道是自己刚才表现得太狗腿了？应该不是吧？宋离左思右想，觉得应该是技能之书的原因，自己把好东西给他，被折算成了忠诚度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宋离又亲自给他缝了一个猫窝，还是金黄色的。郑哥很满意，趴在上面霸气都少了几分。宋离再次点开属性版面，果然双向忠诚度又提高了，而且一升就是100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忠诚度就成200了，看起来很好刷的样子。他心想，一会再去给他打一副金护腕、金项链。他脑海中浮现出郑哥戴大金链子的画面。就这么定了。说干就干，宋离让厨房给郑哥炖2只鸡，然后就带着阿黄和小花去了首饰作坊。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黄金，让小花找出2锭金子和一些宝石，把要做的样子给工匠描述了一下。工匠一副牙疼的样子，但还是不停的点头。上门就是爷，给钱咱就赚，管他什么审美，反正不是他带。离开首饰作坊，旁边不远处就是宋梅创业的彩妆铺子。宋离还一次都没去过，便准备去看看。刚进门就迎面走来一个漂亮的小姐姐，店里还有许多这样穿着统一着装的小姐姐，明显是培训过了，都在一排排的铜镜前给女客们化妆。贵客您好，看您的装扮是平常不怎么化妆吧？让我来为您简单化个妆，咱们体验一下如何？并没有因为宋离年纪小，穿得不好而有任何轻视，就连阿黄都有专人拿了玩具盒临时服侍，服务态度满分。宋离在心里给他点了个赞，看来宋梅培训的真不错。我听说这里有眼影，想买一盘送给我姐姐。那顾客您要体验一下吗？我还小，不用了。小姐姐松弛有度，立刻带着宋离来到柜台旁。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眼影，我们有冰山美人系列、出水芙蓉系列、人面桃花系列、魅惑九尾狐系列。请问您的姐姐是什么类型的气质美女？宋离，我姐姐英姿飒爽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应该用哪个系列？小姐姐立刻道：冰山美人系列最合适呢。宋离点点头，那就给我来一份吧。小姐姐立刻就给他拿了一份冰山美人包好。宋离接过刚要走，却见旁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男子，有点眼熟，一时又想不起是谁，他便放慢了脚步。这位公子是要给未婚妻挑选礼物吗？不是，我有一个朋友跟他姐姐一样，麻烦也给我来一份冰山美人系列。第77章一级备战。宋离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个男的不是四皇子吗？原著中四皇子没有未婚妻，他自知不能生育，也不想耽误别的女子，故而一直单身。那他来买这个眼影，应该真的是送给朋友吧？宋离没在意，到前面付完款就走了。想到小弟弟刚出生，宋离又去买了一些小孩的玩具，又买了一些烧鸡留给郑哥当零嘴。回到家后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弟弟，宋一欢也在，他就直接把眼影给了他。姐姐，听说京城现在很流行这个眼影，我给你买了一盘。宋一欢接过，眼神闪过一丝不自然，然后把眼影放到旁边的桌子上，笑道：小妹都知道眼影了，谢谢小妹。宋离眼尖，已经看见了宋一欢腹部鼓鼓的，好像有个眼影盒子的轮廓，但也可能是别的东西，正好跟眼影盒一般大小而已。宋离没有太在意，趁着小宝宝醒了，拿玩具逗他玩，一边逗孩子一边问杨玉瑶：夫人，您和将军给孩子取名字了吗？说到这个，杨玉瑶差点翻白眼，将军给他取名宋海龟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。噗，海龟，海龟。宋离咳嗽2声，假装自己没笑。宋延年陪笑道：我再想一个便是，直到想到夫人满意为止。那不如夫人取一个。宋离提议。杨玉瑶揉了揉鬓角，我正在想，我想了一个叫宋海平。宋离，娘取名好土，宋梅、宋海平。为了弟弟着想，一定要阻止娘。不如哥哥姐姐们一起来想，集思广益，定能取出一个好名字。杨玉瑶被闺女嫌弃了。宋一欢十分赞同，他也觉得娘取的名字很土。我想了一个叫宋海清，不比爹取的好吗？这时宋海明正好从外面回来，再给小宝取名吗？我想到一个好名字，
叫宋海啸。宋离，呵呵呵，这样取名的话我也会，宋海镇、宋海峰、宋海带、宋海胆。众人，宋延年宣布7天时间，每人10个名字，最后投票选举。宋离，难怪爹当将军。宋延年，他也是木办法，子女们全都吐槽他的名字不好。宋海明已经换好了衣服，也洗过手、净过面，是专门来抱孩子的，快让哥哥抱抱，想死哥哥了。宋离抢不过他，待了一会就走了。接下来几天就是每日哄娃，逗猫一起哄娃。一转眼就是7天过去。这天，大长公主设宴招待上榜的武举，据说是相中了武探花和另外一位江湖小哥，因着给宋府下了帖子，而大长公主又是宋奕欢的义母，所以宋奕欢也得去。宋奕欢一大早就收拾妥当，带上宋离和宋梅一同前去。本来没想带宋梅的，但宋梅说六公主和三皇子也去，她假都请好了，便带上她了。大长公主府占地广阔，内里奢华，院内有一河流从后院的山上流下，今日便设了曲水流觞。宋离三人到时，也有不少人在河边席地而坐，举杯畅谈。虽然大多数人都是武夫，还有许多穿着布衣，但在大长公主府也表现得极为得体。宋梅来了以后，就直奔萧灵溪而去，坐到了萧逸峰身边。宋奕欢则是带着宋离去上游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。侍女将精致的食物放在木质的龙船内，让他们间隔1米左右的距离顺着水流流下去。宋奕欢和宋离离得近，吃的都是第一手的，俩人放开了吃，一样一口，不一会就吃饱了。宋离歪在宋奕欢身上喝着茶消食，一抬头竟看到四皇子坐在他们对面。他今日穿着一身紫色蜀锦，显得他高贵典雅，十分耐看。宋离想到昨天的眼影，鬼使神差问了一句：姐姐，你认识四皇子吗？宋奕欢笑了一下，当然了，这个圈子就这么大，大家互相都认识。宋离正想再说什么，却看见萧逸峰与宋梅往这边走来，萧逸峰身后还跟着一男子，男子人高马大，五官周正，看面像是那种典型的老实人。姐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这届的榜眼，姓傅名磊，青州人士，跟咱们姨母是一个地方的。傅磊，那不是三皇子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吗？长着一张憨厚的脸，实则里面烂了心肝。他已经娶了3个老婆，全被他活活打死了，上一个是被打断了全身的骨头，脑袋都被打变形了。宋奕欢笑着点头，没做理会。萧逸峰眼珠一动，汉臣兄对他十分赞赏，有意将他招入麾下。奕欢，今日你便带他走走，与他交流交流武功心得。傅雷可是武榜眼，身手十分了得，你们一定能聊得来。好啊，宋奕欢没有拒绝。萧逸峰见他同意，面上露出一抹微笑，与宋梅携手离开了。傅磊自然而然要站在宋奕欢旁边，却被宋离挡开，他也不尴尬。听闻宋大小姐十分擅长暗器，前面桥上设有飞花走叶的游戏，小姐可敢与我比试一番？这时四皇子也带着他的小厮走了过来。飞花走叶听着很有意思，本皇子也想去看看。傅磊拱手道：能与四皇子同行，求之不得。4人一同往桥边走去，宋离与四皇子一左一右，把宋奕欢护在中间。行至下游，远远就看见花船上有侍女不停抛着花球，而桥上的人则是拿着涂了不同颜色的飞镖去射那些花球。最后花球落在水上，有专门的人清点数量，谁射中的花球数量最多，谁取胜。四皇子，宋大小姐到了，我们正好可以参加这一场的比试。傅磊跃跃欲试，宋离直接把宋奕欢拉住，细声道：哎呀，桥上全是男人呢，而且十分拥挤，我和姐姐还是不要去了。四皇子、傅榜眼，你们去吧，我和姐姐给你们加油。四皇子眉眼带着笑意，赞赏地看了宋离一眼。宋离回他一个微笑。宋大小姐巾帼不让须眉，据说还能与将士们一起马上作战，难道还怕一起玩飞镖游戏？随我们一起去吧。傅磊语气豪爽。傅榜眼，我姐姐倒是不在意，但三皇子作为姐姐的未婚夫，想来是不愿姐姐与其他男子挤在一起的。三皇子就站在那边，不如咱俩一起去向三皇子求个恩准，我姐姐也好与你们一起痛快玩耍。傅磊沉默了片刻，遗憾道：可惜了，宋大小姐不是男儿身，那就只能我和四皇子同去了。去吧。宋离把他们打发走。四皇子笑盈盈的瞧着十分舒心的样子，而站在旁边看热闹的萧逸峰却是拉着驴脸，好像谁欠他银子似的。宋离抬头去看宋奕欢，姐姐，你不怪我自作主张吗？宋奕欢捏了一把他的脸蛋，你当姐姐傻呀？他们那算盘珠子都快奔我脸上了。小妹帮我个忙，等一下可能会出意外，你一定要帮我拖住傅磊，不要让他进我2米以内。宋离眼前一亮，看来姐姐早有安排。是，保证做到，大不了就炸死他，一个杂碎而已。三皇子想用一个人渣换自己，他还真懂等价交换。宋奕欢趴在他耳边悄悄道：看见桥底下那个小厮了吗？
宋离只看了一眼就移开目光，他不是在下面等着数飞镖吗？宋一欢，注意他的动作。说完，他便往桥上走去。宋离下意识去看萧逸风，只见他拉着的驴脸瞬间兴奋起来，环手持折扇，隐晦的比了个手势。宋离又立刻去看那桥下的小厮，他原本站在桥边，现在却钻到了桥底。宋离不再耽搁，也迅速跑上桥去。小花启动1级备战状态。滋滋，第78章水雷试吃。宋离刚到桥上，忽然桥身晃动起来。宋一欢已经走到了四皇子身后，趁着大家一阵骚动，在他屁股上捏了一把。而不远处的傅磊也在感知桥动的那一刻，瞬间瞄准了宋一欢。好在宋离轻功小有所成，直接挡在了他们中间。三皇子让我给你这个，拿好。宋离塞给他一个炸药包，烦死了，竟使唤我做事。一个布包，里面摸着很硬，像铁疙瘩。傅磊不明白，也来不及让他想明白，桥身已经剧烈晃动起来。傅磊当即把炸药包往怀里一揣，快走，桥要断了。他一边往宋一欢的方向冲去，一边不忘提醒宋离。宋离一把石灰粉扬到他脸上。你找死！傅磊大叫着抡出一拳，但抡了个空。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好心提醒，反而遭到暗算，还是一个8岁小女孩的暗算。眼睛火烧火燎一样的疼，他感觉自己的眼睛要被烧化了。他大喊救命，但没人理他，大家都在逃窜，还让他别碍事。傅磊只想活活打死宋离解恨。轰！桥彻底断了。一时间，还困在桥上的武林豪杰纷纷使出自家功夫，有大鹏展翅，有踏水无痕，只有极个别掉进水里，如四皇子若鸡之流。宋一欢奋不顾身跳到水中，将四皇子拦腰抱起。众人场面一时间鸦雀无声，甚至落水的人都忘了挣扎。没人注意到他们身后有个人在水中一边扑腾一边狂洗眼睛。轰！水中忽然响起一阵剧烈的爆炸声，并溅起了3尺高的水花。宋一欢从水花前缓缓走出，如凯旋归来的女神舞。等等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？有人指着飞到岸边的一块东西。众人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却见是一截断臂，而不远处还有更多烂乎乎的尸块飘在水上。宋离双眼睁亮，成了！第一颗水雷实验成功，恭喜傅磊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刚才有什么东西爆炸了，正好炸到了副榜眼。什么东西威力如此了得？武举们心里都有点发毛，他们自诩是战斗力顶尖的人，若是有这样的武器，那他们又算得了什么？也有那热心的武举扑到水中，不一会就把傅磊的身体碎块捞上岸来。有人检查了他的伤口，是撕裂性的伤口，就像是从内部爆开一般，肠子都炸没了，可不是从内部炸开。哦，刚才是什么东西爆炸了？你们看见没有？不知。一个小个子的男儿胆战心惊回答。刚才比赛，他就站在傅磊旁边，其实他什么都看见了，是三皇子让一个小姑娘把一个布包交给傅磊，他会不会被三皇子灭口啊？小个子见没人注意他，赶紧溜了，当天就出城回了老家。宋离是背对着三皇子给的，而且炸药的碎屑早已被水冲走，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？未知的东西是没法推测的。我听说有人武功修到大成，能自爆，副榜眼年纪轻轻，怎么想不明白了呢？宋离悄悄引导舆论方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他同乡，所以知道一点。副榜眼刚死了妻子，听说这是第3任妻子了，乡里传他克妻。哎呦，那可真是，难怪想不明白呢。一日夫700日恩，3个发妻断了魂呀。谁3番5次丧妻，谁不崩溃？传来传去，傅磊成了自爆。宋离心满意足，退出八卦圈子。再到宋一欢这边吃瓜，萧一峰比他积极，早就到了吃瓜第一线。你可长能耐了，那么多男人在旁边，轮到你一个女人去救？皇兄不要怪宋家妹妹，都是我不好。落水之前太过惊慌，大声向宋家妹妹呼救，她也是被我喊得没了分寸，这才跳下水去救我。我会到父皇面前请罪，该负的责任我绝不推辞，必不让皇兄为难。四皇子萧逸尘浑身湿透，没了往日的清爽俊逸，却依旧护在宋一欢前面。萧一峰眼中变幻莫测，今天这个结果，他满意也是不满意。终于摆脱了宋一欢这颗不听话的棋子，他是满意的。可惜没把宋一欢和傅磊撮合到一块，以后不能借傅磊之手插手宋家的兵权，这没达到他的预期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女子名声重要，四弟可要抓紧啊！不是当哥哥的说你，哪有男子落水让女子抱上来的？四弟也是头一份。哎，回去好好练练浮水吧。是。四皇子敛下眼眸，静静听着。小四。这时旁边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，众人侧头一看，就见大长公主匆匆走了过来。小四，你可还好？快去换身衣服。大长公主年轻时生过3个孩子，但都夭折了，
所以带几个侄子十分亲切，不管皇帝偏心哪个，他是哪个都喜欢。萧逸尘的外公是前朝太傅李伯如，李伯如桃李满天下，名声在外的学子都受过他的指点，皇帝需要借助他的名声笼络天下文臣，所以纳了萧逸尘的娘亲为妃。但李家人脉广阔，连带着萧逸尘也备受推崇，这是皇帝不愿看到的。所以萧逸尘的娘年纪轻轻就死了，萧逸尘也身中奇毒，断了根基。皇姑母莫要担心，小四无碍，快去扶四皇子换身衣服，再给他灌碗姜汤。等下人把四皇子扶走，大长公主冷下脸来，你们两个给我过来。萧逸风和宋逸欢乖乖跟在后面。三人来到一处僻静的楼阁，今日桥段是谁的主意？宋逸欢连忙辩解，义母，您当年造这座桥的时候，我还在大西北呢，倒是大皇子没少来玩吧。萧逸风眼中三分凉薄，三分讥讽，哼，只要有图纸，跟造桥的时间又有什么关系？宋逸欢扑到大长公主身边，义母，您是知道我的，我没这头脑，手更不可能伸这么长。大长公主瞥了他一眼，那小四落水跟你也毫无关系吗？宋逸欢摸摸鼻子，如果没有他在旁边动手动脚，他大概率能自己跑下桥。好吧，我承认桥是三皇子搞垮的，我顺水推舟，与四皇子来了点肢体接触。你，萧逸风眯起眼睛，他就是不喜欢宋逸欢这点，从来不给他留面子，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行了，还非要揭他的底。你什么你？我一个女人都承认了，你一个男人还不敢承认吗？孬种！你，宋逸欢，你好得很。既然你喜欢老四那个绝种的，我去到父皇面前求求情，让他老人家一定成全你们。宋逸欢无所谓的样子，绝种也比你顺眼。萧逸风气到说不出话来，如果眼神能刀人，宋逸欢已经成刺猬了。他早晚要宋逸欢为今天的言行付出代价。行了行了，本宫亲自去说。大长公主叹了口气，好好的探花没泡成，还出了这档子事。第79章退婚。这两个小崽子真欠揍。老三，你去外面打听打听，你的名声响亮的很啊，都被编成小调唱了。大长公主冷笑道，若不是她在外面听到小叫花子唱那小曲，她还不知道自己这侄子私生活这么精彩。萧逸风，他不明所以，也就没敢反驳，准备回去的时候打听一下。你怎么讨好女人我不管，以后不许在我的地盘动手脚。大长公主沉声道。萧逸风知道她是真生气了，赶紧低头认错，姑母，小三再也不敢了。逸欢，孩儿在。宋逸欢低头听训，别的男子你调戏也就调戏了，但小四不是你能玩弄的，你懂吗？宋逸欢抬起头来，义母，我是真心要为四皇子负责。萧逸风眯起眼睛，自己看不上眼的东西忽然看上了别人，心里就跟吞苍蝇一样难受。不过也好，一个绝种的，一个男人婆，互相折磨去吧。大长公主这么说，本来也是想试探一下宋逸欢的心意，见他果真对小四上心了，这心里也舒服了很多。小四因为不孕，婚事一直没有着落，逸欢是他看着长大的，虽然没有女人味，但是为人仗义，有责任感，想来会对小四负责。好，如此，我便成全你们，省着你们再闹腾。宋逸欢眼中划过一丝亮光。三人出了门，带上换好衣服的萧逸尘一起去了宫里。宋逸欢、萧逸尘、萧逸风跪在下手。大长公主站在旁边，皇兄，老三和小四的性子你了解，逸欢也是你看着长大的，既然老三与逸欢互相瞅不对眼，强您在一块也是一对冤家，不如借着今天的事。皇妹，小辈们胡闹，你也跟着胡闹。皇帝打断他的话，婚事已定，岂能戏言？嘤，大长公主抹了一下眼泪，小四也是可怜，亲娘早早去了，自己还中了那样的毒，这辈子也难找个知心的人了。我哪里是胡闹，不过是可怜小辈罢了。皇兄是国君不假，可也是孩子们的父亲呀，难道就一点都不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？宋逸欢见大长公主真的掉泪，心想终于吃到了小葱的利息了。虽然是不受宠的皇子，但也千真万确是他的种。大长公主的话勾起了皇帝的一丝愧疚心，但这还不够，宋家既然自己做其主来挑选他的儿子，这是在挑衅他的威严。父皇，千错万错都是儿子的错，儿子愿免除所有职位，一生为大齐礼佛，只愿能给宋家大小姐一个交代。萧逸尘双手举起一块令牌，刘福赶紧接过，递给皇上。这是一块白鹤书院的令牌，白鹤书院是李伯如一手创建的，比之国子监出材率更高，这也是李伯如唯一能留给萧逸尘的东西。皇帝眸光微动，心底对这个儿子的愧疚之情又多了一丝。宋逸欢也道，今日之事，虽然三皇子是主谋，但臣女也有错，臣女愿受责罚。萧逸风简直要气晕过去，没想到他当着皇帝的面也敢这么说，在皇帝面前贬损他的儿子，就相当于打皇帝的脸，难道他不懂这个道理吗？真是不可理喻，这样不通事理的女人，
绝对不能成为他的王妃。父皇也看见了，没有证据的事，宋奕欢张嘴就来，我与他实在没法相处。刚说完，他就抿住嘴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他竟然主动说了，他刚才被宋奕欢气糊涂了。本来他坐享其成就可以了，现在却主动躺进了这浑水坑里。果然，就听上面传来一道淡漠的声音：“你是不满朕给你安排的婚事？”三皇子已经醒悟过来，知道此时反嘴会更加难堪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道：“儿臣没有不满，只是父皇给儿臣赐婚的时候，宋奕欢还只是个婴儿，哪里能知道他长大了长成这样？如果没有今天的事，便是在一块也能将就，只是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是万万没法将就了。”正是如此，宋奕欢十分赞同，皇族的颜面全让三皇子丢尽了。萧逸风紧紧捏住拳头，宋奕欢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？不行，他一定要忍。然而他还没完了，没法将就，退亲便是，长嘴不就是说话的吗？非要搞这断桥的戏码，逼得臣女与别的男子接触，臣女也是万万不能跟这样的男人将就。萧逸风心口一阵抽疼，退亲？那你怎么不退亲？所以你就想这些歪门邪道？我还得谢谢你呗。哦，这么说来，我确实该谢谢你，你脑子真好用，退亲知道想办法。不像我本来是想将就的。你……萧逸风深吸一口气，不让自己失态。他有预感，如果真跟宋奕欢成亲，他不会长寿。不管怎样，你不配做我的正妃。好了，皇帝沉声喝道。萧逸风立刻闭了嘴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宋奕欢言语无状，不堪为正妃。今日解除你与三皇子的婚约，又念你救四皇子有功，朕赐你为四皇子侧妃，去吧。宋奕欢毫不在意，正妃、侧妃，没人能规定他的身份。圣上英明神武，臣女跪谢圣上。他一副得了天大好处的样子，成功气到萧逸风两眼发晕。这个贱人，宁愿做老四的侧妃，也不愿意做他的正妃。宋奕欢满面春光，大步离去。皇帝都不禁也眯起了眼睛。宋家，他迟到要收拾。现在先让他调教一下这个不成器的儿子。宋奕欢回到家中，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全家人，外加一个宋梅。我宋奕欢与萧逸风退亲了。好好好，全家鼓起掌来。他们已经听宋礼讲了经过，只差听这个结果了。终于退婚了，全家松了一口气。这回我们梅儿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与三皇子在一起了。二小姐以后和三皇子贴贴，再也不用避人了。梅儿，那个位置早晚是你的。梅儿，喝汤。宋梅也十分高兴，低着头喝汤，眼珠来回转，不知在想什么。还有一个坏消息。宋奕欢继续道，全家静静听他发言。皇帝赐我为四皇子侧妃。宋梅差点笑出声，宋奕欢为了他也是拼了，去当一个绝种的侧妃，侧妃不就是妾吗？宋离却是皱起眉头。哦，原剧情中四皇子是要逼宫造反的，跟他绑在一起真的好吗？我已经攒够了造反的银钱，但不想为四皇子做嫁衣裳啊。不过也有好处，有了四皇子，宋家就不算造反了，只能算站队，到时候过继一个宋家的孩子当储君，皇位不就是宋家的了吗？什么？萧家也有孩子？站队的时候没除根吗？第80章，熬死他。宋延年，好了，梅儿汤喝完了。喝完了，我们先吃晚饭。宋梅，喝完了。这汤效果不错，连着喝了几个月，身体愈发柔软了。教他舞蹈的老师都夸他天生媚骨，是个跳舞的好苗子。虽然某些部位还没凸显出来，但是他一点都不着急，这么小就长了，他反而要怀疑这里是否有激素。吃过饭后，宋梅立刻回去补习各种技能，再过几日就是秋日宴，他到时一定要名动京城。宋延年一个眼神，大家就再次聚集到书房里。没想到萧逸尘要造反，宋延年心情舒畅，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但要奕欢为侧妃，他是如何也不会同意的。他的女儿绝不为妾。狗皇帝想要折辱他，也要看他愿不愿意。门一关好，宋海明首先分享情报。他当了羽林令，别的不说，吃的瓜确实都是一手新鲜大瓜。皇帝的尸毒一直没除根，每晚都做噩梦。最近找来10几个道士，只有2个活了下来，其他全都被斩杀。大哥，那2个道士叫什么名？宋离好奇问道。宋海明赶紧回答，一个叫全海，一个叫宋奎，还是咱们本家的呢。他2人都是有真本事的。全海就是原剧情中斩杀女将的道士，确实是一个有真本事的道士。而宋奎是一个江湖骗子，但也是个人才，自创了很多让人飘飘欲仙的丹药，吃了还上瘾。按照原剧情，他会被宋梅揭发，然后被千刀万剐。海明，你去把这2人的底细查清。宋延年给他使了一个眼色。是。宋海明心领神会，宋家出人才，他会想办法撵走全海，保住宋奎。另外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
萧逸尘与禁军统领苏哲远似乎有点私下的交情。宋海明并不确定，只是发现两人眼神之间有交集，说出来也只是试探一下。确实，萧逸尘的娘是苏哲远暗恋的白月光，萧逸尘造反就是苏哲远协助的。此事能遮掩便帮着遮掩一下，我也会提醒萧逸尘。宋逸欢道：“哎呦，姐姐这就护着小夫郎了，看来四皇子屁股弹性不错，让姐姐食髓知味了。嗨嗨，萧逸尘是颗不错的棋子，我们应该好好利用。”宋逸欢解释了一下：“我懂我懂。那逸欢的婚事怎么办？难道真让她去当侧妃？”杨玉瑶更在乎女儿的终身大事。当正妃的话，死了丈夫可以改嫁，当侧妃就只是个妾，一辈子就吊死在这棵树上了。宋延年却已有了主张，他淡然一笑：“夫人莫急，等萧逸尘娶正妃以后再让逸欢过门不迟。至于萧逸尘能不能娶到正妃，就看他的本事了。”宋逸欢点头：“正是如此，皇帝就算闲出屁来，也不能压着他儿子先娶侧妃吧。”宋礼也十分赞同，皇家也用不着萧逸尘传宗接代，他和姐姐可以一直等皇帝老死以后再成亲，到时候姐姐就当正妃，难道他还能从棺材里跳出来？噗！宋逸欢用拳头抵着嘴，倒也不至于，到时候见机行事吧。杨玉瑶无奈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他这两个女儿想法一个比一个离经叛道，他思想保守，快要跟不上趟了。宋海明继续道：“还有宋梅这边，最近他与一个小太监接触频繁，虽然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但还是要注意。”大家都记在心里。散会后，杨玉瑶单独把宋逸欢带走，大概是要说些私房话。秋日宴，因皇帝失独未愈，举办的十分简单，但宋梅一支惊鸿舞却名动京城。她还自己代言了自己的彩妆，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仙女一般，就算没了小绿的美颜加持，她在京中也是盛世美颜的代名词。无数男人盼着她长大，无数男人背着三皇子对她献殷勤，当然也有无数女人购买同款彩妆。宋家赚得盆满钵满，宋礼只觉得宋家好像有个聚宝盆，在不停地吸纳满城的黄金。这一世，宋梅的利益完全与宋家绑定，所以宋梅没像原剧情那样对宋家处处坑害，反而是宋家借宋梅之手挣了钱，挡了灾，还办成了一件大事。这天，宋梅照例去看望皇上，他们之间已经很熟认，似忘年交一般相处。宋梅关切地给他捏肩：“皇上在吃什么好东西？”皇帝面前摆着两个木盒，里面分别放着2粒丹药，一粒赤红，一粒乌黑。皇帝最近服用丹药有奇效，正愁没人分享喜悦，见他感兴趣，便问道：“梅儿，你觉得哪粒丹药更好啊？”宋梅已经从宋海明口中得到准信，说红色的丹药是朱砂制成，相当于一种慢性毒药，朱砂他懂，吃多了尸体都防腐，所以宋海明说的准没错。他还说黑色的丹药良药苦口，是正宗的强身健体的好药，但是皇帝不太爱吃，也是为难他们这些臣子。宋梅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听说小动物的嗅觉要比人灵敏，他们专挑好的吃，有倒卖西戎香料的商人会专门挑那被老鼠啃过的香料买，就算品相不好，制出的香也是最好的。皇上不若找2只老鼠来试试。皇帝觉得很有道理，因为人会骗人，但动物不会骗人。刘福，给朕捉2只老鼠来。刘福立刻命令小太监去捉老鼠，去冷宫捉了1只灰的，1只黄的。黄色的小老鼠呆呆的，还有点可爱。刘福给2只老鼠都分了1红1黑2粒丹药，黄色的老鼠毫不犹豫吃下了黑的，红的连碰都不碰。灰老鼠一开始哪粒都不吃，躲在笼子一角不敢动弹，后来忽然跳到黑色的丹药前，抱着黑丹药就开始啃。又等了好一会，那红色丹药始终无鼠问津，还被老鼠在上面撒了尿。皇帝的目光阴冷起来，多亏了宋梅提醒，不然他不知要吃多少毒丹药。刘福，去把全海押入天牢。是。刘福心惊胆战，他本以为全海是个有真本事的，没想到是个骗子，做的丹药老鼠都不吃。反观那宋奎5大3粗，不像个道士，但人家做出来的东西货真价实，老鼠都抢着吃呢。全海莫名其妙被抓，自己给自己算了一卦，卦象显示自己挡了贵人的路，还显示皇帝的气运带着煞气，沾着因果，他若执意助他，只会落得各道消生死的下场。幸好幸好，小灾挡大灾，我走运了。他兀自念叨了一会。第二天，狱卒发现全海从地牢里消失了。第81章，人生得意，全海失踪。皇帝勃然大怒，本以为自己错失了一个有真本事的道士，但宋海明趁此机会揪出了刑部的几个贪官，最后结论就是刑部收了全海事钱，还妖言惑众，说全海遁地走了。皇帝心里好受了点，他就说怎么可能会有遁地术，赶紧服下1粒乌黑的丹药压压惊。没一会，药进上来了，皇帝立刻去了后宫。
宋海明紧跟在后面，却见他去了御书房，侍卫也拦住了他的去路。眨眼5年过去，宋梅已出落的身姿玲珑，貌美出众。她赤着小巧的玉足，在秋日宴上跳了一曲拜月舞。当她身体后仰，弯成一道月亮时，众人都不禁微微摇头。不像，不像，月亮怎么会突出一大块？萧逸风将杯中酒饮尽，黝黑的瞳孔越发深邃。他应该把宋梅紧紧锁在身边，再不让她抛头露面。尤其是座上那糟老头子，老是眯缝着眼，用那种下流的眼神看着宋梅。他已经劝诫过宋梅很多次，让她离皇帝远点，但宋梅不听，说她乱吃飞醋，还说那是慈爱的眼神。有时他倒希望是自己看错了，老头子已经封宋梅为公主了，难道还想乱伦不成？一曲舞罢，满堂喝彩。宋梅摇曳着身姿回到宋家的席位，遥遥给对面的萧逸风送了个秋波。萧逸风却是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。宋梅灿然一笑，他才不怕他，她是公主，又有宋家为后台，还有满京城俊杰的倾慕，萧逸风敢对她怎么样？事实证明，萧逸风确实不敢拿她怎么样，只是会把她堵在更衣室中，折腾得她浑身发软而已。梅儿，你长大了，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功劳？萧逸风咬在上面，这吹弹可破的肌肤总是让他爱不释手。宋梅英明一声，连续服用了5年的汤药，效果自然不是盖的。但他岂会对萧逸风说，都是殿下的功劳，那殿下打算何时娶我？萧逸风面露难色，狠狠砸了一口。我跟父皇提过几次，但父皇都以你年纪太小，行事不够稳重为由，拒绝了。梅儿，你不似一般后宅女子，你心思灵敏，花样百出，有没有什么好点子，能让你为大齐做出功绩？到时父皇一定不会再推辞。宋梅早已不是当初的宋梅，她心里明镜得很。萧逸风表面是说让她做出功绩，但最后顶多给她个名声，功绩还是算在萧逸风头上。但他也不觉得吃亏，出个点子，给个名声，重活累活都让萧逸尘去干，他一点都不吃亏。美妆、香皂、香水他已经发明了，蜡压货也做了，但这些都不是民生民营的东西。有关民生民营，他目前能想到的只有牛痘接种预防天花，引进土豆、玉米，改进农具。牛痘接种需要在天花爆发时才能看出效果，现在虽然不是国富力强，但也是天下太平，他何时能等到天花？土豆、玉米则是海外引进，他又出不了海，只能等碰巧遇到海外的种子。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改进农具。让我回去想想。他靠在萧逸风胸前道。萧逸风深吸一口气，已是十分难耐。梅儿，不要让我等太久，把我憋死你就要守寡了。宋梅心里翻个白眼，病树前头万木春，傻子才守寡。不过萧逸风无论外貌还是身份都是最顶尖的，而且萧逸风已被立为太子，下个月就要举行册封仪式，他当然舍不得他把他憋坏。好啦，我会很快的。宋梅搂住他精瘦的腰身，吧唧在他唇上亲了一口。萧逸风眸中暗光涌动，我也会很快的。然后宋梅出来后扶着墙，操，大腿都快磨破了，真浪费，光点火不救火，他也是有忍耐限度的好吗？宋梅回去后立刻开始研究当代的农耕工具，研究完发现这个时代的农耕非常发达，很多工具是他无法想象的精巧。宋梅 emo 了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便提了一嘴，皇帝不同意我和三皇子的婚事，说我年纪小不稳重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好主意？此时的宋黎也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，吃得好补得好，渐渐长开后越发像宋家人了，打眼一瞅还是像宋年年，但仔细一看又有那么点像杨玉瑶，瞧着背影又是与宋奕欢一模一样。他抬起头来，若是有那百鸟朝凤的景象，你铁定就是三皇子正妃了。宋梅眼前一亮，随即眼神又暗淡下去，说得容易，上哪弄百鸟朝凤去？宋黎想着自己新获得的灵宠玄鸟，大概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朱雀以外等级最高的灵鸟了，号令百鸟不是问题，再加上色彩斑斓，酷似书中描写的凤凰，谁看了谁不以为是凤凰将士？倒是可以在太子的册封典礼上给宋梅试用一下，就是不知皇帝那老登会作何感想呢？宋家经过这5年的筹谋，屯粮、屯兵、屯药，足以颠覆大齐王朝。但宋延年和杨玉瑶颇为迷信，他们坚信因果循环，不愿因为一己之私欲而置黎民百姓于不顾。战争受伤的永远只有平民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兵马还在，可以绵延我的子孙，但平民死了，那就是死了，留给家里的只有劳动力的缺失和丧夫丧子的痛苦。这是宋延年的原话。他想不这儿屈人之兵，宋黎也表示赞同，毕竟他也是孙子兵法的忠实拥护者。皇宫里，宋奎服侍皇帝服下丹药，他为了让自己的荣华富贵长久一点，还知道收着点药效，因为他也知道，要是这个老昏头死了，新君必斩杀他。最近皇帝那方面有点不节制，宋奎也是操碎了心。皇上服下丹药后打坐修炼2个时辰，
药效会更佳。皇帝此时已被宋奎的各种把戏忽悠住了，对宋奎那是十分信服。尤其是宋奎成功将那女僵尸驱赶走以后，皇帝简直把他当成了半仙。那宋仙人与朕一起吧，这吐纳之法，朕还是有些不熟练。宋奎满口答应，他自己也不懂，但他脑瓜好使，会举一反三，照着素女经、三浅一深、七浅九深等技巧教他吐纳。这活也不累，坐着就把钱挣了。宋奎还是挺积极的。想当初他在外面行骗，好几次差点被打死，还是在宫里好啊。宫里有女人装僵尸，他吓一下就把僵尸吓跑了。皇帝爱吃他用脚底板搓的药丸子，达官贵人见了他也是恭恭敬敬的，就连嫔妃也来找他求子。啧啧，人生得意不过如此。